白水灵的骸骨在第二天便由萧逸和白家二老主持着埋葬回原地。白家二老特地穿着素色的衣服，好像今天才是白水灵的下葬日子。12年的冤屈，今日终于洗刷干净，让冤魂得以长眠，让活着的人得以安心。萧逸在白家二老和众多白水镇居民的注视下，登上马车，缓缓离去。回到了周潭县，谢子云刚刚下车，萧逸就让石头来传话，让他回家休息2天。谢子云回文档库房收拾了东西，趁着天色还没暗，赶紧回老陶村。吴氏看到了，心疼不已的拉他回屋子，又张罗着给他做饭吃。谢子琪凑上来问道：姐，听说你跟大人去白水镇办案了，案子大吗？死人了？伤好些了吗？没事就躺着。嘿嘿，我没事了，你快给我说说嘛。吴氏端来了一碗面条，谢子云抱过大碗，高高兴兴地吃起来。不知道为何，在白水镇虽然每顿都在客栈里吃饭，但他却觉得那些饭菜还不如这一碗面喷香。吃完之后，母子3个闲聊一阵，吴氏便催着姐弟2个睡觉。这一夜，谢子云睡得非常踏实，直到太阳晒屁股了才醒来。老陶村依旧宁静安详，不时传来鸡鸣狗吠之声，很快便又恢复了平静。啊，考什么秀才啊？姐，你可别告诉我你要送我去书院读书啊！谢子云点了点头，他不想这个弟弟再这样无所事事下去了。谢子琪头摇如拨浪鼓。姐，我知道你现在有俸禄能供我读书，但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哼，我是不可能去私塾里读书的，你让我去读书，还不如把我打死算了。烂泥扶不上墙。姐，我是烂泥，你就别管我了。你放心好了，我肯定不会干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娘跟着我肯定饿不死的。您老人家呀，还是多操心一下自己的亲事吧。我的婚事你少管，要是遇不到合适的人，我就留在家里照顾娘亲一辈子。你不嫁我怎么娶媳妇啊？唉，看来我得去找些靠得住的男人，赶紧把你收了才行。谢子云扬手就要打，可惜被谢子琪逃了。2姐弟便在院子里面嬉戏了起来。吴氏看了，满脸笑意，喊着让姐弟2个小心一些，别伤着了。2人正闹着，外面来了一个人，手里还提着一吊猪肉。何大哥，你怎么来了？哈哈，先生好，我是县衙里的捕快，跟谢姑娘是同僚。哦，衙门昨日里出了点事，我正好休沐，便过来跟谢姑娘说说。可是衙门里出了事。江林死了，在牢房里自尽的。他可签了认罪书？签了，所有手续都办齐全了。大人已经把奏折都递到刑部去了，可没想到江林认罪书签完之后就寻机自尽了。你们确定他是自尽？要不要我去验一验？唉，牢房里很多囚犯都亲眼目睹的，错不了。那江林自尽前在墙壁上写下悔过书，他大概是觉得愧对白水灵吧。何大哥中午留下来吃饭吧，都是些粗茶淡饭，还请不要嫌弃。不了，这多麻烦呢。不麻烦不麻烦。现在时辰不早了，你回去还不知道有没有饭吃，倒不如留下来和我们一同用饭。是啊，留下来吧，你听大婶的，吃完午饭再走。何范舟点了点头，答应了。你且坐着喝喝茶，我很快就做好了，再等等。何大哥，你再跟我说说捕快的事吧。你们当捕快的可威风了，还能锄强扶弱，匡扶正道。我长大了也要当捕快。你想当捕快啊？那容易。你有空到我家里去，我教你几招功夫。等你再长大些啊，我就带你进衙门里做事，从衙役做起，不用2年呢，就能当上捕快了。接下来3人闲聊了一会儿，吴氏就喊着开饭。谢子云跑去厨房帮忙端菜，在吃饭的时候，吴氏一个劲儿的往何范舟的碗里夹菜，倒让何范舟有些不好意思。谢子云见他老娘有些热情过头，心中十分郁闷。饭后，谢子云在收拾碗筷，何范舟想要帮忙，却被谢子云阻止了。我这里不需要你帮忙的，你不是急着回去吗？何大哥，要不然你教我2招功夫，然后再回去吧。何范舟正愁着找不着借口留下，此时听到谢子琪的话，当下就答应了。走，我带你去外面练功，顺便看看你们村子里的景色。子云呐，这何捕快看着不错，要是你能说到这门好亲事，到时候嫁进县城里去，那娘得烧高香。
我跟他只是同僚，他是来谈公事的，你别人误会了。知道，娘都知道。紫云呐，你快跟娘说说，那个何不快的家里都有什么人？娘，你问这么多做甚？我都说了，让你别瞎折腾了。我这哪里是瞎折腾啊，我这是替你着急呀！你，谢子云，老娘告诉你，你都18了，要是再不定一门亲事，老娘就把你赶出去，以后再也不认你这个女儿，听清楚了没有？我说得出做得到，你最好别抱侥幸心理，老娘狠起来连自己都害怕。我知道了，我绝对会尽快嫁出去的。那你还不快把何捕快家中的情况告诉我？谢子云对何范舟的情况不甚了解，只知道他爹曾经是做捕头的，王多禄是他的舅舅，别的就一无所知了。你找个机会去他家里看看，要不要再带上你啊？你个死妮子，还敢跟我耍嘴皮子，你去不去？啊，去！死丫头，你要是……娘，我听子琪说她想当捕快，你觉得如何？子琪当捕快会不会太危险了？凶狠的江洋大盗还轮不到咱们小县城，顶多就抓着小偷赌徒，不会有啥事儿的。再说了，子琪现在在村子里面整日无所事事，四处捣蛋，总不是事儿。以后要是走了歪路可就麻烦了。去衙门有我看着，还有大人压着他，对他有好处。这小子整天上蹿下跳的，让他去抓贼倒没啥问题。而且要是子琪当了捕快，以后就不愁吃穿了。还有何大哥看着他，不会让他做那些危险的事儿，顶多就是跑跑腿带带东西。要是娘你同意的话，我就趁机央求一下何大哥，等子琪伤势痊愈了，别让他进衙门里干活。对，你去央求一下你的何大哥，有他带着你弟，我放心。何范舟带着谢子琪回来的时候，已经是黄昏时分了。何范舟跟谢子琪似乎很谈得来，两个人都满头大汗的。何大哥，我有件事情想要找你帮忙。什么事啊？你直接说，能帮到我一定帮。我弟弟在这个村子里面整日无所事事，我想请你帮忙，跟王捕头说说，看能不能让我弟弟进衙门里面去当个差，跑个腿，没有月银都成。我就是不想让他走上歪路。子琪会不会太小了呀？你们放心吗？再过几年，我就真该担心他走上歪路了。你是不知道，这个臭小子经常偷别人家的菜瓜，戏弄别人家的女孩，打架更是家常便饭。我得去问问我舅舅，这事还得经由萧大人的同意啊。那有劳何大哥了。天色不早了，我得回去了。咋样？他得去问问王捕头和萧大人，这事儿还得他们两个人点头。王捕头多半没有什么问题，不过萧大人就……这事急不来，得等我多破几件案子。你这段时间给我乖乖的，要是再惹出一些事来，那我就不管你了。假期一过，谢子云又得早早的赶往衙门当值。刚进衙门，他就听到几个衙役聚在一起窃窃私语，恍惚间听到萧大人、赵小姐等字眼。他没想去打听别人的事儿，应卯后便回文档库房里面去当值。曹叔早安。休息好了吗？要是没睡够就多睡会儿，大人不会来这里的。曹海笑道。谢子云道了谢，但他早就没有睡意了。曹海本就是个话不多的人，很快就忙自己的活儿去了。中午时分，谢子云抄录了半本律法，疏松了一下筋骨。一名衙役匆匆而来，说是萧大人传唤谢子云，让谢子云速去答话。谢子云随着衙役来到了勤勉堂，看到屋子里面站着王多禄和何范舟，两人都低着头，没敢跟他打招呼。萧毅拿着书，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书。听说你要把你弟弟带进衙门？是，给我弟弟谋条出路。你一个小小的仵作就敢以权谋私，可知道这是违反律法的事吗？我弟弟是当捕快的料，我向捕头举荐他并未有错。古人有云，举贤不避亲仇，大人若是不满意，不同意便是。小女子从未以权谋私，违反律令。江一眼珠子眯了眯，谢子云还真是伶牙俐齿，让他抓不到把柄。他正想着该如何拒绝谢子云时，外面跑来了一个衙役道：大人，赵小姐在衙门外求见。不见。大人三思啊，赵老爷可是许诺要给不少资金建设水坝，造福百姓的。那赵大小姐乃本县第一富商贾万钱的宝贝女儿，若处理不好，非但赵万钱的许诺泡汤，
就连其他复古答应的私处也会急剧缩水。谢子琪的事儿不是不行，关键是能否帮上忙。本官现在暂无闲暇时间陪赵小姐，又不好聚了，实不知如何是好啊。哎，赵小姐这事，谢子琪也来不及帮忙，不如让谢姑娘代劳，替大人招待赵小姐。此言甚是。谢仵作是女子，替本官招待赵小姐，避人闲话，甚好。谢仵作此行功劳，可算在谢子琪头上，本官定然不会遗忘。王捕头，我向来不善与贵家小姐往来，这等重任我怕做不来。谢子琪要想进衙门，这一关呢，谢姑娘就得闯过去。我等男子不好接待赵小姐啊，谢姑娘自求多福吧。赵万钱的女儿可不是省油的灯啊，谢姑娘多加小心了。谢子云欲哭无泪，她只是个仵作，怎么还要替萧逸去招待人了？不过事关谢子琪前途命运，谢子云无暇细想，慌忙赶往大门口迎见赵小姐。赵素琴今日特意着一袭鹅黄绣碧霞云纹烟纱裙，面似芙蓉眉若柳，端端的窈窕淑女，动人心魄。赵小姐，我们县令大人忙于政务，无暇接待赵小姐，特命我来接待赵小姐。你一女子，曾在衙门里当差，当的是何差？仵作。前不久在公堂上言明我爷爷死因真相的女子，便是你。你到衙门当值，也算是物尽其才，是件好事。但愿你日后多为萧大人分担解忧，不枉他对你的一番栽培。赵小姐，里边请。大人忙于公务，还不知道要何时才有空暇，不如我带赵小姐观摩衙门。小姐，仵作是建议，小姐还是多避让些好。萧大人为国为民，是个正直无私的清流官员，他既忙于公务，我便不多打扰，日后再来与他共商筑坝之事。你且将这食盒送与他，只一些糕点，别无其他。昨日见萧大人甚为喜欢，特地送来些许，你切记叮嘱他趁热吃了，按时用膳。百姓福祉全系他一人，万不可累了身子，损了根基。谢子云没说话，赵素琴领着丫鬟扬长而去。谢子云拎着食盒来到勤勉堂，萧逸目光凝视公文，将朱笔悬于砚上。可是去了？走了。本官未曾让你收受私礼吧？赵小姐有言，让你按时用膳，不可忙于案牍而损了根基。如若有空，再与他商量筑坝之事。大人，赵小姐的话我已经传到了，记得趁热吃。要是没什么事，我就回去当值了。等等，你说他要与本官商量筑坝之事？这不应该是大人与赵万钱老爷共商的事吗？萧逸皱着眉头打开了食盒，看到了里面有一盘糕点，旁边还有一封书信。他拆开书信，仔细地看着。谢子云瞥到那信封上的涓涓小字，断是赵素琴手书无疑。好嘛，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是送情书来了。出去。大人可别忘了答应我的事啊。大人可是有要事找你？赵家大小姐仰慕大人为官清正廉明，亲自把糕点送到衙门里来。大人不好意思，让我去给他当挡箭牌，拦住了赵小姐。看样子大人好事将近，咱们可有喜酒喝了。大人年轻有为啊，正是大展宏图之时，不应沉迷于女色，为家庭所拖累的。再过几年略有政绩，便可加官进爵，他日有更好的良配，实不应为之过急啊。就是，萧大人也太猴急了。不过赵家有钱，能帮萧大人修建水坝，造福万民，做出政绩，加官进爵。再加上那赵小姐相貌美丽，菩萨心肠，倒也是个良配啊。俗话说英雄难过美人关，萧大人除非有特殊癖好，否则他是逃不出赵大小姐的五指山喽。成家在前，而后立业，大人这么做也无不妥。况且咱们有喜酒喝，不失为好事啊。把这食盒送回去。大人，那一碟糕点你都吃了？本官不想让他人误会，所以一块都没碰。你既然接了食盒，就把这食盒送回去吧。好歹是赵小姐一番心意，信都看了，糕点就收下吧。收下也行，你吃，你看着办吧。谢子云打开食盒，发现里面的糕点真的一块都没动过。赵小姐想要拿下萧逸，只怕不容易。这一顿喜酒，短时间之内恐怕还吃不到嘞。
大人看样子并不怎么喜欢赵小姐，你这次可得小心了。谢子云苦笑，他现在麻烦可大了，这食盒送回去，赵小姐看了肯定得生气，到时候不得记恨上他。他现在是送回去是死，不送回去也是死。琢磨半晌，谢子云做出了一个决定，宁得罪萧逸，也不能得罪赵小姐。他万分凝重地端起了食盒里的糕点，自己吃了一块。你可想清楚后果了？大人是君子，赵小姐是小女子，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的道理，你懂的吧？到时候大人责怪，我就说你也吃了，不光是我一人，我就不信他能把整个衙门的人都罚上。谢子云端着糕点逢人就发，王多禄觉得好吃，还特地多吃了一块。何范州和其他捕快一人一块，纷纷称赞着萧逸体恤手下。在3月底，衙门里总算来了一名师爷，据说是萧逸的同窗好友，只因科考时守孝错过了机会。这人姓高名云霄，正20岁，相貌端庄，仪表堂堂，虽不及萧逸之俊美，但比寻常男子胜上10倍不止。平日里不在衙门，似乎比萧逸还要忙。思云，子琪的伤怎么样了？好久没去你家看望大婶了，他还好吗？最近这段时间，吴氏非要他探听何家的底细，他就随口问了一些，应付吴氏。可他没想到，何范州似乎也有了心思，每天都会给他带点零嘴吃食，趁着没人的时候给他。他一开始没注意，可没有想到越来越频繁，他再迟钝也有所察觉了。他们还好，子琪挺想你的，他伤好的差不多了，我正寻思着什么时候让他来衙门里面见见大人。萧大人现在可忙了，他正在商量水坝修筑的事情，恐怕没空见子琪啊。那倒是，子琪还小，再等1年半载也不成问题，为百姓谋福利才是最要紧的。哼，我在外拼死拼活，那小捕快就在谈情说爱，我得涨俸禄。你缺银子吗？缺啊。那就给你爹写个信，让他送几百两过来，届时也能分一点给我花花。我现在都花衙门里的钱了。呸！我就没见过你这么穷的县令。哎，你真不考虑一下那赵小姐啊？赵万钱可是放出风声啊，你要是娶了他女儿，他就陪嫁10万两白银。萧逸假寐，不再理会高云霄，两人是多年好友，他又岂会不知高云霄又在调侃他？赵万钱愿意为女儿陪嫁10万两，那是看中萧逸年轻有为，前途无量。到时候萧逸当上高官，他仗着岳父的身份赚回来的银子可就不止10万两了。这就是商人，他觉得有利可图，所以才肯下重金诱惑萧逸。这一天，谢子云去应卯的时候，萧逸正好在衙门里。看到谢子云走路欢快的模样，萧逸眉头一皱，轻声道：什么事儿这么开心？没有啊，我一直都很开心。难道开心也不行？你弟弟什么时候能来衙门当差？随时可以，我明天就把他叫过来。萧逸点了点头，直到谢子云蹦蹦跳跳离开了，他才露出了一抹笑容。高云霄走了进来，笑得这么开心呢？有什么好事啊？说来与我听听。没事，只是看某个人不爽，想到一些法子整整他而已。哼，恶趣味。刚刚出去的好像是衙门里的女仵作吧？这女仵作长得还不错，等忙完这事，我打算把她视为妾室，你觉得如何呀？她对我还有用处，你要找女人干脆去赵家，正好替我分担一下压力。这个女仵作真的很厉害，还是说其实你看上人家了？玩笑而已，这么认真做事呢？想你身份也知道，不会看上这种乡野丫头。没事干吗？我这儿还有许多公文。高云霄连忙起身告辞。刚出了勤勉堂，高云霄看了一眼远方，又探头对屋内的人说道：你家女仵作又跟小捕快私会去了，要我去抓奸吗？滚！谢子云把好消息告诉了何范州，何范州也是大喜，让谢子云明天把谢子琪好好装点装点，穿得体面一些。谢子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兴奋了半天，挨到下职时间，便与何范州一块儿去买衣裳。刚给谢子琪挑了一套衣服，走出成衣店，便撞见了一个熟人。你干嘛？这位差大哥，我与紫云有几句话要说。有什么话你快些说，我还要赶回家去。能否私下说？我跟你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不用私底下说。
你要是不说，那就别挡着我的路。当日是我娘不对，她去你家退亲的事儿，我一点都不知道。紫云，我是真心想娶你为妻的。可你娘已经把亲事退了，现在咱们两个只能算是陌生人，你再说这话又有什么意思？紫云，你再等一等，等我考上了秀才，我一定让我娘重新再去你家提亲的。哼，退了又提，你们家这是玩什么把戏啊？哎呀，得了，你娘说你日后有出息，你还是找一个大户人家的千金吧，我们以后各走各的，你别再骚扰我了。紫云，我知道你生我的气，你再等等，我会说服我娘的。请你把路让开，否则谢姑娘有权利到衙门告你骚扰良家女子。李英文还想说什么，可碰上何范周冰冷冷的目光，直接就蔫了，从他的身边越过，气氛有些尴尬。刚才那人与你是什么关系啊？你不是捕快吗？你去调查一下不就知道了。何范周看着谢子云的笑脸，忽然觉得自己有些多疑了。谢子云可不是那种不三不四的女子。直到谢子云走远了，何范周才回家。谢子云回到家，把好消息跟吴氏说了之后，一家子闹腾腾的吃了晚饭，这才按捺住喜悦的心情。刚睡下，外面便下起了小雨，偶尔伴着一声雷鸣，再过一会儿便是狂风大作，呼呼作响。怎这般大了还怕打雷？这雷雨来势不小，明日又得脏了鞋子一把了。公子，到了。先不进去啊。乡野小路，路面泥泞，马车不好走，怕是要陷进去的。哼，什么破地方！无奈之下，他只得撑着油纸伞下马车，然后小心翼翼地避开烂泥最严重的地方，朝着村子里走去。请问这里是谢姑娘家吗？你是谁啊？找我姐有什么事啊？我是衙门师爷，大人让我来接你姐。子琪啊，别愣着，快把人请进来。大娘不必客气，衙门里有急事，我就不多停留了。出命案了。子琪，你把东西带上，顺道跟我一块去见大人。娘，我们走了。你们小心一点儿，路滑。怎是师爷来了？上了马车再说。有机会啊，你还是搬进城里住吧。每天都得走这么远一趟路，想想都觉得累啊。况且每回出了事都得跑大老远找你，耽误了时间不说，要是错过了破案机会就更糟了。师爷是大户人家，不知道柴米油盐金贵，像我们这等小人家能活下来就很不错了，可住不起县城里的房子。你东西可带齐了？东西都在衙门里，得先回衙门取来我的工具。先去县衙一趟，稍后再回松明书院。松明书院出了命案，死的是学子。不该问的别问。萧逸对你的期望很大呀，希望你不要令他失望。谢子云回县衙拿了东西，让谢子琪到文档库房待着。现在萧逸估计很忙，他可不想这个时候还去令他分心。再次坐上马车，高云霄在马车里打着盹，显然是困极了。谢子云皱了一下眉头，看样子他也是劳累了半宿，便没敢再惊扰了他。松明书院坐落在县城西北方向，是整个周潭县唯一的一所书院，里面的学生都是周潭县里最优异的学子。这几十年来，周潭县通过科考当官的文人，都是松明书院培育出来的。这里是死者的住院，大人在堂室，尸体在东侧书房中。你去书房外候着，我去找大人过来一同验尸。刚刚胡务佐来验过尸体了，模样有些骇人，死得挺惨的。被分尸了。开门。萧逸率先走进屋子里，高云霄紧跟其后。谢子云戴上自制的口罩，这才跨步进了书房，眼睛瞥过萧逸等人，然后目光自然地落在了一张书桌上。这书桌对面趴着一个人，此时此刻早已没了气息。谢子云皱了一下眉头，走近一看，只见这人的后脑勺突出了一样异物，是一支笔杆子，笔刷部分还在死者嘴外。死者被一支毛笔从嘴巴插入，笔头从后脑勺下方刺穿，双目怒睁，鲜血混杂着一些白色的脑浆，散发出一股恶臭，死相极为可怕。在场的人屏住呼吸，静静地看着这个稍显瘦弱的小姑娘。那3名中年儒士最为惊讶，他们实在没料到一个好好的小姑娘会做仵作这个行当。萧逸背负双手，站在书桌前，看着谢子云忙碌，极为耐心地等待着。
高云霄眉头轻皱，谢子云早上呛了他一句，让他心里有些不满。可是看到全神贯注验尸的谢子云时，他又觉得自己有些不应该。毕竟谢子云说的是实在话，乡下人家想住进城里可不是一件容易事。谢子云的尸检非常缓慢而细致，有些地方他还会反复的检查，生怕错过了一丁点儿可疑之处。萧大人，看样子仵作验尸还要些时间，不如咱们换个地方等等。仵作验尸需要本官和公众在场，以免本官和仵作私改死者死因，徇私舞弊。几位还是再耐心等等吧。大人这都是按律法行事，而且死的是松明书院的夫子，让几位来做见证是最好不过的。若是几位还有别的事，大可叫来全书院的学子做个见证，也是可行的。约摸过了半个时辰，就连高云霄都有些按捺不住了。唯独萧逸，他就像是一杆长枪，插在原地就再没有动摇过一分。中毒致死。笔杆子从嘴里捅穿了整个脑袋，这怎么会是中毒啊？这不应该是……这不是锐气致死，死者被毛笔刺穿脑袋时就已经死了。从死者身体上的变化可以看出，死者的确是中了毒，而且是足以短时间之内就致命的毒。如果是人死之后被喂毒的话，那毒只会停留在脖子咽喉部位，不会进入五脏六腑，也不会有指甲发黑等中毒现象。他将银针扎入了死者的心房上，捻了一会儿针头，拔出来时银针已然变黑。若凶手下毒害死死者，为何还要用笔刺穿他的口腔？如果对死者有怨恨的话，那他肯定有更多报复的做法，用刀子岂不是更泄愤？因为凶手不在现场，所以他不可能用笔刺穿死者的口腔，更不可能带一把刀子进来残害死者尸体。凶手不在现场，那这毛笔难不成是自己刺穿死者口腔的？我猜测死者生前有摇笔头的习惯，几位可否有见过？是有这习惯，你怎么知道？死者生前最后一刻应该是在做文章之时，咬着笔头苦思，而在这一刻他突然就毒发猝死，脑袋垂了下来，笔刷部位抵住了桌子，笔头便刺穿了薄弱的口腔，从后脑勺下方刺出。你们凑近点看看，这桌面上就有一条笔刷划痕，笔墨从纸张拖到桌子上。难怪了，我就说凶手怎么不翼而飞了，原来压根就没在现场。闹了半天，这密室杀人案原来是个假象。这笔头部位，我怀疑就是毒物所在。下毒者也知道死者的小习惯，在这笔头处下了毒。具体的，我还得切下来一些，再做检验。高师爷，你留下来陪谢仵作检验毒素源头，检验清楚之后，将验尸单签好，回头转入公文中。暂时还没有弄清楚死者中的是什么毒，恐怕得花点时间。范周，你看着现场，别让无关人员进入。大人，怎么两个仵作的说法不尽相同？我们该信哪个呀？你说呢？谢子云便拿出了一个小刀子，慢慢地刮着笔头的木屑。高云霄在一旁坐着歇息，看谢子云一个人忙活。笔杆子从口腔刺穿死者，上面必然粘有死者口腔里的唾液，你又怎么分辨出死者的毒来源于笔头啊？说不定死者是其他方式中毒的，而那笔杆子刚好碰到死者唾液才有了毒性呢？我说的也不无道理吧？仵作是不是该检验清楚呢？只要看毒性的强度，便可做出分辨。这些木屑用水浸泡稀释之后，与死者口腔的唾液稀释后作为一个对比，如果前者的中毒现象更慢更迟的话，那就说明笔杆子上的毒是沾染了死者的。反过来，若是更迅猛更激烈的话，那就说明死者中的毒来自笔杆子上。高云霄微微颔首，对谢子云的聪慧感到诧异，总算是明白萧逸为何对谢子云格外重视。在谢子云的比较下，高云霄很快就看到了木屑稀释后的水毒性更强，甚至比死者唾液里的毒性还强上一分。这么强的毒性，笔杆子应该是浸泡了很久的毒液，绝非只是涂抹一遍那么简单。笔杆子的墨料和挂绳充分吸收了毒性，即便是用清水冲洗都洗不掉，这才能保证死者咬了笔头之后立即中毒猝死。你的意思是凶手谋划已久，不是短时间内引起的仇杀？不但筹谋已久，而且十分谨慎。这个案发现场恐怕是没有任何多余的线索了。你的确有些本事，要是早点让你来验尸，
我就不用在这屋子里找一夜的线索了。你们辛苦了。验尸文书需要我帮你写吗？你歇会儿吧，我自己可以写。你可知道是什么毒了？断肠草。高云霄眼睛一眯，倒吸了一口冷气。等谢子云写好了验尸文书，高云霄便让谢子云去对面的西厢房歇会儿，他则去找萧逸了。你冷不冷啊？我让人给你送点热水过去。屋子里不冷。你们什么时候过来的？何范舟摇摇头。昨天傍晚时分来报案，我都快回到家了，结果饭都来不及吃就过来了。哎，这案子你有眉目了吗？我去验尸的，能有什么眉目啊？我连死者叫什么名字都不清楚，更别说这死者的人际关系了。线索都在萧逸手中。查案本来就是大人和捕快的事，你只是仵作。尸体上有什么线索，你告诉大人就好了。正要离开时，王多禄押着一名书生走了进来。谢子云看到李应文，眉头皱了皱。李应文看到谢子云也颇为不解，不过他很快就被王多禄擒到了他屋里去。案子查得怎样了？听说死的是个夫子。是个夫子，一支毛笔直接从嘴巴刺穿了脑袋，那鲜血唾液脑浆都流了一桌，哎呀，可惨了。哎呀姐，我吃饭呢，你这么一说我还用得着吃吗？我这双手还摸了尸体呢，还不是给你带了吃的回来。被姐姐嫌弃的谢子琪心中泛起了一阵无助感，后悔当初太天真，竟然想来衙门当差，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午饭后，谢子云正打算回苏明书院时，萧逸带着一群人回来了，一同回来的还有瘦弱的李应文。子云，是我，应文，你快求求大人，告诉他我真的不是凶手。所有捕快和衙役都停顿了一下，看向了谢子云和萧逸。萧逸疲倦的容色看向谢子云，谢子云什么话也不说，一个漂亮的转身，直接回文档库房。衙役这才将李应文抓进了牢房里，萧逸和高云霄回后院休息去了。大人只留了2人在松明书院看守尸体，其他人都调回来了。我看你迟迟不回，便将你的东西带回来。你应该不用再去验尸了吧？尸体检验清楚了，如果没有其他变故，不用再怎么验。当初我们刚刚赶过去的时候，胡武做验尸说是被笔杆子刺死的。大人在房间内寻找良久，一点线索也无。整个房间是密封的，门窗都从里面栓死，大家琢磨了一夜都没有想透。是谁报的案子？怎么发现死者的？报案的是书院的院长，发现死者的是与死者同住一个院子的夫子程秀才。这程夫子可有说他是如何发现死者的？他说昨日午后他便见到死者进了书房，急到傍晚还未出门，便去打个招呼。可是他叫了几声都没人回应，意识到不对劲的程夫子便叫了人来撞门，结果门一开，他们就看到死者了。怎么就察觉到不对劲儿？程夫子说那门是从里面栓上的，那人肯定在里面呢。这都到晚饭时分了，屋子里漆黑一片，也不掌灯，叫了几声都没回应。死者向来较浅，平日轻轻一唤便醒的，他便觉得有问题。那大人可有怀疑过这个程夫子？应该有吧。大人最先把这个程夫子带进西厢房里询问，但很快大人就放他出来了。今天你也见过他，他就跟在院长身后。大人问了些什么？怎么就确定程夫子不是凶手呢？那李应文是怎么回事啊？大人怎么把他给抓回来了？那李应文学问不怎么好，靠着他父亲主家的关系，好不容易才进了书院里念书。他虽然学问不好，但是很懂得巴结讨好夫子们。死者的书房就是他帮忙打扫的，是除死者外最后一个进过书房的人。死者死于毒杀，大人认为他有可能是投毒的人，是吗？幸好你跟他没什么牵扯。你这臭小子呀，我就知道你跑这儿来躲懒了。舅舅，找我有什么事啊？是不是去松明书院换手啊？你呀，真出息啊！有案子不破，还想着守门口。这就是你弟弟吧？正好，一块跟我走，我给你安排一下差事。子期还没有见过大人，不知道捕头安排的是什么差事。大人在路上问起了，说是来了呀，就先派去牢房里练练胆子。我正好能从牢房里调个衙役出来使唤。放心，所有新来的衙役都会去牢房那里当几个月狱卒，练出胆子了才好抓贼啊。那里面就是一群叫嚣的厉害的犯人，其实他们更怕狱卒，不理会他们的话，
一眨眼就过去了。谢子云这才松了口气，虽然牢房的环境是差了点，但的确是个练胆子的好地方。谢子琪自求多福吧。午后时分，萧逸和高云霄都在休息，案子暂时只交由王多禄去寻找线索。谢子云在文档库房里面当值，突然一名衙役跑来找谢子云，说是有人在牢房门口找他。谢子云先入为主，只以为是谢子琪，立即赶了过去。谢子云，你跟县令大人是什么关系？为何会在衙门里？让开，我有事儿。你是不是勾搭上衙门里的人，认识了一个捕快？你快去求人家把应文给放了。应文他怎么能够在牢房里面待着呢？他好歹是你曾经的未来夫君，你这么快就翻脸不认人了？你还要不要脸了？我们的亲事已经退了，现在毫无关系，你别再胡言乱语，否则我告你污蔑我的清白名声，让你跟李应文一块去坐牢。你敢？对付你这种忘恩负义、自私自利的老东西，我有啥不敢的？给我让开！再拦着，我可真就找人把你关起来了！厉喝道。干什么？不是，我跟他是认识的。哼，谁跟你认识的？你刚刚就是想要袭击我，不是吗？不是这样的，我是求他放了我儿子，我儿子是冤枉的。哼，来这里的每个人都说自己是冤枉的，少跟老子来这一套，快滚，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姐，你怎么来了？来看看我弟弟有多威风啊！姐，我在这里挺好的，你放心好了。不过你能不能别跟娘说呀？我怕她会担心我。行，等你准备好了再跟娘说，不能一直瞒着娘，那样她会更担心。哦，刚刚皇室来了，竟然要我放了李应文，哼，我真不知道他脑袋里装的是哪家做的浆糊。你别理他。这种不知死活的小老百姓，你把他儿子揍一顿，下次见到你，他保管对你恭恭敬敬的。李应文关在什么地方？安排了个阴暗潮湿的牢房给他，有他受的了。带我去见见他，我有一些关于案件的事情要问他。子云，救救我！我是无辜的，你信我，我是无辜的。你是什么时候去打扫死者的房屋的？昨天午休时候，夫子说房间有些积尘了，我便抽空去给夫子打扫了一下屋子。我当时就只是扫了地，擦了桌子，别的什么都没干啊。夫子当时是跟你在一块打扫，还是你一个人打扫？就我一人啊。死去的夫子叫什么名字？往日里跟谁结仇？跟哪些人交好？最近可有发生过什么奇怪的事儿？你要是不回答我的话，那我可就没有办法救你出去了。我说，你别走。夫子姓王，名叫修达，我们都叫王夫子。他往日里待人温和，教学风趣，从来都没跟任何人结仇啊。他跟张胜哲夫子是最要好的，经常出去一块游玩。李应文慢慢的道来，他讲了许多有关王修达的事情。谢子云渐渐的了解了死者的一些基础信息。这个王修达是个外地人，考上了秀才之后便放弃科考之路，几经周转来到了松明书院教学。张胜哲则是本地人，当初出外游玩认识了王修达，也是他将王修达介绍到松明书院教学的。王修达跟张胜哲的感情应该是很不错。至于奇怪的事，没听说过呀。几天前书院内有一棵桃树，不知怎么的就枯萎了，这件事挺奇怪的，院长还为此发了一番脾气。桃树枯萎了，后来呢？这棵树还在吗？院长把那树给挖了，丢城外去了。好端端的一棵桃树，短短几天之内突然就枯萎了，你说奇不奇怪啊？你的事情我会向大人禀报的，我想过不了多久你就能出来了。子云，谢谢你，这次真的多亏你了，你一定要帮我好好跟大人求情啊，我以后一定对你好的。姐，你真想救他呀？我管他死活，怎么可能救他？只不过他不像是凶手，大人很快就会把他放了，我只不过是把结果告诉了他而已。你怎么就确定他不是凶手？凶手蓄谋已久，有相当的耐心，必定是个沉稳的人。李应文遇事就胆战心惊，成不了火候，更别提他敢杀人。谢姑娘，知人知面不知心呢。有些犯人表面看着人畜无害，其实心狠手辣着呢。你跑来这里干什么？不用当值吗？谢子云撇撇嘴，回到了文档库房，继续看话本。正当谢子云看到精彩部分时，何范舟气喘吁吁的来找谢子云，说是大人让他去后院一趟。
谢子云匆匆赶到后院，只见众人围着一截巨大的木头，胡仵作正在仔细的研究。这块木头连根拔起，枝梢全落光了，根须处也腐烂很多，大多数地方都是黑色的。你们午后就是去扒拉这木头的？可不是嘛。胡仵作这个时候站了起来，这棵树不是自然腐烂的，属下怀疑是被淋了毒液，根茎吸收毒液之后便迅速枯萎腐烂了。萧逸微微颔首，看向了谢子云。胡仵作看到谢子云的时候，眼神有些忌惮。谢子云得到示意，上前检查一番，点点头道：“不错，是中了毒。可是断肠草。”不难想象，凶手用毒液浸泡了毛笔，然后将毒液泼在了这棵树上。看样子，在这棵树枯死的时候，凶手就已经准备好了凶器。这仇深似海，非一时一气之争。把这叠木头拖到避雨处，免得被雨水毁了重要证物。王捕头、何范舟、谢子云，你们3个跟我过来，其他人散了。进了勤勉堂之后，房间里面一共5人。萧逸坐在他习惯性的位置上。这件案子十分棘手，本官需要你们一同帮助破案。云霄，修建水坝的事情不能受影响，这段时间你替我多注意那些商贾的往来。放心。死者王修达，嵩明学院的夫子，今年42岁，是锦城人士，如今妻儿都在州坛县里。与死者同住一个院子的程夫子，嵩明学院的老人，也是州坛县里的老秀才。李英文在事发当天中午进入案发现场打扫，短暂停留一阵时间。他现在是第一嫌疑人，最有可能在打扫期间将有毒的毛笔放置在死者房间中。案发之处是死者的个人书房，偶尔会有学子来询问功课文章，但能单独进入的除了他自己便只有李英文。我们询问了死者的妻子和学院其他夫子，死者从来没有与人有过口角之争，并未有过深仇大恨。不过下毒之人深知死者的小癖好，从而设计出十分隐秘的投毒手段，复仇心理隐藏得很好，必定与王修达有深仇大恨的。那一支笔是书院准备的，还是死者自己购买的？自然是自己买的呀。书院对夫子们只提供住宿和3餐，笔墨纸砚都是夫子自己制购，凭自己喜好。那笔是城里松墨轩出售的，质量上乘，价格不菲。我问过死者的妻子，得知这笔是3个月前买的，死者甚为喜欢。大人让我去调查这支笔的来处，我去松墨轩一问，竟要5两银子一支啊！掌柜的告诉我时，我都怀疑那是银子做的。更可疑的是，李应文在1个月前也买了一支同样款式的毛笔。如此一来，他的嫌疑实在太大了。买了同样款式的毛笔，怎么就更可疑了呀？4人都看向了何范舟，看得他都有些不好意思了。谢姑娘说过，那笔头的毒性极强，必然是经久泡在毒液之中的。凶手要是偷了死者的笔动手脚，那死者必然会四处寻找。凶手在送回去时，死者定然会仔细观看，容易看出端倪。反之，若是用一支浸泡了毒液的新笔进行调包，死者一时不察就能得手了。也就是说，李应文买新笔是为了调包旧的毛笔，那死者口中的笔是李应文新买的？不错，至少不是用了3个月的旧笔。死者钟爱这支笔，又是个夫子，每天都得握笔，所以一旦调包了，死者很快就会出事故。而当天进了死者书房的，就只有李应文一人。确定只有李应文一个人进了书房吗？有没有可能其他人进了书房而没有被发现的？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不过死者不在院子里的时候，书房一直是锁着的，只有李应文从死者那里得了钥匙打扫房间。也就是说，除非死者同意，否则没法进入他的书房。那有没有可能凶手在别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跟死者拿了钥匙进了房屋？不无这个可能，但李应文趁机调包的可能性更大。令人不解的是，李应文一向以讨好夫子出名，目前还没找到他毒害王修达的理由，买笔打扫巧得恰到好处。替罪羔羊，谢子云脑海里面蹦出这个念头。再看萧逸的时候，他居然微微颔首，似乎看穿了谢子云的想法，并给予了肯定的回应。高云霄看到2个人眉来眼去的，不满道：说不定凶手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狡猾，他就露出了这些破绽，让我们逮住了。他提醒众人，
李应文还是有很大嫌疑的，不应该忽视了他作案的可能性。众人沉默了半晌，都在沉思着李应文是不是凶手的问题。谢子云在高云霄的几番打击之下，不得不怀疑李应文是不是自己看到的那样胆小怕事。两人虽然定亲了将近1年，但实际上原主并不怎么了解李应文。崇明书院这件案子，处处摆明李应文就是凶手，都已经到了快无法辩驳的程度。奇怪的是，我们昨天傍晚还看到李应文呢，他还缠着紫云姑娘，一点也不像是杀了人的慌张模样啊。他才16岁啊，密谋杀人之后还要闲心逛街，信誓旦旦要考上秀才后再续良缘。我们已经退亲了，不可能再续良缘。哦，原来是这样啊，难怪你说那李应文不可能是凶手呢，毕竟是一段良缘呢。李应文的确不像是作案的凶手，但李应文的嫌疑很高，暂时不能放了他。而且我也需要让李应文待在牢笼里，这段时间你稳住他的情绪。萧逸轻声说道，这也是他把谢子云找来的一个重要原因。谢子云立即意识到萧逸的意图，大人这是想让真正的凶手松懈，所以把李应文给关起来。你总之别让他做出傻事，让他老老实实的待着。还有他爹娘，必须让他们以为李应文罪责难逃，四处求援。之后的事儿拖一阵子再说。这有点难办啊。我会交代牢房那边不许李家探监。谢姑娘，你一边说好话一边说坏话，他们见不到彼此，无法识破谢姑娘的谎言呢。云霄，你在衙门里坐镇，替我应付那些商贾。王捕头跟我一块去查案，看看死者家中有没有线索。尸体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一种变化，我打算再去验一遍尸体，以免有遗漏。而且死者口中的异物也得一并拔下来了，这一直扎着，亲属看了也闹心。那范舟跟随谢姑娘一块儿应付了李家之外，自由行动。何范舟欣喜地点了点头，大人这是在给他制造机会呀。谢子云苦笑不已，不用说，萧逸一定知道他和何范舟现在的微妙关系了。怎么这些人那么喜欢关注别人的感情生活？离开勤勉堂之后，谢子云正打算去松明书院验尸，结果就看到老秀才和皇氏在衙门外面候着，似乎在等人。他们看到谢子云和何范舟，紫云，李应文涉嫌杀害夫子王修达一案，还差个动机。你们说说，李应文是否想过要杀他？两者之间是否有冲突？动机个屁！应文从来没有杀人，你快让大人把他放出来！你们最好如实交代，说不定大人到时候会网开一面，少打他几顿。要不然，牢房里的刑具多的是，一件件招呼之下，李应文也会招供的。谢子云，你敢！要是我儿子有丁点伤，我跟你没完！哼，你还能咬我不成？是他自己杀了人，还能来怪我呀？只要让衙门查到他购买了毒药的线索，到时候定会治他杀头之罪。紫云呐，应文他是负了你，都是你婆婆的错。可是应文他无辜的呀，他真的没有买什么毒药，你跟大人说说，这是不可能的事啊。李应文他处心积虑害死了自己的夫子，大人正在严刑拷问有没有买毒药，到时候就知道了。你们就回去等着吧，说不定下次见面就是在刑场上了。遭天杀的，你这个黑了心肝的贱蹄子！我儿子要是出了事儿，我要你赔葬！你们这些狠心的，一个个都巴不得他死，你们不得好死啊！一群王八蛋！何范舟想回头呵斥，但谢子瑜摇摇头，他现在就是要让李家和外面的人都以为县衙认定李应文是凶手，他们越恨越闹越好。萧逸带着王多禄去搜查别的线索了，谢子云相信真凶一定被牵扯了注意力，再加上衙门释放出李应文是凶手的消息，说不定会有新发现。谢子云来到了松明书院，听说萧逸正带着几名捕快在搜索和寻找李应文行凶的线索，很多学子都去看了热闹。谢子云和何范舟悄无声息地往案发现场那边走去，这里只有2个衙役守在西厢房的外面，冷冷清清的。进了屋子，看到死者的尸体已经被摆放在了一张草席上了，只是他口中的毛笔还没有拔掉，看起来还是让人觉得喉咙发痒。谢子云将死者口中的毛笔拔出，用一张宣纸包裹住了毛笔，仔细地收起来。接着谢子云又仔细地检查了一遍，确定死者的死因之后，这才退开了些。怎么样，有没有新的发现呢？谢子云摇摇头，第一次验尸他已经检查得很仔细了。何大哥，那一棵烂掉的桃树原本在什么地方？
你跟我来，那桃树在学子书舍那边。在他的引领下，谢子云来到了学子书舍后边的一块林子里。这林子树木稀疏，但每一株树木都长得很有韵味，显然是时常修剪了的。那棵桃树本来在这儿，是老院长种的。唉，可惜了呀。谢子云靠近了些，仔细地观察了一阵子。这一片地区地面上的植被都被腐蚀了许多，毒性不是一般的强。谢子云围绕着四周转了转，这里能找到的可疑之处，大人都已经找了，没什么可发现的。这里距离书舍挺近的。当然，这桃林本来就是为了让学子看书背书的，所以安排的离书舍很近。哦，那边是夫子聚集的地方，夫子们也喜欢在桃林里给学子们讲课，不过比起学子书舍要远上一些。何捕快，你们这是在查案？张夫子，书院没受影响吧？哎，院长让停课了，不过大人说，书院内的人都不能离开，方便他询问。啊，李英文已经被抓了，只要我们找到足够证据，就能将他定罪。相信很快书院就能恢复往日的宁和了。我到现在还是想不通啊，李英文这孩子虽然读书不怎么样，但的确是个听话的好孩子，实在想不出他为何会杀了王兄啊。张夫子认为李英文不是凶手。这个不好说，不过这孩子深得王兄喜欢，经常帮王兄打扫屋子，王兄对他还是挺关照的。这位张夫子跟死者关系莫逆，可以说是死者最要好的朋友了。这里距离学子书舍最近，凶手要将一盆毒液倒掉，肯定不能倒在自己生活的周围，不然以这毒性肯定会被人发现。但是也不可能运太远呢，否则被人发现反而功亏一篑呀。可桃树林里多有学子念书，凶手大多是夜半时分倒掉毒液的。谢子云点点头，范围还是太广了，唯一能够肯定的是，凶手应该就是书院里的人。回到县衙时，已到黄昏时分，谢子琪今晚就要留守在牢房里，谢子云只好独自回家。吴氏在家中翘首以盼，结果只看到谢子云回来，有些紧张地询问了谢子琪的事。谢子云只说是出了命案，谢子琪在衙门里面帮忙，没敢说牢房里的事。吴氏听完之后，只是心疼了儿子一番，总算放心了。隔日清晨，谢子云赶到县衙，和范周便说萧毅查到了毒液的线索。萧大人查到了2个多月前，有一间药材铺运送药材的车队在路上出了事故，丢了很多药材，这里面就包括了一批断肠草。药材铺好端端的，怎么还运送断肠草这种毒物呢？萧大人已经去查了，吩咐我们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现在只能等萧毅的消息。谢子云有些郁闷，感觉自己什么忙都帮不上，便往牢房去了。谢姑娘，看你弟弟呢？让他多睡会儿吧，我们去看看李英文。子云，大人怎么说？我是不是很快就可以出去了？大人正在查，你耐心点儿。还有，你1个月前在苏墨轩买了一支毛笔，你还记得吗？记得，为了买那一支笔，我可是存了很久的银子，还跟我同窗借了钱，好不容易买下，结果没用几天就丢了，这怎么了？什么时候丢的？在什么地方丢了的？有没有找过？买回来没几天就丢了，应该快1个月了。我记得是在桃树林里弄丢的，当时正在桃树林里作诗，中途上了个茅厕，回到书舍就找不到笔了。会不会是其他人偷了？有没有让夫子彻查？书院里的同窗都是富贵人家，读的是圣贤书，想来也不会偷我一支笔。更何况事情要是闹大了，让夫子来查，那同窗们肯定会以为我小气。而且爹若是知道我花那么多钱买一支笔，又要骂我，我当时就没敢声张。哎，你这么愚蠢，凶手不设计吓唬你才怪。你的毛笔被凶手拿去浸泡毒物，然后调包给了王夫子，害死了王夫子。李英文吓得跌坐回去，喃喃道：怎么会这样？我不知道会变成这样的，这不关我的事啊。那得大人相信才行。只要大人找出你买了毒药，再找到你私藏起来的王夫子的毛笔，你这罪状就无可辩驳了。我没买过毒药，而且也没有藏王夫子的笔，大人不可能查到这2点，我压根就没做过，我是冤枉的。哼，最好是没被查到。要是真凶把私藏的笔放在你的书舍里，再放一些毒药，那你就完蛋了。子云，你听我说，我是被冤枉的，我根本就没下过毒呀。王夫子的死与我无关，一定有奸人要害我，你一定要救我呀。我一个小小的仵作怎么救得了你？我能来这里看你，还是何大哥的功劳。何大哥，
你救救我啊！我真的没杀人，我平时连杀鸡都不敢，我哪敢杀人呢？求你救救我吧，我是被冤枉的。老实点，等大人的审判。你要喊冤，到时候公堂受审你再喊，证据确凿的时候，看你怎么喊得出口。谢子云正要开口，外面传来了一阵骚动，很快就看到高云霄带着院长来了。双方见礼后，谢子云和何范舟退到了一边。院长救我，学生真的没有杀人。哭哭啼啼像什么样子？你是个读书人，要有读书人的气节。院长教训的是你父亲托我进来看望你，他们进不来，很担心你啊。英文不孝，令二老担忧了，劳烦院长告诉父亲一声，英文在牢狱里并无大碍，也有子云、谢姑娘照应，不用担心。英文，王夫子是不是你杀的？院长，您是知道学生的，学生是父亲托了关系才进的书院，自知在书院中人微言轻，向来说话都不敢大声，又怎么敢做出弑师这种忤逆举动？望院长垂怜。你且先在这待着，等大人查明真相，定会还你一个公道。放心，有我看着，除非你是真的杀了人，否则我不会让任何人冤枉了你。多谢院长。这院长挺年轻的。院长是刚刚担当重任的，老院长半年前退隐了，听说当时好几个夫子都在争抢这院长一职，后来自然是院长升任了，毕竟他跟赵老爷交好，有赵家的支持。哼，别以为有院长撑腰你就没事，要是你真杀了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还是难逃一死的。我真的没有杀人。松明书院不是老院长开的吗？为何要让几个夫子争抢？松明书院本是老院长一手创办起来的，不过后来县城里很多富户人家资建了书院，渐渐的便有了各种的势力，方便安排自家子弟进书院里念书。书院里的夫子也被大户人家拉拢，各为各家说话。老院长表面上管着整个书院，可实际上也有许多掣肘，因此老院长选择了隐退。他的儿子在外地当官，不可能回来接手书院，所以院长一职便由夫子们竞争。现任院长背后是赵老爷支持的，以前跟我爹是同窗，卖了我爹几分薄面，让我进了书院就读。是也让你有空啊，再去会会李秀才夫妇，免得院长好心做坏事啊。哼，可说再多也不如真打一顿有效果呀。你想干什么？哎呀，还是算了吧，他瘦骨嶙峋的，真打出个好歹来，到时候不好跟院长交代。更何况他极大可能是一个替罪羔羊。那我们怎么办呢？有空还是多查查线索吧，多查一查，总会有收获的。好好在这里待着，等查出来你是凶手，看我怎么收拾你。我不是凶手。傍晚时分，谢子云正准备要回去，萧逸才带着人回来了。他又一次将所有人聚集在勤勉堂里面商量案件，交换了彼此查到的线索。听了谢子云和高云霄的反馈之后，他也把自己追查毒药的线索缓缓说出。原来前一阵子京城周围的耕地闹了鼠灾，京城里的官员大肆收购各个地方的毒药，借此消灭鼠灾。前任县令大人命令县内所有的药店在规定时间之内将店铺内的毒草药运送往京城贩卖给官府。这一家药材铺的车子在县城外不知怎的，拉车的牛就突然发狂，结果车子翻了，很多药材都遗落在地上。路过的村民忙着救人救牛，等药材铺的东家回头再来收拾那些毒药的时候，发现少了许多，但也没往心里去。那一日我推算过了，正好是书院木修的日子，书院里所有人都有机会。也有可能是书院外面的人做的。谢谢你的提醒。哎，不用客气。大人确定这一批丢失的药材与书院杀人用的毒药是同一批吗？8九不离10，毒药并不常见，大量的毒药更难凑全。书院里的凶手显然没有时间收集太多的毒药，盗取这一批毒药更为容易些。那他怎么知道药材铺什么时候运送药材？前任县令当时要求所有药材店在公文发布后3天内就运送，刚好后面2天就是书院休沐的日子，凶手只要盯着前往锦城的道路，总能守到1两家的。大人，你说有没有可能是其他夫子下的毒手？我听说书院的院长是夫子间相互选举的，这里面会不会有官怨？
书院里的人都说死者没有跟其他夫子有过争执啊，而且现在的院长都就任半年了，早已尘埃落定了呀。难道还在因为半年前的竞争而耿耿于怀？查一查就知道了。王捕头，麻烦你多跑一趟，问问书院那些夫子，看看当初竞选院长时有什么冲突，分开了问。谢子云带着谢子琪回家去了。刚刚回到家，谢子云就发现家里有客人。大妹子呀，你一定要帮帮我们的。之前是我们糊涂，可应文他真的是无辜的呀。都退了亲了，还好意思跑到我们家里来，滚出去！不然我明天就把李英文鞭笞一顿，听到没有？紫云呐，院长跟我们说了，你在牢狱里很是照顾应文，我们是来道谢的。我没有照应他，只不过是他运气好，当时还没有查到证据证明他是凶手。衙门现在已经掌握了不少证据，证明他就是杀人凶手，他逃不了的。你们回去吧，我救不了他，也不会救他。我就知道你不会那么好心，死丫头！等应文出来了，我要让整个县城都知道你是个仵作，天天双手碰男人的尸体，我看还有谁敢娶你！你们走，给我走！臭不要脸的！不是你们苦苦哀求，我都不让你们进门的，什么东西？走就走，不过是个仵作，根本就没有能力救应文，还以为有多了不起了。应文之所以没事儿，那都是院长的功劳。真以为我们必须得求你们呀？你们算个屁！一个仵作，一个狱卒，有啥了不起的？吴氏气愤地抓起扫帚，把两个人狼狈地赶出去，将院门关了起来。什么玩意儿？不过是个衙门看死人呢，还真把自己当一回事了。正经人家的女子，谁会去当仵作？一看就知道是个晦气的，活该是个嫁不出去的。我呸！你儿子杀了人，迟早要被砍头，都是你这个婆娘给祸害了他，从小就娇惯他，以至于他走上歪路。他死了，肯定得找你这个娘亲问理。上梁不正下梁歪，你害死自己的儿子，这下高兴了？你给我闭嘴！你这个祸害呀，英文都被你惯坏了，你还不悔改？你这刁妇，跟我回去！这李家实在太过分了，他们怎么能这样？哼，娘，你别生气，回头我就好好教训教训李英文。你真当了狱卒？衙门里那么多差事，怎么就当了狱卒了呢？和大哥说了，当狱卒是为了壮胆，那牢里关的都是犯人，我得要比这些犯人更凶，以后才能抓小偷小贼，抓杀人凶手。很多衙役都是从狱卒当起来的，还有很多手段也是在牢狱里才能学到的。可不管他怎么说，狱卒总是个晦气的差事，牢狱里经常有死人。学到些什么呀？学到如何打人，却不会在别人身上留下证据。哼，明天我就去找李英文试试。母债子偿，天经地义。不许你胡来，没有大人的命令，不能打任何人，听到了吗？可李家那老东西太欺负人了。娘，你刚刚没听到他怎么说的吗？他要抹黑姐啊，让所有人都知道姐是仵作，摸死人尸体的，这姐嫁不出去。3拳，我保证只打他3拳。谢子琪做出退让，吴氏最后默认了，没再阻止，转身去端饭菜了。看来他是气急了，才会同意小儿子这个提议。吃了晚饭之后，谢子琪看吴氏渐渐接受了他的差事，便放开了性子，对吴氏说着他在牢狱里面的事情。虽然牢狱是个晦气的地方，不过习惯了其实也没什么。听到一些有趣的事情，吴氏渐渐也被逗乐了。只是他看到谢子云时，眼里总会有一抹悲意。大概是在牢狱里面睡得不舒服，谢子琪今天在家里面睡得很香。次日凌晨，便跟着谢子云进城里去。带上东西跟我走，书院又出事了。大人，怎么回事？昨夜有个学子被杀害了。这会不会是同一个凶手所为？萧逸没有回话，只不过他的神色已经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在短短时间内，同一地方连续发生2桩命案，怎么想都觉得有莫大关系。这是书院的食堂后方，尸体半倚着墙壁，耷拉着脑袋，周围好几个捕快围着，只见这尸体的脑袋被砸得稀巴烂，血肉模糊。死者是书院内的学子，名叫林润泽，今年17岁。谢子云在众人的注目下，慢慢地检查尸体的每一寸肌肤。头部的伤口最为明显，他最先检查了这个部位，但并没有立马做出判决，有条不紊地检查其他部位。初步可以判断出死者的致命伤在头上，身上有多处打斗的痕迹，
曾经被行凶者殴打过，尸体旁边的石头应该就是凶器。从伤口来看，凶手第一击是后脑勺部位，待死者摔倒之后，整个人扑在死者的背上，再用石头砸了死者左边的太阳穴部位，导致死者死亡。众人屏住呼吸，仔细地倾听着谢子云的验尸分析。为了能够更好地让大家理解，谢子云特地让王多禄过来扮演死者，他则扮演凶手，比对着死者的伤口进行行凶过程的演示。有了形象的对比，再加上谢子云有关伤口角度说法，众人纷纷点头，认同谢子云的判断。从死者伤口的角度来看，凶手的身高应该跟大人差不多，力气不大，否则后脑勺一击足以致命。再从凶器的选择性看来，凶手行凶并非蓄意已久的决定，极有可能是临时起意。谢仵作呀，那这件案子跟王夫子的案子有关联吗？从作案手段上看，两桩命案并无任何关联。萧逸忽然眼前一亮，走到了死者身边，伸手摸了摸死者身上的口袋，收集死者身上的物品应该是捕快的差事。很快，萧逸就从死者身上掏出了几张纸，他打开来看了看，随后收进了自己的衣袖中，什么也没说，转而让王多禄带人去搜索死者的宿舍。县令大人，还请到大厅说话。谢仵作，你跟着本官，稍后还有事吩咐你。唉，萧大人，短短10日之内，本院就出了这么多事，学生们人心惶惶，终日不得安宁，始终不是办法呀。院长说的是啊，南院长想让本官如何处置案件？不知可否先让学子夫子们回家去啊？院长，凶手极有可能就在书院之中，说是放所有的人回去，岂不是纵虎归山？可让众多学子与凶手同处，若是再有凶杀案发生该如何呀？大人又何时才能抓到凶手？可能给本院一个确切答复。本院有10余名学生在外地管制一方，大人要是对本院案件无能为力的话，本院可请其他大人来审理，但本院须得为学子的安全着想，不能让凶手在潜伏于院内戕害他人。院长责任重大，本官能理解院长的难处，不过院长也应该明白本官的难处，至少得给本官一点时间办案。把疑凶放跑了，本官办案难度越大，院长就越难保全书院名声，不是吗？院长应当协助萧大人尽快破案，给死者一个公道，才不至于堕了书院名声。萧大人，非我不利啊，实乃众怒难犯。若大人不尽快破案，届时本院也无法束缚住学子们的逃离之心呐。院长，本官有几件事要问你。这死者林润泽家境如何？在书院里可与什么人交好？今日是否与他人有所争执？唉，林润泽是个苦命的孩子呀。原本林家家境殷实，之后来林家家道中落，他的求学之路不再一帆风顺呐。原本林家家境殷实，之后来林家家道中落，他的求学之路不再一帆风顺呐。林家再无充足资金供养林润泽念书，林润泽辍学了一段时间，跟着邻居做了买卖。后来老院长找到了他，说服林家让他再回书院念书，可林家实在没有钱交束修，老院长便让他欠着，希望他日后考上秀才再还钱。这事一时成为了书院的美谈，可随后夫子们就发现林润泽竟然在书院里面贩卖物品，这些物品有笔墨纸砚，也有画本杂技，私底下很受学子们欢迎。他似乎看到了商机，越发不可收拾。老院长一隐退，院长想要将他赶出书院，但林润泽苦苦哀求，便又给了他机会，留待观察。唉，早知道如此，我就该狠心将他赶走，也不至于害他在这丢了性命了。那就没错了，死者家境贫寒，还有了几张欠据，像是急需用钱的。这上面的欠据，可是书院内的人？都不是书院内的人，倒像是其他书店的掌柜。许是润泽从这些书店里拿了货物，正等着卖给其他学子吧。大人，在死者书舍中搜到一些可疑之物，还请大人一步。来到林润泽的书舍里，狭小的房间中间摆着一摞子书，果然是些画本杂志、神鬼志异类的书籍。看样子应该没有卖出去多少，大概是被院长警告不敢卖了。大人，你看。萧逸接过来，揉平了细阅，
谢子云跟在他的身后看了看，眉头皱了起来，纸团上写了一行字：我已知晓你的秘密。萧逸立即掏出搜索到的欠据，跟着上面的对比了一阵。是林润泽的笔记，这句话还没写完，应该是重写了。这林润泽是要把这纸条送给某个人，他发现了什么秘密？凶手的秘密。大人为何断定是这个秘密呢？兴许是学子之间的一些小秘密呢？小秘密就不至于被杀了，这极有可能是林润泽发现了杀害王夫子的凶手，然后凶手杀了他灭口。如果林润泽知道谁是凶手，那他还敢单独一个人去见凶手，他就不害怕吗？谢子云在一边道：我之前就说过，凶手力气小，杀害王夫子也是用投毒的方式，本身并非孔武有力之辈。而且他急需要钱，穷途末路的人便敢铤而走险。所以凶手才没来得及用投毒的手段，只好用石头砸死了林润泽，导致两种作案手法完全不一样了。这么说，凶手可能是个有钱人，林润泽想要凶手给他一大笔钱财作为封口费。萧逸看了王多禄一眼，王多禄立即带着何范舟去盘查学院里的可疑人员去了。吃完午饭，萧逸叫来高云霄，将目前掌握的线索跟他说了一下，询问他的看法。高云霄和谢子云一样，毫不犹豫地认为这是凶手杀人灭口。林润泽应该还写了一条完整的纸条，只不过落入了凶手手中。下午时分，王多禄把那些符合条件的人都带了过来，萧逸在勤勉堂里面一个个审问。谢子云和高云霄坐在一边听着，时不时的会补充一些提问，但结果却没有一个可疑的。会不会我们查案的方向错了？说说，错在哪了？如果凶手是个有钱人，那林润泽提出要封口费的时候，凶手大可以直接答应，这比直接动手杀了林润泽更加稳妥。毕竟凶手不一定是林润泽的对手。凶手惊慌之下又不是林润泽的对手，倘若贸然行凶，万一失手，得不偿失啊。这个时候答应给钱是最有可能的选择了。除非他没钱。没钱，那我就去告官，把你所作所为通通告诉大人。林润泽在书院里做生意，最是清楚哪个有钱哪个没钱。他知道凶手没钱，还隐瞒不报，必定另有所图。那他到底有什么图谋啊？以至于凶手无法答应，不得不冒险行凶。以林润泽的原话，他必定是想要获得钱财的。正好他手中那一批书籍卖不出去。高云霄和谢子云顿时拨云见月，恍然大悟的感觉，让凶手帮他卖书挣钱，这的确比要一笔钱财更有诱惑力。林润泽是要做细水长流的生意。不过凶手未必会因此就冒险杀害林润泽，他可以徐徐图之。三人脸上都闪过了一抹疲倦的神色，目前还是太缺乏证据了。一晃眼，一天又过去了，距离王夫子被害已经过了3天，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嫌疑人。隔日一早，谢子云便迅速赶往县城，但却没有去县衙应卯，而是直接到了松明书院，眼睛看向了远方。他有些不甘心，渐渐地扩大了寻找范围。一处草丛引起了他的注意，这草丛上有一丝血迹。这儿怎么会有血迹？取出手帕，将这一株带有鲜血的小草拔起，仔细凝视一番，放进了衣袖里。茫然地看了一眼桃树林，随即他大胆地以染血草丛为中心，背向食堂后方，逆向走进桃树林。他每一步都走得极为缓慢，但又充满了力量。他走过的地方就不会回头，因为还没有到他推断的地点。直到谢子云来到了一片空旷的地方，他的眼睛猛地一缩，这里正是被挖走了桃树的老坑，如今已经被填埋了。鼻子吸了吸，一股淡淡的血腥味传来。看了看四周，新草皮与旧草皮交杂在一起，与前2天没什么区别。他蹲了下来，伸手去抚摸地面，一双眼睛灵动地看着四周的草皮。正比量着，谢子云突然感到了背后一阵寒风，一股像是被人掐住了脖子喘不过气的危机感涌上头皮。谢子云浑身鸡皮疙瘩，汗毛自立。他猛地转身一看，远处树林中有一道身影一闪而过，距离太远没能看清。谢子云捏了捏拳头，强行让自己镇定下来。那人鬼鬼祟祟的，而且给他一种恶寒的感觉，极有可能是凶手。他刚刚被凶手盯上了，而且凶手似乎对他产生了杀意。
要不是他及时发现凶手在窥视，说不准凶手会对他下手。凶手已经退走了，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来，他得赶紧找些信得过的人处在一块儿，保证自己的安全才行。正当他要走时，萧逸带着捕快来了。大人，您怎么到这儿来了？昨天胡武瑟再次检查了尸体，今早说林润泽的鞋子上有些泥，沾黏了一些枯草。本官猜测是新填了的桃树坑，便过来看看。你又是如何到这里来的？怎么不去县衙？我昨晚想不通，为何凶手要扶起林润泽，半坐在墙角，百思不得其解。最终认为林润泽可能被遗失了，所以过来看看。方才我们看到一道身影在林子里，可是你？刚刚有一个人鬼鬼祟祟的盯着我，我一回头就跑了，然后你们就来了。我认为那是凶手，要不是你们的到来将他吓跑，我可能就有危险了。可有什么发现？凶手盯上你，是因为你发现了什么吧？从这儿到食堂后方的方向上，有一处草丛发现了血迹，我怀疑是死者的。死者可能来过这个桃树坑，然后因为某些原因被杀了，凶手再将尸体搬移到食堂后方。大人，请派一些人送2桶验米醋过来，到时候一试便知。很快2桶验米醋送了过来，院长和夫子等人也被惊动了，纷纷围了过来。你要这么多米醋做什么呀？撒掉。你手受伤了，我来。要撒哪里啊？你跟我说，我来撒。谢子云指点着盒饭粥浇洒验米醋，一瓢又一瓢的浇洒着，院长和夫子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1桶验米醋撒完了，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就在这时，盒饭粥洒出了1瓢后，地面上浮现出了斑斑点点的红色痕迹。血，这里有血。这是怎么回事？土壤上落了鲜血时，鲜血会渗入泥巴里面，经过冲洗或者时间长了便看不出来，但是用验米醋浇洒之后，就能够看到鲜血滴落的位置。随着浇洒的范围渐渐的靠近桃树坑，越来越多的红色土壤被发现，点点滴滴的。而到了桃树坑，谢子云把剩下的验米醋都倒了出去，立即出现了一片鲜红的土壤。这是一小片，不再似之前的点点滴滴，看着有些触目惊心。谢子云指了指这片土地，这儿才是凶手将林泽月脑袋砸烂的地方，因此这儿有很多鲜血渗透到泥巴里面，而食堂后方呢却很干净。凶手为何杀了林润泽之后，还要耗费力气把林润泽送到食堂那边去啊？萧逸下令让所有的捕快在周围寻找线索，要是找到线索，兴许就能想通遗失的原因了。时隔1日，恐怕没什么线索了。凶手昨天就有很多时间清理啊。不用灰心，我们现在距离凶手越来越近了。凶手要是再露出一点破绽的话，我们一定能够抓到他的。你的手受伤了，严重吗？要不先去找大夫看看。这搜查线索的事本就与你无关，你不用在这里跟着我们找他。大人，有发现。纸张并没有折痕，只是被雨水打湿之后，看起来有些皱巴巴的。字迹很模糊了，看不清上面写的是什么。许是某个学子在这林子里写的诗歌文章，觉得不好便随手丢了。我想起来了，这是讲一个书生与狐狸精相恋的话本，我看过，不会错的。你是说这是画本上某一页的内容？为何不是一整本，而是零散的呀？小女子猜测，这可能是有人在抄书，这里有可能曾经散落了故事里面其他内容的页数，不过施主显然遗漏了1张2张的。哼，竟有学子不务正业，抄着子虚乌有的书籍，岂有此理！你们都去查一查，看看是谁在抄书。院长可拿此物去做对比，虽然字迹晕染了，但一笔一划还有痕迹，相信能帮得上院长。萧逸将纸张递过去，院长立即点头答应，带着夫子们去办理此事。萧逸和谢子云回到程夫子的书房里面休息，等待院长们的消息。大人，为何我们不自己检查？在书院里，1张纸实在太常见了，这有可能是大风刮来的，也有可能是路过的学子遗落的。毕竟过了1天，并非是昨天就发现的线索，有了很多意外。大人，没有抓到可疑人物，询问了一圈，也没有人看到桃树林内的人影。盒饭粥跑来告诉众人，院长已经找到抄写画本的学子了。萧逸和谢子云在盒饭粥的带领下来到了书院大厅，看到一名瘦弱的学子站在大厅中间，
旁边坐着众多夫子，上手右边坐着院长，一副正在盘查的样子。大人，你来的正好，还不快给大人见礼？学生张宝树拜见大人。可问卿为何抄那画本了？问清了。这张宝树家中并不富裕，之前偶尔也做过抄书的活，挣点零钱换笔墨。这次是受林润泽诱惑，所以才抄了画本，在书院里偷卖。为何你抄录的画本有一张掉落在桃树林里？学生是在林润泽事发前一天给他送去了抄录好的画本。当时王夫子出了事，大家都是慌慌张张的。学生把画本递给他，他却说不要了，因为这个时候没有学子有闲心思看画本。学生十分生气，便跟他辩驳几句，谁知道他一手打翻学生辛苦抄录的书籍，纸张便四处散落。学生急着捡回纸张，回头时林润泽已经骂咧咧的走了。林润泽被杀当夜，你又在什么地方？可有人给你作证？林润泽被杀那一夜，学生很早就睡了，因为听闻院长将要放学子们归家休沐，学生家远，想着次日早些起身赶路。林润泽已经被院长警告不敢再卖书了，为何还要你抄录？我是在院长警告他之前就接下了他的活了。你抄一本画本要这么久？抄了很多，不止一本。大人要是不信，学生可把其他抄录的书籍给大人送来作证。林润泽早就欠下诸多书店钱银，你给他抄书，他哪有钱财给你？学生也不知道他没钱，只听说书院里有很多学子都在跟他买画本杂技。起初他是给钱的，后来就以各种理由拒绝，要么说学生自丑，要么说学生抄得太慢没人要。院长，本官问完了，其他的事儿是你们书院内的事儿，本官就不插手了，告辞。大人不若留下来吃个便饭，我邀请了赵老爷，他等会儿也要过来看看书院。不了，本官要回去细查案件，院长陪着赵老爷便是。对了，2具尸体本官也要带回县衙去，免得学子们心里有阴影。说完，他便带着一群人急匆匆而去，院长没有多做阻拦的意思。回到衙门之后，萧逸便让谢子云跟着他去勤勉堂，刚好高云霄在这里吃饭，看到两人回来，急忙把自己的饭菜掩住。萧逸一手将他推开，发现这货居然在吃烤鸭，很不客气地撕下了一只腿，气恼的正要塞进嘴里，这才想起谢子云跟在他后面。他立即一个转身，将鸭腿递给了谢子云。吃点东西，肚子吃饱了，脑子才能转起来。你自己要吃就吃，推给个女子，出息。吃不吃？萧逸拉下脸，冷冷地盯着谢子云。谢子云委屈地伸手接过鸭腿，小口小口地撕扯下来吃了。吃完饭之后，高云霄有要事要去办理了。只见两个人面对面，相距不到1尺，虽然各自想着各自的事情，视线却落在彼此身上。那什么，大人，李应文的父母想探监。让他们去吧，不过人还不能放，给他点教训。谢姑娘，没什么事的话，不如一块去看看子琪。他在牢狱里好好的，我就不去打扰他了。我跟大人还有正事儿，你去就好。何范舟抿抿嘴，看到谢子云已经扭头不再看他了，只好垂手离去。大人，我觉得这个张宝树很有问题，他面对质问一点也不慌张，镇定的好像是有备而来的。要不我们再像上次对付江林那样，唬一唬这个张宝树？不行，江林心中有愧，比较容易唬。这个张宝树不一样，万一张宝树不是凶手，被我们吓破胆子认了罪，那就要铸成大错了。现在我们还没有掌握更多的有力证据，无法断定凶手，得再理一理。两人正寻思着，外面传李秀才想拜会萧逸，萧逸直接拒绝了。可外面又传到，李秀才说狱卒谢子琪殴打了未定罪的嫌疑人李应文，有违律令，希望大人及时制止。大人，子琪他不懂事。牢房门口，老秀才和黄氏正在跟2个衙差辩论，看到萧逸和谢子云来了，黄氏连忙拉扯了老秀才示意。老秀才迎上萧逸，大人呐，犬子真的是无辜的，请你放了他吧。是不是无辜的，
本官自有判断。现在案情还未明了，你等且先回去，莫要在此滋事。大人呐，学生听闻松明书院又出了杀人案件，定是那真凶所为呀。犬子在牢狱中断无可能作案的，这说明犬子不是凶手啊。二位还是先回去吧，案情没有结之前，还不能够释放李英文。这儿有你一个小仵作的事吗？大人都没开口，你插什么嘴？一点教养都没有。哼，大人刚刚说了，要留要放，自有判断，岂容你们智慧？你们厚着脸皮求情，大人都不好意思说第二遍。我好心提醒你，你还污蔑我没有教养。我看你是耳朵聋了，听不清大人的话，要么就是存心想闹事，给大人找麻烦。大人倘若不肯放了犬子，未结案之前，学生不便多说。可是狱卒谢子琪殴打犬子，这个大人总该管制管制吧？本官正是为此事而来。说完，他大踏步地进了牢狱。众人来到李英文的牢房前。大人，爹，娘，狱卒打你了吗？身上可有伤痕？让本官看看。只是打了几拳，没什么伤痕。没有伤痕，还是你根本就没被挨打，红口白牙一碰，想借机污蔑他人。前2日，他们2人到我家中闹事，被我弟弟赶走。今日定是想污蔑我弟，还请大人明察。我没污蔑他，我真的被打了，旁边的囚犯可以给我作证。哎，你这书生，污蔑狱卒，我看你这活腻了。大人，这死囚犯是怕狱卒报复，所以不敢说真话。英文他说被打就一定是被打了，他从来不对我们说谎的，一定是打得轻，所以没伤痕。找个大夫看看就知道了。我呸！死老娘们儿，老子才几个月的刑期，什么死囚犯？你给我等着啊！等我出去了，有你们好受的。你打没打他？只是呵斥推搡了一下，他就唧唧歪歪了。你分明是用一本书垫我胸口，打了我几拳。大人，这小兔崽子就是想要报复我家。不瞒大人，这谢子云本来是我家定了亲的姑娘，但她目无尊长，好惹事端。我只不过是说了她几句，她就要与我家退亲。现在亲事退了，她就唆使她弟弟报复我儿子，实在太卑劣，太无耻了。你们之间的恩怨，本官不好插手。这样好了，如果你们觉得谢子琪打了李英文，那就来本官这告状。只要证据确凿，本官定会为你们伸冤。若是污蔑他人，本官便要还谢家一个清白，如何？李英文，本官给你一个告状的机会了，你要状告谢子琪吗？大人，学生不告状，学生只想尽快出狱。既然不告状，那就让你爹娘回去候着，案件查清楚了，若果然与你无关，本官自然会放人。再滋惹事端，小心本官治你们的罪。皇室不服，还想说话，老秀才连忙把他拽了出去。出了牢狱，离开了牢房，谢子云跟着萧逸往勤勉堂走去。路上，你可有后悔当了仵作？仵作能为死者伸冤，我为什么后悔？萧逸张张嘴想说些什么，但是最终没说出来。他刚刚在牢房门口听到了谢子琪的话，这才知道原来当仵作给谢子云带来这么多困扰。方才多谢大人为子琪开脱罪名。萧逸走了几步，你终归是帮本官做事的。言下之意，他是个会护短的。回到勤勉堂后，萧逸坐了下来，再次摆出人物头像，将一条条线索写下来，搁置在人物图像之间。谢子云收敛了心神，刚刚的事情只是个小插曲，接下来还得好好的思索一下松明书院的杀人事件。大人，林润泽写的字条所说的秘密，会不会是跟凶杀案无关的事情？我看着好像是写了很久的纸张，不像是近日才写的。不无这个可能。若是这样，两桩命案有可能是两个凶手，案件愈发扑朔迷离了。啊，要不我们从头梳理一遍吧。两人正分析着案件，王多禄带着人回来，回复道：大人，我们找到了这个。萧逸和谢子云看去，是松墨轩的毛笔，款式与沾染毒药的毛笔一模一样。是王修达的笔？目前还不确定啊。在什么地方发现的？哦，是张胜哲父子在他的房间里找到的，他发现之后就交给了我。这笔怎么会在张胜哲那里？难不成他是凶手？
他若是凶手，就没道理把这笔交出来了呀，这不是自暴其短吗？也许他就是要我们这么想呢。萧毅最后决定从2个被害者的陈年往事里找一找共同点，而李应文、张宝树、张胜哲这3名嫌疑人也被列入名单，准备彻查一番。为了尽快查明这些人的身份和之前的事情，萧毅把罗小兵放了出来，让他通过别的途径打听这些人的往事。整个县衙卯足全力追查线索时，松明书院再次发生了事故。这一夜，松明书院突然走水，一场大火冲天而起，半个县城的人都看到了。萧毅和高云霄在睡梦中被唤醒，换了衣服后带人急匆匆地赶到松明书院，得知着火的竟是张胜哲的院子。火势实在太大，院长已经放弃了救火，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院子被烧塌了。到了黎明时分，火势总算灭了，原地只剩下了一片焦黑的废墟，火焰久久不绝。张胜哲没逃出来吗？发现走水的时候，屋内已经烧了起来。同住一个院子的夫子逃了出来，胜哲没有踪影，恐怕是在房里被烧死了呀。萧毅让衙役帮忙清理废墟，院长带着他和高云霄回大厅里歇着。双方落座之后，院长就着急地问道：大人呐，这会不会是凶手要杀胜哲呀？要是找到尸体，那就是凶手得逞了；若找不到尸体的话，张夫子是要金蝉脱壳啊。昨天刚刚发现张胜哲有些可疑，今天他的院子就被焚毁了，事情实在是太凑巧。昨天晚上有谁见过张夫子？我已经问过书院内的人，胜哲昨天傍晚只见过王捕头，然后就回了自个儿的屋子，说是要给王夫子写篇祭文。院长，麻烦你清点一下书院里的学子，看看有没有其他人不见了的。昨天书院乱成一团，凶手完全可以趁机离开。院长听了，连忙去清点人数。我猜张胜哲不在屋子里，你觉得呢？那也无法证明他就是凶手。2人对视一眼，各自端着茶水，一口接着一口喝着。没过多久，谢子云背着工具箱匆匆赶来。昨晚书院大火，是不是烧死人了？现在还不知道，不过张胜哲不见了，等废墟清理完才能有个结论。需要我做些什么吗？等会儿吧，要是有尸体的话，还得要你验尸。不一会儿，院长回来，听说书院内的学子和夫子都在，就差张胜哲一人。大人，您认为这火灾是偶然还是人为的？你认为呢？我认为这场火灾是人为的，极有可能是凶手所为。证据呢？总不能凭借着天马行空的猜想就妄议吧？我曾经听说，但凡火灾处，通过检查物品焚烧的程度、灭火后的温度，可以粗略地判断出火源所在。只要检查这个地方，便可知道是纵火还是室内偶然起火。这种事情王捕头有经验，他会查出来结果的。我们稍安勿躁，再等一等。云霄，你叫2个人去张胜哲家里找一找，看看他有没有去了别的地方。高云霄起身去办事了，谢子云按捺下心思，等待着结果。约摸到了中午时分，王多禄跑过来对萧毅道：大人，废墟里面发现了一具焦尸，辨认不出模样，但看身高体量，恐怕就是张夫子啊。谢子云连忙背起箱子，向着废墟走去。他的速度如此之快，当他们赶到时，谢子云已经开始对焦尸进行检验了。死者手脚有痉挛现象，并无收缩状，全身重度烧损，口鼻之内无烟灰，理应是死后烧。瓦灰覆盖在尸体上面，说明走水时死者在房屋之内，周遭没有血迹，初步判断没有遭受利器袭击的明显伤口。既然不是烧死的，那他到底是怎么死的？从表面上看不出来，想要确认死因，我提议解剖尸体，等我看了死者尸体内部的状况，才能做进一步的判断。他的眼睛一直凝视着尸体，没有在意众人的目光，殊不知在场众人都是一脸看怪物的神色，好久都没有人开口。大人，那就解剖吧。会不会太狠了点？要不先跟张胜哲的家人商量一下？好，你去通知一下他家里人。谢不做，你准备好就开始，务必弄清死者死因。大人，这不合礼法呀！死者为大，胜哲已经被烧成这样了，就不必再残损他的尸身了吧？你确定死者是张胜哲吗？从尸体的身高、
骨骼形状推断，应该是张胜哲无疑。天底下骨骼相差不大的人多了去了，你怎么能如此武断？大人说的在理，这也有可能是其他人的尸体，还不能断定是张胜哲夫子。萧大人刚刚不是确认是张胜哲，通知了张胜哲家人吗？本官是通知张家的人过来看看，这是不是张胜哲的尸身，不是询问他们是否同意抛尸。既然不确定是张夫子的尸体，那就先不通知张夫子的家人了。谢子云准备好了之后，让衙役将这具尸体抬到了一张桌子上，用锋利的刀子划开死者的肚皮。真下得去手啊！唉，有违圣贤，非礼也。尸体虽然被烧坏了，但内脏保存的还算完整。谢子云剖开肚皮之后，一双纤纤玉手便伸进了死者的肚子里，翻找着可疑之物。尸体的内脏都有些焦黑，很多一碰就掉落了，还有一些黏糊的黄色液体，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气味。和范周站得很近，最终没能撑住反胃，蹲在一旁吐了起来。萧逸盯着死者胃里的状况，等待谢子云寻找出线索，脸色如常。是中毒致死。中的可是断肠草。大人英明，正是断肠草。那这具尸体到底是不是胜哲呀？目前无法判断，若是能够让他的亲人过来，我才能判断是不是张夫子。我这就去传唤张夫子的家人。奇怪，这里好像还有别的东西。他从死者胃袋里翻出来一块绢布，捏到桌子上，摊开来仔细的看看。萧逸和高云霄都凑了过来，仔细辨认着上面的字迹。这上面的字迹有些模糊，但是依旧能够看清。永和7年3月3，锦城东北刘元期。你们可听说刘元这号人物？萧大人说的可是锦城刘氏部庄的刘元？赵老爷知道。啊，年轻时跟他家打过交道，不过这刘元很早以前就死了呀。前几日来这儿听了几句案情，回去翻了翻旧诗。刘元家中开着一个布庄，生意平淡无奇。早年他和王修达是同窗好友，后来王修达考上了秀才，他则当了商户，两人来往也算密切。永和6年，王修达结识了张胜哲，后又将张胜哲介绍给刘元，于是三人变成了知交好友。刘元是否死得很蹊跷？意外死的，据说是运送货物时惊了马，连人带车一起摔下斜坡，被马车砸死。我这也是听来的，多年前的往事了，是真是假也不清楚。赵老爷的意思是这里面有蹊跷？我可没这么说呀，反正就是死得很意外。那刘元的妻子呢？大人呐，我是做生意的，了解一下别的商户是本分事，打听商户背后的女人，可就不本分了呀。云霄，传我的命令，今夜书院任何一人都不得离开，所有重要门口都派人把守着，所有夫子和学子都聚集在一块儿，与本官一同守夜。大人，我家中还有些奴仆，我这就去调来，让他们一并把守此地。有劳。傍晚时分，张胜哲的家人赶到了，证实张胜哲没有回家，确定火灾中的尸体就是张胜哲的。夜晚时分，所有学子都被聚集在大厅之外，在衙役和赵家家仆的注视下，三三两两凑在一起，低声说着话。这里面不乏有些富家子弟，实在受不了了，便朝着院长和夫子们抱怨：大人，为了避免凶手狗急跳墙，我觉得有必要把这些富贵人家的公子保护好。在严格的看守之下，书院一夜平静。第二天一早，学子们东倒西歪的，一个个都困得睁不开眼睛。谢子云在椅子中睡了一夜。大人，你饿不饿？我打算去买份早点，要不要给你带一份？给我来一份小米虾包子。让几个衙役去带些早点回来，这些学子都饿了。才刚睁开眼睛就得操劳，还是家里好，醒来就有了吃。吃了早点，许多学子便纷纷要求回去休息。衙役们苦口婆心地劝着，凶手就在人群当中，要是他们回去落单了，随时会有危险。萧逸也保证在今天日落之前放他们回去，这才暂时稳住了局面。中午过后，王多禄回来了。
大人，刘源的妻子已经死了。死了？可是永和7年3月3死的。不错，正是永和7年3月初3上吊自尽的。上吊自尽？为何？永和7年正月21，刘源意外身亡。刘源的妻子独自支撑刘氏布庄，可短短1个多月便亏损不少银钱呢。据进城的捕头说，刘源的妻子是承受不了压力上吊自尽的，有遗书为证。你说他家里还有什么人？有没有孩子或者兄弟？刘源有个孩子叫刘琦，被刘源妻子的娘家带走了。刘源没其他兄弟，家业变卖后还了债，早已经没这家子了。可有去追查这个孩子如今的下落？那孩子的外祖家已经搬离了故地，正在调查中，恐怕需要些许时日啊。如今还不知道他在哪儿。这个孩子按推算，如今几岁了？有15岁了。凶手定是跟刘源夫妻有关，认为刘源夫妻的死是王修达和张胜哲造成的，所以如今回来报仇。这个孩子是个重要线索。若本官猜测不错，凶手就是这个孩子，得尽快查明刘吉如今的下落。王都六立即带着衙役去追查。大人的猜测不无道理，可书院中并无叫刘吉的学子呀。或许这个孩子更名异姓混入书院了呢？这并不难吧？也不排除是刘源夫妇其他亲友所为。只要王捕头回来，自然就会有个答案了。对了，卷簿上的字迹还算清晰啊，只要与书院里所有人的笔迹对一对，不就能知道是谁写的了吗？卷簿上的字迹不是张胜哲的，也不是书院内任何一个人的笔迹。凶手知道张宝树抄书的事，不敢再暴露自己的字迹，特意用左手写的字。这凶手还真是厉害呀，竟然还能2手写字，不错不错。可是王捕头打探消息恐怕还要些许时日啊，总不能让书院所有人一直这么熬着吧？让学子们回去歇息，目前还不能离开书院。还有，你让他们至少得3个人一组，不能落单，以防凶手再作案。我这就去。前不久还对大人颇为不满，想要找其他的官员来破案，这院长的态度转变挺大的。所以说呀，赵大小姐对大人一片痴心，连院长都被她说服了要好好配合大人办案。小易啊，你就从了吧。那林润泽呢？他年纪小，不可能跟刘源夫妻有关系吧？林润泽的死是个意外，是凶手计划外的牺牲者。他大概是发现了什么，所以凶手不得不杀了他，否则凶手就没有机会杀了张胜哲，完成复仇计划。所以王修达和张胜哲都死于断肠草，而林润泽死于钝器袭击。凶手的目标自始至终只有2位夫子。院长很快就通知了所有学子，说是王捕头很快就会查找到关于刘源夫妻的亲友，顺藤摸瓜，很快就能找到真凶。学子们诧异不已，在院长的安排下，每3人为一组，各自返回书舍去歇息，耐心等待结果。入夜时分，萧逸还在努力着干活，突然外面响起了一阵呼叫声。萧逸放下公文，向着外头看了过去。看样子凶手坐不住了，他不应该写下那卷簿。这凶手太自负了，可惜张胜哲并没有把卷簿烧掉，他的大火也没有把卷簿烧掉。他做梦都没想到张胜哲会将卷簿吞进肚子里，而我们的仵作刚好又很喜欢剖尸。他什么时候喜欢剖尸了？他只是为了彻查线索才剖尸的。希望衙役们能抓住出逃的凶手，否则又要抓捕一番，今晚又没法睡好了。他的话音刚落，立马就有衙役跑来，说是逮捕到凶手了。鲁伯，怎么是你呀？刘源，是我的孙女婿。院长愣住了，鲁伯是书院里的老仆人了，他压根儿就没有往这个老仆人的身上想。是你杀的王修达和张胜哲？哼，他们罪该万死，我的孙女就是被他们害死的，好好的家业全被他们骗光了，我恨不得吃他们的肉，喝他们的血。鲁伯，你真是太傻了呀！你有什么冤屈，为何不告诉我呀？要做这种犯法的傻事？唉，院长厚爱，只是老仆没有证据让2个畜生伏法，只能出此下策了。怎么发现的？他鬼鬼祟祟的想逃跑，结果被我们抓住了，这是他的包袱。包袱打开，只见里面有几件简单的书信，还有一小包的草药。谢子云上前去辨认了一番。大人，是断肠草。
证据确凿，你还有什么要说的？老夫只恨大人来得太迟，若不然，我孙女不至于枉死这么多年，让这两个畜生逍遥10多年矣。我策划这么久，最终还是疏忽了，当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老仆认了，反正害死孙女的畜生已经被我宰了，我也活不了几个年头，不亏了。带回去。随着萧逸一走，整个书院的封锁也就解除了。升堂。威武！带死者家属、松明书院院长犯人上堂。捕快们迅速地把人员都叫了上来，分两边站好。鲁伯带着手链脚链上来之后跪着，一声不吭。卢贵，你在4月初3至今杀害3条人命，焚毁书院院落一座，你可认罪？草民认罪。你为何要杀害这些人？如实说来。王修达和张胜哲两人假借朋友名义，从我孙女婿刘元那儿骗取许多钱财，而后刘元出了事故，他们又故意设下圈套，让我孙女把所有产业变卖掉，钱财却落入他们的口袋里。我孙女被逼无奈上吊自杀，好端端的一个家，硬是被那2个恶棍给害得家破人亡。老汉我苦无证据，只好替天行道，惩治他们。我儿子与你们无冤无仇，为何你也要残忍杀害？哼，谁让他看了不该看的？所有阻止我复仇的人都是我的敌人。卢贵，把你作案的过程一一说来。没什么好说的，大人，你赶紧判吧。老头子，我想回牢房去清静清静。左右是砍头，没什么好说的。本官如何做事，还不需要你来教。你若是不敢说，那本官只好大刑伺候了。哼，随大人喜欢。卢贵，本官问你，你是如何进入王修达的房间，将毛笔调包了的？我在书院这么多年，哪个院子的钥匙我没见过？在1年前，我就已经趁着王修达换锁的机会拿到他的钥匙，做了好几条。他的书房，我来去自如。本官再问你，李应文的毛笔可是你偷走的？那傻小子，我趁他上茅房的时候偷他的毛笔。那林润泽出事那晚，是他约你出来的吗？他说他知道我的秘密，要我给他一笔银子。你撒谎，他根本就没有约你。哼，我没有撒谎，他在黄昏时候送纸条给我，说有事与我商量的。是吗？那纸条在哪里？当然是烧掉了。的确如此，我们是搜到写了一半的纸条，但这并不能说明纸条是案发前一晚写的。我们发现它的时候，这纸团就在床底下，本官依稀记得上面沾满不少灰尘，只怕是遗弃了很久的纸团。哼，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是收到了纸条，他说他知道我的秘密，让我去桃树林里等他。我一过去，他就要我给他一大笔钱。那你为何要杀了他？只要给他一笔钱，他就会为你保守秘密，不是吗？他贪得无厌，一开口就是一笔巨款。我一个书院的老仆，哪有那么多钱呢？他见我没钱，就要告发我。我情急之下，便用石头将他砸死。那你砸死他之后，为何又要将他转移到食堂后方？你就不怕转移尸体的过程被人看到吗？哼，我就是怕别人看到，所以才背到食堂去。原本打算把他剁碎了当猪肉用，没想到有人来，只好丢在食堂后方。不然你们到现在都不会发现他的尸体。听到这话，林家几乎要崩溃了，咒骂声不绝于耳。听审的居民们也指指点点，对鲁贵的手段深痛恶极。萧逸等待了半晌，公堂上才安静了下来。鲁贵，张胜哲是中毒而死，你是如何下毒的？我给他送了一壶茶水，
他一点也没怀疑。既然你已经认定他会喝下你送去的茶水，中毒而亡，为何还要烧毁房屋？因为我在他临死前想让他知道自己为何而死，所以送了一条绢带过去。我不确定他是否会处理那绢带，为了以防万一，烧毁他的院子，毁灭所有证物，最好不过。一场大火的确能把送去的茶水和绢布都给焚烧掉，让人找不到任何证据。他每说一段话，都会引来公堂上所有人的斥骂，其手段之恶毒，令人发指。这时，一名捕快急急忙忙地跑了过来，凑到萧逸的耳根旁说了几句。萧逸微微颔首：连杀3人，手段狠辣，罪状罄竹难书。如此无情无义之徒，即便有天大的道理，国法难容。你还不认罪吗？草民认罪，甘愿受戮，大人速判就是。还不认罪？明镜高悬，天网恢恢，你真以为你能逃脱？众人都不解地看着萧逸，不知道萧逸到底是什么意思。大人呐，陆贵已经认罪了，您这是……好，既然你不认罪，连最后的机会都不要，那本官就不卖老人家的情面了。大人，你这是什么意思？老人家，你错就错在你根本没有参与作案。以你的高龄，你根本就不可能有体力在杀害他之后还将他背到食堂后方，还想着在天亮之前碎尸。我就是有那个力气。一派胡言，还想狡辩？如果我是你，就地埋尸都比遗失更方便。书院走水那夜，本官也到了现场，询问过多人，那火场中有一股浓郁的桐油味，纵火者用了桐油助燃，这才导致火势迅猛，难以扑灭。不错，我纵火时生怕火势不够大，所以将书院杂物房里的桐油弹……说不下去了吧？本官替你说，你将这些2桶桐油从书院后方的杂物房拎到张胜哲的书院，将近1000步的路程。2桶桐油是书院点灯用的，接近100斤，以你的体力得走几趟吧？我走了几趟。可奇怪的是，你接触了这么久的桐油，身上一点桐油味道都没有，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因为老仆回去之后就换洗了，所以没有桐油味道。的确，你可以回去换洗，可惜学子们没办法换洗，第2天又被本官集中在一块苦熬了一夜。待昨日本官放他们回去时，有不少人急着要回去梳洗，然后本官的手下就恰巧捡了一名学子的衣服。看到你曾外祖父受千夫所指，你还能站在一旁看戏吗？刘吉！萧逸目视着听审席方向，众人愣了一下，一些人都还不知道刘吉是谁，纷纷四下顾盼。你连你本来的名字都忘了吗？张宝树！院长和衙门众人在听审席里一眼就看到了张宝树。萧逸的目光从一开始就盯着张宝树，2个人似乎在隔空凝视。本官原以为昨晚你就会逃窜，没想到你竟然这么大胆，非但不逃，还跑到衙门里看热闹，让捕快们苦熬了一夜。你呀！曾外祖，起来吧，地面寒。宝叔啊，我没用啊，曾外祖没用啊。一人做事一人当，人是我杀的，曾外祖无需为我顶罪。可你还小，你还有很漫长的人生，你连媳妇儿都没娶啊！你早就知道我曾外祖不是凶手了。倒不如说，我早就怀疑你是凶手了。为何？我抄书之说露出破绽了？不错，你当时说你将抄好的画本送去桃树林给林润泽，对吧？我们之前一直相约在那个地方，他不想要画本，与我争执之下将画本打翻了，这有什么问题吗？那他看了你的抄本没有？如果看都不看就不要的话，那他根本就没必要赴约，尤其是在发生了凶杀案的时候。自然是看了的。漆黑一片的夜晚，他在树林里能够看得清吗？看不清，他又怎么知道好还是不好？所以他赴约是想要抄本的，而且他也确实接收了，只不过紧跟着他就做了某些事儿，或者说了某些话，
让你起了杀心。大人，难道我们就不能是案发前一天见的面？当然能，只是本官假设你就是凶手，而如果你是在案发当晚与他见面的话，因为案发现场有很多散落的抄本，上面都是你的字迹，你就有理由转移尸体了，不是吗？可这只是萧大人一厢情愿的猜测吧。段誉无非就是以各种猜测将证物结合起来，顺理成章便可追捕疑凶。你的说辞是很完美，但没有人可以证明你在林润泽案发前一晚与他在桃树林相见，同样没有人可以证实你在案发当晚一直待在屋子里没出去，对不对呀？大人如此聪慧，那不妨再猜猜林润泽到底做了什么，以至于我要杀人灭口。本官一开始以为林润泽知道凶手的身份，铤而走险找凶手索要好处，大意被杀。可后来本官觉得林润泽不至于这么愚蠢，即便要铤而走险也该留下一些线索，所以本官认为林润泽根本就不知道凶手的身份，他所知道的秘密与凶杀案无关，或者无太大直接关系。不错，他知道的秘密与凶杀案没太大关系，但如果让你们听到的话，你们就能顺藤摸瓜。他知道你什么秘密？是桃树枯萎的事儿，还是药铺毒药被偷，或者李英文毛笔被偷？鲁贵是你曾外祖，总该是其中之一吧？不错，他知道我偷了李英文的笔。既然他早知道这个秘密，那你应该有更多机会杀他才对。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你才会惊慌失措，不得不立刻下杀手？不错，他知道我曾外祖有王修达书房的另一把钥匙，并且跟我商量一起告诉正在查案的你们，要一些赏金。那老桃树是你干的吗？不错，这得要从头我拿的毒药说起。那药铺遗失的毒药是你偷的？那天休沐，我在回家之际偶然看到运送草药的牛车，当时我想着或许能偷上一些，便让狮子打了拉车的牛。那牛受惊了，连人带车滚入沟渠。我趁那车夫不省人事之际偷走了一批断肠草，随后我带着断肠草进书院，用药处捣烂浸泡在碗里。我本来是要立即动手的，可李英文跑来找我借钱，想买一支跟王修达一样的毛笔。正好我早就观察了王修达的小习惯，脑海里便有了个替罪羔羊的想法，所以我借了李英文钱，也偷了李英文的笔，用那支毛笔浸泡毒液。为了避免暴露，我先将毒液残渣都埋到老桃树下处理了，不曾想那老桃树一下子就枯萎了。还好书院里的人都是傻瓜，一点都看不出老桃树是受毒液侵蚀而枯萎的。随后你就从鲁贵那里得了钥匙，潜入王修达房间中，将他的毛笔调包了，对吧？只是我没想到那毛笔居然还刺穿了王修达的嘴巴。他作恶多端，罪有应得，连老天都不愿让他死得太舒服。那张胜哲呢？你又是如何投毒的？我将王修达的毛笔投入他的书房中，他回书房看到后急急忙忙去找院长，然后一同转交给王捕头。期间我趁着他离开，在他的砚台上丢了些断肠草粉末，并且留下了那么一句话，想让他知道他为何而死。砚台，这是为何？胜哲同样有个小毛病，他喜欢下笔前舔舔笔墨，因此他和修达两人才志趣相投。他既然已经知道王修达是因为咬了笔头而中毒，怎么还不提防些？习惯这种东西有时候很难改，一不注意就做了。我也是这般想，不过我没有足够把握。要是张胜哲克制住了没有舔笔墨，那断肠草就不会起效，我就没法杀了他。所以你又想纵火将他烧死，对吗？不错，纵火本是我最先想到的法子，不过后来我觉得用毒更为稳妥隐蔽，所以才弃之不用。不曾想最后还是用了这杀手锏，也因此被你们抓住了最关键的线索。你为何不逃？我为何要逃啊？王修达和张胜哲该死，我杀了他们是替天行道。你们官府无能，没法替我家伸冤，那我就用自己的方式来收拾这些渣子。我没做错，凭什么是我要逃走？难道不应该是你们官府给我一个道歉吗？道歉？那林润泽呢？
他又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你为何不能放他一马？在我看来，其实在你决定复仇的那一刻，你就已经化身为恶魔，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了。我承认，我杀了林任泽是不对，但你们呢？为什么这么多年了都没有去查一查我父母死亡的真相？你又做了什么？你们只会冷眼旁观，你们只会讥笑嘲讽。我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又在哪里？你又做了什么？你坚持向官府告状，还是坚持为父母的死亡查找线索了？白水镇的一对老夫妇为自己的女儿申冤，年年来报案，坚持了12年。你呢？你坚持了吗？你在一开始就没有选择官府，选择自己复仇的无头路。现在你在这里想埋怨谁？你吼什么吼？你以为生活就只对你一个人不公吗？全天底下就只有你一个人受了莫大的冤屈吗？张本树，你父母的事故，我会派人去调查。不过时隔多年，本官也不能保证有结果。而你，按照我朝律令，论罪当斩，签下认罪书之后，在牢狱里等待刑部判处吧。大人，在我出斩之前，可能给我一个结果。本官尽力而为，若是来不及，本官也会到你坟前相告。曾外祖，吉儿给你添麻烦了，下辈子吉儿一定好好孝敬你。退堂之后，衙门关了起来。萧大人，恭喜恭喜啊！如今又破一案件，声名鹊起啊！我今天晚上在丰和楼摆了2桌酒菜，给你们庆功，可不能不来呀！赵老爷的盛情，本官心领了。但是本官还有很多公务要忙活，只怕没有时间应酬，不如让高师爷陪你一块去吧。萧大人，修水坝的事情还需要赵某处理呢。您这么不给面子，赵某也是有脾气的人。你在威胁本官？怎么会呢？赵某是好心好意代替全县的老百姓酬谢大人。大人断狱如神，为死者平反冤情，理应受此爱戴的。既然无法邀请到萧逸，赵万钱只得样样退下。恰逢高云霄赶来，便与他说了这事儿。高云霄听了，满口答应。随后，高云霄将此事通告了诸多捕快衙役，让众人下旨后一块儿去吃大户。高师爷，我能去吗？看在你这次为了破案出了不少力的份上，就让你沾点光吧。到时候你不要往赵老爷身边凑，尽量远离点，吃你的喝你的就是，知道了吗？熬到傍晚时分，捕快衙役成群结队，等着下旨去赴宴吃大餐。萧逸，我们先走了，你慢慢改你的公文吧。宴请的都是男子，你去做甚？吃大餐啊！赵老爷宴请的是衙门里的捕快和衙役，不是代表周潭县的百姓给衙门庆贺破案吗？赵老爷就是这么说的呀。衙门里有功的人都可以去，谢武做功劳不小，当然去的。走走走，我们快去啊，免得让大餐等我们太久。等一下，谢武座，本官还有事要与你商量。什么事儿？待会儿本官派人送你过去，少不了你吃的。大人，你找我还有什么事儿？你这几天都是穿这身衣服吧？昨天我梳洗了，只是没衣服换。今晚宴席上的人都是县城里有头有脸的人物，你解剖就是穿这身衣服，要是这样去赴宴，只怕别人都没心情吃了。啊，那我岂不是去不了？这样吧，按约定，你这次验了3具尸体，我应该给你额外的赏钱，我送你一套衣服，你换上衣服再去赴宴即可。那大人把钱给我，我自己去买就行。本官恰好要出去一趟，你随本官走一趟。到了一家成衣店，萧逸让谢子云挑选衣服。谢子云挑了一套常用的衣裳，正准备去试一试。你那衣裳上不了台面，到时候给我们衙门丢人。穿上这个试试。这得花不少钱吧？以后慢慢挣来还我。好看吗？我是不是不太适合穿这种裙子？会不会馋了点儿？感觉拖地了。凑合吧，快走吧，再晚你就吃不到大餐了。谢子云跟着萧逸往门外走去，可没走几步，他一脚踩在裙摆上，整个人便向萧逸摔了过去。对不起啊，踩到裙子上了。大人，这裙子……富贵人家都是这么穿的，多穿穿就习惯了，哪那么娇气？
男人果然都是大猪蹄子。谢子云翻了个白眼，索性不理会萧逸。知道去风和楼的路吧？我还有别的事儿，你自己去吧。谢子云点点头，提起裙子，小心翼翼地向着风和楼走去。肯定是鞋子的问题，再回换一双鞋底厚点的鞋子就合身了。谢子云在小厮的引领下，艰难地来到3楼的宴客厅。哎，紫云这边。谢子云走过来，发现这里坐着的都是捕快衙役，高师爷他们呢？他们在主间，那儿可没我们的席位。主间内坐着的都是县里的乡绅富贾，还有书院的院长夫子们。我们的席位在次间，不过酒菜是一样的。在他们面前，我还担心自己不合规矩呢。跟你们在一起再好不过了，不会束手束脚的。人到齐了，便招呼店小二上菜，众人放开了吃喝。谢子云虽然是个女的，但在场的捕快衙役没几个把她当女的看待。桌上的饭菜都极其美味。酒过3巡，谢子云一开心之下，跟其他人喝了几杯烈酒，不一会儿脑袋晕乎乎的。安州，你老实告诉哥哥，你是不是喜欢这丫头？我看到你每次有空就往文档库房里跑，以前可没见你跑得那么勤快。快说，是不是？你们胡说什么呀？我们只是比较聊得来。我不告诉你们。开玩笑罢了，这么着急，该不会是被我们说中心事了吧？谢姑娘啊，那你喜欢谁呀？听说你还是个未出阁的姑娘吧？哼，我最喜欢的人肯定是我娘了。切！一群人感觉被骗了，接着喝酒聊天。谢子云看他们在划酒拳，看着十分有趣，在2个不怀好意的捕快教导下，跟着玩起来，然后彻底被灌醉了。一场酒宴开到夜幕时分，高云霄醉醺醺的走到次间，看到屋里面一群人都趴倒了，笑了一下，叫来了小厮。你去衙门里叫人。萧逸收到消息，带着石头赶来，看到躺一屋子的衙役捕快，一脸黑沉沉的。石头，你跟掌柜的说一声，就让他们在这里睡一夜，你守着他们。公子，那你呢？我送谢姑娘回家。这是上心了？你这女子，活该没人要。大人，我们回县衙吗？去老陶村。车马林林，夜更深。车夫在马车前方点了灯笼，放缓了速度，回老陶村就更慢了。谢子云本来是靠着马车车厢的，大概是车厢太硬了，而且颠簸的厉害，脑袋靠在萧逸肩膀上。突然，谢子云抓住了他的胳膊，猛地吐出了腹中污秽之物。大人，没事吧？没事，你快些赶车。车夫连忙把车速加快许多，萧逸拿出手帕，艰难地把污秽之物擦去。到了老桃树村村口，萧逸让车夫去把吴氏叫来，他趁机将谢子云拉到车辕处倚着。子云，你怎么了？子云。大婶子勿急，他只是喝醉了。车上的可是县令大人？是本官。多谢大人。子云他没有做错什么事儿吧？大人，子云还小，不懂事儿，他要是有什么地方做错了，你跟我说，我一定好好教。让他在家里反省10天。是，民妇一定会好好训他。回去吧。车夫连忙调转马车，驾着马车缓缓而去。娘，你可算醒了，死丫头，你到底喝了多少酒啊？你昨天怎么得罪大人了？我什么时候得罪他了？他让你在家里反省10天，还不是得罪了他？10天，那我就当做是放假吧。等下次出了命案，他再来找我的时候，我让他反省10天。谢子云想不明白自己哪里得罪了萧逸，无是哭笑不得，催他起床洗漱了吃午饭。你这裙子我以前从未见过，你什么时候买的？萧大人送给我的，说是我这几次验尸的奖励。不过我看裙摆好像太长了些，娘，你帮我修短一点吧。大人送你的？他罚你反省，又送你裙子，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也不知道呀。吴氏只好拿来了针线骡子，把裙子改了。吴氏又给谢子云烧了水，让他洗个舒心澡，将裙子拿去洗了。子云，最近你跟范抽怎么样啊？你们这次又在一起破案，肯定有很多接触时间吧？我们就是一起办事的，
没什么别的。我告诉你啊，这事儿你给我抓紧了。要是今年年底还是没定下亲事的话，我就替你做主，把你许给方家。就上次我们去买鸡仔的方家，他家又托人来说亲，看样子那方家三郎是真的中意你了。那你帮我拒绝了没？哼，我都被赶出来了，哪能那么容易就答应？我说你拒绝了没？我又不傻，当然不能急着拒绝，万一你跟何捕快没有着落，好歹还有个准备的。娘，你这样不厚道。那你赶紧叫何家来提亲，娘把这亲事定下了，方家拒了就拒了，反正我也看他们家不顺心。晚上，谢子琪休假回来了，三人其乐融融的，比往日里还要热闹几分。当他得知谢子云被罚在家反省，不用跟他一起去应卯，羡慕的泪水都掉了下来。10天的功夫一眨眼就过去了。应卯时，他没有看到萧逸，只有高云霄在祈念堂里。高云霄只是瞥了他一眼，紧张的低头忙碌着正事。高师爷，我能问个问题吗？你说便是。大人为什么要惩罚我？啊？他惩罚你了？没有吧？他说是让你在家里休息几日啊。他让我在家里反省10天。有这事？你快说说，当初去风河楼之前，他找你说了什么事啊？谢子云翻了个白眼，这家伙一副打听秘密的样子，问他是白问了。谢姑娘，大人传你过去，王捕头出事了。王捕头出什么事儿了？哎，你自己去前衙看看便知。谢子云迅速赶到前衙，前衙公堂上看到了横躺在地上的王捕头，他连忙蹲下身子，伸手探向王多禄的手腕。不用切脉了，人已经死去多时。怎么会这样？你先给王捕头验看尸体，别的等会儿再说。他只好定下心神，仔细的给王多禄检验尸体。王多禄身上有多处伤痕，还有一些黝黑的拳印。检查了口鼻，没有异样，排除中毒可能。再检查了所有隐蔽处，亦无可疑的痕迹。再摸遍了王多禄的骨头，谢子云发现多处骨折。大人，没必要知道的太清楚，死因左右不过是被人杀害。谢子云点点头，那就不剖尸了。众人不知道两个人在说些什么，只有高云霄脸上闪过一丝惊战，猜到谢子云想要说什么了。我怀疑王捕头被人打断了胸前肋骨，这些断折的骨头刺入了王捕头的内脏器官，导致王捕头死去。打伤王捕头的人，用刀还是用拳？刀伤、拳伤都是生前造成的。看刀伤的形状，显然是右手使刀，而这几处拳伤，依我看来，也是右拳猛击造成的。所以，我有理由怀疑，王捕头是被2名或者以上的人围攻而死的。再看看他身上，可有什么异样之处？这块淤痕的形状为何如此奇怪啊？这应该是一把钥匙的淤痕。我揣测，王捕头当时这个部位应该有一把钥匙，刚好受了敌人一击，所以在皮肤上留下钥匙的痕迹。这时，何范舟带着舅母等人来了，整个公堂里面哭得凄楚无比。萧逸安慰了几句，吩咐高云霄替王捕头好好办理身后事，脚步沉重地走向内衙。王捕头家很快就把王捕头的尸体领走了。可回去了？王捕头是怎么死的？大人，我舅舅是在什么地方遇害的？是何人所为？还请大人告诉属下一声。这得从月初刘吉一案说起。本官派他去锦城调查刘元夫妻之死。王捕头调查之后，发现刘元的死亡确有蹊跷，故而留在外地继续跟进寻找线索。后来他找到一个地方，刘元生前曾经去过那个村子，与村子里的人有着不为人知的买卖。哪个村子？本官打算亲自去一趟，你到时候随本官同行，切莫意气用事。你舅舅都不是他们的对手，你一个人去顶不了大事。何范舟沉默了半晌，冷静了几分，乘势退下。此事竟涉及楚王密报一案。这是王捕头在5天前给我送来的书信。他算算时间，他送了这封信后，第2天夜里就被杀了。这般凑巧，怕是8、9不离10了。你去通知一下这几个人，让他们准备一下，随我走一趟。萧逸写了几个人的名字，递给了高云霄。高云霄看了一眼，点了点头，转身办事去了。
次日，萧毅便带着一群人启程，马车一路颠簸，2天之后才抵达目的地断桥村。断桥村是个很偏僻的地方，3面环山，1面悬崖，俨然是个与世隔绝的小村庄。村子的李正姓李，名叫善人，今年40岁出头，是这村子里最富裕的人家。王捕头之前就在他的家里暂住的，萧毅此回来了，也在他家借住。大人，几位，要是有什么吩咐的，告诉我和我媳妇儿一声就好。打扰了。哪里哪里，大人光临寒舍，那是蓬荜生辉，小人求之不得呢。大人歇着，小人去准备饭菜，再烧些热水给你们洗洗。这李正看起来不简单啊。王捕头的遗物里有提过，这李正有可能是当年杀害刘元的凶手。那王捕头可查到证据没有？要是有证据，本官就直接抓人了。大人，楚王的密报是什么？萧毅早就料到他们会这般问，又将一份文书丢在桌子上。15年前，新帝登基，雄踞南方的楚王不肯顺从，私下豢养军兵，图谋造反。因为筹谋不密，泄露了风声，帝上抢先治了楚王罪名，将其满门抄斩。可是帝上派人去楚王南郡别府抄家时，发现那里空荡荡的，搜刮不出多少钱财。世人自是不信楚王清廉的，他们都坚信楚王的财富富可敌国，于是关于楚王的密报传言便漫天飞舞。舅舅怎么知道刘元之死与楚王密报有关呢？本官问了洪安和魏国，他们也不知道。王捕头应该也没有掌握确凿证据，或者是掌握证据时来不及留下任何信息了。几人吃了一顿热饭，随后便来到了村子后方的林子里。他们查看了一下，发现王捕头尸体的地方，这里除了一些打斗的痕迹和血迹之外，并无其他特别的。大人，发现蛛丝马迹了吗？你们夜里都小心些，对方都是练家子的，能不出房门最好别出。大人，常年练刀的人，虎口处肯定有老茧，我们能否以此来锁定凶手？还有，泉眼有老茧的人也有可能是凶手。对。然后证据呢？这不是在找吗？唉，这么多天过去，只怕有痕迹也被收拾干净了。回去吧。回了李善人家，众人吃了之后便各自回屋睡了。一夜既来，只剩山风呼啸，野兽低鸣。翌日清晨，众人洗漱用饭后，特地请来李善人询问王捕头的事件。刘元的事其实我并不清楚，他来我们村子里大多都去了丁怀德家说事。大约12年前，丁怀德偶然认识了刘元，然后跟刘元做一些染料的生意，具体的我就不清楚了。那你可知道刘元是怎么死的？听说是出了意外，翻车坠入沟里摔死的。王捕头也问过，难道有其他缘故？丁怀德身在何处？本官有话问他，你速速将他带来。小民丁怀德见过大人。见了本官，为何不跪？小民乡野莽夫，不识大礼，敢问大人找小民有何要事啊？看你如此壮硕，拳头如斗，恐怕是个练家子的吧？小民幼时曾学过一些拳脚，上不了台面。你跟刘元是怎么认识的？他家是开布庄的，我有天去他那里买布，见他布色不够鲜亮，便跟他吹嘘了一番。谁知他上了心，非要小民做成染料与他，一来二去，这生意就做上了，每个月都来往1-2回。刘元出事之前曾经来找过你？他来找我买染料，不过我恰好没有，便回绝了他。他跟我约定好下次交易的日期就走了，没曾想半路就出了事故。范大鹏便问了一些例行问话，诸如当日他在什么地方，可有人证，刘元可有做过奇怪的举动，或者说些异样的话题之类的。丁怀德一一回应，并无可疑之处。萧毅挥手让丁怀德退下。大人，他的拳眼上有老茧。虽有老茧，但不排除偶然。若要断言，还需检查全村园丁。那事不宜迟，现在就开始排查吧。拳眼老茧、虎口老茧者，皆有可能是杀害王捕头的凶手。不过，此行重点在于探听村中可疑事迹，挨家挨户仔细询问捕头出事当日的情形。范州、魏国随我一组，范捕快你们一组，2组分头行事。我就一个仵作，怎么也要出勤搜寻线索呢？这儿危险，
大家凑在一起出入比较安全。谢武做事不想跟我老樊一组吧？棒打鸳鸯的可是萧大人，他就让你秦哥哥不放，你冲我犯嘀咕也没用啊。你最好长命百岁，要不然我肯定给你剖尸。范大鹏却是哈哈一笑，一点也不害怕，不把谢子云的威胁当一回事儿。他们彼此之间开开玩笑，打打闹闹的，早就习以为常了。村子里的汉子大多都要劈柴砍树，这些老茧不足为道。至于全眼有老茧的，也看到一两个，长年累月的劳作，其老茧不足为奇。想凭借这点来确定凶手，他有些异想天开了。那个刘元，我见过许多次，虽然每次都笑脸迎人，但我知道他不是个好东西。你怎么看出他不是好东西了？他每次都是天黑的时候进村子，第二天天未亮就走了，这般鬼鬼祟祟的，能是什么好东西？这也有可能是人家忙，锦城到这儿来可得要3天的时间，能在这里过夜折返是最好不过的。可他每次都带着很多很沉重的东西来，回去的时候却是空车的。那丁怀德说他是来买染料的，可我看来倒像是他来卖染料的。你怎么知道他每次都是空车回去的？这还用问？吊桥一响，老婆子我就知道桥上的人带货有多重。他来的时候搬个箱子，吊桥吱呀吱呀响，他走的时候也要搬个箱子，还不如我老婆子走的响亮。兴许那染料是块状的，只要几块就能染上一大缸，所以带回去不费力。那他来的时候带了什么过来？为什么那么重？不如问问丁怀德不就知道了？你觉得他会如实相告？我看一副做贼的模样，生怕别人抢了他的似的，肯定是银子没跑。而且呀，丁怀德在那之后突然就富裕了，家里都盖起了青砖瓦房，比那个关守信强多了。关守信？那是谁？10几年前，李正和关守信、丁怀德3家差不多同时到我们村子里来落户。李正就不说了，来的时候就家财万贯，那丁怀德也迅速富裕起来，只有那关守信老实巴交的过着日子。他们3家是一起搬迁过来的？他们之前就认识的？也不是，前后相差2个月吧。最先来的是关守信，然后是李正，最后才是丁怀德，应该互不相识。一开始都各过各的日子，见面也就点个头。直到后来李善人当上了李正，3家走动才频繁了些。只不过前不久，那关守信和丁怀德不知怎么的，在村子后头打了起来。那丁怀德可真是凶狠，打得关守信牙齿都掉了。他们有矛盾？为何斗殴？谁知道？那丁怀德平日里就是个恶霸，经常欺负村里人，只有李正能呵斥得住他。我看李善人年纪不大，怎么就当上李正了呢？而且他还是个外来户，不是更不应该选他当李正吗？老李正看他有钱，把孙女许配给了他。他后来又给村子修了一条吊桥，乡亲们都被他的钱财收了心。修桥造路，名望一下子就来了，不比那些老者差多少。当选李正也不是什么难事。傍晚时分，2拨人马重新回到了李家。虽然打听到的事情不少，但是有用的并不多。几经讨论辨析，对断桥村总算有了些了解。丁怀德和刘元的交易肯定有猫腻，而这里面的猫腻正是导致刘元出了意外的原因。这种猫腻无非就是钱财分歧。大人呐，要不把那丁怀德抓回来严刑拷问一番，必定有个结果。丁怀德身怀武艺，没有证据之前，不要贸然激怒他。大人，这丁怀德必定是杀死我舅舅的凶手，难不成我们要眼睁睁地看着他逍遥法外？凡事要讲究证据，你凭什么确定他是凶手？本官知道你报仇心切，但这个时候越应该保持冷静。凶手武功高强，你们不能鲁莽行事，一切听本官调遣。范州，
大人此番不辞劳苦到这儿，就是想为王捕头捉拿真凶。咱们听大人的，肯定能还王捕头一个公道。你别起上火了，坏了大事。此地并非州坛，滥用私刑可大可小，能免则免，否则引起此地县令的阻挠，此案就更难侦查了。断桥村三面环山，天黑得很。李善人看了一眼还亮着灯火的萧逸，当家的，你这是要去哪儿？我去村里巡夜打更，你早些睡吧，不用等我了。身为李正，偶尔巡夜打更，杜绝村子里有小偷小摸的事情，维护村子的风气很有必要。小心烛火！在村子里挨家挨户警告了一声之后，这才回了家里。萧逸伸手掸去鞋边上的尘土，跟了李善人一圈，没有任何不对劲儿的。难道真的是自己想多了？黑暗之中，断桥村里有一道黑影一闪而过，在一间不起眼的土屋之中，一点火苗渐渐升起。不好，走水了！邻近的村民发现了异样，急忙大声呼喊。众人惊醒，纷纷推门而出。萧逸看着远处的烈焰，镇定自若地吩咐着几个捕快前去救火。大人，我们不去救火吗？村子里的汉子不少，不需要那么多人。等到天亮时分，众人总算是把火扑灭，不过屋子已经烧得面目全非，甚至有一面土墙倒塌了。萧逸和谢子云赶来时，这里只剩下了光秃秃的土墙，满地的狼藉。这是关守信家吧？是的，自昨晚火起时便未见过他，怕是身陷火海之中丢了性命。本官初来乍到，贵村就送给本官一份大礼，本官可真是惊喜交加呀。大人的意思小人没听明白，还请大人指点迷津。前不久王捕头出事，现在他一来又出事，怎么想都不像是巧合，倒像是一个下马威。大人，看着火的痕迹，应该是从屋内烧起的。萧逸微微颔首，眸光停留在倒塌的墙上。大人，尸体！别动！大人，可要现在就验尸？你验吧，本官就在这看着。饭不快，你让李正过来辨认尸体，再找找昨夜发现火灾的人。谢子云检查了一遍尸体，轻声喝唱道：“死者5尺4寸，身形消瘦，年约40，双手双脚自然蜷曲，身上多处烧伤痕迹，无一寸晚肤，口鼻有烟灰，双目赤红，身上无明显创口，疑大火焚烧致死。是否有中毒痕迹？未有中毒现象，口鼻内有烟灰，着火时死者必然还活着，吸入大量烟灰才导致昏迷，最终被活活烧死。你辨认一下，这可是关守信尸体。身高体型是差不多，可小人也不敢肯定啊。为何这么说？烧成这样认不出啊。还有可疑之处吗？大人请看，死者的双手和双脚姿势很诡异，仿佛是并在一起的，而且手腕和脚腕都有明显的环形烧痕。属下认为死者极有可能是被束缚了手脚，这才被活活烧死的。谢子元从死者手底下捏起了一团黑乎乎的东西，认真的端详着。是小骨牵绳。死者身上可有打击的伤痕，本官怀疑现场有过打斗的痕迹。这个难以辨认，尸体皮肤都已经被烧焦，血肉干枯，那些伤痕是在血肉上方能够直接体现的，现在无法辨认。等过段时间再复检几次，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可疑之处。何范州和魏国将尸体抬上了担架，暂时搁置在李正家。李正，关守信没有亲属吗？唉，守信兄弟一直孤家寡人的，这么多年没见过他有往来的亲戚啊，真可怜呐。关守信生前可与什么人有过节？他行事低调，为人和气，不曾听闻他与人有过节啊。不是吧？我曾听闻他前不久和丁怀德打了一架，李正不知道这事儿。那只是小打小闹，算不得大过节。叫丁怀德过来，本官有话要问他。大人，不好了，丁怀德不见了。萧逸亲自率领一干人等来到丁家，只见丁家妇人与2个孩子木讷讷站于庭院中，不敢抬头见人。丁怀德去了何处？他可曾与你说过，你最后见到他是哪个时辰？大人，民妇亦不知相公去处，最后见他时是昨夜入睡前了。你们2人可有看见你们的父亲昨晚离开？你相公银钱可还在？
以上等贴身之物可有缺失？家中钱粮一向由相公掌管，我亦不知存放何处。相公的贴身之物并未缺失，他平日里最记挂的贴身之物，那把钥匙他一直随身携带，未曾留在家中。那你可知道你相公前些日子与关守信争吵斗殴，所为何事？民妇不知，只听他喝酒时提起，说是关守信不厚道，想骗他的某样东西。范大鹏又问了一番，都是一些琐碎细节，没有可疑之处。萧逸沉吟半晌，率领众人离开，守株待兔，只怕是徒劳无功的。回到李家用了晚膳，萧逸将众人招到大厅，连同李善人在内。此次召诸位前来，是想查明官家失火一案的前因后果。现仵作已经查明，官家死者系人为焚烧致死，证据确凿。从死者身形尺寸、焚烧现场，可推断死者是关守信。而与死者有矛盾的丁怀德，此时杳无音讯，去向不明。诸位对此有何看法？李正，大人问你话呢。小人乡野村夫，哪懂得办案呢？这种事，小人说不来。李正，你就说说你的看法，说错也不打紧。依我看，定是丁怀德纵火烧了关守信，然后怕事情败露，所以逃之夭夭。那你可知丁怀德为何要烧了关守信？许是之前闹了一顿，丁怀德怀恨在心吧。那你可知丁怀德是个习武高手？他来村子之前是做什么勾当的？不，他顶多会些拳脚功夫，恫吓村民还行，实则拿不上台面，算不得高手啊。至于之前做什么勾当，小的也不清楚，从来没听他提起过呀。这倒是跟李正你一样，以前做什么勾当都不清不楚的。谢仵作真爱说笑，小人祖上是正当商人，走南闯北的，没有不清不楚这回事啊。丁怀德既然会些拳脚功夫，打架斗殴占尽优势，想必也不会被关守信欺负了。他为何还要纵火杀人，在本官面前铤而走险？这个小的也想不清楚。听说你与关怀德关系不错，村中就属你两家最为富裕，你们之前是否有什么事瞒着本官？李善人再次摇摇头，而且低着头，不打算再开口了。范捕快，明天你和范周去调查丁怀德与关守信当初的争执原因。村子里那么多人，看看能否有意外收获。大家都累了一天了，回去歇息，明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谢子云回到房间中，躺下后怎么也睡不着，总觉得自己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刘元意外死亡，王捕头调查之后发现端倪，万桥村里就丁怀德与刘元有往来，丁怀德的嫌疑很大，但王捕头却认为李正、李善人有嫌疑，并且还不知道从哪里得知刘元之死与楚王的密宝有关。王捕头惨遭杀害，凶手断定不止一人。随后他们来到断桥村，村中的关守信突然就被烧死，显然又是一起蓄意谋杀。而这个时候，关键人物丁怀德失踪了。难道真的是丁怀德杀了王捕头，被关守信看到了，然后关守信想向萧逸举报丁怀德，所以丁怀德把他杀了？不，绝对不是这么简单。萧逸打开房门，看到谢子云穿着单薄的衣服，那玲珑有致的身材一览无遗，肢如凝霜肤胜雪，窈窕丰腰似柳枝，一颦一笑动心神。萧大人，夜深了，你寻本官何事？风凉，咱们进去说。夜深人静，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不太好，有事儿你在这门口说了。哼，没事了。怎么就生气了呢？男女有别，不让他进来是为他好呀。萧逸皱着眉头想了想，敲响了谢子云的房门。谢姑娘，你刚刚找本官有何事？谢子云故意装作没听见，让他也吹一吹夜风，试试外面有多凉快。萧逸等待了一会儿之后，只觉得夏季的夜有些凉，只好回了自己屋中。次日一早，范大鹏带着捕快四处打听关守信的事儿，李善人则带着一群人在村子里搜索丁怀德的下落。大人，属下认为丁怀德未必是杀死关守信的凶手。何以见得？大人昨日不是说过丁怀德没有必要铤而走险吗？他若与关守信有不共戴天之仇，为何不早些杀了，或者晚些再杀？哼，除非关守信知道他不可告人的秘密，并且打算在今日泄露出来，所以他不得不铤而走险。
若是如此，那他杀了关守信之后，也不必逃之夭夭，落人口实。倘若装成无所察觉的样子，我等未必就能够发现是他做的。许是他怕事情败露，所以逃之夭夭，免得落于网中，后悔莫及。若是他害怕落入恢恢法网，想趁早逃离，就该收拾细软衣裳。你是想说这些吧？丁怀德的举动，处处透露着不合理的地方。本官怀疑他已经死了。啊？昨天在关守信家中，本官看到那倒塌的土墙，并非全是烧塌的，而是在烧毁之前便遭到破坏。从现场痕迹来看，不排除有2名高手正在打斗，其中一人撞在那堵墙上，导致其根基不稳，最后才被烧毁的房梁砸塌。2名高手，杀害王捕头的凶手就不止1名？难道烧死的关守信手脚都被束缚着，身上没有骨折的痕迹，定然不是他跟丁怀德打斗的。本官猜疑，当天晚上那关家还有一个人。那是谁？大人，属下已经询问了村子里所有人，没人知道他们斗殴的理由是什么。不过有个人提起，2人反目之前说过钥匙之类的话。什么钥匙？丁怀德的妻子说，丁怀德有一把钥匙，洗澡的时候都不肯摘下，十分宝贝啊。王捕头当初腹部的淤青，你说过是一把钥匙的印子，对吧？确实如此。哈哈哈哈，看来我们都想到一块去了，这必定是楚王秘宝的开启钥匙。王捕头的线索未必准确，是不是楚王秘宝还不知道。这钥匙肯定与关守信被杀有关，他们应该都知道一份有价值的东西。王捕头当初应该是夺到了这把钥匙，只可惜没能逃脱，这也是他突然遇害的主要原因。钥匙在丁怀德手中，王捕头偷到了他的钥匙，知道，于是他便找来关守信一起动手杀了王捕头。后来因为钥匙归属的问题而反目成仇，丁怀德便又杀了关守信。现在证据还是太少了，本官的猜测不一定是准确的。不过本官一直想不明白，王捕头为何猜疑李正？如果他就是第3个人的话，那一切就有迹可循了。你们再去关家找一找，看看有没有遗漏之处。用了午膳，又带人去办案了。萧逸带着谢子云走在断桥村中，没有任何目的，只是走走看看。大人，难道我们不应该去找一找线索吗？该找的线索都找了，再怎么找也找不到更多线索的时候，就该歇一歇，换个思路想案情。在断桥村走了一圈，快到傍晚时分才回了李善人家。李善人吃完晚饭，独自留在书房中，反锁了房门，他便取来了一本最爱的书，一边翻着书，一边在墙壁上写字。他写了8个数字，停下来后打量一番，觉得不甚满意，复又拿起砚台，用了尖角在墙壁上凿字。凿完之后，他再一打量，眼中流露出满意的神色。待到夜深时分，他才推开房门，拿上打更的工具，便走出了院子。李善人就像是平时那样打更提醒村中各户。然而他走到一半之后，向着村子后方走去。村子后方有一栋孤立的小屋子，那个满脸被烧毁的怪人朱平已经灭了灯，像是早就睡了。他越过这最后一间屋子，继续向山路深处走去。一路上他极为小心，不时地张望一下身后，生怕有人跟踪。最后他来到一处隐蔽的山洞入口，确定周围没有人之后，挑着灯笼一头钻了进去。丁怀德，别装神弄鬼的，出来！哼，怎么躲在这里啊？一片寂静，李善人向前靠近了些，只见丁怀德倚着石壁，身上插着一把匕首。李善人倒吸一口冷气，再上前2步，一股腐臭的味道扑鼻而来。死了？你来了？一阵清凉的声音响起，让李善人泛起了一阵鸡皮疙瘩。你很害怕？是你杀了怀德的？对，我杀的。你还要杀我？对，我还要杀你。哼，钥匙不在我身上，你要是杀我，你什么也得不到。没关系，我会找到的。你杀了怀德，可以拿走他那一份，大家井水不犯河水不好吗？这本来就全都是我的，是你们不要脸抢了我的东西。这么说，刘元当初是你杀的？不错，他变卖的太快，
而你们贪得无厌，迟早会把属于我的东西都侵吞掉。现在，轮到你们了。李善人强迫自己镇定下来，黑暗之中谁也看不到谁，只要自己不暴露太多，对方也无法判断他的位置。只是等了好一会儿，他突然听到一阵石头移动的声音。糟了！这是暗门被关上的声音，对方竟然想要把他困在这里。王八蛋！你这个王八蛋！你们吸食了我这么多年的心血，不冤了。来到断桥村的第5天，断桥村再次出现了事故，李正、李善人不见了。萧逸站在李家书房口，看着墙壁上留下来的8个数字，久久不语。大人，李家夫人昨夜见李善人出去打更，后来彻夜未归，不知所踪。村民中有人听到他的打更声，大约是往后山方向去了。谢仵作，你怎么看？李善人失踪前留下这些数字，肯定是想告诉我们某些消息。大人请看，这墙壁上不但用笔墨写了8组数字，又用利器再凿刻一番，应该是不想被轻易抹掉，有引人注意的缘故。诶，他凿刻了这些数字之后才出去打更的。要是他想告诉我们某些消息，何不打更前直接跟我们说呀？以李正的性格，恐怕是他不晓得自己是否会出事，所以在书房中留下了隐秘线索。倘若他不出事，那他回来之后大可以慢慢的消去这些数字，神不知鬼不觉。他应是去赴约的，死或生不在自己掌控之中，故而留下此后手。这8个数字或许能告诉我们答案。这数字排成4行，每行2个，毫无规律啊，肯定有其他的含义。这些数字分为4行，应该是刻意而为之，可能2个数字为一组，告诉我们一个信息，然后4个信息联合在一起，就能明白李善人想要告诉我们的事。众人正等着他往下说时，他迅速地走到了桌案前，拿起书桌上的书籍，如果第1个数字代表页数，第2个数字代表位置的话，应该就能够确认出4个字。谢子云连忙翻到了数字代表的页数，然后在上面找出了1个字，用毛笔写在宣纸上。很快，白色的宣纸上落下了4个大字：吊桥之下。范不快，你和洪安留下来找找线索，其余人跟我去吊桥那边。谢子云跟随着萧逸来到吊桥这边。大人，恐怕得放下绳索探看才行。仔细行事，安全为主。何范舟立即与魏国找了绳子，围绕着吊桥木桩，垂放落悬崖。何范舟拽着绳子，慢慢的爬下去，寻找了一番。大人，有发现。何不快，有何发现？快说来。刚刚在桥下一处草丛中发现的，请大人过目。萧逸接过锦囊，解开之后，从中取出了一把钥匙。这一把钥匙瞬间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萧逸很快就将钥匙握进手里。回去议事。众人迅速簇拥着萧逸回到李家。萧逸将手中的钥匙置于桌上，一双眼睛盯着钥匙。倘若王捕头的说辞无误，则此村落中藏匿有楚王秘宝，这钥匙便是开启秘宝的关键所在。诸位饭后查询一番，看看村子中还有什么地方没有找过的，率领乡亲们仔细寻觅一番。大人，您之前说关守信家中可能有第3个人，那这个人会不会就是李善人呢？这钥匙是丁怀德的，他必定是抢了丁怀德的钥匙，将其藏尸，把烧死关守信的罪责推脱给他。倘若如此，那李善人昨晚会见的又是何人？那大人的意思是丁怀德没死？大家不用想了，此时只需要布下天罗地网，等到凶手来头即可。切莫打草惊蛇，这把钥匙暂放在本官身上，以确保万无一失。你且留在家中，本官出去走动走动。大人只带石头一人，若是遇到不测，该如何是好？既然你知道本官的决定，那就不该阻挠本官捉拿凶犯。你舅舅的仇迟早会报的，不要着急回心。大人跟谢姑娘的话，你听明白了吗？原来你不是因为你舅舅的事伤神呐，而是不满谢姑娘与萧大人的默契，暗自神伤啊。范大哥，不要笑话我，我只是想不明白大人的安排。萧大人将钥匙独揽在手，这钥匙关系楚王秘宝，该不会大人他是想……嘿，胡扯乱编！大人他这是想以身作诱饵。那凶手约了李善人，必是为了这把钥匙。大人将钥匙带在自己身上，凶手便要对大人下手，如此才能得到秘宝啊！
如此一来，大人岂不是很危险？哼，现在不担心他抢你的谢姑娘了？范大哥，我是说认真的。青天白日的，那凶手也不敢对大人动手。夜晚时分，诸位弟兄便多加提防，保护大人周全，理应不难。萧毅带着钥匙与石头在村子里面逐个询问乡亲，到底还是没有人知道这把钥匙开的是哪个锁。不过萧毅的目的是达到了，村子里所有人都看到他手里的这把钥匙，他这是在凶手面前展露这把钥匙，好叫凶手生出抢夺之心，自暴行径。众人忙了一天，晚上睡觉时谁都不敢睡死了，都在等着凶手的造访。可结果这一晚上风平浪静，什么事情都没有。谢子云一夜没睡，顶着浓浓的黑眼圈，困得几乎睁不开眼睛。你起晚了，已经过了卯时了，吊桥断了。什么？可知道是什么人干的？昨晚住的最近的一户人家，有个老婆婆隐约看到了，可惜天黑，只知道那人身材消瘦，不知是男是女。凶手断了我们的退路，不让我们走，这是对钥匙势在必得。吊桥垮了，我们无法离开，他随时可以对我们动手。死了一个关守信，走丢了丁怀德和李善人，村子里再无欠缺一人。要么是走失的两人已经死了，凶手藏匿在村子之中；要么走失的两人有一个是真凶，藏匿在那片深山之中。不管如何想，此案仍是疑点重重。求大老爷做主，替我们寻回夫婿。尔等放心，本官必定全力以赴。你二人可知各自夫婿平日最在意哪些东西，哪些人？说来，本官或可从中察觉端倪。两个妇人说了一通，都是无关紧要的。大人，那关守信的尸体要如何处置？已经过了几日，尸体传来一阵恶臭，只怕停放不了多久。谢武做验尸可以完事，若无可再验，那便敛尸入关，一概费用由衙门担负。回大人，已无可再验。关守信家中无人，谢武做敛尸之事，你再找几个村中老者一同办理。是大人。老婆婆，这次可真是多亏了你了。都是乡里乡亲的，能帮一把是一把。不过，你们到时候可得给我弄一副更好的棺材陪我才行哦。放心，大人不会食言的。婆婆，你帮我一把，将这尸体抬进棺材之中。这也是个可怜的，听说是丁怀德放的火吧？只是怀疑，还没有证据证明。丁怀德可真是凶狠，打了关守信一顿就罢了，还要放火杀人。要不是你们来了，这村子里就没人能治得了他了。谢子云听得这话，脑海中忽然闪过了一道亮光，那是他迟迟未能抓到，他不由得全身一震，惊讶地看向手底下的关守信的尸体。大人，深山中有人发现李善人的尸体了。老婆婆，你先请回去，连尸的事情等我回来再说。我得去看看李正的尸体，这次白累你走一趟了。你快去吧，老婆子我腿脚慢，想看这热闹也看不成嘞。走进一片猛恶老林中，只见这儿古木参天，浓荫匝壁，一具尸体悬挂在高大的树干上，在空中晃晃荡荡的。萧毅一马当先，来到尸体下方后，下令将尸体放下。死者李善人，身高5尺2寸，死因是中间这一剑，刺伤体内气燥。另外2剑也对死者生前造成重大创伤，脖子有勒痕，印很浅，乃死后被他人悬吊所致。口唇干裂，死者死前有青状脱水现象。谢武做，青状脱水现象作何解？就是长时间内没有喝水，口渴唇干。据我师父说，若人7天不进食，尚存一息；若3天不进水，即可收尸。死者身上未形成尸斑，尸僵现象微弱，伤口处还有血液淌出，可推断死者大约在今日凌晨丑时至寅时被杀害。双手手指有划痕，指甲之中含有石屑，生前应该有推抓过某块质地较脆的石头。鞋子底部泥土湿润，与此地的泥土不大相同，死者应该是在一片潮湿的地方。综上所述，属下认为此地并非凶杀现场，将死者尸体悬高也是为了引人注意。死者死前在一个阴暗潮湿的地方，可能是地牢之类，死后尸体被移到此地。萧毅望着离山人的尸体，正要说话，天空下起了毛毛细雨，他只好让捕快把尸体抬回去，再做推断。吊桥已断，凶手被思详细，我等如今已成瓮中之鳖，虽不知那凶手何时来犯，但要是在本官手中，他迟早要来。
只是守株待兔并非良举，亦无千日防贼之道理，诸位有何良策？大人，吊桥虽断，但外界偶尔也有人来断桥村，我们只需要守在桥头那边，待有人来了，互相呼应，便可搭成索道。届时我等便可携带钥匙离开。若是我们携带钥匙离开此村，则凶手急于寻回钥匙，固然会跟着离开村子，届时找到机会，便可将其捉拿归案。此案扑朔迷离，虽然浮云能蔽日，云霭重重，但总有云散日明之时。若是此时退走他处不了了之，叫百姓如何看待官府衙门？又要如何相信天理昭昭？大人，小人知错了。大人，属下还发现了一条线索。哦，什么线索？属下练尸时，那同来帮忙的老婆婆曾说关守信与丁怀德打过一场恶架，范捕快可还记得？记得。我等不也因此率先怀疑了丁怀德吗？不错。老婆婆还说了一句话，形容这场恶战，那就是关守信被丁怀德打落了牙齿。是有这回事，这又怎么了？大人，那烧焦的尸体牙齿齐全，并未掉落。谢子云撑开了焦尸的嘴巴，让众人看个明白，的确牙齿齐全，一个不差。来人，在，随本官缉拿真凶。一群人浩浩荡荡地向着深山的方向走去，但萧逸却没有上山的意思，而是带着众人来到了朱平的家。朱平，一个毁了容貌的哑巴，看到一大群人涌入他家院子中，愣神了半晌。你可是朱平？范捕快，将他捉拿归案，回李家受审。朱平是凶手，他一点都没有想明白啊。朱平，本官问你话，你用笔墨答话，可听明白？朱平，本官问你，你是何方人士？更年几许？如何毁容？你一一写来。朱平顿了顿，随后提笔在宣纸上慢慢的写着：草民本南郡江陵人士，虚长33，幼时贪玩，打翻烛火毁容。好，那你现在取下纱布，让本官亲眼目睹一番。草民容貌丑陋，不堪入目，恐污了大人眼睛，还请大人开恩，留草民一份脸面自尊。你不取下纱布，本官如何知道你是不是朱平？将面纱取下。朱平迅猛地冲向了萧逸，一手锁喉，扣钳向萧逸的脖子。大人小心！朱平喷出了一口鲜血，整个人飞扑出去。可他到底有些武艺，强行扭转了身子，将旁边的谢子云给拽入怀里。不许动，否则我就杀了。他字还没有出口，萧逸便欺身近前，一把锋利的匕首插入了朱平的小臂上。他迅速地拔出了小臂上的匕首，还没有来得及动作，范大鹏和何范舟等人的钢刀便架在了他的脖子上。混账东西！萧逸搂着谢子云的腰，冷冷地警惕着朱平，将他给本官捆起来，免得他再伤人命。范大鹏趁机扯下了朱平脸上的纱布，露出了一张苍黄的脸庞，并无烧毁痕迹，赫然是关守信。没想到萧大人武功如此了得，我认栽了。哼，你也不冤。若非今日谢仵作一语道破尸体上的玄机，本官说不定还要再等上几日，方能引你上钩。你怎么识破我身份的？何范舟立即把牙齿一说复述一遍，关守信听完哑然失笑。原来如此，没想到我竟栽在这小小的一颗牙齿里了。那你现在可愿招供你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哼，看来你还不肯坦白。那好，本官问你，你为何烧毁自家？家中为何又有朱平的尸体？你又为何要伪装成朱平？大人问你话，还不回话？你们想要我说什么？我无话可说。既然他不说，那就由本官替他说。那草民就听大人如何说，说的故事精不精彩？据本官所知，丁怀德曾有一把钥匙，就是本官手中的这一把。而这钥匙的用途应该是开启某些财富的，他将其视为性命，藏得十分隐秘。有一天，衙门的王捕头来到这个村子，查询一桩旧案，盯上了与刘源有生意来往的丁怀德。丁怀德一不小心暴露了钥匙的事，
王捕头巧妙地夺走了这把钥匙。为了夺回这把钥匙，丁怀德就对王捕头动了杀意。而王捕头身上伤痕杂乱，谢仵作已经明确检验过，他是死在多数起雾者的手中，绝非一人。因此可见，丁怀德还有同伙。王捕头的尸体被带走之后，根据丁家妇人所言，丁怀德从那日便总是往山林中跑，说是想打些猎物回去吃，可他从未抓获猎物。本官由此可断定，王捕头在临死之际肯定是把钥匙丢到山林中的某个地方，所以呢，丁怀德才会流连于山林寻找这把钥匙。巧的是，那个时候你关守信也在林中转悠，村里人说你是在寻找草药，是吗？既然你是在找草药，为何却要和丁怀德打架？当时有村民路过，看到丁怀德打落了你的一颗牙齿，而你们打架的起因就是一把钥匙。哦，那是丁怀德说什么钥匙的，草民当初一句都没听懂，他突然就冲过来揍我。如今听了萧大人的话，这才茅塞顿开。是这样吗？那本官就有些好奇了。丁怀德遗失了钥匙，他的同伴为何不帮他寻找？许是他不愿意让他的同伴帮忙寻找呢？有理，但本官认为，或许你就是他的同伙，正在帮他寻找钥匙。毕竟方才你那手功夫，相信当丁怀德的同伙是绰绰有余的。胡说八道！我若是他的同伴，他为何还要打我？大人浮想联翩，不写话本传奇，可真是浪费了天资。哼，你刚刚不是说了吗？他不愿意同伙帮他寻找钥匙，甚至担心同伙捡走了他的钥匙，夺走了原本属于他的秘宝。哼！随后本官便抵达断桥村，丁怀德和他的同伙知道本官是来调查王捕头一案的，心中慌张，但他们明白若是离开，无异于此地无银300两，所以他们就留了下来，想与本官周旋到底。而这时你家着火了，朱平死在你家中，你冒充朱平演了一出金蝉脱壳之戏，摆脱了关守信这个身份，想必是要让那朱平替你承担骂名。这个朱平年幼时毁容，面目可憎，常年以纱布裹住脸颊，他还是个哑巴，是几年前来到你们村子里落户的，平日里他没有跟任何人来往，又因为哑巴难以开口说话，村子里的人也不太愿意接触他，关键是他体型与你一样，所以你选择他作为你的替身。那朱平是如何到官家的？本官认为他是被强行抓来的，以关守信的武功，抓捕一个睡梦中毫无防备的人应该不难。你捆住他之后，便纵火烧了房屋，把朱平给烧死，然后自己在脸上缠着纱布，冒充朱平回朱家潜伏起来。谢仵作已经发现朱平的尸体上有捆绑的烧痕，而且还找到了一节绳索，他在你家中死，你在他家中活，你敢说这跟你没关系吗？纵火烧死朱平的人就是你，你还不承认？若草民说纵火的是丁怀德，大人信吗？丁怀德他为何要到你家里纵火？因为他想杀了草民。他为何要杀你？因为你知道他的秘密，你就是他杀害王捕头的同伙，他要杀你灭口，是不是？是，我的确是他的同伙。那你就是那擅长用刀的帮凶，对不对？我不是用刀的那个，用刀的是李善人。我擅长用弓箭，从始至终我没有对王捕头放过一箭，都是射在他周边，让他无法迅速逃离罢了。这么说，那王捕头和李善人是丁怀德杀的，你顶多算个帮凶。不仅如此，朱平也是丁怀德杀的。大人别看丁怀德5大3粗，其实最为阴狠毒辣，而且独自吞占一笔巨大的财富。他本来是想要杀我，我提前得到李善人的打更警示，便率先把朱平给绑了过来丢床上，而我则在暗中观察着。结果丁怀德在屋外听到屋内的呼吸声，以为是我，便纵火烧屋，烧死了朱平。哦，竟然还有这事儿？不错，而且他此时已经逃离了断桥村，不知所踪了。你在撒谎！你既然是丁怀德的同伙，那丁怀德便知道你武功不凡，虽然火势汹汹，但未必能够烧得死你。他若是精明之辈，潜入房中杀你，才是最合适的做法。唉，见你忽然口若悬河，供认不讳，本官便知你在撒谎，想要误导本官。还有，你那烧毁的房屋中，我们发现多处打斗的痕迹，你可别说是闲着无聊，
把桌椅全部都砸碎了。关守信，丁怀德绝无放火烧你的理由，火是你纵的，人是你烧死的，你还想狡辩不成？对，朱平的确是我杀的，你要杀要剐，悉听尊便。你罪恶滔天，死有余辜，但是此案还有许多未明之处，本官要你仔细回答。倘若不回答呢？你能拿我怎么着？哼，那老子就替王捕头先揍上一顿。其他捕快闻言也纷纷踹上几脚，尤其是何半洲，下了狠劲发泄不满。你们3个名字中带有人、信、德，又是差不多时间到这断桥村，你们的过往无人知晓，从不肯对家人提起，又有王捕头提及楚王秘宝的事儿，本官若是没有猜错的话，你们的真实身份便是楚王的护卫，是不是？只是本官想不明白，为何只有丁怀德有钥匙呢？当初第一个来到这村子的可是你关守信呢。楚王都已经垮台了，即便丁怀德是头，我想你和李善人也会想方设法杀了他，夺下钥匙，享受荣华富贵吧。可村子里，李善人和丁怀德都是有钱人，而你却过得平淡朴素，难道是他们2个合伙欺压你？先把他捆实了关押起来，待本官找到秘宝之后，再带他回去慢慢炮制。找吧，找吧，看你们找到什么时候。谢仵作已经得知李善人死之前在一处潮湿的地方待过，本官相信他是去了藏宝之地。不管是王捕头偷到钥匙，还是李善人死去的老林，都充分说明藏宝之地就在老林至深山一带，不会太远。你不愿开口，本官也懒得听了。待本官把秘宝取走之后，你就在牢狱里好好等待死刑。你罪责难逃，本官则要升官发财了。你拿不到秘宝的。哼，哦，为何？是因为开启秘宝的钥匙还需要一把吗？你怎么知道？李善人托付给本官的这把钥匙就是丁怀德的，可是刚才得谢仵作提醒，想起那李善人刚到断桥村时就腰缠万贯，而钥匙在丁怀德手中，李善人哪来的钱财？啊，除非开启楚王的秘宝需要2把钥匙，一把在丁怀德的身上，另一把就在李善人身上。所以村子里的人都说，丁怀德犯浑的时候，只有李正能呵止他。本官曾从书中看到过一个奇特的锁，乃机关大师所作，名为9宫锁，需要9个人在8个方位的锁孔与上方锁孔同时插入钥匙并扭动，才可开锁。只可惜这种锁已经失传了。后来云霄曾跟我说过，南郡有人模仿出了简易的9宫锁，名为3才锁，只需要3个人同时用3把钥匙即可开锁。啊，难道是3把钥匙？关守信，另外2把钥匙在何方？你虽机敏，但我已将钥匙藏在了极为隐蔽的地方，你们是找不到的。楚王是逆贼，早已被朝廷诛杀，你继续忠臣于逆贼，光这一条就够要你命的了。那你倒是把我杀了呀！自会有人断你罪名。来人，将他押下去，仔细看管。如今最重要的是先把桥修好，方便出入，村里的乡亲也能安心。萧逸点点头。此事本官已让村中乡亲帮忙，多半明天就会有结果。关守信把钥匙藏了起来，只怕不容易找。大人有什么好办法吗？最好的办法就是从关守信口中问出下落。只怕不太可能吧。每个人都会有他的弱点，只要找到关守信的弱点，那就能够让他说出钥匙和宝藏的下落。那你知道关守信的弱点吗？他可没有亲人，而且没有任何来往的好友，乡亲邻里也就是点头之交。我看到他似乎对楚王还怀着忠诚之意，想必是楚王的死忠人士。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他还没有放下，可见是顽石的性子。所以只要有机会，他还是想着要给楚王效忠的。楚王都已经死了，他还能效什么忠？也许真的有楚王的私生子还活着。大人，小人在深山中发现了一条人腿。人腿？你没看花眼？是一条人腿，上面还有鞋子呢。带路。就在这个地方，我看到有一条狼叼着一条人腿，吓得我掉头就跑。狼？
他立即让乡亲们在周围帮忙找一找，看看有没有什么发现。没过多久，便发现了一个隐秘的山洞。这山洞有人为的痕迹，可能人为挖出来的。大人，是丁怀德。切勿坐，你一眼看一番。大人，这里还有一个入口。进了下方通道，走到尽头的时候，一个银色的庞然大物正对着众人。竟然用银子打造了一口宝箱，这也太奢侈了吧！这不是银，银质地软，不可能用银子打造宝箱。不错，这是比较奇金，质地坚硬，刀剑都无法在上面留下划痕。想要打开这种宝箱，除了用钥匙，别无他法。那么，这就是楚王的秘宝吗？楚王的秘宝绝不止这么一点儿。你们看，这箱子上有个烙印，3个锁孔中间有一个8字。难道楚王的秘宝不止一处？这里是第8处的意思吗？这是第8箱，并非第8处。楚王率先将财富都转移出府，肯定会找一个很安全的地方，而这里一点防备机关都没有。这么说，这一箱的秘藏是意外流落的吗？只怕是如此了。关守信3人应该是趁乱盗走了这箱宝藏，然后躲到这里来隐姓埋名。据我所知，楚王那么庞大的秘宝，肯定会有不少人守着，不可能只有他们3个。萧毅让一名捕快和几个村民留下，他则带着谢子云与其他村民返回村子。丁怀德的尸体被丢在了山洞之中，你这藏尸的手法可不太高明。哼，那是李善人多此一举，把密洞的尸体拽了出来，我只不过是来不及处理罢了。哦，这么说李善人之前去了的密洞，然后被你关了起来，是不是？是又怎样？切，你为何又将李善人放出来？直接让他饿死在密洞里不是更好吗？我没想到他会给你们留下线索，让你们拿到钥匙。钥匙在你们手上，那可比留在李善人手里更加棘手。为了分散萧毅的注意力，关守信便把李善人推到了他们眼前，让他们知道凶手是个擅长使用弓箭的高手。萧毅的手下并不多，为了盘查线索，肯定做左支右拙。到时候他瞧准机会，从萧毅手中抢走钥匙，便可大功告成。只是他没想到，他布下的这一手计谋还没有派上用场，谢子云就查出了他伪冒身份的真相。更没有想到萧毅会武功，他这计策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成功。的确，如果本官看到李善人和关守信都死了，只有一个丁怀德下落不明，说不定就会全力逮捕丁怀德。秘宝我们也找到了，现在就只缺2把钥匙了。那你可以抱着秘宝睡了，只可惜你到死都不可能打开这个宝箱，得到里面的宝物。的确，所以本官打算用锤子直接把宝箱给锤烂，到时候再熔炼成金子银子，你看如何？你疯了呀？那可是1箱子的宝藏，要是你砸了箱子，里面的机关就会触发，箱子夹藏的毒液便会把所有的宝贝都毁掉，尤其是那些古文书画。你不愿意把钥匙交出来，那本官只好把这些宝贝都毁了，至少那些金银还是在的吧，拿出去也能换不少钱。我查验了死者全身，发现有许多伤痕，看伤痕的切口，应该是这把匕首造成的。丁怀德显然武艺不错，很多伤口都不是在要害之处，应该是被他避开了。但是这匕首最后的一击，直接刺入了他的胸口，刺破了内脏，这才导致丁怀德死去。从这匕首插入死者的角度，可以大致的推断出凶手的身高，5尺4寸左右，发力很大，应该是练过功夫的高手。按照死者尸体上的死亡特征，属下推测，死者死亡时间大约在4天前夜晚。因为死亡时间有些长久，再加上密洞的潮湿环境，无法更进一步确定具体时间。那就是纵火案前后，对吗？不错。还有一点比较可疑，丁怀德的脖子上有一条绳索，经过确认，是丁怀德生前用来挂钥匙的。钥匙如果不见了，他总不至于佩戴一条绳索吧？属下怀疑他死之前是带着钥匙的。他既然找到了钥匙，那为何还要杀关守信？会不会不是丁怀德要杀关守信，而是关守信要杀丁怀德？他把丁怀德骗过来，然后杀了，再将丁怀德的尸体藏起来，自己用猪皮做替身，然后栽赃嫁祸给丁怀德。有道理，丁怀德发现他居心不良，便与他大打出手，结果关守信早有算计，将他杀了。可李善人也是他们2个的同伙，此时的他又在做些什么？那一夜我一直在尾随着他，他在丁怀德和关守信的院子都停留了一会儿，
但没有任何异样举动。我想他应该是发现了不对劲，所以不敢去赴约吧。幸好那天李山人没有去赴约，不然关守信3把钥匙拿到手，估计就要远走高飞了。现在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如今已经明了，就只缺2把钥匙了，就看今晚了。今天晚上难道有什么不一样的？他耐下性子，等着夜晚的到来。他等啊等，就快要睡着的时候，突然间院子里传来了一声闷响，伴随着低沉的惨叫。关守信，发生什么事了？关守信带我去找出2把钥匙，顺便回来认罪了。原来你是故意让看守的放松警惕，让我逃走的。要不然怎么能让你替我们找出2把钥匙啊？关守信再次被关进柴房里，萧逸拿着3把钥匙走向大厅，宝箱抬回来了，就安置在大厅里面。这锁得3人一起开。萧逸将钥匙递给了石头和谢子云，谢子云接过钥匙之后，与萧逸一起打开了箱子。严密的箱子出现了一道缝隙，萧逸轻轻一掀，箱子随之而开，一阵珠光宝气冲天而起。这箱子里面非但有金元宝，还有许多价值不菲的珍珠、夜明珠、玛瑙、翡翠。至于那些孤本书画，价值更是不可估量。萧逸只是看了一眼，很快就将箱子盖了起来。怎么关起来了？让我再多看一会儿呗。我不拿，真的。这些都是要上交给朝廷的，还是不要妄想了。大人啊，上交给朝廷，朝廷到时候会不会怀疑大人私吞了一部分呢？这里显然少了一部分，应该是被他们3个拿走了。可朝廷未必会体恤大人呢。无妨，朝廷会查清楚的。宝箱再次锁上，萧逸将钥匙都收回手中，这才吩咐大家回去歇息，明日便赶往锦城，把案子过一过公堂。你真不去锦城？我只是一名仵作，锦城就不去了。离开家里这么多天，娘该担心我了，我就先回周潭县敬候大人佳音吧。那行，你且先回去，好好歇息。何不快，你陪着谢仵作回去。大人真是傻，这么一大笔财富，要是拿来修水坝的话，那该多好啊！这笔财富可留不得。啊？为何？朝廷一直在查楚王秘宝的下落，要是发现大人突然出手大方，从而调查出大人有楚王的秘宝，那大人就吃不了兜着走了。关守信他们3个人就是因为这一点，所以才一直不敢太张扬。大人和我都猜想，那刘源是帮丁怀德出售楚王的秘宝，所以每次带走的东西很轻，带回来的银子却很重。因为某些缘故，他被关守信杀了。哼，丁怀德死了真是太便宜他了，没能让他血债血偿。他也是罪有应得，死无全尸。要不是我们去得快，只怕骨头都要进了野狼的肚子。天色不早了，我们还是想想今晚在哪里过夜吧。有河泛舟这个捕快，很快就找到了一户人家，借宿一晚。村子里刚好有牛车，第2天一早，他们便坐上牛车往周潭巷方向赶去。到了周潭县，河泛舟去了王捕头家，而谢子云则换了牛车，再往老陶村赶去。你看看你，哪有女孩子像你这样的，还没成亲就跟着一群男子四处乱跑。没办法，都是为了生活而奔波。这次破了案子，萧大人肯定会受到上头的重视和朝廷的赏赐，到时候大人一高兴，或许也会给我一些赏银，嘿嘿。我看你啊，越来越像是个小财迷了。我想着，要不咱们搬到县城里住吧？你怎么会有这想法？娘知道你们姐弟2个现在都有些收入，但住在县城里可是要花不少钱的，光是住的地方就是个问题。娘，我和弟弟每次回来都得走好长的路，早上还得早早的起床去应卯。要是住得近一点，那我们就不用那么赶了。娘，要是我们住在县城里，子琪就可以天天晚上回家了。他在牢狱里面的差事虽然闲，但是不能走开太久，吃的也不怎么好。他还在长身体的时候，营养要是跟不上的话，以后就很难长开身子了。那咱们打听打听，看看县城里的房子要多少钱。只要合适的，在他们的经济允许范围内的，他想都可以租下来。嘿嘿，我也这般想，就是担心娘不答应，所以没敢提出来。进县城里住得花不少钱呢，娘也是想替你们省点钱呢。既然你们姐弟2个都有这个想法，那娘就听你们的，找到合适的房子就搬进城里住。子琪，
招娣似乎不想咱们搬走呢。你什么意思啊？你少在这里给我装糊涂！你要一直想让你和林招娣定亲，你难道不知道？不知道，我也没说过喜欢他呀。他就像个男孩子，哪有一点像女孩子了？娘本来有这方面的打算，既然你没这个意思，那我跟娘说清楚，免得耽误人家。我才14岁而已啊。谢子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吴氏，吴氏听完之后一阵叹息，不再言语。接下来2天，谢子云托衙门里的衙役找房子，他们一开口，那些衙子纷纷来出动，很快就给谢子云找到了满意的房子。高师爷，我如今搬入县城，如了你心意，可日子却过得穷巴巴的，你可要跟萧大人替我美言几句，他升官发财，好歹也给我们分一些辛苦费吧。做人不能忘本啊。哎，这恐怕不行啊，在下可是清流，做不来阿谀奉承之事。不过谢仵作有困难的话，在下也愿意慷慨解囊，只要谢仵作记住这份恩情就行。谢仵作最近经常告假，本官可是给了他很高俸禄的。人家的确有些本事，你那点俸禄也好意思叫高？哼，谢仵作被你压榨了都没说什么，你好意思的？谢仵作有本事，是匹千里马，可本官是伯乐，没本官的话，没听说过伯乐很抠门儿。他要搬进城里来住，方便日后查案。现在正忙着搬家，衙门里又没事，放他几日假无甚大碍的。他想通了，搬城里来住也好，省得每次出了事故还要派人去他家里找他的。3天之后，谢子云雇佣了一辆牛车，将家里有用的东西都搬到县城里去，安置妥当之后，便算是入住了。谢仵作乔迁之喜，你去吗？劳累一天，歇歇也好。谢家，谢子云看到一大群人来了，哭笑不得。他原本只是想要简便行事，没想过要摆酒宴，可这些人来了，他就更不好跟他们说没摆酒请客了。母女2个商量了一下，决定让谢子琪去附近的酒楼饭馆里面订下2桌酒菜，让他们送过来应付这些不请自来的客人。众人有说有笑的聊着，这时萧逸和高云霄来了。谢仵作乔迁之喜，怎不知会我与大人一声啊？大人和高师爷身负重任，废寝忘食尚不足以理政事，通宵达旦亦是常有之事，小女子怎敢滋扰二位？大人，高师爷，里边请。小小心意，恭贺你乔迁之喜。人来就好了，还带什么礼物？真是太客气了。应该的。有事儿？你该不会没准备礼物吧？大人性情中人，一点也不客气呢。我出去一趟。快开宴了，大人还是先进去吧。谢子琪得了姐姐的示意，拉着萧逸往里面走。萧逸在高云霄等人意味深长的注视下坐了下来，众人吵吵闹闹的喝了起来。子云，你别再喝了，喝多了对身体不好。娘，我没事儿，我压根就喝不醉。你上次不就喝醉了吗？怎么忘记了？那次要不是大人送你回来，你还不知道要留在哪里过夜。举手之劳。大人，那日你送我回家，我可是说了什么话，或者做了什么事儿，惹你生气了？若是没有，你为何要罚我在家反省？哎，你快说说，怎么好端端的就罚谢仵作在家反省啊？那还不是因为他。萧逸刚要开口，谢子云胃中就一阵翻江倒海，将那些刚吃进腹中的食物全都吐在了萧逸身上。我想我知道你为何要罚谢仵作反省了。大人，我不是故意的，对不住，大人，我你这死丫头，你怎么可以往大人身上吐呢？我要你不要多喝，你偏不听，这下好了，将大人身上吐的。娘，我头好晕，我好难受。大人，子云不是故意要吐在你身上的，你能不能不要责怪他？无妨，本官还有事要处理，就此告辞。谢仵作的胆子可真是大呀，竟然敢往大人身上吐秽物。死丫头，装睡是吧？
嘿，娘，还是你最了解我，一下子就能够看出我是在装睡。你是从我肚子里爬出来的，你撅一下屁股，我就知道你拉的是什么屎。娘，方才我若是不装睡，那大人肯定会怪死我的。你个机灵鬼儿！娘，您说大人明天会因为这事怪我吗？应该不会吧。院子里吃的差不多了，一群人都醉醺醺的回去，吴氏亲自把他们送了出去。阿叔，你有什么事吗？我是想来报案子的。我在山上发现了一只胳膊。什么样的胳膊？猎户用双手比划了一下。腐烂了，大概这么长，我看着像是女人的。那你快进衙门里去，跟衙门里的捕快说清楚，衙门才会派人去调查。这会不会到时候怀疑到我头上来？如果你知情不报，到时候查到你头上，你的嫌疑就更大了。如今你进去报案，只要你是清白的，大人不会冤枉你的。猎户受到谢子云的鼓励后，这才下定决心，跟着谢子云进了衙门，找当值的捕快报案。这位大叔在山上发现了一只胳膊。胳膊？到底是怎么回事？你速速说来。捕快大人，草民是个猎户，昨日上山打猎的时候，我家旺福找到了一只腐烂的胳膊，上面有很多泥土。草民一开始还以为是树根，仔细一看是人身上的手臂。你叫什么名字？家住何方？旺福是谁？在什么地方发现手臂的？草民胡鑫家住新野村，旺福是草民养的猎狗。草民以打猎为生，时常上山打猎。昨夜在新野村后面的山里打猎，发现了胳膊。那胳膊现在在什么地方？草民当时怕极了，将那胳膊丢在了山上，自己跑下山回家了。你确定你看到的是胳膊？会不会是别的东西？不会的，我不会认错的。大人，你要是不信，你可以随我去查探，那胳膊肯定还在山上。你稍等，我去禀告大人。你先请他在衙门客房里住一宿。一截手臂，这不会又是一起杀人案件吧？新野村距离不远，明日去看看就知道了。这小小县城案件倒挺多的。前任县令奉行无为而治，导致此地民心涣散，百姓无法伸冤，便以暴制暴，长年累月下来，该出现的纰漏自然就出现了。不仅如此啊，我看多处地方都是如此。然而朝廷却不知此弊端，考纪不严，整个官僚体系臃肿而无用啊。谢子云回了家里歇息，他知道明天肯定又要外出查案，所以早早的做好了准备。果然，第二天他到衙门的时候，萧毅便让他带齐东西，准备去案发现场。在胡鑫的带领下，一行人迅速的赶去新叶村。中午时分，萧毅便带着众人来到了新叶村，所有人随着胡鑫往后山走去。新叶村的后山只是个小山，穿过小山就能看到另一个村子。大人，就是在这个地方发现的。胡鑫，你说你是个猎户，以打猎为生，可这小山头能打到什么猎物？不瞒大人，草民打猎的地方都是往叶家村那边的大山去的，常常一去就要好几天。这里是草民放置陷阱捕猎的地方，虽然猎物少了点，但或多或少有些意外收获。是女性的手臂，大人，我怀疑附近藏有一具女尸。所有人都去找一找。大家仔细一点，这具女尸被埋在土里面，看到可疑地面就挖一挖。这儿经常有村妇经过，应是路过的村妇被凶手袭击造成的命案。范大鹏，你带2个人到周围村子问一问，看看最近有没有女子走失的。尸体有可能是藏在树下，你们都留意一下。这手臂分明是人的手臂，你家的猎狗是从哪叼来的？该不会是咬断某个妇人的手臂再给你叼过来的吧？柴大哥，这是不可能的，我家福旺可乖了，从来都不会咬人的。而且他叼过来的时候，手臂就已经腐烂了，不可能是刚咬下来的。的确，这手臂的腐烂程度应该有好几天了，不是这2天才造成的。你家旺福呢？把他牵过来，或许他能帮我们找到尸体。胡鑫让猎犬旺福嗅了嗅那腐烂的手臂，那旺福在地上转了一圈，忽然就冲了出去。捕快衙役们急忙跟在后面跑，生怕跟丢了。尸体又不会跑，你急什么？这山路不好走，小心摔了。2人沿着山坳走到尽头，发现一棵老树长在山坳旁边，树根下面非常隐秘。那猎犬正对着这个地方狂吠，何范洲已经带着2个衙役在挖掘了。
萧逸和谢子云刚刚站住脚步，他们便挖到尸体。大人，发现了尸体，但尸体全都被剁成一块一块的，还有了尸躯。谢子云已经做好了准备，蹲在老树根下面，将那些尸体碎块一点一点的捡出来，头颅、手臂、大腿、小腿、胸腔等等部位，谢子云都一一捡了出来。咦，怎么还有3节小腿？这难道不止一个人？别说话，等谢武座检查完尸体再问。谢子云接着往外掏尸体碎块，这些实在太深了。不一会儿，所有的尸体碎块都取出来了。死者一男一女，全身上下都被碎尸体，内脏器官去向不明，怀疑是腐烂了。具体情况，等我先把尸体拼接好了才行。把所有尸体碎块都搬下山，今晚在新叶村过夜。众人应了一声，相互帮忙，抱着恶心的尸体碎块下山。经过一番协商，众人只好在村子中间的空地上过夜。这村子都没有多余的空房子，只有李正家有一间客房，腾出来给萧逸住了。众人吃了一点晚饭之后，便在空地上堆起4处篝火，将中间照得明晃晃的。谢子云一一进行分辨后，又将这些碎块按照原来的位置摆放，很快就出现了2具尸体的雏形。2具尸体的内脏都腐烂了吗？内脏腐烂的很快呀。以前你不是很害怕内脏，看到都会呕吐的吗？怎么这次还敢凑得这么近？你一个女孩子都不怕，我怕什么？看多了就习惯了。其实尸体没什么可怕的，可怕的是活人。何出此言？杀了他们的不就是活人吗？活人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心。尸体既然拼接的差不多了，可以进行尸检了吗？那我开始了。验男性碎尸1具，身高5尺2寸，体胖，年龄大约在35到40之间，身着白色汗衫，所剩衣物无几，胸口有6处创口，创口腐烂程度严重，无法具体推断凶器的形状，初步断定为尖锐物品刺伤。死亡原因无法断定，内脏去向不明，无法进一步做分析。目前只能怀疑是胸口这几处创口刺伤了死者内脏，导致流血过多而死。验女性碎尸1具，死者身高5尺，身形瘦弱，年约30到35，死者身上有多处的生前伤痕迹，怀疑生前遭到暴力袭击，身上衣物全无，胸口处同样有5处尖锐利物刺戳的痕迹。这具女尸的颈部有一道不是很明显的伤痕，而且不完整，脑袋与身躯在这里被砍断了。死者颈部虽然被利器砍断，但却有一条细小的伤口在切面之上，这一道伤痕不大，切口却很深。据我的判断，死者应该就是因为这道伤口流血过多而死。那这女尸胸口被利物刺穿的伤口是死后创伤？女尸是被割破了喉咙致死的，但凶手很有可能切破女尸咽喉之后，对着女尸的身子还捅了几次。在短短的时间内，死者没有死透，胸口这些创伤是在皮肤还有弹性的时候造成的。凶手一刀杀不死人的时候，往往会多刺几刀，这合情合理。谢仵作，你可以推断出这2名受害者的死亡时间吗？从尸体的腐烂程度、埋尸环境的影响来看，死者应该是在6天前的晚上被害的，大约在戌时到次日子时之间。饭捕快还没回来吗？大人呐，卑职刚刚看你们在验尸，便没有打扰，先去用饭了。询问的如何？周围村子可有人走丢？回大人，还真没有。这附近就只有3个村子，除了新叶村就是叶家村、陈家村，3个村子的里正我都问了，没听说有哪家走丢了人的。尸体就在这山坳里发现的，周围几个村子都没有人走丢，难不成是外来人士被杀害了？今天就到这吧，其他的明天再说。谢姑娘，你去李正家的客房休息，本官还有公事要办。那好，我先去休息了。夜渐渐深了，萧逸和2个捕快在李正家院子里面坐着歇息。谢子云美美的睡了一觉。大人，不认识，没见过，你可看仔细了？大人，真不认识，不是我们村子里的人。萧逸只好2人去县城里面请一名画师，把2名死者的头像画出来之后，到各个村子去询问。接下来便只能等待消息了。众人等到了中午时分，叶家村的李正来了，他只是看了一眼，立即就辨认出来。啊，这不是东来和的媳妇吗？他们夫妻俩怎么会死得这么凄惨呢？在萧逸的询问下，2名死者的身份就明了。男性死者名叫叶东来，女性死者是叶东来的妻子何慧云。
他们是叶家村的村民，几天前去走亲戚，没曾想却遇害了。萧逸带着众人来到了叶家村，2具尸体也搬了过来。下回是何人？报上名来。杀人叶明。大人，这2个孩子叫叶明和叶荣，是东来的孩子。东来家里就只有这2个孩子了，孩子们胆小，没见过县令大人，大人不要怪罪呀。昨日范捕快来问你村中可有走丢人口，你为何不说？草民以为东来和他媳妇何慧云去了娘家，所以没往出想，不知道他们俩路上遇害了呀。你怎么知道他们是路上遇害的？青天大老爷，这尸骨从山上挖出来的，这不是路上遇害，是哪里遇害呀？你且起来，本官没问你话的时候，你不要多言。你们最后一次见到你们父母是什么时候？他们可有什么异常？我大舅的女儿出嫁，我爹娘准备过去喝喜酒，因为路远，所以那天他们很早就出门了。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们是在吃晚饭的时候。你呢？我也是。那你们爹娘当天晚上可有什么异样？没有，跟平时没两样。那他们之前有没有说过什么气话呀？你们家最近有没有跟谁结怨呢？有话但说无妨。大人，我们家有个鱼塘，村子里有个叫叶群的家伙，天天来偷我家的鱼，前不久还跟我爹打了一架，明明是他偷了鱼，偏说是自己在河里抓的，2家便结了仇。萧逸立即派捕快们去将叶群带过来审问。叶群是个20多岁的男子，身材消瘦，但是一股子刚劲。叶群，本官问你，你是否跟叶东来打过架？大人，我是跟他打了架，但那次可是他一直在打我，我都没还过手。你们为何打架？哼，他说我偷了他家的鱼，我偷了他家的鱼，他打我也是应该的，所以我没还手。但你却把他给杀了，是不是？不，我没有，我没杀他。那你5月15那天晚上在什么地方？可有人给你作证？大晚上的，我自然是在家里啊。不过我那天晚上去了一次叶东来家的鱼塘。可有人给你作证？大人，我是去偷鱼的，怎么可能给人看到啊？没人给你作证，那你亦有可能去叶东来家中将他杀害了，对不对？冤枉啊！大人，我没杀人，我真的没杀人，我真的只是去偷摸2条鱼。暂且先压下去，好好看管着，待本官取证后再审。你们兄妹俩先回去，本官定会还你们父母一个公道。萧逸让2个人离开，大堂里便只剩下了衙门众人。你认为这叶群是凶手吗？方才看他那神情，不像是说假。大人以为呢？你可不能被他的外表欺骗了，有些惯犯很会伪装，让人错以为他们是无辜的。这叶群这个人秉性不良，最会撒谎哄人了。死者是夜间被杀害的，而且是夫妻2人，很大的可能性是他们在家中被人杀害。凭这一点，萧逸便觉得凶手有可能是叶东来家里人。从尸体的伤痕来看，凶手是极其痛恨叶东来夫妇的，而叶明和叶荣是他们的子女，就算有些矛盾，也不至于用如此激烈的手段，更不至于杀死双亲之后还辣手分尸。大人，不如我们去叶东来的家里看看。叶东来家里很有可能是命案第1现场，仔细查探一番，或许会有意外的收获。大人，本官要查看死者的房间，你们替本官引路。你们父母已经离开了5、6天，为何这床上却是一尘不染？是我天天打扫的缘故。这枕头你可有换过？你们父亲喜欢喝酒？他们都喜欢喝酒。爹是村子里有名的酒鬼，天天都要喝得酩酊大醉，而娘为了干活却不怎么喝，但不忙时她都会陪着爹喝上几杯的。酒坛没封紧，只怕酒水走味了。大人，我们打听到叶东来夫妇俩经常在鱼塘那边守夜，防止有人偷鱼。5月15那天，村子里有不少人看到叶东来夫妇在鱼塘那边干活，很晚都没离开。那天晚上，你们父母什么时候回来的？那天他们回来的很晚，大约是在戌时末回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他们平时也回来的这么晚吗？他们原本是准备第2日去舅家小住几日的，2人在临走前不放心鱼塘，要将鱼塘里的活都安排好，所以才回来的比往日都要晚。去叶东来家的鱼塘看看。一行人来到了一个碧波微漾的鱼塘，
旁边种了一些柳树，是个养鱼的好地方。鱼塘旁边还有一个茅草屋，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这个茅草屋，想看看里面是否有线索。枕头上有血迹，这里有可能是案发第一现场。说这里是案发第一现场，应该有大量的血迹，而这床上的被单却未沾染上一丝血迹。不排除凶手将染血的被单混走。那凶手为何不将沾染血迹的枕头换走？要知道，这2个枕头上的血迹可不少。大人，这里有血迹。大人，你看，这里不仅有血迹，还有一把砍刀。这砍刀上有血腥味儿，其刀口锋利，长度与厚度与2个死者身上数多伤口吻合。根据我的判断，这把砍刀极有可能就是凶手用来将2个死者碎尸的利器。把刀子带回去。众人又搜索了一番，没有其他异样发现，这才回去。大人，我可不是来躲懒的。你可真会挑地方啊，这不错。这里安静，适合思考问题。要是这个时候有一盏茶，一本书，你说那该多好。你是说画本吗？画本是我看的，大人肯定不喜欢。你看那些画本对你没什么帮助。这点我不同意。其实有很多画本挺好的，一些浅显的道理经过讲故事的方式来说明，让人们更容易接受，比那些严谨刻板的四书五经要有趣得多，更让人深以为然。然则四书五经、礼记春秋都是无数前人留下来的智慧结晶，乃是天地间的智慧所在，智慧之书。严谨刻板才不至于误人子弟，不像那些画本满纸荒唐。大人，你说的我不太同意。那些书籍里规定女子要3从4德，贤良淑德，对女子十分苛刻。礼制中，男子可以3妻4妾，女子改嫁却被认为不贞，这对女子而言何等不公。儒学中亦有规劝男子戒淫节欲的说辞，对女子充满敬重之意，你太片面了。你说的不错，我曾经看过一本画本，开题著书者便道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那定是本好书。笑什么？没事，我只是没想到你居然会认为那本画本是好书，觉得有些高兴。老人家，你是来找萧大人的吗？老人家是何人？来此处寻本官，所谓何事？回大人，民妇周娟，系竹亭县人士，听闻大人断案如神，铁面无私，特来找大人告状。竹亭县有县令，老人家为何不去竹亭县告状，反而跑到本官这儿来？民妇所告之人，身份非同一般。那竹亭县的县令向来昏庸，民妇听了大人的事迹，这才斗胆到这儿来告状，还请大人为民妇和那可怜的小女儿伸冤呐。老人家，你先去找一个代笔先生，写一张状纸，递到本县衙门。本官在此地还有个案子需要处理，稍后回了衙门再替你申冤。民妇家贫，无银子找先生代笔写状纸，这才一路寻到此地，想当面向大人告状。本官出来的匆忙，身上没带多少银子，你先且拿去果腹充饥。多谢大人，多谢大人，大人的大恩大德，老婆子我无以为报，来世定当做牛做马报答。先且回去吧，本官还有要事在身。大人，叶群说他当天晚上去叶东来家的鱼塘摸鱼，可是我发现他手肘上有一道伤口，我怀疑这道伤口是他杀害2名死者时与死者搏斗留下的痕迹。大人，我真的是冤枉他，当晚我只是去鱼塘偷鱼，别的什么都没干呢。哼，你若只是偷鱼，为何手肘上有伤口啊？说，是不是你与叶东来搏斗时留下的？我都说了很多遍了，这伤口是我爬上鱼塘的时候不小心摔倒，被一块石子划上的。哼，你时常去偷鱼，早已经对那鱼塘的环境熟悉，又怎会摔倒？再说，你早不伤晚不伤，偏偏那个晚上受伤，这未免太巧合了吧？还是你一开始就在说谎？不是利器所伤，也不是指甲所伤，派几个人去鱼塘那边找找看，有没有沾血的锋利石子。范大鹏立即带着叶群去鱼塘边查看，身后跟这2名衙役风风火火地走了。范捕快还真是火爆脾气，
但愿他能找到一些线索吧。你认为叶群不是凶手，有什么凭证？我们先假设叶明兄妹两个说的是实话，他们的父母很晚的时候才回到家里，然后和他们一起吃晚饭，而后死者夫妻两个入睡，到了亥时左右，凶手便溜进来杀了死者夫妻，并将他们的尸体移走，将杀人现场布置得干干净净。这期间凶手不能惊动兄妹二人，然后伪造成第二天死者夫妻两个早早离开的样子，让兄妹两个不曾怀疑。大人认为这有几分可能性？可能性极低，兄弟俩半夜里应该有所发现才对。不错，凶手要布置好杀人现场，就得将染血的被褥等都拿走，换上了新的。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凶手要做那么多的事情，极不可能。所以你认为叶明兄妹俩在撒谎，没有全盘托出？我发现我们在询问叶荣时，他多次看向叶明，然后才回答我们的问题。很明显，叶荣什么都听从叶明的。那换句话说，他们说谎是为了掩埋某个事实。你认为他们是想掩埋杀害双亲这个事实吗？那可是他们的爹娘。如果当天晚上叶东来夫妇没有回来吃饭，而是在鱼塘小屋里用饭过夜，那鱼塘小屋就是案发第一现场，凶手可以从容地布置现场，那把砍刀和染血的枕头都合情合理的。那叶明兄妹两个为何要隐瞒？死者夫妇没有回家吃饭，这会对他们俩不利吗？派人去查一查叶明，应该就能知道叶明为何要隐瞒真相了。如果叶东来夫妇都在鱼塘小屋里过夜，那么当天晚上叶群去偷鱼，他们会不会发现叶群，然后跟叶群起冲突？这样的话，那就跟范大鹏的推测差不离了。叶群是去偷鱼的，若是被叶东来发现，他的第一反应应该是逃跑，再加上叶东来身形微胖，应该是个力气很大的男子，叶群未必就能杀得了他。退一万步说，叶群即便杀了叶东来，那有可能是一怒之下的错杀，这时候他还敢再杀一个何慧云吗？除非何慧云看到他杀害了叶东来。哼，那枕头上的血迹如何解释？这案子还真是疑点重重。那就抽丝剥茧，从鱼塘小屋那里开始一一排除。鱼塘边的确找到了一块石子，上面还有些血迹，这说明叶群当天晚上确实去偷鱼了，但是叶东来夫妇并没有在鱼塘边守着，所以双方并没有发生冲突。石子上有血，说明叶群去过鱼塘，这并不代表叶东来不在鱼塘小屋里啊，大人。本官判定叶东来不在鱼塘小屋，主要有3点。其一，叶东来夫妇次日就要去外地喝喜酒，自然得穿上体面的衣裳。鱼塘小屋里的衣柜都是些破旧的衣裳，他们肯定得回家里去换。其二，如果当天晚上叶东来夫妇在鱼塘小屋那边用饭过夜，那屋子里应该就留有他们吃剩下的饭菜，还有灯火之类的照明物。可是鱼塘小屋那边什么都没有，不管是油灯蜡烛还是残羹剩菜都没有发现。说不定是被叶蓉收拾干净了呢。她是一个很勤快的女孩，这么多天了，收拾掉也是很有可能的。我们派个人去问问。她的确是个勤劳能干的女孩，正因为如此，她如果去了那鱼塘小屋，就没道理没发现枕头上的血迹。对于女子来说，铺床应该是很常做的家务活才对。这么说，叶蓉极有可能是没有去过这个鱼塘小屋的。还有最关键的第3个原因，叶明曾经说过，叶东来是个酒鬼，他每天都要喝酒。如果鱼塘小屋是案发的第一现场，那么叶东来那天晚上到底有没有喝酒？如果有，那他会在哪里喝？大人，或许叶东来是先回家吃饭，喝完酒之后才来鱼塘的呢。喝完酒醉醺醺的，还守什么鱼塘？叶东来是个酒鬼，他只有喝醉了才会乱封酒坛子，以至于没封盖好。如果他是打了酒带去鱼塘小屋那边喝，那就不会有这种情况。这么说来，叶东来夫妇是在家中被杀害的，那叶群的嫌疑也微乎其微了。他也有可能是去叶东来家中行凶的，毕竟当晚没人看到他有不在场的证明啊。范捕快，你带2个人去调查一下叶明，本官觉得他十分可疑。何捕快，你带2个人去问一问叶群这个人的事情。范捕快怎么对叶群的意见这么大？范捕快急着想要破案，衙门里的捕头位置还空着呢。难怪他如此积极了。叶群在什么地方？你帮我去问问他，还有问一下他身边的人，看他是不是左撇子。没过多久，衙役回来汇报，那叶群的确是一个左撇子。在检验尸体的时候，我发现尸体胸口上的戳伤都是右手造成的，
同样是一块肉，用左手拿匕首和用右手拿匕首刺入肉内，造成的伤口会因为自然而有所差别。叶群是左撇子，如果他杀了叶东来夫妇，那胸口上的出伤应该更偏向中间一点，而且伤口会有细微所青。但尸体上并没有这种现象，凶手是用右手拿着利物刺入2名死者体内的。如此一来，可以确认叶群不是凶手了。排除了叶群，距离真相就更进一步了。两人走到了院子中，等待其他人的回复，直到夜幕时分，范大鹏和范舟才回来汇报新的消息。大人，我们发现叶明确实有嫌疑，将那叶明带来问话。怎么身上全是伤？这家伙企图逃跑，做贼心虚。哼！说吧，为什么要逃跑？我看他们气势汹汹的，一副要杀人的样子，我吓着了，就逃跑了。混账！到了此时此刻，你还敢戏弄本官？你以为本官不敢对你用刑吗？来人，杖20！大人，饶命啊！叶明，本官再问你一次，为何要逃跑？大人，草民真的什么都没干啊！草民是一时害怕被冤枉了，这才犯了糊涂，急于逃窜。冤枉？那你说说，本官如何冤枉你了？草民还不知道大人为何要抓我。你非要我们说出来才肯认罪吗？叶明，你在5月15号那天早上，是不是对你爹叶东来说过“我恨不得你去死”这句话？我那只是随口胡说的。你跟你爹叶东来吵过几次架，对不对？哼，你们为何吵架？要不要我帮你说出来啊？那是他太自私了，我都这么大了，他却不想着给我娶媳妇儿。我喜欢的姑娘只要5两银子的聘礼，他死活不肯拿出来，还说我娶媳妇儿是我的事，让我自己想办法。他的银子要留着买酒喝，这像是父亲会说的话吗？所以你当天晚上趁他喝醉了，就把他给杀了？没有，我没杀他们，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真的，大人，你们相信我。你若没杀人，为何见到我时要逃跑啊？分明是做贼心虚，你爹娘就是被你杀了的，对吧？大人，我那些都是气话，我怎么敢杀人呢？大人明鉴，大人明鉴呐！你憎恨你父亲不给你钱财迎娶心爱之人，所以对你父母施予毒手，这合情合理，不是吗？左邻右舍都证明你们吵闹过，父子之间矛盾很深。大人，寻常百姓家哪有不吵架的？大人若是只因为我们父子俩吵架就断定我是凶手，那草民不服。我们发现你爹娘在家中遭遇杀害的可能性很大。当天夜里，家里只有你们兄妹俩，你妹妹都是看你脸色行事的，显然是畏惧于你。你又有杀人的动机，你还想狡辩吗？大人，我那一天并不在家里，我与父亲置气后便寻朋友去了，到次日傍晚才回的家。你不在家，可有人证？又为何当初你们兄妹俩都说在家中陪父母吃晚饭？你若是不说，那本官便视你为弑父杀母的大不孝之人。届时，只怕刑部决定要将你腰斩都不为过。草民好友叶森可以给草民作证，草民那天与他在一起。叶森现在在何处？就在村内。那你当初为何又谎称与父母共用晚膳？草民一时糊涂，记错了。那你呢？你也记错了？你可是要本官也打你20大棍？说。哥哥不让我说。你但说无妨。那天晚上，你哥哥叶明到底在不在家中？你当天晚上可有听到异样的声音？那天哥哥早上就走了，晚上也没有回来吃饭。你们来找我们之前，哥哥就看到了捕快，是他让我这么说的。他让我说他当天在家里，不然就打我。可有此事？为何要说谎？如实说来。大人，此人便是叶森，刚才一直鬼鬼祟祟地躲在李正家外面。卑职问了旁人，他得知卑职找他，转身就要跑。大人饶命啊！小的知错了，这跟小的没关系啊！闭嘴！在大人面前，你给我老实点，否则有你好受的。叶森，5月15那天你做的事一一说来，本官还可对你从轻发落，否则本官治你罪加一等。5月15那天，叶明来找叶森，向叶森抱怨叶东来无情无义。
叶森安慰了他一番，本想着没多大事，谁知道叶明突然心生歹意，居然要去县城里面偷东西，赚点钱迎娶心爱之人。叶森只是负责把风的，他站在拐角处看着周围的街道，偶尔瞥一眼叶明。那叶明不知道是从哪儿学来的一手开锁技术，打开了玉器店的大门，溜进去了。只是他才刚刚进去没多久，叶森就发现有人来了，连忙叫叶明离开。大人，叶明当时什么都没拿，那玉器店里的宝贝都有另外的锁，他还没来得及开呢。就算他有偷，那小的也没偷啊，小的连玉器店都没进过，小的什么都没干过，求大人开恩呐！县城里的确有一家玉器店出了点事儿，只不过没有丢东西，仅仅是大门被打开了，所以没报案。没想到啊！你们逃走的时候是什么时辰？三哥，我听到打更的人来了，这才叫叶明走的。没错，我听得很清楚。你说的可是句句属实？都是真的。大人要是不信的话，可以去问问如来客栈的掌柜，我们在午后去那里要2个大通房床位的，偷不到东西我们就回那里歇息了。此案还需对证，稍后再治你的罪。来人，将他押下去。范不快，你明天亲自跑一趟，务必要向客栈掌柜确认看到了叶明，不管是午后订了通房还是半夜次日凌晨，都得找到证人证实他在客栈之中。明天去了县城求证，若你真的在如来客栈里，那便能证明不是你杀了你爹娘。现在本官还得拘禁着你，你可服气？草民服气。2名衙役抓着叶明下去了，叶荣也暂时被放回家去。叶明的证词可信度很高，他不可能让玉器店的掌柜和客栈的掌柜配合他说谎，相信他没有那个能力。现在的可疑人物只有叶荣一个人了，她一个女孩，会是他吗？你认为呢？会不会凶手另有他人？先不说其他嫌疑人，叶荣目前并没有证据证明他不是凶手。他在家中父母都死了，只有他一人，没有任何人证，有充足的时间作案。可是叶荣为何要杀叶东来夫妻呢？他的杀人动机又是什么呢？今夜恐防有变，何不快，你去叶家盯着叶荣，以防万一。何范周公身应了下去，转身去了。案子很快就能了结了。那叶荣招了吗？没有，昨夜他被救下来之后就缩在床上，不管大人怎么问，他都缄口不言。那这样一来，岂不是不知道他的杀人动机？知不知道他的杀人动机又有什么关系啊？只要确认了叶明的不在场证词，那凶手必定是他了。何大哥，我想去向村子里的人打听一下叶荣。好，我陪你一块去。谢子云在村子里面转了几户人家，都是叶东来家的邻居，还有跟他们走得比较频繁的近亲。这一走访之下，谢子云立即发现了一个问题，原来叶荣并非是叶东来的亲生女儿，而是何慧云带来的拖油瓶。啊，难怪叶明在认尸的时候只哭叶东来而不哭何慧云，只因何慧云是他的继母。这个消息我们之前也打听过，但这有什么稀奇的吗？他来人，将犯人叶明、叶森、嫌疑人叶荣、叶群都带上堂来。肃静。叶群，本官问你，5月15那天，你可是去叶东来家的鱼塘偷鱼，并且划破了手？回大人，草民的确去偷了鱼，是因家中老母酷爱吃鱼，家贫不得已而为之。大人要如何惩罚，草民都甘愿领罪。哼，那你还在村中经常偷窃他人瓜果，积压禽蛋，这也是因为你母亲酷爱？本官再问你，5月15那天晚上，你有没有见过叶东来？草民未见过叶东来。草民本想着叶东来或许在那鱼塘小屋里，可是草民失足摔倒了，划破手时惨叫一声，那屋内依旧无动静啊。屋内可有灯火？没有。草民就是看到屋内无烛光，这才敢去摸鱼的。那叶东来前不久才揍了草民一顿，若那屋内灯火通明，草民哪还敢落水啊？叶群，本官问你一个问题，你要如实作答。你是否惯用左手？是，草民一向惯用左手。死者胸口上的伤口，我可以肯定，死者绝对不是一个左撇子杀害的。而且本官也发现，那鱼塘小屋当晚并无住人的痕迹，叶荣也未去鱼塘小屋清理过。叶群只犯了偷窃之罪，与本案无关，交由叶家村理政处置。退下。大人，草民也与本案无关，草民只是跟着叶明去县城里行窃而已，而且草民还不是主谋，恳请大人轻判。本官未问你话，你若再开口，大刑伺候，明不明白？陈掌柜，
你家玉器店可有遭窃？回大人，小人店中确实遭窃。5月16那天早晨，小人到店里去时，见店门虚掩着，心中大骇。小人进到店里，发现只丢失了一个算盘，其他玉器都在柜子里，并未失窃。为何不报案？小人得知大人未见堤坝，夙兴夜寐，废寝忘食，这区区的老算盘丢了便丢了，不敢叨扰大人，故此未去报案。王掌柜，你可确定此人在5月15那天住进你们客栈？大人呐，小人的确看到2人，这2人鬼鬼祟祟的，傍晚时分说去溜达，到了深夜时分才回来。客栈里早宿的客人常见，那么晚才回来的却很少。草民当天晚上便怀疑他们2个有问题了。那他们是何时离开客栈的？应该是16那日辰时，当时小人刚好不在，回来时那店里的伙计告诉小人，客人结了账走了。那伙计确认是他们2人？本店的客人都是有房号登记的，他们虽然要的是大通房，但也有个位置。他们若是直接走了的话，那抵押在账房里的钱就无法退还了。王掌柜，你暂且退下吧。叶明、叶森2人在5月15潜入陈记玉器店行窃，据以供认不讳，经核实确有此事。本官判处你们入狱半年，静思悔过，你们可服气？叶森立即道：大人，我不能坐牢的，我坐牢的话，我爹会打断我的腿。大人，求求你，我只是把风的，什么也没偷，大人恕罪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来人啊，拉下去！既然当天你在县里行窃，断无可能回来杀害父母，此案与你无关。但本官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叶东来夫妇2人是被你妹妹叶蓉所杀的，你可知道吗？什么？我们已经查明白了，叶东来夫妇当天晚上是在家中遇害的，3更半夜的，他们夫妇2个应该是在睡梦中被人杀害的。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叶蓉是第一个。大人，我这妹妹向来就胆小怕事，她怎么可能会杀害我爹啊？会不会是其他人潜入屋中杀害了我爹？我们也找人问过，的确有人看到他离开村子的身影。从死者的死亡时间推测，应该是在死时之前。如果凶手另有其人，那凶手杀害2人之后，将2人的尸体背走，叶蓉却一点都没有发现，这点很可疑。而更可疑的是，凶手搬走尸体之后，为了隐瞒，将卧室里面的血迹擦干净，这也是一个很耗时间的事情。等凶手处理完这一切之后，只怕叶蓉早就醒了。你当天晚上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现？你还想狡辩吗？来人，把竹篓带上来。叶蓉，你看看，这可是你割草时用的竹篓。的确是我家的竹篓，不过家里只有叶蓉在用，这是到平日里装草用的。叶蓉，这竹篓里的皮肉就是尸体上脱落的，你碎尸之后将尸块一点一点搬进山坳里的载具，对不对？若你不是凶手，凶手若用这个竹篓运尸体，你又背什么竹篓去割草？只有一个可能，当天你不是去割草，而是背着你爹娘的尸块去抛尸。你为什么要杀他们？他们可是我们的爹娘啊！虽然爹不是你的亲生父亲，可他一向疼你，你是知道的。你怎么能下得了手？还有娘，那可是你的亲生母亲呢！你到底发了什么疯，居然把你的母亲都杀了？难道你不知道他最亲的人就是你了吗？你把他们杀了，那我怎么办？鱼塘的鱼谁养？钱谁来赚？我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你这个疯丫头，你要杀人就去杀外面的人，杀我爹做什么？王八蛋！叶蓉，他们对你宠爱有加，你为何要下此毒手？宠爱？你们居然叫那是宠爱？你们到现在还认为他们是无辜的吗？叶蓉，他们怎么不是无辜了？你手段之凶残之狠辣，简直闻所未闻。你还想狡辩，冤枉他们有罪不可？他们当然有罪，他们才是罪大恶极。你在说什么呀？他们都做了什么？我怎么都不知道？你当然不知道，你都不怎么待在家中，又怎么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在这个家中，没有一个人关心我。明明同生活在一个屋檐之下，
你仿佛活在天堂，而我却活在地狱。你在胡说什么？他究竟对你做了什么？你说呢？他究竟对我做了什么，以至于我才将他碎尸万段？不会的，他不是那种人。他就是那种人。从我来到你们家那一刻起，他就对我起了歪念。我拼命的挣扎，我不断的踢打，可他力气太大了，他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我哭着求他，可只换来他无情的摧残。那一刻，我就知道我已经死了。那是什么时候？5月15那天。10年前的事了。叶东来有罪，你大可去告官，不必如此复仇。告官？我去哪里告？告了之后呢？那一天之后，他把我绑了起来，每天都在凌辱我，糟践我。我每一次的反抗只会换来他更多的毒打。他威胁我，如果我告诉别人，他就把我卖去青楼。所以你们既然如此，那为何你要在5月15那天晚上将他杀害？因为你要娶媳妇儿，所以他又动了念头，想把我卖去青楼。他这个混蛋不但玷污了我，还要把我当做筹码卖了。既然他让我做不成人，那我化作厉鬼也不会放过他。他该死，他该死！我杀了他，我要杀了他！肃静！错的是他们，他们该死！你们不杀他们，反而过来抓我，这是什么道理？大胆叶荣，竟敢咆哮本官，可知该当何罪？何罪？杀头大罪吗？来啊，你来杀了我呀！反正我也不想活了。你你们一个个都欺负我，一个个都不想我好，没有一个人帮我的，没有一个人救我的。难道你娘没有救过你吗？为什么你连她也要杀了？她救我，她才是最坏的那一个。她知道叶东来的禽兽行径，不但不加以阻止，还帮着他隐瞒。在他眼里，我就是他稳住地位的筹码。他怕叶东来休了他，所以就眼睁睁地看着我被叶东来糟蹋，还帮他把风，帮他遮掩。我恨他，我恨我有这样的娘。在他眼里，女儿的清白还比不上他留在叶家重要。他不想再当寡妇，他就哀求我不要说出去。为了让叶明娶上媳妇儿，他又向叶东来献计，把我卖去青楼。简直不敢相信，世界竟然有如此母亲，真正不要脸，不是人。因为他害怕叶东来不要他，他害怕我肚子里的孩子。什么？后来如何？娘他给我吃了一些马齿苋，那是堕胎的药，他怎么能……这桩桩简介狠辣至极，这滔天罪状罄竹难书，世间竟有如此荒唐事，令人发指，令人不忿。来人呐，将那叶东来尸首埋在城门旁边，发榜告密，要他们受千夫所指，万人唾弃，黄泉路上永不安宁。是。他们已经被我杀了，你们来晚了，来晚了。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啊？我杀了人，我已经杀了人了，我也活不了了。他说完，整个人如同箭一般冲向了萧逸。萧逸稳稳地站着，只见叶荣一头撞在了长桌角上，一股鲜血喷射而出，溅在他的官袍之上。快将我的工具箱拿来，他还有一息尚存。你会没事的，我们会救你的。叶东来已经死了，再也不会有人伤害你了，只要你活下来，很快就是好日子了。他们都要害我，他们都欺负我，我不想被卖去青楼，我不想去，他们逼我的，是他们逼我的，我也不想杀人的，我好害怕。没人会送你去青楼，你放心好了，不会有人送你去青楼了。我杀了他们，我杀了他们了，
我也会死的，对不对？大人会砍我的头吗？不用害怕，人间有一死，谁都无法逃脱的。你只不过是早走了一步而已。重要的是活着的时候，你有没有帮助过人？有没有照顾过别人？能不能让别人永远都记着你？但凡有一个人能记住你的名字，记住你的过往，那你就还活着，活在他们的心里面，永远快乐的、美丽的活着。名字，我记住了我爹的名字，他叫张全。在我很小的时候，他给我买过糖吃，他是不是没白活一世？他有你这么漂亮的女儿，当然没有白活一世。那有人会记住我吗？我会记得你，你永远是我的妹子。可没救你，对不起呀。我的名字叫张荣。话音落下，芊芊素手也落下了。闻者悲，听者泣。退堂。6月艳阳高照，酷热炎炎。谢子云送回来有几天了，可到现在他还是没有听到任何关于那个老婆子的动静。谢仵作，你今日早些回家吧。大人和高师爷送彭大人出城去了，临走前吩咐我等今日早退归家，回去好好歇着。老人家，你怎么没有到衙门里告状？老人家，我看你不像是坑蒙拐骗之徒，否则没有道理追到叶家村的鱼塘边上去。你是有状要告，有冤要审，才会跋涉山水寻到萧大人面前，为何又不告了呢？姑娘，你一片好心，老身心领了。只是老身这状告之人，哎呀，老人家要告的莫非是皇亲国戚？那就有点难办了。不是，没那么严重。既然不是皇亲国戚，那就是官居高位的将相了，对不对？老身要状告的是知府大人的千金。是彭大人的千金？正是。老人家是看到萧大人与彭大人在一块儿，所以不敢去衙门告状吗？说真有冤屈，那不管是谁，我想萧大人都会尽力去调查。老人家若是不相信萧大人，当初就不会寻到叶家村去了，不是吗？可是我就怕他们。大人深明大义，清廉正直，岂会与他人同流合污？老人家若是不信，那我替老人家旁敲侧击，看萧大人敢不敢接着状纸。老身不是不信，只是道听途说多了，顾虑也多。况且老身还没有状纸，这才诸多拖延。为何还没有状纸？大人不是给了你银子吗？城中的先生都不肯代笔，让老身回竹亭县去。一听老身所告之人，更是驱赶呵斥。老身走投无路了，只好等着兰家告状。不曾想彭知府来了。既然如此，那你来我家，我给你写状纸。周娟连忙道谢，随谢子云回到了谢家。写完状纸之后，周娟便要告辞。老人家，你明天要到衙门里告状，何不留宿一天呢？这样回去，明天赶来，岂不费了脚程？女儿还在家中，不得不回。哎，是个可怜的。他找你有何事？让我替他写一份状纸。你现在越来越像萧大人了，时不时就沉着脸，好似世间有人欠你千万两银子似的。九泉之下有冤魂呐喊，万丈红尘有血案未清，大人身负重担，自然消不开来。娘说的是你，你说萧大人做什么？你又不是萧大人，什么血案冤案，让萧大人去查就好了，你别瞎操心了，好好歇着，娘给你烧水沐浴。娘说的是，她想这些做什么？一切有萧大人在。次日，外面传来了一阵鼓声，鸣冤鼓一响，整个衙门立即运作起来。谢子云知是周娟来报案，没得萧毅吩咐，不好现身，便在后堂偷听。堂下所贵之人，姓甚名谁？击鼓鸣冤，
又是状告何人？民妇周娟，乃竹亭县人士，状告锦城彭媛媛。这是民妇的状纸，请大人过目。周娟，你好大的胆子，竟敢状告官家女眷！你可知道，若是无凭无证，你便是诬告，那可是要挨刑罚的。大人，民妇所告之事，句句属实，绝无半句虚言，还请大人为民妇做主，替民妇死去的相公伸冤呐。大人呐，这周娟是竹亭县人士，我们受理此案似乎有些不妥呀。待本官修书一封，告知竹亭县县令便是。这家伙办案办上瘾了。月牙告状，本应先将你杖打20大板。本官念你年老体衰，且饶你一回。多谢大人。此案本官已受理，你且退下。但本官查明真相，自会升堂审讯。退堂。去把谢仵作请过来，就说本官有事找他。大人。谢仵作，你没尸体可验了，便给人代写状纸挣钱糊口吗？不是的，是城里的代写先生都不敢替老人家写状纸，我这才帮他写一份的。你认为他状纸上所写的事是真的吗？我想不到有何作假诬告的理由，他们如此凄惨了，还要去得罪一个官家小姐，这实在可疑。来人，将那周娟传来后衙，本官有话要问他。此处不是公堂，老人家不必拘礼，快起来。老人家，状纸虽详，但亦有疏漏，本官想听前因后果，你可否事无巨细，一一说来？故事是发生在竹亭县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里，他们膝下无儿无女，素来过着平静的生活。大约10年前，上山砍柴的江大乔发现山里躲着2名女孩，便将她们带回家中。周娟看到相公带回2个女娃，惊讶不已，得知2名女孩是从人贩子的手中逃出来的。2个女孩一般年纪，都是7岁，皆言年幼便被拐，不知家乡何方，父母何人。周娟见2个孩子可怜，他们夫妻2个又年过40，膝下无子女奉承，便有心将2个女孩留下。江大乔便为2个女孩起名，个头高点的叫江静为姐，个头矮点的唤江淑为妹。一家4口同甘共苦，倒也其乐融融。3个月前，有人寻上门来，道那江静是锦城知府彭大人的千金。江静很快就被接走了。周娟从那送银子的曾嬷嬷口中得知，彭夫人是以一枚玉佩确认江静身份的。她将此事告知小女儿江淑，江淑便说那玉佩是她的。周娟有所怀疑，可随后她家中便升起了一场大火。江大乔护着母女俩，自己丧生火海。他将小女儿背出火海时，竟瞧见了慌张逃走的江静背影。江淑情况好转之后，他便去锦城向彭大人告状。周娟发现彭大人对江静极好，贸然上去告状，无凭无证，只怕彭大人未必会信他。周娟一时没了方寸，不知如何是好。幸而听到了萧毅判案如神，刚正不阿，他便追到了叶家村告状，才有了此番种种。周氏，你说在火海之外瞧见了江静背影，此话当真？回大人，民妇句句属实，绝无虚言。想他堂堂千金，怎会3更半夜去你家中放火？锦城离竹亭县亦不近，你可看真切了？民妇看得真真切切，就是他。你家小女儿江淑说玉佩是她的，那你收养他们2人时，可知道玉佩到底在谁身上？当初那玉佩的确在江静脖子上，可江淑告诉民妇，他们2人已经被人贩子拐走了几年，2人情同姐妹，他在人贩子处就将玉佩送给了江静。那就是无凭无证，如何能证明他的话是真呢？或许是他想要取代江静而故意撒谎呢？不会的，淑儿一向温良，不喜与他人争斗，所以他是绝对不会有这种念头的。你可知道那人贩子在什么地方？能否寻到？那伙人贩子本在竹亭县内，2女孩从里面逃了出来。相公得知那儿有人贩子后，便去告了官。不过那县令不但不去调查，反而把我相公杖打一顿。后来听说有个大官路过，这才将一窝人贩子给铲除了。至于那些人贩子，民妇听说
已经赐字发配边疆了。本官已有所了解，老人家先且回去，等待传见。这件案子不好办呐。那江静是彭大人的女儿，如今名唤彭媛媛，是彭大人的掌上明珠啊。要是处置不当，只怕会引起彭大人的不满。周氏所说，那玉佩是小女儿所有，此事只有江静、江叔两人知道内情，无凭无证，难分真假。大人，若是江叔在撒谎，那场大火怎么解释？会不会只是偶然呢？这未免太巧合了。再说，彭家已经给了江家200两，那江叔以后的日子肯定不会差，为何还要起顶替的心思？许是见到姐姐荣华富贵，所以想要据为己有。怎么据为己有？谢仵作，你和何捕快去一趟齐凤村，务必调查清楚江大桥的死因，查看火灾现场是否有线索，询问乡里邻居有无可疑之处，再问问两女孩以往的举止心性，江家夫妇为人品德。元宵，你修书一封送与竹亭县县令，告知此案此情，请他前来共同审讯。唉，只怕他是不肯来的。无妨，来不来倒无所谓，只要不妨碍本官办事就行。本官要前往锦城调查那彭小姐的行踪，看她可有回去齐凤村纵火伤人的时机。分配完毕，3人便分头行事。谢子云回到家中，简单的收拾了一下行李。你这又是要去哪儿啊？去竹亭县验尸？你这仵作怎么比县太爷还忙的样子呀？天天往外跑，你什么时候才能把自己的终身大事给定下来呀？娘，你怎么又提这个？我4月份的时候就嘱咐你，一定要尽快找一门亲事。眨眼2个月过去了，你到底找了没有？娘，这才2个月，而且还有很多的案子要办，我哪有时间啊？伯母，谢姑娘，我们可以走了吗？你跟范周一起去啊？范周啊，那我可就把紫云交给你了，你可要照顾好了紫云，我就这么一个闺女。婶子放心，我会照顾好谢姑娘的。那你们早去早回，路上小心。这些日子你天天跟着我们去外地办案，婶子肯定会担心你的，所以多说了几句，你别往心里去啊。我不会往心里去的，我娘她是什么样的人，我岂能不知？出了县城，何范周找了一辆马车，2人上了马车便往竹亭县赶去。何范周没有穿捕快服饰，所以2人的到来并未惊动太多人。那江家就在那边，穿过这片田地，进了林子，走上一段路便能看到。我们查看一下这屋子，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谢子云在院子周围走来走去，寻找着可疑的线索。何范周便往废墟里面钻，想看看废墟里面的情况。你们是什么人？在这里做什么？哦，我是衙门里的捕快，过来调查这江家走火一事的。不知道差爷有什么需要老朽帮忙的？哦，等我们调查完现场，再跟你们问些江家的事情。这里被烧得面目全非，看来还得花些时间。几位请先回去吧。不急，我们在这里陪着2位官差。何范周又钻进了废屋里，寻找着可疑线索，想看看大火是人为的还是意外导致的。经过几番搜查之后，何范周可以肯定大火是从屋顶外烧着的。谢姑娘，你有没有查到可疑之处啊？这里的木灰比周边的地方要多上不少。那是窗户底下多一些木灰实属正常，有什么稀奇？为何窗户底下就会多灰？窗书都被烧了，化成灰，自然是落了下来。难道你不觉得这窗书的木灰比较多吗？的确，不知道这里为何会有这么多的木灰啊？可能这窗户下面原本堆着一些木柴，大火之后又被人搬走了。组长，那些木炭是我家小子后来搬开的。你不说话，没人当你哑巴。看来江家失火并非是偶然，而是他人有意而为之。着火那一天，江静有没有回来过？没听说过，我得问问村里人。江叔这人品性如何？江家住在山脚下，平日里大家很少见面。不过我每次遇到江家的那2个孩子，他们都很懂礼，向我问好，看起来倒是2个好孩子。劳烦组长找一找，看村子中有没有女子跟他们姐妹俩关系比较好的，我们再问详细一些，看看姐妹俩有没有别的事。组长，差爷，村子里问了一遍，没人看到江静在江家着火的时候回来过。会不会是周大娘看花眼了？江家环境偏远，要绕过村子也很容易。再者，那又是夜里，
村子里的人没有看到他回来，也实属正常。你们可有看过江静身上的玉佩？江静从小就挂在身上，十分宝贝，说是她最珍贵的礼物。礼物？可有说过是谁送给她的吗？这倒是没有，他们刚刚来到村子里的时候，江静身上就带着那玉佩了。你们可曾见过她们姐妹两个吵架？没有，她们姐妹俩的感情一直很要好，从来没有吵过架，就连闹别扭都没有。组长，江家着火之后，家里没人了吗？村里发现着火的时候，赶过去救火已经太迟了。幸好那周氏和小女儿江淑逃了出来，只有江大乔遭遇不幸。那你们可知道周氏和江淑去了哪里？江静可知道这里着火，可有回来过？着火之后，周娟和江淑都受了伤，尤其是江淑烧得很严重。周娟便恳请我们帮忙，收敛江大乔的还尸，她要带着江淑去县城里治病。治了2天，江淑的情况好了些，但因为药费昂贵，周娟无力再医治江淑，便带着江淑想去锦城寻求江静的帮忙。这一去就再也没了消息，也不知他们到底去了何处。唉，这案子不好查，所有的证人都倾向于江静，仅凭江淑片面之词，还有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实在难以说明。唉，大人真不应该接这种案子，又棘手又无凭证，你说呢？我想先从江大乔这里入手，他是被大火烧死的，而我们已经发现江家的大火是有人故意而为之的，找出纵火犯便是第一步，其他的先撇开不管。好。何范舟换上了捕快的服饰，带着谢子云再进村子，结果发现江大乔人缘真的很好，没有与任何人有过矛盾。自从江家大火之后，江静一直就没有出现，村子里的女子当天晚上都有家人可以作证，都有不在场证明，大致上是排除了祁凤村村民纵火的可能性。谢子云和何范舟在组长家借宿一夜，明天给江大乔验尸。次日一早，何范舟和组长便带着人去挖江大乔的坟墓。辰时一过，江大乔的棺材就被挖了出来，平放在坟墓旁边。验，男士焦尸一具，身高5尺1寸，全身皮肉重度烧损，出现中度腐烂现象，四肢呈拳斗姿态，双手握拳，双脚微屈，是大火灼伤皮肤后的神经收缩。死者外眼角有鹅爪状反应，睫毛颈尖端被烧焦，有所遗留，是睫毛症候，角膜与结膜囊内没有烟灰，初步可以判断为烧死。牙齿老化，从齿龄上可以初步推断死者岁数在55上下。谢子云接着往下检验，手术刀迅速地切开了死者的胸膛，仔细地检查着胸腔里的状况。在死者肺部、支气管内发现有炭末颗粒，应当是死者生前在火场之中吸入了太多浓烟所致。另外，死者的胃部、大肠内也有炭末颗粒，进一步证明死者在火海现场中存活了一段时间。死者背部受到重物的袭击，脊椎骨明显断裂，以伤痕来判断，应当是柱子一类的重物。死者极有可能是在火场之中受到梁柱砸伤，从而丧失逃生的机会，被大火活活烧死。有没有凶手的线索？暂时没有可疑之处，死者应该是在房屋内被大火烧死，可能没有与凶手直接接触。谢姑娘，这具尸体没有任何疑点，村子里也没有任何可疑之处，我们此行似乎一无所获呀。只能期待萧逸那边有重大突破了。何范舟招呼着乡亲们帮忙把棺材重新埋回了坟墓里，便带着谢子云坐上了车子，往周潭县赶了回去。2天后，萧逸返回，毕其对案情进行探讨。萧逸与范大鹏去了锦城，从彭府的下人口中问出了一些消息。原来彭媛媛，也就是江静认祖归宗之后，彭大人夫妇对她极为宠溺。江静与堂妹在短时间之内就成了好友。江静在堂妹的邀请下去了一座别庄玩了几天，那几天正是江家着火前后。那可真是巧了。嘿嘿，更巧的是啊，那别庄就在祁凤村不远处，来回走一趟顶多2个时辰。距离养父养母这么近的庄园，江静去了那里，怎么也不回江家看一眼，这有点不合常理，难不成一点情谊都不念及了？本官怀疑，江静去那别庄说不定是他自己的主意，那堂妹只是被他哄骗了，才会做出下帖邀请的举动。大人，那你们可有去别庄查探？怎么能没去啊？我们非但去了别庄，还去了祁凤村，本想着与你们会合呢，没想到你们先走一步了。江家着火那一夜，别庄的护卫并未看见任何人出去，而别庄的院墙有3米多高，上面还有一些铁栅栏，想翻墙出去可不容易。那有没有后门？
后门的情况跟正门一样，早晚也无人出入。那会不会有狗洞？哎，她好歹也是个知府千金，怎会去钻狗洞啊？她就当了3个月的千金小姐，做了10年的乡下村姑，钻狗洞是市级从权之举，又有何不可？那别院的院墙没有狗洞，无处可钻呢。对了，吉凤村有2个女子，是江静和江叔的好友。他们说的一句话，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他们提到江静曾说过，那玉佩是她最重要的礼物。父母留给孩子的玉佩当然是重要的礼物了，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你说的也不排除在外，但我的直觉告诉我，那玉佩应该不是他父母送给他的。你的直觉并不能作为实据。办案还得讲究实据。如今我们只能猜疑江静，还没有确凿证据。大家想想，还能从什么方向入手啊？大家都累了，先且休息1天。元宵，你和谢仵作明天陪本官去见一见周娟，看看她和江叔，再确认一遍。大人，你们怎么？老人家，我来帮你煎药吧。大人有话要问你和你女儿。大人还有什么话要问的？哼，你倒是机灵，把椅子占了，让我们站着。我在煎药，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一个大男人话怎么这么多呀？烦躁的很。本官问你，自从江静被带走之后，你可有去找过江静？只有我相公去过1回，老身没去过。你相公去找他做什么？当初彭大人派人来传召，让我相公去回几句话，都是询问江静身世的，并无其他。你与江叔逃出火海，可想过去找江静帮忙？当天晚上，老身确实看到了江静在屋外，老身怎么敢再去找她？舒儿在竹亭县医馆里医治2天，老身便带着舒儿四处躲藏了。江叔，本官问你，那玉佩可真是你送给江静的？是民女给姐姐的。你可有证据？那玉佩上的图案可否为证？不行，你与她多年姐妹，知道玉佩的图案不足为奇。当年和我们一起被拐的还有几个女孩，或许她们知道那块玉佩是我送给她的。那你可知道那些女孩姓甚名谁，家住在何处？当年我们被关在一起时，都以花名代称，所以我并不知道她们原本的姓名。至于她们现在在何处，我就更不知道了。大人，我女儿说的都是真的，正因为那玉佩是我小女儿的，所以江静才想要将我们烧死，在半夜里纵火呀，大人。可当天晚上就你一个人看到了江静，没人可以证明你所说之词。本官查遍了齐凤村上下300多人，无一收获，你怎解释？大人，我家地处偏僻，没人见着人影亦是正常。大人因为没有其他人看到，就断定我母亲所言是假非真，岂不是武断了？大人，江姑娘身子不好，你问话还是轻缓一些吧。云霄，去安排一辆马车。周娟和江叔是本案原告，在结案之前，本官不想看到他们出了意外。唉，说是能够证明江姑娘跟彭大人有血缘关系就好了。车进不得，只能把人背过去了。你背？我可是有亲事在身的，要背也是你背。本官是朝廷命官，找别人吧。不想背就直说呗，干嘛非要给自己找一个牵强的借口？累不累得慌？有人搀扶着他，他也不能走吗？这2天舒儿的病情反复加剧，背部和腿部肌肤烧伤处又化脓了，实在是难以走动。让江姑娘躺在床板上，我们将她抬出去。既然化脓，就不能再耽搁了，得及早医治才行。江姑娘的情况不容乐观，你又经常要进城里，万一出了一点意外，只怕后悔莫及。你且放宽心，生活所需，大人和高师爷都会帮你们的。老身谢过2位恩公。谢姑娘，你能否将你的房间腾出来啊？让他们住进你们家里。我想有个吴大人照顾他们，我和大人会更安心些。高师爷，我家的家境你是了解的，既然住进来了，这柴米油盐都要钱，
你看是从你借我的那些钱里扣呢，还是你另外给我呢？你这未免太斤斤计较了吧？我跟你说，这江叔日后若真是彭大人的千金，那你可就交了好运了。那些千金万金的，怎么会把我一个平民老百姓记在心上？我还是跟着萧大人运气比较旺。你这丫头，牙尖嘴利的。不过你倒是提醒了我，你还欠着我银子呢。这样好了，我的银子不用还了，你让你娘有空多照顾一下江叔，希望他日后能上公堂作证。我们会尽力照顾他们，你放心好了。不过我借的银子一定会还你，免得日后你常常挂在嘴边，挟恩图报。随你喜欢，我先回去了。你安置妥当了也回县衙去，再多来可别怪我扣你月俸。大人，高师爷叫我来，说是有事要商量。本官需要你帮个忙。大人你说。他要你去接近江静的贴身丫鬟，我们查到江静特别喜欢吃一种红豆糕，你可以借机接近她，但若是你暴露了的话，会引起江静的警惕，容易打草惊蛇。这个容易，我去就是，只是我不能保证一定能够问到线索。我们不认识，恐怕目标不会轻易开口。现在案子没有任何突破口，唯一知道江静当天晚上在不在别庄的，就只有他的贴身丫鬟。我们先试从他那里打听到什么，若是不能，到时候本官再想想别的办法。住进客栈，他们就开始商讨如何套小丫鬟的话。我在那天是3月初5，那天夜里我也没看到江静离开过。庄园里的人都说她很早就跟丫鬟回房里歇息了，然后一直没有看到她。只有这个平儿最清楚她有没有在房间里。那礼盒是要送给谁的？彭大人过节日子就是40大寿，这是给他备下的礼。若是你不能从那丫鬟嘴里掏出线索，那只好由本官亲自出马了。次日，谢子云一早就来到了芙蓉斋外，等着平儿。平儿姑娘，你家小姐是不是喜欢吃红豆糕啊？我家主子已经观察了许多天了。你是哪家公子的丫鬟？我是周潭县高师爷家的丫鬟。师爷？哼，那你还是让他死心吧。我家小姐是什么身份？一个县令师爷也想高攀，要是萧县令，倒是有几分可能。你可别看我家主子是个师爷，其实他是京城里的举人，跟萧大人是同窗好友。他呀，过2年就要回去考科举，到时候考上了进士，那可就不得了了。到时候说不定平儿姑娘你也能跟着去京城，这样还不好吗？你说的可是真的？当然是真的，我家主子都观察过你家小姐好些天了，她才3个月前才回彭家的，对吧？我家主子一直打听到她的吃穿喜好，甚至连她的养父养母都知道呢。这样看来，你家主子倒是挺有心的，我回去之后一定替你家主子多多美言几句。平儿姑娘，这可使不得，我家主子脸皮薄，你可不能现在就说。这样吧，咱们去茶楼里面坐着喝口茶，慢慢说，你看如何？也好，看在你家公子如此多情的份上，我便听一听他的为人，然后才好在小姐的面前替他说话。你家小姐以前在祁凤村里长大的吧？我家主子本想去跟彭小姐的养父养母处好关系的，没想到他们出了意外，闹火灾，家破人亡了。你家小姐一定很伤心吧？啊？闹火灾？我家小姐不知道啊。她不知道？难道这些天她都没有回去过？我家小姐现在要学很多规矩，哪里有空回去？而且我们也没有听到祁凤村的人过来说这事儿啊。啊，这就奇怪了。我家主子打听到那段时间，你家小姐不是去了祁凤村附近的别庄游玩吗？我听说是彭大人弟弟的庄园，距离祁凤村就1个时辰的路程。我主子还以为你家小姐早就知道了。那时候我家小姐怕唐小姐笑话她被人收养在乡下，就没有去江家看望。哦，原来如此啊。那江家可真是惨，死的死，伤的伤，现在只剩下母女2人，也不知道去了哪儿。哎呀，幸好你家小姐及早的认祖归宗，要不然你家小姐恐怕也要遭遇不测。听说大火那天是3月初5，你们那个时候在别庄吧？晴儿姑娘，3月初5那天晚上的事情你们还记得吗？那江家的大火可大了，你在别庄看见了吗？那天晚上我和我家小姐都在别庄里睡觉，什么也不知道。我看不是吧，你这个当丫鬟的还不知道你家小姐的事吗？那天夜里你小姐出去了吧？我可是听说了，她早在祁凤村里认识了一个男子，对她心生倾慕，想必她那夜出去就是会那位男子的。
啊，不会的，你可别乱说，坏我家小姐名誉。平儿妹妹，你就别这样了，这种事情我肯定不会到处去说的。不过你这个贴身丫鬟都不知道自家小姐有意中人，我这趟可算是白跑了。那天晚上小姐的确出去了，可我不知道她是去会情郎的。你是她的贴身丫鬟，她不带你去，自己一个人去，看来你家小姐的野性子还是没有改掉啊。那时候小姐才刚回来，一时间没有改过来也是正常。你怎这般无理，说我家小姐坏话？我这是为了你不值啊！你是她的贴身丫鬟，她却不相信你，留下你一个人偷偷溜出去了，不是吗？小姐一定是有苦衷的，小姐待我可好了。我不说了，我要回去给小姐送红豆糕。大人，如今有证人证实江静当天晚上不在别庄，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这平儿回去肯定会露出破绽，我们应当乘胜追击。你们随本官到彭府去一趟，务必要彭媛媛承认自己当晚不在别庄之中。大人，这会不会太唐突了呀？万一打草惊蛇，事情没能得个准信儿，反而引起彭大人的不满，那可就不堪设想了呀。此趟势在必行，如今去了还能叫他方寸大乱，晚了他必有准备，定会想出对策。三人迅速来到了彭府，由管家引着他们进入了大厅里稍坐。萧知县一向是个大忙人呐，怎么今日有空来本官府上了？下官此番前来是想请教大人一个问题。可是关于修建水坝的？哦，你想请教本官什么问题啊？彭大人，倘若有人到本官面前状告彭大人，而且有颇多疑点，那本官该不该受理？你是朝廷命官，识君之路，担君之忧。既然有人告状，你就应当仔细侦查，若真有可疑，受理也是本分之事。不过本官是你上属，你可要勘察清楚才好。若是污蔑本官处理不当，本官可是会弹劾你的。那就好，彭大人深明大义，还请你将令爱请出来，下官要问他几个问题，勘察勘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先说与本官知晓，本官自会问小女。令爱涉嫌案件，大人应当回避。彭大人，还是请令爱出来，不要令下官为难。小义，你说本官女儿涉嫌案件之中，你可有真凭实据？大人，正因为没有真凭实据，才需要审问。彭媛媛一时将近，在下人传唤之中来到了大厅之中，向两个人行了礼，然后坐在一旁。彭小姐，本官问你，3月初5那天你在何处？可有人作证？你快一一说来，如有隐瞒，本官严惩不贷。萧大人好大的官威啊！萧大人年纪轻轻，果然是年少有为，难怪夫君对你称赞有加。彭夫人，萧毅此次前来是有要事询问彭小姐，请夫人见谅，不要阻挠本官办案。萧毅啊，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夫人何时阻挠你办案了？没有最好。彭小姐，3月初5那天夜里，你的养父家着火，一场大火烧死了你的养父，你可知道？当时你就在不远处的别庄里游玩，你当天晚上是否在别庄之中？可有人能给你证明？我自然在屋中休息，我不知道江家发生火灾。3更半夜不在屋中，难不成还能在别庄之外游晃不成？平儿，今天你在茶楼里所说的话，本官恰巧听得了，你还不向彭夫人复述一遍？平儿，本官今日在茶楼亲耳听你说，彭小姐当天晚上不在别庄，只留你一人在屋中，可有此事？小姐那天晚上确实出去了。小姐说是有急事要出去，但怕唐小姐知道，让奴婢守在屋子里，傍晚时分便走了。第二天早晨，小姐才回来的。这事只有奴婢知道，别人都不知。彭小姐，可有此事？媛媛，你那天夜里不在庄园之中，你去了哪里？娘，我……彭小姐，你的养母周娟如今状告你纵火伤人，时间便是3月初5那天夜里，你可有什么解释？不，我没有。萧大人，媛媛在别庄之处贪玩，与江家大火能有甚关系？两地相距只约1个时辰的路程，那周娟口口声声说是看到彭小姐纵火，
难道这还没有关系？这不可能，即便两地相距只消1个时辰，但3月里天黑的早，小女如何敢在黑灯瞎火之下徒步往来啊？彭小姐几个月前还是乡下姑娘，而且就在那一带长大，夜间往来不足为奇。彭小姐要是能说出更有说服力的说辞，本官才能信服。否则，只好烦请彭小姐随本官到衙门走一趟了。你敢？小易，你先将状纸拿来，本官看了之后，若真如你所说，本官自会带小女去州坛下衙门。你们先且退下。彭大人。小易，本官的话难道你没听到吗？下官听到了，但大人这样做岂不是妨碍下官办案？萧大人，即便当天夜里小女出去了，但也不能断定就是她放的火。除了那周娟，还有什么证人吗？彭夫人，即便没有其他证人，彭小姐还是有重大嫌疑。按律例，本官是可将她当作嫌疑人带回衙门问话。彭大人，下官可有说错？本官自有分寸，待问明小女，自会给萧大人一个答案。萧大人，不送了。大人，既然彭大人非要阻挠，那下官无话可说。待那状纸递来后，下官便在州坛县衙门等着大人的答复。告辞。2日后，2名嬷嬷敲响了谢家的大门。周氏母女已经在衙门里立案了，按照律法是不能随意离开本县的。此事你们得去找萧大人，只有他点头同意了，才能离开这里。彭夫人是诚心想要，你们都没有去问他们，怎知他们不愿意去？我想你们搞错了，你们夫人想要邀请他们去，首先得要得到萧大人的同意，其次才是询问他们的意见。若是你们就这样把他们接走了，那大人要问案时，原告却不在，耽误了公事，后果谁来承担？是我轻忽了，你让圆圆收拾好东西，与我同去州坛县，好让此案早日完结。我在家中放心不下，与你们同去。民女谢子云见过彭大人。谢仵作不必多礼。那周娟母女可在里边？的确在里边。彭大人，寡母守身10数年了，彭大人乃一男子，家中又无男主人，擅入寡居，只怕为人言道。既然如此，那你还不快快请本官夫人入内？彭夫人大驾，有失远迎，请。彭夫人，你来我家中是为了周大娘母女吧？有什么话大可直说。周大姐，圆圆受你抚育10余年，我与仲康都很感谢你。前些日子我夫妻与你们疏于往来，未能亲自向你道谢，万望周大姐莫见怪。周大姐今日若有何求，可说与我知，只要彭家能做到的，定会答谢你。我求夫人，让我老伴儿起死还生可行。江大哥遭遇天灾，我已有所耳闻，如此不幸，实属可怜。周大姐节哀，彭府定会为他修坟弃墓。天灾，那日分明是他纵火，明明是人祸，夫人如此颠倒黑白吗？娘，10年的养育之恩，女儿还未及报答，娘却将女儿视为仇敌，这到底是为何？女儿忙于修习礼乐，未曾回江家，纵火更是未曾有过的事，娘可真要冤死女儿了。我那日分明见的就是你，你还要狡辩？江静，你何时变得巧言令色，色如弹簧了？你爹被你纵火烧死了呀，你的心肝都黑了吗？娘，女儿没做过这事儿，你心里是最清楚的，你为何非要认定女儿？女儿受你10年养育之恩，点滴记在心中，怎会纵火？你是怨女儿富贵了，忘了你的恩情。你姐姐，你已进了彭家，何必又再来害我们？江叔，你莫以为我不知，是你暗中哄骗娘，让她以为你被我调包，彭夫人做了人，你又暗中说我坏话，让娘一口咬定是我纵火。我被亲生父母认回，你定是妒火中烧，方将我如此诬陷，是不是？你在胡说什么？那玉佩明明是我送你的，
你忘了吗？那年咱们都4岁，在人贩子的密室中结为姐妹。你病倒了，我以玉佩赠你护身。我与你结为姐妹不假，可玉佩一直是我的，是我亲生父母留给我的重要之物。我只与你看过几眼，你竟敢借此胡编乱造！江小姐，你说话可要有证据。可有人见过你将玉佩送给圆圆了？母亲，玉佩本就是圆圆的，怎么会有人见到那种事？这纯属是他胡编乱造之词，是我养母心中偏宠于他。你这畜生，还敢狡辩！我怎会教出你这般心思？我打死你得了！周大姐，你们抚养圆圆，与我家有大恩。如果你们现在撤销了案子，我定保你母女一生无忧。可若再说那些子虚乌有、偷梁换柱之言，那就休怪我们不讲情义了。你有眼无珠，有眼无珠啊！我看你利欲熏心，为了让自己的小女儿过上好日子，不惜编出这些谎言。既然你们不愿撤案，那就公堂上见分晓吧。本以为你是个好的，想不到小小年纪，心思却如此歹毒。圆圆可是你同甘共苦的姐姐，你怎就见不得她好呢？我对你太失望了。小县令，本官与家眷就住在如来客栈，你想什么时候传召都行。可你别忘了，本官是你的上司，要是发现你办案不公，我当堂就摘了你的乌纱。若下官裁判不当，无需大人言语，本官自会解授去职。大人，彭圆圆此次前来，必有准备。我们现在恐怕还没有办法将她绳之于法吧？纵火事件只有老人家看到，没有其他人证，此案确实无法将她绳之于法。只是他那天晚上的行迹十分可疑，且听他如何自圆其说。方才屋中出了何事？谢子元便将适才之事一一说明。萧逸听完之后，脸色一直阴沉沉的。那彭圆圆当初回彭家时，彭大人为了以防万一，进行滴血认亲，已确认是他的亲闺女了。江叔所说未必是真，周娟所言难以验证啊。难怪彭家夫妇如此的护着彭圆圆，原来是被这滴血认亲的认知所祸害了。大人，我有事要和你商量。何事？我想麻烦大人将彭大人请到衙门里一叙，我有法子可以让彭大人相信彭圆圆有纵火杀人动机。不知道你有什么法子？我想来一场大型滴血验亲的验证。你说的这个验证可真有效？大人若是怀疑，大可先到衙门里面做个验证便是。萧知县，你传本官来又不升堂，这是何意啊？下官请彭大人过来，是想向彭大人要一样东西。你想要什么？请大人给一滴血。大人，我们只要你一滴血，不会很疼的。哼，一滴血而已，本官何以惧疼啊？你们要本官的血，是不是拿去与那江叔做滴血认亲呢？我告诉你，那江叔不是本官的女儿，她的血绝对不会。他的话还未说完，就见谢子云将自己的手指戳破，滴了一滴血液在碗中，然后又让高云霄、范大鹏、何范洲等人皆往碗中滴了一滴血。彭大人，你看这碗中的血，有好几滴都相融了。这几滴相融的血，分别是你和高师爷、何捕快的。若是按照骨肉至亲血液必相融的谬论来断定，那高师爷与何捕快，恐怕是你失散多年的儿子了。不知道彭大人可有相认的打算？放肆！你好大的狗胆，竟敢在水中做手脚！我可没有做手脚。彭大人，你说我在水中做了手脚，那为何我和范捕快的血液不能和你的相融？滴血认亲本来就不科学，不能信以为真。你说什么科学啊？本官听不懂。彭大人要是还不相信我的话，回去多找一些人验证一番，便知我说的是真是假。彭大人，不知道令爱可说出了当天夜里的行踪呢？那丫头说是夜里私会情郎去了。哼，情郎惬意，月下私会，不足为奇。不知是哪位公子能得彭小姐青睐，可能作证？哼，他自己偷偷跑去窥探情郎，那男子浑然不知，做不了证。如此牵强之说，大人你信吗？彭小姐已是知府千金，人中龙凤，觅个乘龙快婿并不难啊。若真是芳心暗许，那是下嫁了，又何必在折节半夜偷看呢？
更奇怪的是，本官查到令爱从别庄回锦城之后，便未再离开锦城。别说去那齐凤村，如此倾心之人，却在3月初5之后再未见面，该说他痴情，还是该说他绝情呢？可此案只有周坚一人看到他纵火，倘若他一口咬定周坚是污蔑，却待如何呀？彭大人，萧大人，外面有彭夫人前来小仆，说曾嬷嬷自缢了，请彭大人赶紧回客栈。焦知县，本官先回去处理些琐事，你再好好想想，看看有没有别的办法破案。大人，下官怀疑那曾嬷嬷死得有些蹊跷，还请大人让下官一同前往客栈看个仔细。你是什么意思？你怀疑曾嬷嬷不是自缢？是不是自缢，由仵作验过才知。那好，你就与本官同去。萧大人，这是彭家的家事，萧大人看热闹还是往别处去吧。夫人，萧知县是过来帮忙的。夫人呢？曾嬷嬷怎么就上吊自杀了呢？她有什么是想不开的、做不到的，大可与我们商量，何必轻生啊？我亦不知何故，丫鬟进来便发现她上吊了，换来护卫将她放下来时，已经晚了。萧知县有何看法呀？验一验便知。不劳大人费心了，大人手头上的案子还没有查明，还有闲工夫吗？萧大人，你替本官验看验看。曾嬷嬷是本官府里的老人，本官不想她死得不明不白的。老爷，这是我们内宅之事，怎容他人智慧？哎，这不是缢死，是勒死。勒死？你确定？大人你看，死者脖颈上面有2道锁钩，一条是在甲状软骨上面，另一条在甲状软骨下面。甲状软骨上面的这一条，环境像小斑圈便往上提，从耳后过，在脑后成8字，这是缢死的现象。缢死者分为3种情况，依照这位嬷嬷脖颈上的锁钩，应该是普遍的前位缢型，即是锁结在脑后上吊。因为颈部动脉、静脉都受到挤压而闭塞，所以脸色呈现苍白色。但你们看，曾嬷嬷的脸色却是青紫肿胀的，这充分说明死者并非是死于上缢，而死者遭勒死时，凶手的力气一时大一时小，导致勒死的过程会慢上许多，死者的头部便会有充血现象，出现颜面青紫肿胀的现象。还有，死者的手指甲有一些皮肉，我怀疑凶手行凶之时，手臂曾经被死者抓伤，这是勒死案件中很常见的情况。综上所述，死者是被人勒死，然后再被吊起来，伪装成自杀的模样，因此尸体脖颈之处才会出现2道锁钩。死者还未出现尸僵现象，可脚部出现了微浅的尸斑，又经过你们搬动，正在消散，可初步判断死亡时间在半个时辰到1个时辰之间。使用的凶器应该是长柄一类，身高大约在4尺5寸到4尺6寸之间，应该是个女子。如果想要进一步确认的话，还得进行解剖验证。大人，可否为我准备一个房间？我还得剖开死者胸腔腹部，看看里面的气脏情况，或许会有更多的发现。解剖时剖开曾嬷嬷的尸体？不错，剖开尸体能够更好的确认死者的死亡状况。不行，曾嬷嬷陪了我大半辈子，你们不能这样对她，她是我们彭家的下人，你们衙门无权过问的。难道你想让她死得不明不白吗？你不是已经说了她是被人勒死的吗？那去找凶手就好了，为何还要解剖？不行，她是我的人，我不答应她死后还要遭罪。谢仵作，凶手应该很快就能抓到，解剖就不用了吧？先将客栈里的嫌疑人都查出来，如果没有任何收获，那就只能解剖寻找线索了。你且先回去休息，我必定会揪出害死曾嬷嬷的凶手，让他黄泉路上走得安心。你是怎么回事啊？只去了一趟衙门，回来就跟他们成一伙了？他们说什么都是对的了。彭仲康便把衙门里面验血的事情告诉他。彭夫人听完之后，整个人都愣住了。老爷夫人，捕快们发现小姐手臂上有抓痕，想找小姐问话。这造的是什么孽呀？你回去告诉萧大人，让他仔细审查，本官就不插手了。范捕头，将姨兄彭媛媛逮捕归案，其余人等将曾嬷嬷尸首抬回衙门升堂问案。娘，
救我！救我呀！夫君，她真的不是我们的女儿吗？彭媛媛，你可知罪？民女不知，还请大人明示。事到如今，你还不肯认罪？那曾嬷嬷是不是你杀的？曾嬷嬷死了，民女十分伤心。大人为何说是民女杀了曾嬷嬷的？今有曾嬷嬷尸首在此，谢仵作也已验明，死者是被人勒死，然后才伪装成上吊自杀的。本官仔细询问过王掌柜和所有房客，期间未见过曾嬷嬷离开客栈，她定是在客栈里遇害的。死者指甲上有些皮肉碎末，谢仵作验尸的时候并未发现尸体有爪痕，极有可能是与凶手争斗时抓伤凶手所留下的。而彭小姐，你手臂上正好有爪痕，必定是曾嬷嬷留下的，你还不肯认罪吗？我是被蚊虫叮咬，瘙痒难耐，自己抓破的。彭媛媛，你贵为知府千金，有的是治病良药，为何还能抓出血痕？你为何要杀死曾嬷嬷？我手臂上的伤是我自己抓伤的，曾嬷嬷指甲里面的皮肉是谁的，我不清楚。难道就不能够有别的人进来偷窃，与曾嬷嬷发生冲突，被曾嬷嬷抓伤之后杀人逃跑吗？大人说的这些，只能说是巧合。曾嬷嬷的皮肉不一定是我的，凭此说我杀人，民女不服。好一个不服！大人，属下已经询问过王掌柜和如来客栈周边的居民，王掌柜说过，在这段期间并无客人离开，周边居民也没有看到有贼人从窗户进出。青天白日，小贼也不会从窗户进出啊！你可听清了？你挠痒直说错漏百出，又无其他可疑人物，还想狡辩吗？既然如此，那大人不妨告诉我，我为何要杀掉曾嬷嬷？她将我领回彭家，与我有大恩，我有甚理由害她？大人没有实在证据，又查不出杀人动机，贸然断案，也不怕丢了你的乌纱帽吗？混账！好，那本官就给你一个动机，传周娟、江叔上堂。周娟，你可识得身边这女子？回大人，她是民妇收养的女儿江静，化成灰民妇都认得。既然是母女之情，那你为何要告她？周娟一一说来，等她说完之后，谢子云又在萧毅的指示下，向大家验证了的确认亲之说不可靠的现象。彭媛媛看到这一幕，整个人脸色苍白，想起彭家夫妇不理会她的哀嚎，总算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彭媛媛，你还有何话可说？他信口胡言，做不得真。那江大乔是我养父，周娟是我养母，我岂会放火烧他们？江静，你还不肯认罪？你为了当千金，就泯灭人性，害死我的相公，你简直不是人！养母，你别胡说，分明是你想要从我这里讨到好处，没有得到好处便污蔑我不孝，甚至以此事来告我，想让江叔来代替我当彭家千金。你们的用心实在是太险恶了。彭媛媛，你还想反诬养母？你杀害曾嬷嬷是因为她发现你是假的千金，你纵火烧死养父也是因为你怕身份败露，要将江家全家烧死。事到如今，你还想强行狡辩？大人，除了我养母，并无证人，大人怎么就相信他片面之词？怎么就不能是他在冤枉我？曾嬷嬷死了，我也伤心，可他从未说过我是假千金，全是大人的猜测而已。大人要是想让我心服，就拿出证据来。伶牙俐齿，冥顽不化。来人，将他拉下去，杖打20大板。20大板打完，彭媛媛血肉模糊，被2名衙役拉回原位，趴在地上。彭媛媛，本官已经查明，江家大火之夜你孤身一人潜伏回齐凤村，你口口声声说是偷看心上人，那男子也无法为你作证，是不是？此事江叔知道，我偷看心上人已不是1回2回了。无人替你作证，你当晚亦有可能回江家纵火，何不快勘察火灾现场，发现江家窗户都被人为堆放柴火。江家从未与人结怨，人缘颇好，近段时间唯一的变故便是你这个养女被彭家认回。江家大火你有嫌疑，曾嬷嬷被杀你又有嫌疑，而这一切又与彭家千金这个身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你还想狡辩吗？大人只会滥用私刑，民女不服。彭家要为曾嬷嬷一案彻查到底。萧大人，本官携来一名重要证人，或许能助萧大人一臂之力。爹！哼，谁是你爹啊？萧大人已经告诉本官，
你并非本官亲生闺女，是本官认错了人。你既不是彭家千金，再敢与本官乱攀亲情，可别怪本官治你的罪。彭知府，证人何在？平儿，还不快上来作证！回大人，平儿是小姐的贴身丫鬟，这几个月一直伺候着小姐的衣食住行。有一次，平儿替小姐沐浴更衣时，看到小姐胸前有一块胎记，甚是奇特。你是我的贴身丫鬟，怎做这种卖主求荣之事？胎记，我今日将这胎记之事闲暇之时说与曾嬷嬷听了，曾嬷嬷听完便脸色大变，急匆匆地寻小姐去了。后来没过多久，就听说曾嬷嬷出事了。不知令千金年幼时可有胎记？未有胎记。曾嬷嬷当初替我夫人照顾孩子，最为清楚的。彭媛媛，你知道自己不是彭家千金，乃是假冒顶替的。你担心曾嬷嬷会暴露真相，所以匆匆将她勒死，是不是？江大乔含辛茹苦将你养大，一直将你视为己出，你却将他烧死，你的良心何在？不错，曾嬷嬷是我杀的，火也是我放。这些年来，江家可是亏待了你了。像你这种市井小民是不会懂的。锦城只不过是小小的州府，便已繁华的令我眼花缭乱。再想想那京城，你能想象得出那里的荣华富贵吗？世间的繁华，又与你有何干系？你只不过是沧海一粟，红尘看客罢了。红尘看客？不，如果我是彭知府的千金，那我就有机会嫁到京城去。即便不能去京城，在锦城里，我也能享受荣华富贵的日子。然而，这终究是黄粱一梦，不属于你的东西，永远不属于你。不属于我吗？那为什么偏偏属于他？从小到大，养父养母都夸他聪明，他只不过是长得漂亮一点，他哪点比我好了？他们全都宠着他，什么都听他的，我到底比他差在哪儿了？我从来没有讨别人欢心，爹娘养育我们不容易，我想对他们好一点，难道你不是这么想的吗？都到这时候了，你还是这么会哄人？你马上就能当上彭家千金了，在大家面前演个好人，博取同情是吗？你的演技太拙劣了，我一眼就看穿了。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哼，我最恶心你这副嘴脸了。现在大家都站在你这边了，你得意了吧？我也是个孤儿，我也有亲生父母的，凭什么找上门来的却是你的父母，而且还是富贵显赫的彭家？出身不是自己能决定的，你把这一切归咎在江叔的身上，未免太过分了。如果他死了，那就没人知道这玉佩是谁的了。如果没有你们，那我现在还是彭家的千金。我不甘心，我不甘心！姐姐，你为什么到这个时候还冥顽不灵？爹爹被你烧死了，你知不知道啊？爹爹一向最疼你的，你难道不知道吗？你怎么下得了狠手啊？是我错了，是我错了，是我没有教好你，把你教成这般爱慕虚荣、不知所谓的女子。当初我就不该收养你，铸成今日之大错。收养我？你只想收养他吗？我就知道你一直都偏心于他，我只不过是他的陪衬而已，你们从来就没有把我当成一回事儿。我何时偏心？他有的东西你哪样没有了？不是东西，是心。你更愿意跟他在一起聊天，陪他一起干活，你更疼他，一点小毛病就会急得团团转。我跟他相比，我就好像是你们捡来的，而他却像是你们亲生的。不公平，这一点也不公平。我也想要有爹娘疼爱，我也是你们的女儿。你拿这个借口来推卸罪责，简直可笑。你去问问
哪家父母能把一碗水端平的？这碗水端不平，我本也不愿。可是你们彭家一开始就认定我是你们的女儿，是你们给了我希望，给了我溺爱。如果不是你们来认女儿，如果一开始就没有认错人，那我就不会看到这梦幻的美景。你们将我带入了那梦幻般的繁华世界，让我沉迷其中。我是真的不愿意再醒来，再回到齐凤村那个旮旯山脚。当初问你，那玉佩可是你的，你一直都坚持说是你的，怎如此赖我彭家头上了？难道不是我的吗？你说是不是我的？我送给了你，的确是你的。即便如此，那你也应该在我们与玉佩相认时，你就该说明玉佩的原主人不是你。你分明是当时就别有居心了。是啊，我当时已经住进了彭府，我看到了彭府的豪华，仅于一时之下，你问我那玉佩的原主人，我要说出来吗？你让我如何说出口，如何舍得下？江静，你为了贪图荣华富贵，冒名顶替彭家千金，为了掩人耳目，你纵火烧屋，害死江大乔；为了隐匿胎记，你杀人灭口，勒死曾嬷嬷。因一念之差，恶果满盈，罄竹难书，还不知悔改，当真可恶。真是我杀的，罪我都认，大人赶紧判吧，我累了，不想再争辩了。好，江静，你纵火烧死江大乔，按我朝律令判你死刑；你勒死彭府曾嬷嬷，按我朝律令还是得处以死刑。你还纵火伤害了周娟和江叔，公堂之上巧言狡辩，冥顽不灵，不服管教，罪上加罪。本官判你腰斩之刑。画押。不是，周氏和江叔在里面吗？吴大姐，我想见一见舒儿。彭夫人啊，江姑娘恐怕不想见你。吴大姐，麻烦你去帮我劝劝她好吗？我有好多话想要对她说。哎，江姑娘就住在东厢房，你想要和她说什么就去吧。舒儿，我是娘啊，你快开开门，让我见见你。彭夫人，我知道你的来意，但我既然已经被江家领养，那我就是江家之女，你还是回去吧。舒儿，是娘对不起你，是娘伤害了你，但娘真的不知道那个江静不是我的亲生女儿啊。舒儿，娘是真的知道错了。彭夫人，我的娘是周氏，你还是回去吧。舒儿啊，你娘为了护着江静而伤害了你，但她已经知错了。那个时候，她并不知道江静不是我们的女儿，要是知道，她是绝对不会那样对你的。舒儿啊，你娘是无心要伤害你的。彭大人，我娘年迈，身体又有诸多不适，我只想跟着她一起回乡下去，好好的照顾她。夫人，看来我们将她的心伤得太深了，她一时半会儿还是不能原谅我们。那我们就再等等，等到她伤口愈合了，再和她相认。翌日，谢子云便来告诉他们，周氏母女已经收拾好包袱，准备回乡。彭夫人自然是不舍，但她也别无他法，只好派人准备马车，亲自送他们回乡。焦知县呐，舒儿这件事多亏你了。查明案件，将凶手绳之以法，乃下官分内之事，大人莫要放在心上。修水坝的事，你若有拿不定主意的地方，就派人送信给本官。就此告辞了。云霄，今日我正式将范大鹏擢升为捕头，不知他有没有邀请你去吃擢升酒？有啊，不过我还有些公务没处理，所以就拒绝他的邀请了。他连你都请了，为何不请我？云霄，我出去散散心。这个家伙散心是假，去喝范捕头的擢升酒才是真吧？谢子云和众多捕快、草海热热闹闹的给范大鹏庆贺。众人一开始就想给谢子云灌酒，但是谢子云这次死活不肯喝酒，众人只好作罢。你怎么这么早就走了？
我忽然想起了我的舅舅，便没什么心情再喝下去了。你要回家吗？难得放假，我得要早点回去陪我的家人。谢姑娘，我有些话想要对你说。何大哥有话尽管说。谢姑娘，其实我喜欢你很久了，你能接受我吗？啊？对不起啊，何大哥，我不能接受。我一直把你当做是大哥，对你没有别的情愫，实在是对不起。为什么？难道我有什么不好的吗？我是真心喜欢你的，紫云。不是，你很好，是我的问题。何大哥，你会找到一个比我好上千百倍的女子。紫云，我不嫌弃你是个仵作，所以你的问题便不是问题。何大哥，我们是真的不适合。何泛舟失落地望着谢子云的背影半晌，然后又踏进风河楼。啊，希望过了今夜，他就会放下这份感情。一个人想要放下一份感情，并非一夜就可以的。啊，大人，你是鬼吗？怎么走路没有声音？你怎能偷听我们说话？本官微服私访路过此地，并非有意偷听你们谈话的。还微服私巡？你以为自己是皇上啊？不是得知谢子云回绝了何泛舟的事情，他喋喋不休地说了谢子云好几天，才消停下来。这一消停，他又托人给谢子云说媒。这天是木修的日子，不是让他好好梳洗打扮一番，换上了老娘给他刚做好的新裙子。娘，你这是要干嘛？该不会又让我去相亲啊？没有的事儿，只不过是你舅母今天要过来，你平时咋咋呼呼的，一点也不像个女孩，所以今天让你好好装扮一番，免得被你舅母笑话。姐，你鬼鬼祟祟的在做什么呀？子云，你给我站住！娘，我衙门里面有事儿，我得要去处理。你当老娘是傻子呢？今天木修，你有个屁事儿！你还想欺骗老娘？娘，我没有欺骗你，我衙门里真的有事儿，你别追了，我跑不动了。死丫头，你跑不动就别跑，累死老娘了。吴氏追得气喘吁吁的，依旧不肯放弃。两人就这样我追你跑，一直到大街上。我的老娘啊，你都折我一条街了，能不能停下来歇息一下呀？不能。老娘啊，那我可就要动真格的了。这死丫头还没动真格，老娘就追得累个半死。那她要是动真格的，那老娘的这双腿岂不是废了？啊！谢子云，你这是在做什么？大人，原来是你啊！你的胸膛怎么比石头还要硬？疼死我了！哎呦，这撞了人不向被撞人赔礼道歉就算了，竟然还埋怨起被撞人的不是。也就谢姑娘你能做出来这种事了。为何跑得如此快？这还用说，肯定是有条狗在追她。高师爷，是我在追他啊，不是狗。哎，吴大婶，你先喘口气。谢姑娘是做了什么事惹你生气了？你给我们说说，我们替你做主。你不知道，这个死丫头都快要把我给气死了。她又做了什么事？你细细说与本官听。若她确实不对，那本官就治她一个忤逆不孝罪。大人啊，她今年都18了，还没谈成一桩亲事，再这么下去，只怕真的嫁不出去了。我好心找了几个好人家，就等着今天相看，结果这死丫头又骗我说衙门有事，想逃跑，你说气不气人？难怪她今日打扮的这般好看，原来是要相亲。吴大婶，你说的对，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谢姑娘啊，的确是该嫁人了。今日我和萧大人难得空闲，不如我们去你家，帮谢姑娘参谋参谋，看看那来相亲的男子品性如何，是否能配得上谢姑娘。哎呦，这可太好了，能有你们帮忙参谋，我就不怕看走眼了。既然谢姑娘为本官做事，那本官替她参谋一下相亲对象也是应该的。这2位风神俊朗的公子是啊，这位是萧大人，咱们周潭县的县令，另一位是高师爷。哎，吴大婶儿，你这般介绍呀，我可就比他矮了一头了。你得要告知脸子，我是京城高家的高举人。我之所以来周潭县当师爷，那是看在他与我是多年同窗好友的份上。你们2人姓甚名谁？哦，这是我表哥吴天福，那位是王铁山。你们父母是做什么的？家中国产如何？住在何处？在周潭县里可有房产？你们日后有何抱负？打算从军还是科举？
你们看着年纪都不小，为何迟迟不娶？可是身患隐疾。回大人，小人在县城里学了打铁的手艺，还只是个学徒。小人之所以这般年纪还未娶妻，并非小人身患隐疾，而是小人家穷。小人也是没患隐疾，小人在家里农耕，没念书。哎，萧大人真爱说笑，我们普通人家没几个念了书的。谢姑娘饱读诗书，能文会画，日后必定与他夫君琴瑟和鸣。若是对牛弹琴，那可就扫兴了。两个男子低着头，不敢跟萧逸对视。赵氏见状，只好给萧逸行礼辞别。吴大神，既然没什么事，那本官就告辞了。是不是你和萧大人串通好了，所以他才将他们给吓走的？娘，我们在街上碰到萧大人，纯属偶然。在回来的路上，我和萧大人都没有说话，你一直跟在我们身后，应该知道的。回来后你就把我关在了房间里了，那我还怎么和他串通？哎，这萧大人还真是好心办坏事啊，把那相看的人吓跑了，那你的亲事怎么办呢？娘，你要相信你的闺女，我没有那么差的，到时候肯定会有人愿意娶我的。有人愿意又有什么用啊？你又不愿意嫁。喂，今天你是怎么回事啊？什么意思？你今天在谢武座家里对那两个男子的要求太高了。你应该知道，这天底下大多数人是平凡的，而平凡的人亦有伟大之处。哦，然后呢？你明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情况，还故意问那些话，这不是摆明在赶他们吗？谢武座协助我办了不少案子，我帮他赶走几只苍蝇，举手之劳而已。怎么，你觉得不妥当？哼，只怕你帮他赶走几只苍蝇，日后他就要成为你的苍蝇了。你在胡说什么？我说什么，你心里不清楚吗？次日，衙门外面就响起了鼓声。萧逸接理案件，没有贸然升堂的习惯。告案的人被衙役引领着来到勤勉堂。敏妇杨如叩见青天大老爷。你是徐家大少夫人吧？正是敏妇。适才你击鼓所谓何事？回大人，民妇状告二叔谋夺家业，毒害兄长之罪，这是民妇的状纸，请大人过目。8天前，徐老爷溘然长逝，家中产业由族内长者商议，决定交由长子徐超义接管打理。昨日头七祭拜了徐老爷之后，众人各自离去休息。徐超义告知杨如要去书房清点账簿，独自一人留在书房。当时是酉时末，便让下人煮了一些莲子羹，亲自送去给徐超义。结果他进了书房，就发现徐超然在他的书房中，而他的相公徐超义已倒在地上死了。徐超义死相凄惨，显然是中毒所致。大人，我相公定是被二叔徐超然毒死的，请大人为民妇做主。此案颇有可疑之处，本官定会尽快立案追查。杨氏，除了你，可还有别人看到命案现场？我身边的丫鬟喜儿当晚跟着我一块儿去的，她端着莲子羹站在我身后，也看到了屋内一幕了。大人不信，可问问喜儿。那徐超然现在身在何处？昨夜他有何说辞？二叔狡辩说是刚刚到书房，只比我们早一步发现我相公中毒身亡。这等鬼话，叫我如何相信？为何不信呢？他是想谋夺家业，杀害了我相公，徐家的家业便全都落入他手中了。徐老爷生前一直准备让徐超然来接替他掌管家业，不过徐超然一心都在自己的妻儿身上，屡次拒绝了徐老爷的重任。徐老爷因为心痛病突发病逝了，最终也没有来得及指定掌舵人，于是徐超义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徐家家业的掌权者。而且徐超义掌权之后，立即就把原本属于徐超然打理的店铺全部都收回手中，不让徐超然接触。徐家祖上有规定，家业不能分裂，只能交给一个孩子打理，其他孩子从获利中分一份财富过日子。杨如这说法有很大可取之处，徐超义一死，掌管家业的自然便是徐超然了。你且先回去，出入须得有人相陪，本官自有打算。大人，你说徐家二少爷是凶手吗？徐超然不是傻子，他的性子不像是为了家业会杀害兄长的人。这件案子还是得要仔细调查一番呢，不然杨如这个寡妇不会甘心的。大人，要验尸的话要尽快，越早验越有利，迟了的话会出现许多意外的变化和干扰。草民徐超然拜见知县大人。
徐超然，你兄长的尸体现在在何方？本官要让谢姑娘验尸，确认死因。文人，您是仵作？请先领我们到尸体那儿去。在他的引领下，谢子云进了一间宽敞的房屋中。验，男性死者1名，年龄在25左右，身高5尺，身形略显矮胖，嘴唇破裂，有细微鲜血，衣服上有奇怪的污秽物，口腔内发现同样的污秽物。死者临死前有呕吐现象，死者口腔中有浓烈的酒气，临死前应该有喝过酒。我相公没有别的爱好，就是喜欢喝点酒，但他说最近要掌管家业生意，打算戒酒了的。本官一直听闻，徐大少爷有嗜酒的习性，只怕这恶习不容易改。死者尸体上没有任何可疑伤口，排除利器致死的可能，初步可以判断是毒杀身亡，具体还得进行解剖才能确认。大人，一定要剖尸吗？对。可是这症状很多大夫都说是中砒霜而死的，为何还要剖尸？难道这位女仵作看不出我相公的死因吗？谢仵作自然能看出来，但他比较谨慎，万一有其他的可能导致案件错判，那可就要冤枉一个无辜的人，让真正的行凶者逍遥法外了。谢仵作，你大胆解剖，但必须得给本官一个准确的答复。我明白。你们都先出去。死者体内的消化系统有水肿、充血现象，胃黏膜上有细微的粉末，应该是3氧化二砷，俗称砒霜。另外，胃袋内有高浓度乙醇，也就是白酒，与方才的褪色相符。肝脏有坏死的现象，与死者嗜酒习惯有关，其他器脏没有可疑之处。何时死的？从尸僵、尸斑以及尸体温度推测，死者是在昨日戌时死的。辛苦你了，你先歇息吧。谢子云在房间里面缝合尸体，萧逸则来到了徐超逸的书房，仔细地看着房间里的情况。杨氏，徐超逸死后，这个书房可有人出入？我相公出事，家里的人都来过。他正值壮年，无病无痛，突然暴毙，你不觉得可疑吗？我亦觉得可疑，不过当时大嫂一口咬定我是凶手，我不知如何解释。二叔，你还想狡辩吗？大嫂，我真的没有害大哥。我到屋子里的时候，只见大哥趴着，旁边还倒了一个酒瓶。我以为大哥是醉了，便唤了他几声，见他没反应，这才上去拍了他肩膀一下，他就倒下去了。恰好在这时，大嫂你就进来了。我方才已经看过了，从房子的南北坐向来看，徐二少爷进了书房后，大少夫人立即从正房走来的话，只需半盏茶的时间。二少爷的说辞是有一定依据的，就是巧了些。那酒瓶在何处？本官现在怀疑酒里含有剧毒砒霜，是导致死者毒发身亡的重要证物。在那儿，当时我特地将它留了下来，里面还有酒水。你们可有人认得这酒瓶？什么时候送到这里来的？这酒瓶我从未见过。大人，我昨天就已经问过府邸里的下人了，大哥身边的小厮也从未见过这个酒瓶啊。会不会是徐超逸从外面带回来的？他有很大的酒瘾，在外面买酒喝，不足为奇。这有很大的可能，我就不止一次见到他从外面带酒回来。大嫂，你应该更清楚吧？他说他最近要戒酒的。现在重点是酒里的毒到底是谁下的？杨氏，你到书房的时候是何时？应该是戌时末，未到亥时，刚回房时是酉时末，然后令下人包莲子羹，包了大半时辰，包好我才送去的。徐超然，你呢？是戌时末，我从自己院子里离开时，遇到王管家，请王管家过来。王管家，你昨晚什么时候见到徐超然的？是戌时5刻到6刻，我给宋金的大师送完糕点，回去时正好亥时入睡，正躺下便听到大少爷出事了。从你们相应的地方到死者书房这里要多久啊？快的话要半刻钟，慢的话要1刻。这么说，徐超然到达死者书房，最快也得是戌时6刻，而杨氏到书房的时间，最迟也得在戌时7刻抵达。如此一来，王管家才能在亥时就得知死者身亡的事情。大人，中砒霜之毒，最快也得折腾上半个时辰，期间中毒者上吐下泻，随后进入半昏迷状态，最终救助不及致死。若是剂量不足，折腾数个时辰也是常有之事。如此一来，徐超然便不可能下毒了。
大嫂，我岂会加害于大哥？我一向尊重兄长，从未想过与兄长争夺家业掌权之位，你误会我了。此案还有很多疑点，本官要彻查徐府上下所有人，你们把人召集起来，本官要一一审问。萧毅和高云霄交换着盘问，杨如与徐超然的供词一般无二，还有2个丫鬟也能替他们作证。如此一来，徐超然再无嫌疑之处，杨如确实冤枉了他。除此之外，徐老爷还有一个小儿子，徐家的3少爷徐超杰。这个徐超杰当天给徐老爷办完头七，就去寻欢作乐，压根儿就不在家中，所以这个徐超杰也被排除在外，都没有可疑之处。恩人，适才我与我娘子便想向恩人道谢，不知道恩人可否留下来吃顿便饭，好让我夫妇尽个心意。不用了，下次吧。那恩人可否告知居所何在？恩人与我妻儿有再造之恩，我夫妇2人一直铭记于心，不敢相忘。徐超然，谢姑娘是本衙仵作，你家如今发生命案，恐怕谢仵作不方便与你们私下见面。你若要报恩，等着命案过后再说。萧大人说的在理，你还是先回去照顾你妻儿吧。况且我本是举手之劳，不图你报恩，你不必在意。3人走远了些，高云霄便问起了谢子云跟徐超然的事。谢子云想着也不是什么大事，便随口敷衍说了几句。原来如此啊，那外面的传言看来不虚。什么传言？传闻徐老爷生前便有意要把徐家家业交给徐超然打理，只不过徐超然因为妻儿体弱多病，所以一直在家中照顾。夫婿差点死在棺材里，这种情况下还能顺利诞下婴儿，已经是苍天垂怜。只是体弱多病，已是侥幸。母子平安固然是好，可徐超然无心打理家业，可把徐老爷给气坏了。疼爱妻子儿子，这有什么不对的？你不懂，大丈夫志在四方，怎能困于温柔种中啊？文治武安，不愧皇恩祖荫，方是大好男儿。圣人云：修身齐家治国。若不能善待妻子，如何齐家？若是不能齐家，如何治国？难道你高家府里琐碎事务是令尊打理的吗？没令堂，只怕令尊要烦于琐碎之间，妄言治国平天下也。萧逸，你不管管你属下吗？我才说他1句，他便顶我10句，我迟早被他气死。大人，难道我有说错吗？天色昏暗，云霄你先回去，我送谢姑娘回家，免得她再出意外。今晚吃事呢？我先给你备着，你快去快回。谢子琪做了多久狱卒了？可有打算做衙役？有。会不会太小了点啊？跑跑腿传递书信总不成问题的。云霄，你给安排一下。谢大人。等一会儿，本官还有事要你帮忙。本官想让你代表衙门和谢子琪一同去徐家，询问徐家女眷案情，尤其是杨如与徐超逸的感情。徐超逸死在书房，能够随意进出书房的人，杨如当属第一个。可是昨天不是说他和丫鬟一直都在房间里吗？有钱人家买凶杀人不稀奇，他找个奴仆下毒也不难呢。徐超逸是个嗜酒之徒，大多酒后乱性，再加之徐超逸之前的日子并不如意，染上这种恶习不足为奇。你且去看看，试探杨如有无杀人动机。谢子云混入徐家，也不去找杨如，见一个婢女丫鬟就拉过来聊几句，聊了半天没有打听到任何事情，只知道徐超逸以前有嗜酒的恶习，但顶多是骂骂咧咧的，与杨如的关系尚可。正当谢子云准备放弃时，有个丫鬟来找谢子云，说是徐夫人有请。谢姑娘，请坐。这个李岩并非是徐老爷的原配，而是继室。徐家老大徐超逸和徐超然都是原配的儿子，只有徐超杰才是李岩所出。谢姑娘，听说你验尸十分高明，已经检查出超逸的死因，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毒死？中的是何种毒？夫人，这个恐怕不方便告诉你，还望夫人海涵。谢姑娘说得对，我不应该过多询问。不过谢姑娘不是府邸里的人，恐怕不了解我们徐家的事，请夫人指教。不敢。谢姑娘可知道我们徐家的传承规矩？略有耳闻。所有徐家的家业只能交给一名子孙打理，其余子嗣无权智慧，家业所赚得的红利
由着掌舵者发育重子嗣，是不是这个规矩？正是。看来谢姑娘对徐家颇有了解，那就好说了。谢姑娘理应知道，我夫君有疾病在身，早就想好了接替他掌管家业的掌舵人。老爷原是属意要将掌权之位交给二子超然的，可那长子徐超义却不甘心，与老爷争吵了好几次，父子两人的关系越发僵硬，都离心了。小女子愚钝，听不懂夫人话中真意，还请夫人解释。老爷病逝当天，我记得超义又因为家业掌权一事与老爷子闹了别扭，父子两个大吵一番，闹得很不愉快。当天晚上，超义便出去喝酒，整个人醉醺醺的回来，还跑去老爷的书房找老爷理论。那徐老爷这个时候先逝了吗？问题就在这里，第一个发现老爷出事的便是他。等我们赶到时，老爷已经溘然长逝了。那夫人的意思是，徐老爷有可能是徐超义杀害的？这我也说不清楚。若是徐超义所为，那他又是遭何人毒手啊？说起来，这事儿也奇怪。超义死的时候不早不晚，正好是老爷头七那天。我想，说不定是老爷的冤魂回来索命的。冤魂哪能索命啊？都是哄小孩子的。都是下人胡说八道，我就听了那么一嘴。不过，谢姑娘，你说会不会是超义自己服毒自尽的呢？夫人所说不无道理。就超义此人，据说他嗜酒，不知可有酒后发疯伤人、胡闹一类的事情发生呢？据我所知，未曾有过，顶多是对下人大声呵斥几句。那他与杨氏的感情如何？以前倒是平平无奇，不过最近杨氏身怀6甲，超义便与他恩爱了许多。那徐超义有没有养外室？不曾听说。老爷在世时，从不许家里男子在外头胡来。离开徐府，谢子云与谢子琪在街边吃了一点东西，这才回衙门里禀报。齐老爷之死，当时我也听说有猫腻，不过徐家没人来报案，没想到今日徐夫人居然也说出这般话来，只怕当中真有些疑窦啊。徐老爷一死，牛鬼蛇神都冒出来了。这案子肯定与徐老爷的死有关。大人，我们要不要开棺验尸，检验徐老爷的尸体？此事本官自会安排。不过，你觉得徐老爷的死有蹊跷吗？徐超义当天喝多了，醉醺醺的去找徐老爷，说不定酒醉误事，害了徐老爷。徐超义能够走到徐老爷的书房，这就醉得不真呐。况且徐家当时叫来大夫救治，说是发现死于其他缘故，只怕这位徐夫人早就来报案了。大人，你怎么看待此事？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你准备准备，明天为徐老爷开棺验尸。云霄，这个徐夫人行迹有些可疑，你去查一查她的底细，还有将那徐超杰的为人品性也都查清楚。下旨时，萧毅才将消息传递给他，徐家同意验尸了。为了方便明天验尸，萧毅已经派人去挖坟墓了，明天一早就直接验尸。翌日天一亮，谢子云就跟萧毅去了徐家的祖坟，给徐老爷做尸检。娘，爹已经入土为安了，你何必要再折腾他老人家呢？我只是说老爷的死有些蹊跷，谁知道他们当真了。但愿这次开棺验尸能够找到一些线索，否则就真对不起父亲了。谢子云出验之下，确定尸体没有明显外伤，也没有中毒的现象。他将尸体仔仔细细地查了一遍，还是一无所获。大人，从尸体表面的现象看不出有何异样，我得进一步尸检。大人，这是要剖尸？必须剖尸，才能做出全面而准确的尸检。谢子云进行解剖验证，又花了1个时辰，快到5时才检验完毕。死者的确是死于心痛病，从心肌冠状动脉可以观察到血栓堵塞。收敛好徐老爷的尸体，让徐老爷入土为安吧。萧大人呢？谢仵作，我怎么发现你一天到晚总是围着萧毅转呢？我是想听听他对这桩案子的分析，难道你不是吗？你只是一个仵作，听什么案情分析啊？我看你分明是别有用心。你看我做甚？我告诉你，我可是有未婚妻的，
你想都别想。难怪萧大人每次这办案子都不带你了，你这满脑子都是想着情情爱爱的事儿，怎抵得上我兢兢业业帮忙找线索、分析案情的仵作？哎，扶不起也就是扶不起啊！你行了，萧大人多半是去徐家了，这衙门呀就交给你了，我去看看能否帮上忙。来到徐家，谢子元却发现萧逸根本就没有来徐家。谢姑娘，你这次又要查什么？我就是来看看这里还有没有别的线索，不打扰二位，二位回去歇着吧。娘，谢仵作也是为了尽快破案，您就别说他了，您还是去我屋里坐着喝杯茶吧。行，你就在这里好好的查看，有什么事就喊我们。谢子元在书房里面找寻着蛛丝马迹，突然他的眼睛被书架上一个小小的瓷瓶吸引住。在这个摆满书籍的书架上，这个小瓷瓶格外刺目。他小心翼翼地打开来看了看，发现是一颗颗的黑色小药丸。不过他无法辨认出是什么药物，想了想便去找杨如询问。谢姑娘，你这药是哪儿来的？这是老爷心痛病的药，怎么会在你手里？你确定这是徐老爷的药？的确是，这是我在徐超义的书房里找到的，就在书架的角落里。怎么会在相公的书房里？徐夫人，县令大人请您到衙门去一趟。去衙门？谢仵作，萧大人让你跟我一起回去。回到衙门，李岩跟着谢子云和捕快来到祈年堂。民妇李岩见过大人，不知道大人传民妇来有何要事？李岩，事到如今，你以为你还能瞒得下去吗？大人，民妇真不知道大人所指何事，还请大人明示。2年前，你逢年过节才会去寺庙里礼佛，可如今你几乎每个月都会去寺庙里礼佛，对不对？民妇是刹那顿悟，这才诚心礼佛，祈祷佛祖保佑徐家上下平安。大人，这有何不妥？刹那顿悟，我看你是刹那心动，红杏出墙才对。大人，民妇冤枉，民妇可是清清白白的，从未红杏出墙。哼，把人带上来。李岩，你可认识你身边这名僧人？认得，他是民妇的表哥。他就只是你的表妹吗？他还是贫僧出家前未过门的妻子。还有呢？你们这2年来都干了些什么好事？还有，我们续了前缘。把你们2人的事从头到尾明明白白的说来，但凡有丁点隐瞒之处，本官绝不轻饶。他原本出生于书香世家，从小就与表哥定了亲事，青梅竹马。不曾想姨父一家出游时遇到了山贼，姨父姨母都被杀害，表哥下落不明。李安父母等了1年，始终杳无音讯。最终李岩嫁到了徐家当续弦夫人，一眨眼便是18年。2年前李岩在寺庙中偶遇表哥，2人重逢之后各诉衷情，一来二去便生了情愫，背着徐老爷暗暗结合。我们原本打算等老爷死后便远走高飞的，可没想到老爷突然间就出事了。就只是这样而已？就是这样，望其大人明察呀！荒谬！你们俩背着我爹暗通款曲，只怕早就恨不得将我爹除掉，好成全你们。请大人给草民做主，还我父亲和大哥一个公道。徐施主，贫僧真的没有害过徐老爷呀。贫僧自知罪孽深重，但从未有过残害他人的心思啊。徐老爷暴毙那天，你可是在寺庙里？不错，贫僧在寺庙里，有众多师兄弟可作证。那也有可能是他杀害父亲的。真的是你杀害了徐老爷吗？冤枉！大人，民妇没有害老爷，老爷是死于心痛病，民妇未曾害过他呀。这是我从徐超义的书房里面搜出来的，徐夫人说这是徐老爷医治心痛病的药。啊，这药怎么会在大哥房里？这是父亲随身携带的救急药丸，每次心痛病突发时服下这药丸便能缓过去啊。你们发现徐老爷暴毙的时候，可见过这药瓶？大人，一定是老大他为了争夺家业，所以对老爷见死不救。他定然是在老爷头七那天心有畏惧，这才服毒自杀。民妇早就怀疑他了，只是苦于没有证据，求大人明察。也有可能
是某些人拿走之后，趁着大家不备，放进徐超义的书房里。李氏，你且听听本官的推论，看看有无纰漏之处。你先是私下偷走徐老爷的药，令他病发之时无法及时服药，葬送性命。事后你又怕被人发现端倪，将率先赶到徐老爷身边的徐超义毒死。可你没想到杨氏会来官府告状，官府介入了调查，你担心会被本官查出真相，便想伪造出徐超义畏罪自杀的假象。你便将偷走的药放在他的书房中，想引导本官误以为徐超义才是害死徐老爷的凶手，让他当你的替罪羊，对不对？冤枉啊！民妇没有偷走老爷的药，民妇没偷啊！哼，事到如今你还想抵赖吗？你没偷，难道是死人偷的吗？本官检查案发现场时根本就没看到这一瓶药。我来人，将两人押入大牢，明日再审。我总觉得这个徐夫人有些不对劲呢。我也觉得她不对劲儿，她对于这个案件，一会儿十分配合我们的调查，一会儿又阻挠我们。先是徐老爷病发身亡，我们已经确认他是死于心痛病，但这种病并非没法医治，这瓶药丸就是徐老爷的救命宝药。可是徐老爷那天却没有及时服药。徐老爷若是个谨慎的，这药应该随身携带，在他怀里的话就不会来不及，也不会拿不到。这么说，有人在这之前偷走了药？不对，没人知道心痛病什么时候爆发，贸然偷走，若被发现，只会引起徐老爷的怀疑。李岩他不会做出这般愚蠢的事。我的猜测是，在徐老爷要用药时，有人将他手中的药瓶给夺走了。有人从他手中夺走，那岂不是变相害死徐老爷？若真是如此，那岂不是徐超义成了最大的嫌犯？徐超义是第一位发现徐老爷死亡的人，但他并非是凶手。你们仔细想想，如果徐超义是凶手，从徐老爷手中夺走药瓶之后，第一个反应应该是什么？跑。很多初次作案的贼人第一反应就是逃跑，免得被人发现。不错，徐超义嗜酒，多次与徐老爷发生冲突，可见他不是一个沉着冷静的人。若是他从徐老爷手中夺走药瓶，那他恐怕还做不到亲眼看着父亲死在自己面前，然后呼叫别人过来吧。而且他若是这般心狠手辣的话，那他就不可能在事后服毒自杀呀。所以本官认为，徐超义是第一个发现徐老爷病死的人，而夺走徐老爷救命良药的另有其人。那天晚上到底还有哪些人见过徐老爷？这是条线索。属下这就带人去徐府盘问，请大人稍后。那范捕头你再辛苦一下，找几个捕快，看看县城里的药房，看看最近半个月有无卖出砒霜的记录。假设是李岩当晚发现徐老爷病发，但徐老爷要服药时，李岩抢走了药，然后急匆匆离开。随后徐超义发现徐老爷病死的，直到徐超义接管徐家的家业大权，没人对徐老爷的死有过疑心。李岩为何还要毒害徐超义啊？徐超义极有可能是发现了端倪的，只是他没来得及说。为什么来不及啊？他发现了端倪，但徐老爷的确是死于病发，无凭无据，只能埋在心里头。再后来他又要忙于接管家业，更是无暇细思，于是直接去找凶手询问端倪之处，这才引来祸端。只要找到李岩购买砒霜的证据，就能够将他定罪了。他的杀人动机再明显不过，徐老爷恐怕早就发现他红杏出墙了。你是女仵作吧？我娘在衙门里怎么了？为什么还不出来？原来是徐家的三少爷徐超杰，李氏现在有命案在身，萧大人将他押入牢中准备审问。我娘她真的是凶手？你们会不会是抓错人了？徐少爷，这些我不方便透露。昨晚徐夫人在牢狱里上吊自尽了。谢子云急忙来到李岩上吊的牢房，他用自己的腰带绑住天窗，面向牢门缢死的。谢仵作，验尸。只怕无需仔细检验，这肯定是自杀了。初步判断的确是自杀，从脚部的尸斑观察得出，死亡时间是今天早上丑时前后。死者脸色苍白，神色平静，衣裳整洁，没有挣扎痕迹，这些都是自杀的常见表现。锁钩在甲状软骨与舌骨之间，着力处锁痕最深，两侧斜行向上提空，在脑后形成了八字不交的现象，的确是缢死。李岩的牢房是单独一间，没有可能是他杀，况且这里还有他的认罪供词。墙壁上有一首打油诗，是李岩死前留下的供词：28芳龄丧夫婿，心如死灰作续弦，韶华易逝红颜老，佛陀再把前缘赐。
三从四德困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气愤夫君夺药瓶，欲走他乡引性命。天高还未任鸟飞，东窗便见我猫腻。回头无路错已住，杀机再起酒对毒。栽赃嫁祸逃法网，功亏一篑入牢房。望父黄泉洗罪孽，无儿勿为我怜伤。谁给李氏笔墨的？可知道是什么时候？是小的给的笔墨。那李氏说要写供词给大人，愿意认罪，小人便将纸笔给了他。大概是子时前，小人给了纸笔之后，见他写的磨磨蹭蹭，便去忙别的事了。再回来就发现他上吊死了。李氏入狱之后，有没有人来过？没有，李氏犯了命案，按规矩不允许亲属查看。是他的笔迹，字迹秀气中带着艰苦，是他自发写下的。大人，徐超然求见。传。我娘呢？她在哪里？三弟，不可造次。大人，我想见我娘，求你了，让我看看她吧。如此说来，李氏真的是害死我父亲和大哥的真凶。你认为还有可疑之处吗？草迷愚钝，还望大人指点迷津。你可不愚钝，要不是你找人到本官面前传话，让本官知晓李氏李佛的秘密，只是本官也不好愚弄，你最好是清白的。这个秘密我早就发现了，只是他没做幺蛾子，我便容下他。可我没想到他竟然害死了我爹，还害死我大哥，我岂能容他再逍遥快活？此案还有些可疑之处，本官现在还不能结案。你们徐家所有人都不许离开周潭县，听事传召。虽然李氏认罪了，但还得确认李氏是否买了砒霜。在徐超义发现徐老爷病死前，李氏是否见过徐老爷？若是这两点不能成立的话，那李氏未必是真凶。李氏如果是真凶，接下来我们只要查到确切的证据便可结案。若他不是真凶，那他定然是为某个人掩盖罪名。不错，李氏若是想为别人掩盖罪名，除了那僧人之外，剩下的便是徐超杰这个儿子。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查找到证据，我打算去徐老爷的书房看看。午后，谢子云看到垂头丧气的高云霄回来了。高师爷，这地上有线索吗？城里的药材店都查了，没有贩卖砒霜的线索。其他几个人去白水镇等地搜查，恐怕也不会有收获。那砒霜到底是哪来的？徐老爷的死和许超业的死只相隔了7天，而这段时间里，徐家都没有离开县城的痕迹，所以我推测凶手应该不会跑去其他小镇买砒霜，凶手不太可能提早准备杀害徐超义啊。唉，砒霜这条线索应该是凶手刻意隐瞒了。王管家证实了，在徐老爷死之前，徐老爷传唤过徐超杰。这么说，真的是徐超杰所为？徐超杰极力辩解，他临走前徐老爷还活得好好的。仅凭当天他在徐老爷书房待过，还无法将他捉拿归案呢。砒霜这条线索无法坐实凶手，又没有人证，不知道他何时离开。离开时徐老爷是生是死，的确不能将他治罪。不过本官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发现了一点端倪。你们还记得那一瓶毒酒吗？砒霜就下在酒里，怎么能忘啊？那你们可还记得杨如曾提到徐超义打算戒酒，既然他要戒酒，为何在父亲头七那天还跑到书房里去喝酒？酒瘾又犯了？酒瘾犯了就该在外头买酒喝了，清醒后再回家。没道理酒瘾发作，买了酒却不喝，放在书房里等做完法事再喝的。那瓶酒极有可能就是凶手买的，且提前在酒水里下了砒霜，然后将它搁置在徐超义的书房里，等着徐超义上钩。正是如此，只要查清楚那酒是谁买的，便可捉拿凶手归案了。本官已经查明那瓶酒的出处，下令范捕头把人抓入牢狱之中了。次日辰时，衙门便公开审理徐家命案。传原告杨如。大人冤枉啊，草民是无辜的。徐超杰，本官没问你话，你无需开口。若再扰乱公堂秩序，休怪本官掌你的嘴。你是在牢狱之中以忏悔赎罪上吊自杀了。他有意将徐老爷和徐超义的死都归并到自己头上，只是他忽视了一点，他从不饮酒，也未买过酒水。那这瓶将徐超义毒死的酒水自然就不是他准备的了。掌柜的，你看看这酒瓶，可是你酒居的？是，这是小店的酒瓶。小店定制了一批青花瓷瓶装酒卖，略添雅致，本县城只我一家如此。那你告诉本官，徐家这些人当中有谁去你那里买酒了？什么时候买的酒？
回大人，在徐老爷头七那天中午，徐三少爷曾经去小的店铺里喝酒，走的时候带了一瓶。那可是这一瓶。正是这一瓶。你怎么知道就是一瓶？你们十里香的酒瓶都是一个样子的，你能认得出来这是我买走的？当然认得，这酒瓶底下有序号，每一个瓶子就有一个数字，这方便客人们把酒瓶还回来的时候退了瓶子的钱。三少爷的这一瓶就是27号瓶。徐超杰，人证物证俱在，你还不肯老实招供吗？不是我娘她都承认了，都是她做的，与我无关。住口！徐超杰，你娘为你顶罪付出了性命，你还好意思把罪责归咎到她的头上？你夺走徐老爷的药，导致他病发之时无法及时服药，一命呜呼。你的行迹被你大哥徐超义看到，你担心他会发现，所以买酒投毒。至于徐超义书房引诱他饮酒中毒而死，你还有何话可说？还能如何反驳？你这个畜生，你怎么能毒害你大哥？你叫我和我腹中的孩子以后怎么过日子？你这个禽兽！我是无心之失，我不是故意害死爹的。我娘已经替我顶罪了，她已经把命赔给你们了，你们为什么还不肯放过我？为什么？徐超杰，你娘已经为你断送了性命，你还不肯悔改，执迷不悟吗？是你们逼死我娘的，她是无辜的，为什么要把我娘往死里逼？她想要我好好的活下去，你们谁也不能杀我，我绝不能死，不能死，放我走！杨世怀有身孕，大家不要刺激他。让开，放我走，不然我就杀了他！萧逸见状，只好挥挥手，示意捕快们让出一条路。徐超杰挟持着杨儒往后退，萧逸带着众人紧随而出。大街上，一大群居民都围着徐超杰，对徐超杰指指点点。徐超杰，你不要再逞凶了，放了你大嫂和你未出世的侄子，给你大哥留个血脉吧。我放了他，你们会放了我吗？弑父杀兄，丧心病狂，本官绝不能轻饶了你。是他们逼我的，他们逼我的。死老头眼里只有大哥二哥，我做错一点事情，他就把我骂得狗血淋头，还决定以后连徐家的分利都不给我，让我自己自生自灭。他眼里压根就没有我这个儿子，只是把我当成他一生中的污点。那是因为你偷了钱庄里的库银，一共2000两白银。你这个监守自盗的家贼，徐老爷不赶你走，徐家迟早被你掏空，兄弟迟早要反目。我只不过是拿了2000两白银，反正年底我就能分到不少银子，我到时候再还回去就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徐老爷就是不想其他人像你这样偷走家业的钱，导致整个家业落寞。他这是为了家族长盛不衰，你却只是为了自己一人，你还好意思指责他的不是？我已经知道错了，我哀求的是他的心太狠了，扬言要把我赶出家门，他都不管我的死活了，我凭什么要理会他的死活？那你也不该夺走他的药瓶，他可是你的亲生父亲啊！我没夺，是他自己没拿着药瓶，这才来不及服药的。我捡起了药瓶，想给他服药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你撒谎！你当时是巴不得他去死，所以捡起药瓶，却不肯给他服药。你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在你面前，想着他死了就不会有人赶你出家门，所以故意不去救他，难道不是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们不要再分口舌了，把路让开，放我出城，我可以饶他不死，否则我便让他一尸两命。徐超杰，你走不掉的，你挟持着一个孕妇，能走多远？给我一匹骏马，快！让他把马牵过来！你们都退后！你们都给我退后！退后！这乌木弓瞬间就被萧逸拉满，他瞄都没瞄，直接就放箭。徐超杰还没有及时出一箭之地，后背心脏位置便钻出了一股剧痛，松开了缰绳，摔倒在路边。谢子云抱住马脖子，被骏马带出去很远一段距离，到城门口才被拦了下来。还好这匹马很温顺，没有将他甩下来，不然他肯定得受重伤。没事吧？没事，就是被吓着了，歇一会儿就好。那你就先回去歇息吧，衙门里没什么事的。为什么要把徐超然也抓起来？难道此案还有疑点吗？
昨日在徐老爷屋里搜到一幅画轴。画轴有什么问题啊？画轴是一个男子穿着锦衣玉靴站在亭子外，他浓眉大眼，威武堂堂，一股霸气透指而出，叫人不敢多看一眼。看样子是个大人物。楚王。徐家怎么会有楚王的画轴？当年楚王强盛，威霸南方，南方各地都有楚王的亲信，更有诸多为其敛财的爪牙。虽然圣上清理围剿，但漏网之鱼仍不在少数，只怕这徐家。你怀疑楚王秘宝被劫和徐家有关？不一定。那你打算怎么办？先对徐家调查一番，看看徐家这些年的账目有没有问题。若徐家还与楚王的残党有勾结，那本官绝不轻饶。你今日受惊了，本官让你休假2日，回家之后好好休息。若是发现身体哪里不适，就让子期转告于我，我派人去给你请大夫。大人，我这一次的确受惊不轻，只休息2日，怕是缓不过来呢。你看，能不能让我多休息几日？那你要休息几日？10天还是20天？10天就行。5天，多1天都不行。那5天之后我还是没有缓过来呢？我相信银子会让你缓过来的。若是5天之后你还是没缓过来，那就扣你月份。只要你在家中多休1天，我就多扣你1个月的俸禄。大人，你要不要这么黑心？我何时黑心了？我一向十分体贴下属，从不黑他们1文钱。谢子琪走了进来，从怀中掏出了一个钱袋，放在萧逸的面前，然后就往地上一跪，将自己所作所为一一说明。大人，我也是前2天才知道的，不过不敢打扰大人办案，便等到今天才让他来认错。大人，你不用给我面子，该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既然谢仵作已经教训过你了，那本官就从轻发落。谢子琪，接下来3天你不用来衙门当差，将你这些银子通通换成粮食布匹，救济乞丐儿童，你可愿意？小的愿意，多谢小大人开恩。以后不准再造次了，否则本官绝不轻饶。意义啊，这谢仵作不错呀。我平日里只觉得他太过贪财，却不想竟是个取之有道、大义灭亲之辈啊。那你以后对他友善点，别动不动就讥讽他。意义，你这个重色轻友的家伙，真没良心！滚！你要是再这样叫我，我不介意一脚将你踹出去。意义，我1个月总有那么1-2天是这样叫你的，你知道的。不知道。闭嘴！你再喊一句，信不信我废了你？哼，你这个人还真没趣啊！我只是打趣你几句，你却要废了我。有事说事，没事就滚。紫云呐，你好点了吗？娘给你包了药，你等会儿趁热喝了。没事儿，好在我平时经常跟大人跑来跑去的，身子骨不错，没被甩下马，要不然那就不是受惊那么简单了。紫云呐，衙门那么危险，你以后还是避着点吧。那徐超杰不知道怎么想的，居然要我当人质。娘，姐，徐家2少夫人来了，见不见呢？恩人，徐家的案子已经落幕了，为何大人还是不肯放我家相公？你叫我紫云便是。你可有去衙门询问大人？问了，可那高师爷只说相公他另有罪名，还在调查中。仔细问，高师爷又什么都不肯说。现在徐家无人拿主意，要是没了相公，满门女眷可如何是好？二夫人，徐2少爷犯了什么事儿，我一无所知，你来找我也没用。看萧大人的意思，只怕事情不简单。你现在得为他管理好徐家，不能再出乱子了。可我一个妇道人家，谢子云只好劝慰一番，希望他能够振作起来。家里一个男人都没有，这徐家往后的日子不容易呀。娘，咱们家当初不也是这么过来的？谁说没有男子就日子过不好了？总归是不容易。你尽快给我找个如意郎君，不然我就是死了都不能瞑目。好啊，娘，明天我就帮你找个如意郎君。死丫头，我说的是你，不是我。一眨眼，时间便到了7月15中元节。柳月镇家家户户早就关了门窗，只在门口放着一个陶鱼烧纸钱。镇上有一个打更的老官夫，3更半夜在镇子里打更，只觉得阴风阵阵。这时，远处突然传来了一阵凄厉的声音，吓得他浑身起鸡皮疙瘩。
谁？那一缕幽光中，一个无头人站在巷子里。鬼啊！文档库房内，谢子云割下毛笔，揉手腕。谢武祖，大人要你去祈面堂见他。可是出事了。他口中的出事指的是命案。不知，大人并未说明为何要召见谢武祖。发现无头尸体的位置就在这里，左右两边都没有门户出入，是一条壁巷。所谓的壁巷子，就是指两边的人家都是背靠这条巷子的，而且这些人家都没有后院后门，巷子两边都是高墙屋檐。大人，命案发生在柳月镇，你赶紧回家收拾包袱，半个时辰之后我们再出发。这次我要和你们一起去柳月镇。你还是留在衙门里坐镇。衙门里没有什么要事，我还是和你们一起去吧。好，那你去交代一下，让曹海和范大鹏等人看守衙门。柳月镇以酿酒闻名，此行若不去喝个痛快，岂不是白走一遭？我们是来查案的，不是来喝酒的。就是啊，你个酒鬼，一天到晚的就想着喝酒。我只是随口说说而已。队伍踏着月色赶路，在子夜时分，终于到了柳月镇，在一间早已准备好的客栈投宿。我准备好了，你领路吧。那快跟我来。两人迅速赶到了一座府邸门口，得知这户人家姓陶，看样子是柳月镇有头有脸的大户人家。尸体在里边。这具尸体就端坐在椅子上，腰脊挺得笔直，他的双手死死地抓住扶手，像极了一尊雕像。最让人惊悚的是，这具尸体的脑袋不翼而飞，脖子上留下了血淋淋的创口。凶手怎么如此狠辣，竟把死者的整个头颅都砍掉了？验尸。尸体的温度略凉，直肠内温度略高于外界，两骨间有暗红紫色的尸斑，触碰之下有微弱的消散现象，全身关节僵硬，尸僵现象正在加剧扩展至全身，并伴随着强烈的尸体痉挛现象，全身肌肉未经松弛阶段立即发生僵硬。死者双手腕处有十分明显的锁痕迹象，身上除脖子外无任何创口，初步估计死因是脖子受到致命创伤，整个头颅被斩断而死。死亡时间初步推定在3个时辰之内，大致为子时前后。尸体为何能保持这种姿势？那是因为尸体出现痉挛现象，这是极为罕见的死亡现象。要想形成这种现象，必须得满足一个条件，那就是临死前死者要有剧烈的肌肉运动，或者是精神处于高度兴奋或者紧张的状态。你能说的再详细些吗？一般来说，人死后身上的肉体便会慢慢的变软，在半个时辰内身体的肌肉其实是软绵绵的，这个过程叫肌肉松弛阶段。但半个时辰之后，尸体又会慢慢的变硬，最后形成全身僵硬现象，这就是尸僵现象。尸体痉挛比较特殊，它是尸体死亡时跳过了肌肉松弛阶段，直接就进入了僵硬的现象。战场上这种现象比较常见，很多士兵被杀时精神处于亢奋状态，死后全身肌肉僵硬，甚至能够保持战力姿态，就是因为尸体发生了痉挛现象。原来如此。以前也曾听闻过一些英勇的将军战死后仍能屹立不倒，吓退敌军，原来是这个原因。如此说来，巷子里的那具无头尸体为何屹立不倒，就能解释得通了。谢仵作，你再检验检验，看看还有没有什么线索，死因和死亡时间有没有其他疑点。谢子云认真地检查了尸体体内的各个器官，确定死者的死亡没有内因，的确是机械性损伤造成的。从胃部发现了一些食物残渣，进一步推定死者死亡时间在子时前后。缝合了尸体，谢子云便道：“我稍后就写验尸单给你们，不过我还得观察一段时间，随时有可能会更改验尸的结果。”谢子云很快就把验尸单写好，递交给萧逸。这具无头尸体死因明确，死亡时间也确定了，并无可疑之处，所以尸检报告很简洁。大人，还有一具尸体在哪里啊？你先在院子里休息片刻，待我将这里查看完毕，再带你去验另一具尸体。好。大人，你快看，这里有脚印。这脚印脚尖向外，应该是凶手逃离时留下的。脚印如此大，定是男子的脚印。而这脚印之所以呈红色，肯定是凶手的鞋底沾上死者的血液才会如此。死者死的时候，凶手肯定站在他身边，用利器割下死者脑袋，身上沾染血迹，不足为奇，自然便留下了脚印。杀了人还要将人头给割走，可见凶手对死者恨之入骨啊。死者是何品性，可问清楚了。
陶府下人皆说死者陶胜是个知书达理、温润如玉、风度翩翩的秀才公。那他平日里可与人结过怨，又有哪些人来往密切？听闻他这个人从不与人结怨，素日大多都待在府中读书，与他来往密切之人也就他的3个同窗好友，而这3个同窗好友皆是秀才身份。其中一名同窗好友便是在壁巷里发现的那具无头尸体。死者还有2位同窗好友是谁？石志明、苏崇德。派人盯住他们。可歇息好了？歇息好了，要验尸得趁早，迟则会生变。谢子云还是第一次到义庄验尸，只觉得这里阴森森的，即便现在是午时3刻，空气中依旧散发着阴森的寒气。大人，因这位死者的死相奇特，家人怀疑有莫大冤屈，不敢置于家中，才安放在此处。待大人查明真相后，再由本家领回下葬。谢子云走进棺材，见里面的尸体虽然已经被人放平，但通过其手脚的姿势可以看出，尸体依然保持着站立的姿势。这一具尸体同样有强烈的尸体痉挛现象，从尸体上的诸多现象可以判断，死者死了15、16个时辰，死因同样是脖子受到锐器损伤，体内各器官并无异样现状，从胃袋里面能够发现一些乙醇和食物的残留物。2名死者死因很明确，皆是被人割走了头颅而致死。死者的脖子上的伤口很是平滑，由此可以想象到，杀害死者的凶手力气必不小，再加上他杀人的手法如此利落，想必是个习武之人。那你可能判断出凶手的身高？从死者伤口的角度，只能观察出利器砍向脖子的趋势，但却不知道是何利器，其长短如何。再加上凶手并非是常人，所以根本无法判断。你对这桩案子有何看法？从尸体上的状况来看，凶手对2名死者都心怀恨意，而且什么？2具尸体都呈现全身痉挛现象，这本是极为罕见的事情。之前我说过，要形成这个现象的要求比较苛刻，需对死者剧烈运动或者精神高度亢奋或紧张。因此，我怀疑2名死者在死前一定发生了让他们精神高度亢奋或者紧张的事情。精神亢奋、紧张？你是说2名死者在死前受过惊吓？第1名死者喝了酒，不可能有剧烈运动的现象，能让他精神亢奋或者紧张的，我想除了看到某些骇人的场面，应该没有别的了。而前天夜里正是中元节。谢仵作，本官见你连尸体都敢解剖，怎么也信那些鬼怪之说？我认为这2名死者应该是见到了鬼怪一类的惊悚场面，精神处于紧张的状态之下，被人割下头颅的。荒唐，世上哪有鬼怪之说？我检查了他们的尸体，并未发现有任何药物的痕迹。我想，能够让2人都保持着亢奋状态的，最有可能的契机便是鬼怪之说。正所谓信则有，不信则无。事有蹊跷，必有缘故，抽丝剥茧，总能真相大白。尸体暂时只能找到这些线索。大人，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今日谢仵作劳累了，随本官用过午膳再说。既然大人盛情邀请，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范州，你去将石志明、苏崇德带来，本官有话问他们。其余的人四处寻找严子俊和陶胜贤生前的事迹，看看有无端倪。我回房间里面歇息片刻，等会儿再去陶家复检尸体。我要提问2个嫌疑人，你留下来旁听，或许能看出些端倪来。大约过了半个时辰，何范州才将他们带了进来。学生见过大人。我比多礼。严子俊和陶胜贤接连被杀，你们2人可有耳闻？你们与严陶2人是同窗好友，无话不谈，形影不离。他们2人接连被杀，你们事先有无发现他们有何异样之处？这几日我们未曾见面，亦不曾发现他们有何异样之处。中元节那日，我和子俊兄相邀去月桥上饮酒赋诗，而我因家中有事脱不开身，便失约没去。若那天我没失约，或许他就不会遭遇不测了。那日夜里你们都在何处？可有人证？那日我在家中与兄长嫂子一起祭拜了路边的亡魂，回房里挑灯夜读，再未出门。我兄长深夜里还给我来送了杯茶水，可为我作证。我一插不离，挑灯夜读，有母亲来为我添灯油，来了2、3回，她可为我作证。你们再想想，之前你们是否做过什么事引来恩怨仇杀？若是你们不说出来，
只怕下一个被凶手砍掉脑袋的就是你们。我们4人都是读圣贤书的人，一同出游时从未与人发生口角，更别提结下深仇大恨。不错，我们聚在一起时，大多是吟诗作乐、游山玩水，真不知道何时与人结怨呢。萧逸和高云霄又盘问了一番，将2人暂时拘留在客栈里，然后找了衙役去他们俩家中对质口供，确认他们说的都是实话，才让人放了他们。大人，这会不会是厉鬼所命？子不语鬼怪神力，再胡说八道煽动人心，本官必定治你妖言惑众之罪。石志明一惊，连忙作揖告退。7月15中元节那夜，打更的老官夫听到一条小巷，突然碰到一具站立的无头尸体。据我们调查，当时是子时3刻。打更的老官夫提供的时辰应该是准确无误的。那天是中元节，各地都烧了纸钱，唯独那条小巷子没有门户，所以幽暗阴森。老官夫骤然见到一具屹立的无头尸体，误以为是鬼怪，自己吓晕了。这个老官夫当时听到什么声音？唉，他现在说话都有些糊涂，一直嘟囔着有鬼，问不出来多少有用的线索。他可有说那鬼是什么模样的？说是青面獠牙，披头散发，全身发白，舌头有3尺长，走路没有脚步声，轻飘飘的像是一阵烟，一眨眼就不见了。青面獠牙，披头散发，只需做个面具便可。长舌头定然是假的，走路没脚步声亦不难。这厉鬼极有可能是高手装扮而成，意在吓唬严子俊。人为？不无这可能啊。只是这凶手为何这么做呀？报仇。犯罪心理学中有一种说法，报仇的时候要让罪有应得的死者死在一个特殊的环节中，有的是特定地方，有的是特定死法。而我们遇到的这个案件，凶手极有可能是要2名死者在惊恐中死去，有浓郁的恐吓报复迹象。那凶手吓到了死者，将死者杀了便是，为何还要割走头颅啊？这一点暂且不论，我们在研析第2起谜案，陶圣贤之死。凶手是习武之人，要做到这点并不难。陶家夜里虽有看院的，但并未时时刻刻巡查。凶手只要瞅准时机翻墙进入，陶家自不会发现。本官在陶圣贤的内室中发现窗户新破了个小洞，是凶手留下的？即便是凶手留下的，一个小洞有什么用？依谢武做推断，陶圣贤是受到惊吓后被杀。这期间，陶圣贤未曾发声求救，以至于陶家无人听见异响。本官揣测，或许陶圣贤早已被凶手制住。难道是从窗外吹入迷烟，将陶圣贤迷倒？可是陶圣贤的卧室与外间相连，房间宽广，想迷烟奏效只怕不易啊。迷烟不易，但用麻沸散却是不难。只要将沾有麻沸散的银针刺中头部，便可让陶圣贤头部麻木，难以言语，无法动弹。我听说袖剑或者吹箭筒都是极为小巧的武器，可以发射出利器伤人，或者使人中毒。我验看过陶圣贤的尸体，他身上并无伤口，应是如大人所说，射中了陶圣贤头部某处。凶手担心会引起注意，所以用这法子射出带有药物的暗器，将陶圣贤制住，接着便翻窗进屋。他的功夫不错，陶圣贤又被制住了，所以没人知道他的潜入。他将陶圣贤从被窝中拉出，将他绑在椅子上，所以双手有锁痕。随后他便解了陶圣贤的药性，令他清醒，再堵住他的口，对他进行一番惊吓，最后将他杀死，割走脑袋潜逃。凶手为何要弄这么多玄虚啊？要是想清楚这一点，那我们便能知道凶手的杀人动机了。这是目前所推测的，你们有什么补充的？第一名死者名叫严子俊，平素喜爱饮酒作诗，自称狂人。在中元节那天晚上还去喝酒，酒家不愿做生意，他便放肆狂语，不敬鬼神。酒家只好给了他酒水，让他离去。我们在严子俊的尸体内发现了乙醇的残留液，还有其他的食物，相信他临死前喝过酒。严子俊与陶圣贤的死法相同，相信凶手是同一人。2名死者还是好友，想必2人曾一起做过某件事，导致凶手要将2人杀死复仇。怕是没那么简单。我认为石志明和苏崇德有可能也知道这件事儿，这是他们4人之间的秘密。如果真是如此，那石志明和苏崇德只怕也会有危险。再多派点人，夜里守住2人。何范舟已经从高云霄处得知凶手是个练家子的，遇到之后不要拼命，当以3人之力困住凶手即可。因此何范舟直接找石志明说明情况，希望能够住入石家家中，贴身保护他，以防有变。
夜渐渐深了。正在这时，屋外传来了一阵风声，庭院里的树木发出了哗啦啦的摇曳声。何范舟走到了门口，往外观望。庭院里，一球白影在树下晃荡着，看不清身形容貌，甚至不能说是一个人。只听“叮”的一声，这白影便飞向了空中，消失在视线之外。莫非是见鬼了？灯火在这一刹那就熄灭了。什么人？出来！别装神弄鬼的，出来！只见那后窗月光照耀下，一袭白衣的厉鬼站在床边，右边袖子提着血淋淋的斧头，左边的袖子则提着石志明的头颅。一阵烟雾升起，那白色厉鬼晃了晃，一眨眼就不见。站住！何范舟大喊着，咬牙大踏步地冲了过去。可冲过烟雾之后，他只看床上一具无头尸体，再无其他。5更天时分，一行人火速赶往石家。何范舟将今夜发生的事情简略地说了一遍。他们到时发现石志明的兄嫂此时才刚刚起来，被洪安卫国拦在了院子里。大人，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我弟弟他怎么了？你弟弟遇害了，房间里是案发现场，任何人都不能进去。你们回屋子里去，等本官传你们问话。有些硝烟味道，是烟雾丸的碎片。据何捕快所述，那一阵烟雾应该就是这烟雾丸造成的。烟雾丸是江湖人士经常使用的障眼法，表面看似泥封小球，砸开后会产生一团烟雾，虽无杀伤性，但却可以蒙蔽敌人视线，短时间内逃离原地。谢子云看向死者的位置，一具无头尸体正倚着床，一只手死死地抓住床，摆出奇怪姿势。有尸体痉挛现象吗？有，但不是全身痉挛。那你尽快验尸，看看有无线索。尸斑刚开始出现，死亡时间在1个时辰内，尸体温度骤降，考虑到大出血和室温的关系，湿冷状态在合理的范围内，小便肌群产生僵硬现象，而死者右臂有尸体痉挛现象。凶手故技重施，用这铁证暗器袭击石志明，用麻沸散一类制住石志明，以至于范舟没有及时发现异样，没能迅速返回屋内。这铁证上或许有毒物，大人小心些。石志明的尸体表面上没有更多的可疑线索。谢子云将尸体剖开之后，仔细地检查了一遍死者体内的气脏，确定死者没有其他的死亡诱因，这才完成了验尸的整个流程。可是有发现了，在死者的胃内、溶肠中发现了炭末颗粒。炭末颗粒？哪些饭菜上会有炭末？这点你还是去问问死者兄长，看看他们昨天都吃了些什么。窗户栏杆有刮痕，但还算牢靠，人不可能从这窗户逃离啊。我当初就看着他升起一阵烟雾，然后他就不见了。院子外面，谢子云正在柳树边端详着地面。找什么？这里有个奇怪的凹陷，看起来像是利刃一类的物品插在泥土里面造成的。拿条长绳和一方白布过来。萧逸将长绳绕过光秃秃的树枝，拽着绳子两端将树枝勒弯，同时他将自己随身佩戴的匕首插在凹陷的地面上，用绳子两端绑住了匕首手柄，又用几根柳枝捆在了绳子上，将白布绑在柳枝上。范舟，你昨晚从屋门出来，看到的可是这副模样的白色身影？这……他有些不太肯定，可下一刻，萧逸用一块石子打在匕首上，那匕首松动，树枝立即将匕首、白布和绳子都甩了出去，消失得无影无踪。对，那白色影子就是这样消失的。我当时没看清，还以为闹鬼。去看看落在什么地方，仔细问问，应该会有所发现。本官问你们，昨日晚膳你们吃了哪些饭菜？可有烧焦之物？昨晚所食饭菜皆是浊精所烹啊，只是寻常饭菜。草民与地共享，未见有烧焦之物啊。石志明胃里的炭灰粉末分量不少，应该是有意识地吞进了这类食物，而且从炭末分散的程度观察，死者吞咽这类食物时是连续性的，绝不是1-2次的偶然事故。你是否知道些什么？如实说来，否则本官便将你押入牢狱之中，大刑伺候。大人饶命，民妇不敢隐瞒。你别害怕，如实说来，大人自会明辨。这2日6月镇连接发生命案，居然是厉鬼索命，闹得十分厉害。萧叔担心自己会被厉鬼缠身，便让我去庙里请了2道符箓。寺庙里的大师嘱咐，
一道符箓随身带着，一道符箓烧了混入水中一并服下。民妇知道的便只这些，未敢隐瞒，望大人恕罪。你们二人昨晚可有听到任何动静？何捕快呼喝过几次，你们为何没有反应？我们夫妇二人睡着了，什么都没听到。昨晚何捕快可是喊得很大声的，这样你们都能睡着？草民向来较浅，只是不知昨夜为何睡得深沉，直到两位捕快来敲门才醒来。我们敲了好一阵子，都以为他们夫妇也遇害了，他们才醒过来，确实是睡得深沉。怕是中了凶手的招数，凶手不但对他们动了手脚，还对洪安、魏国两个人也动了手脚。凶手为何不将何范舟也迷晕呢？何范舟昨日与石志明同屋，凶手不想将石志明迷晕，所以才没对何范舟下手，反而用了别的手法想把何范舟引开。石志明可有说过得罪了哪些人？不曾听他提及啊。石志明急于求符箓时，可有说过别的话？好端端的，他dẫn着厉鬼回来害他，你们可没求符箓，偏他要求，你们没有多问一句？小叔未曾说过缘由，只道是防身辟邪，许是先前2名死者都是他的同窗，所以心中惊慌。你们二人先回房中歇息，没有特殊缘故，不许离开柳月镇。苏崇德在什么地方？将他带来问话。洪安、魏国急于将功补过，迅速的去传召苏崇德。房屋之中，四处查看可疑之处，窗户有栏杆，凶手绝无可能从这里脱身。窗户旁边没有可躲藏之处，凶手到底是如何脱身的？大人，谢思云指了指架子床上方的罗帐。罗帐上有什么？有一滩血迹，而且有明显的痕迹，凶手应该就是躲在这上面，借用罗帐掩盖了何范舟的视线，让他以为凶手已经离开了。床顶上那滩血迹与床上尸体的位置偏差比较大，应该是凶手拎着石志明的脑袋留下来的。所以凶手用了烟雾丸之后，并没有迅速离开这个房间，而是躲到架子床上面。唉，要是何捕快没有离开这个房屋就好了。他一走，凶手便趁机从正门大摇大摆的离开，没人拦他了。幸好何大哥离开，要不然凶手被困住了，说不定会对何大哥动手。一有心算计无心，何大哥可就危险了。大人，苏崇德到了。大人，我们也找到了白色身影的线索。老人家，你且将你今日凌晨所见所闻如实说来。今日凌晨约莫4更时分，小人正在屋中熟睡，忽然屋顶炸响，将小人吓醒，便出门观看，见一团白衣在房顶上。小人用竹竿将其挑下，见是一套白袍裹着柳枝，不知所谓。没有利器？有，那利器还在屋顶上，卡在瓦片中，属下已经将其取下，请大人过目。萧毅看了一眼匕首，刀刃锋利，手柄处磨花了，显然是用了很久的刀具。白袍崭新，但仍能看出是做工精致的上好绸布。何不快，你再去问问柳月镇所有的布庄，看看这是谁家制作的成衣。苏崇德，你有什么要说的吗？大人，学生真的不知道啊。你要是再不说出真相，只怕接下来死的人就是你了。学生真的不知道哪儿做了对不起人的事啊！倘若知道，学生早就说出来了。凶手执意要以鬼怪吓唬死者，或许3名死者曾经也做过吓唬人的事情，你再仔细想想，可有同他们一起吓唬过某个人？这是否想起了什么？再隐瞒，连你也活不下去。去年这个时候，我等都考上了秀才，心中高兴，每逢相邀必定赴约。那一天也是中元节，我等5人一起饮酒作乐，玩到深夜才回家中。次日我酒醒时，便听闻有个好友在乱葬岗意外跌死了。恐怕没那么简单吧？当时醉得糊涂，依稀记得严兄对那人说了些话，大约是中元节百鬼夜巡之类的，吓得那人脸色发白，闹得不欢而散。还有呢？没了，真没了。哼，是没了，还是你不敢说呀？真没了，我们当时只是说了些鬼神之说，别的都没做过呀。这个意外去世的人叫什么名字？家住何方？他叫侯宇飞，他家就在柳月镇南边，开了家药材铺。你带我们去一趟，如何？一行人很快便来到了侯家的宝济堂药铺。几位，这是买药还是看病啊？侯伯伯，这位是知县萧大人，左右是高师爷和谢仵作，
他们是来问雨飞的事。小民不知大老爷光临，恕罪恕罪。老人家请起，本官是来询问侯宇飞当初的事故，老人家可还记得？记得，去年7月16，有熟人跑来告谕我知，说是犬子死在乱坟岗中。我当时心如刀割，赶至乱坟岗，果见犬子尸身。侯宇飞当时是怎么死的？可有报案让仵作验明死因？犬子是额头磕了10杯，失血过多而死。小民本也怀疑，犬子从不靠近这阴森之地，便想去报官。可镇上的名旗望老认为犬子是意外致死，他衣衫整洁，钱财俱在，不似受人所害。崇德几人又说他喝了不少酒，许是酒醉误归途，在乱葬岗失足而死。小民已觉得在理，便打消了报官的念头。你真认为侯宇飞是死于意外吗？姑娘为何如此问？难道你没有怀疑过，你的儿子是被别人害死的？被人害死的？犬子素来胆小，从不与人争执，我家亦无仇人，谁会来害犬子？若是被人无心害死呢？比如被人吓着，惊慌失措下摔死。这……苏崇德，你老实说，当时是否装成鬼怪吓唬了侯宇飞？不关学生的事啊，是严子俊，都怪他出的馊主意。他出了什么主意？那日我们一同饮酒作乐，期间说了些鬼怪神说，十分唬人。但严子俊觉得身为读书人不应畏惧鬼神，提议一同去乱葬岗饮酒作乐，磨练胆气。定是你们强拽他去的，不然他不会去。哎，我就不该让允飞跟你们结伴同行。那你们一起去了乱葬岗，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当天晚上，他们来到乱葬岗中饮酒作乐，一开始倒不觉得害怕，可是天色越来越暗，苏崇德心中有些发毛。侯宇飞更是提议回家，免得碰上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严子俊此时喝多了，直言侯宇飞胆小，白读了圣贤书。严子俊借机提出每个人都到乱葬岗深处转一圈，此浩荡正气，涤荡鬼神，看谁胆子最大最从容。严子俊率先进去逛了一圈，从容归来，众人见了心中都放松了些，便一一上阵。侯宇飞随后上阵，严子俊却在这个时候与他们商议，跟在侯宇飞的后面吓他一下。三人用树枝、哀嚎、石子等装神弄鬼吓唬侯宇飞，谁知那侯宇飞太胆小了，慌张夺路而逃，一步踩空，整个人失去平衡，头部撞在石碑上，一命呜呼。严子俊提议大家不要乱说，串通好供词，迅速回家中去。后来镇上的居民们都认为侯宇飞是死于意外，这事儿便过去了。你们怎么这么做？不，此事真与我无关，小侄也是事后才知道，当时并未参与啊。你说的好听，那严子俊已经死了，你将罪责都推到他的头上，将自己撇清，你当我等是傻汉吗？本官现在怀疑你在1年前涉嫌谋害侯宇飞，待本官查明真相，再做定夺。来人，将他押下。大人冤枉啊！学生真的没有害过侯宇飞啊。有没有害过？本官调查之后会还你一个公道。不知家中还有何人？还有我老伴儿。你们夫妇只有侯宇飞一个孩子？小民有2男1女，长子多年前去了军中，不幸战死，次女早已嫁作人妇多年，我们2人只有幼子相伴。我曾想幼子却遭了一些小人算计，丢了性命。离开侯家时，几名打听的捕快回来汇报了消息，与侯老汉所说一般无二。云霄，你今晚辛苦些，看看苏崇德。唉，我摊上你这么个朋友，也是命苦啊。事后我请你痛饮一番。这还差不多。陶家和严家的家属可需要前来问话？先从严家下手，访查一番，看看有没有新的线索。还要在镇子里面打听打听，侯宇飞生前与哪些人接触频繁？那凶手会些功夫，或许是个义愤填膺之辈，自认为杀死了严子俊等人，是在为侯宇飞讨个公道。萧毅去了一趟严家，盘问了严子俊家中诸人，并无可疑之处。严、陶2家都未察觉到2人近日有何异样，料想不是近日结的新仇。回到客栈，与谢子云、高云霄一起用过晚膳，3人就在苏崇德旁边的屋子里面商议案件。这一夜，客栈灯火通明，谁都不敢熟睡，暗暗提防着凶手再次作案。结果直到天明时分，客栈里依旧很安静，凶手并未现身。
昨夜风平浪静，这柳月镇的凶杀案总算是止住了。再不止住啊，我们衙门就颜面无存了。3名死者都是与侯宇飞之死有关，依本官之见，凶手定然也与侯宇飞有关。可是侯家已经没什么人了。大人，这位是朱震，是侯宇飞的姐夫。草民朱震见过大人，不知大人传召草民有何要事啊？这朱震身材魁梧，能够做到一斧头砍掉脑袋，且他太阳穴高骨，应是习武练功之徒。洪安、魏国对他有所质疑，便将其带来见萧绎，看是否有可疑之处。朱震，你当真不知本官为何要见你？听闻大人是来调查柳月镇无头命案的，想必大人召见草民，应该与此案有关。只是草民对此案并不知情，不知大人有何话要问草民？死去的3名受害者，皆是当初导致侯宇飞意外身亡的罪魁祸首。你说，会是何人杀害3人，为侯宇飞复仇？大人休要血口喷人。草民虽是宇飞的姐夫，但向来老实本分，从未做过伤天害理之事，对得起天地良心。那本官问你，中元节那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次日夜里，你又在什么地方？草民在家中歇息，有界内可作证。你妻子乃侯宇飞之姐，只怕他得知侯宇飞的死亡真相，恨不得亲自动手。他说的证词，只怕无法当真。可有邻居能够作证？草民乃猎户，家住山畔，旁边并无比邻。你可习武？早年练过，后来当了猎户，弓箭纯熟。哼，我看你虎口粗糙，只怕你用斧头的手段也不赖吧？寻常百姓，哪个不用斧头砍树伐木的？哪家不用斧头的？你与侯宇飞关系如何？我们关系很好，他这个人待人温和有礼，从不因为我是个莽夫而疏远我，不和我亲近，让我带他去野外打猎，而我也将他视为亲弟弟一般疼爱。只是让我没想到的是，他竟然英年早逝，死在乱葬岗之中。本官现在怀疑你杀了严子俊等3人，要暂时将你扣押在此处进行调查。来人，给朱震准备个房间，严加看守。大人，草民是冤枉的，草民从未杀过他们。云霄，你在这里守着，本官和谢姑娘出去调查朱震此人。萧绎带着谢子云进了侯家，打算听听侯老汉有何说法。侯老汉，你可记得7月16那天早上，家中来了何人？那天我家女婿曾经来过，而后还有巷子里的一户人家来买药，别的便没了。欺瞒衙门审案，本官可以包庇罪处置，罪名可不小。你想清楚再回本官的话。你女婿朱震当真是7月16早晨才来你这儿的？草民句句属实，朱震是16辰时才来我这儿，送些草药与我交付病人。不知当日朱震神色如何，可有携带其他东西？他就只背了一个竹篓，竹篓里都是我女儿为我送来的药草。他撂下竹篓，在屋里坐了一会儿便走了，神色倒是有些匆忙，我也没来得及问。那接下来2天他可有来你这儿？没有，他又不是没活的闲人，7月11才来过一次。要不是我急着要用一类药草，恰好他家中有，我便不会让他再跑一趟。7月11那日他来过你家，他来做什么了？来镇上酒楼送野味，说是打了一头野猪，卖了个好价钱。这孩子还把钱偷偷藏在我枕头下，怕我不领他这份心意。出了侯家，4人一同去了朱家。朱家院子里，一名妇女正在收拾药材。你们怎么又来了？你便是侯老汉的女儿侯真娘。您是？这是本县知县萧大人。萧大人有话要问你，你快些放下差事答话。你这行色匆匆是要去哪儿？大人，2位差爷将民妇相公抓走，民妇左右等着着急，便想去镇上看看。相公他是个厚道人，不知道犯了何事，望大人宽饶。哼，宽饶？他犯的可是杀人行凶之罪，如何宽饶？不，这不可能，相公他不会杀人的，大人是不是抓错人了？哼，自中元节之后几天夜里，朱震都在什么地方？如实说来，但有丁点隐瞒，本官绝不轻饶。大人，民妇不敢说谎，这些日子相公都在家中过夜，未曾夜宿他处，请大人明察。
你懂药理吗？可会调制吗啡散一类的药物？民妇从爹爹那里学了零星半点药理，这吗啡散倒是有备这些。姑娘为何这般问？你只需答话，少问。萧逸又询问了一些朱震的事情。谢子云和洪安、魏国3个人在屋子里面转悠着，寻找可疑的线索。大人，你快来看！是吹箭筒。相公打猎时，常用这吹箭筒射猎，诸如野鸡、野兔，只需一小箭便能够手到擒来，还不换了兽皮。柳月镇一连发生了3起命案，可能与你夫妇有关。你们都到柳月镇去，方便本官传召。刚刚回到客栈，高云霄便让苏崇德过来拜见萧逸。这是怎么回事？还是你来说吧。去年7月30那天，侯宇飞的姐夫在送野味的时候，正巧碰到我们4人在饮酒作诗，就冲进来对我们破口大骂一顿。当时他揪住了严子俊的衣襟，抽了严子俊一个耳光，责怪我们没有看好侯宇飞。当时我们都心怀愧疚，不敢与他争辩，幸好掌柜的将他拦住，劝了回去。后来呢？他还有没有与你们发生冲突？后来我们就避着他，见了他都是绕着走的。这1年来倒也没事，只不过在不久前我曾经在酒楼里碰到他。你可是7月11那日在柳月酒楼中碰到他的？难不成你们查到了什么？你接着往下说。7月11那天，严子俊将我们都唤去酒楼之中相聚。当时我们喝的有些多，虽然我们几个阻止了他，不让他说出侯宇飞死的真相，但他终究还是说漏了几句。学生去解手时，正好看到朱震离开，不知道他是否有听到严子俊那番话语。若是他听到了，以他的性子，只怕会把我们当猎物给杀了。萧逸将苏崇德赶回房间中，与高云霄和谢子云商议案情。大人，朱震，本官已经掌握了居多证据，你如今坦白交代还来得及，否则本官可就要大刑伺候了。草民说的都是实话，从未隐瞒。大人如若不信，草民则无话可说。好，7月11那日，你是否去柳月酒楼送肉？不错，我去送了野猪肉。那你可见到严子俊4人？草民未曾见过4位秀才公。哼，那日严子俊4人便在柳月酒楼里饮酒作乐，苏崇德更是亲眼见到你的背影，你当真没见着他们？回大人，小人真没见过他们4人。当时只去酒楼后院送了肉，听到楼上喧嚣，未曾逗留，实不知严子俊4人就在楼上了。他们4人在楼上高声畅谈1年前是如何装神弄鬼吓得侯宇飞失足摔死的，你当真没听到吗？什么？他们装神弄鬼吓了小舅子失足？这般畜生！平日只懂咬文嚼字、寻欢作乐，我便看不顺眼。不曾想真是他们害死玉飞，当真该死，实在可恶！哼，朱震，你当日便听到他们的谈话，心中早就想将他们杀害。以你知晓，他们装神弄鬼活死侯宇飞，以鬼神之相吓唬严子俊，将其头颅砍下。你好大的贼胆！如此险恶小人，死也活该！我只恨这1年来未能及早得知真相，没能手视仇人。朱震，你死到临头，凶相毕露，还不知悔改，当真以为本官治不了你？我有何错？你们有何证据证明我杀了人？本官在你家中发现了这吹箭筒，还有你妻子侯真娘能配制吗啡散，你的暗器上沾满吗啡散，从而使死者无法逃脱，你还想抵赖？啊，那是草民狩猎所用之法，从未对人用过呀。大人，你这是胡编乱造的说辞，草民不服。切，大胆刁民！你捕猎之手段残害他人，证据确凿，动机分明，你还不肯认罪？好，明日本官开堂试问，待人证物证齐全，我看你还如何抵赖。来人，将这刁民押下去，严加看管。大人，到我房里说。大人，朱震所言不像有假，我们会不会弄错了？朱震很多地方与行凶者的条件相符合，但是我们并没有关键性证据啊。这一切只是我们的推断呢。我亦是如此认为。那你刚才一副斩钉截铁的模样，一口咬定他就是凶手。我在试探他。萧逸沉思半晌之后，压低声音对着2人说了一番话。谢子云和高云霄听完之后，纷纷点头。升堂！传原告严家、陶家
持家上堂。传疑犯朱振上堂。朱振，你可认罪？只要你在这供认状上按下指纹，本官或许还能将你从轻发落。我无罪，这些都不是我做的，我不认。朱振，本官问你，7月15那日晚上，严子俊被杀，你可是在家中？是否只有你妻子侯真娘可作证？是。7月16日晚上，陶胜贤被杀，你还是在家中？还是只有侯真娘可作证，对否？对，17日晚上亦是如此。可这又如何？民妇可为相公作证，他确实都在家中。你身为朱振结发之妻，自有道理为他隐瞒真相，如何证明？你先且退下。此持剑筒能够吹出铁针，在3丈内可射中目标。谢武坐在死者石志明身上，发现了这枚铁针，断定这铁针从吹剑筒中射出。石志明受惊之下摘下此针，而凶手匆忙间没来得及收走。这铁针上面还涂抹了麻沸散一类药物，加以麻痹受害者的举止，令受害者难以逃脱。这吹剑筒在你家中搜出，与这铁针正好能匹配，而你的妻子侯真娘恰好会调配麻沸散，你还有何话要说？大人明察，我相公前几日夜里都在家中度过，未曾外出，民妇句句属实。大人，哼，倘若只是这些，本官尚未能定你罪名。可这3名死者却是因为一桩旧事而受凶手残害，这一桩旧事如今只有苏崇德知道内幕。传苏崇德。苏崇德被带上来，将1年前的旧事复述了一遍。你意外得知侯宇飞死得冤枉，心中愤怒，故而装神弄鬼，报复3名死者，并将他们杀害。证据确凿，恶心张露，你还有何话要说？你这狗官满嘴喷粪，草菅人命，还断狱如神，我不服！我没有杀人，你们休要污蔑我！高师爷，让他签字画押。朱振，你乖乖在这上面画押，萧大人或可饶恕你娘子替你隐瞒之罪，否则连你娘子都要受到牵连。我没罪，你们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认。仁兄还在逍遥法外，你们凭借子虚乌有的罪证，便要将我定罪，好让你们破案领功。贪官狗官！好你个朱振，居然敢污蔑本官，简直目无王法，死不悔改！本官依照律令处罚，判你10恶不赦之刑。高师爷，还不快让他画押！高师爷将供罪书推到了朱振面前，抓住他的拇指，沾了印泥，往认罪书上一按。认罪书很快就被高云霄给收走了，递到了萧逸手中。押下去，严加看管。你与严子俊等3人，在去年中元节强迫侯宇飞到乱坟岗中度夜，以至于侯宇飞发生意外。本官谅你是无心之过，并且事后有补救之心，便罚你文银300两，用以侯家2老安享晚年。你可服从本官判处？好，本案就此告落，明日便将朱振押回县衙，等候刑部文书。备堂。朱振坐在房中，有些纳闷儿。方才在公堂之上，高云霄递给他的供罪书令他疑惑不已。那真的是认罪书吗？上面怎么写着“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谢姑娘，我听别人说大人最器重你，求求你帮我女婿在大人面前求个情，我家女婿真的不是凶手啊！是啊，谢姑娘，我相公真是无辜的，他那些天晚上真的在家中与我同寝，他真的不是凶手，我就是证人，我就是证人呐！朱振继续画押，那他就是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哎，你们还是回去吧。可是，老人家，此案已结，你就算是在这里喊破了喉咙，也是无济于事的。你没说漏嘴吧？我的演技卓绝，怎么会说漏嘴啊？倒是你，却拿着一篇《三字经》去给朱振画押，你脑子是不是被门给夹坏了？哼，我这是教化他，你懂什么呀？你们2人休要斗嘴，就此打住。云霄，去宴请今日来旁听的名旗乡绅。今晚本官在柳月酒楼宴请他们。紫云，你和捕快们说一声，让他们今晚放开了肚皮吃喝。华灯初上，柳月酒楼便坐满了镇上3教9流的人士，略有身份的便随同萧逸在2楼雅间里享用饭菜。吃了晚饭，苏崇德便回自个儿房中，想要好好的歇上一宿，明日再做打算。是。正要入睡的苏崇德轻喝了一声，
爬了起来。什么人？装神弄鬼的，快给我出来！我不管你是人还是鬼，你赶紧给我出来！脖子上传来了一阵刺痛，竟是一根铁针。借你的脑袋一用。在黑暗中，一个黑袍厉鬼浮现出来，提着一把斧头朝苏崇德走去。苏崇德想求饶，却发不出声音，便只好下跪。你以为你下跪求饶，我就不取你的首级了吗？黑袍厉鬼冷嗤了一声，就抬起斧头砍向了苏崇德的脑袋。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有一道银光射向了黑袍厉鬼的后心。黑袍厉鬼听到身后动静，机警地往侧边一滚，用斧头挡住了软剑。可是这把软剑如同灵蛇般绕开了斧头，划破了黑袍厉鬼的手背。哼，怎么，怪我误了你的好事？哼，一句话都不说就想走，只怕就是我答应，我手中的剑也不肯答应。厉鬼从地上爬了起来，再次与高云霄对打起来。两人血战一番，他就被高云霄给擒住。柳月酒楼中，众人正要向萧逸敬酒，大门却忽然被人给推开来了。只见高云霄压着一个戴着鬼面的男子缓缓走来。来人，把这个杀人真凶绑了，本官即刻升堂问案。堂下所跪何人？报上名来。萧大人是何时断定凶手另有其人，而并非是朱震？本官早就察觉到朱震不是凶手，故而在白天与他演了一场戏，好让你这个真凶放松警惕，然后跳入本官设下的圈套之中。原来是演戏呀！萧大人还真是老奸巨猾。你到底是何人？与侯家有何关联？为何要装神弄鬼，意图杀害苏崇德？他是侯家长子侯一平，他不是战死沙场了吗？怎么又活了过来？哼，无知！我从未战死沙场，我只是被某位大人看中，当了他的护卫，离开了军营而已。萧逸，我奉劝你一句，最好把我放了。我身后的那位大人可是你得罪不起的。大胆！侯一平，你在本官管辖之地连杀3人，就算你背靠天大的主子，本官也要将你绳之以法。哼，萧大人，凡事三思而后行，我劝你还是不要太过于年轻气盛。切，只要能为百姓伸冤，还死者一个公道，死又何惧？哼，萧大人，你不畏死，但你的家人呢？侯一平，你觉得你这种威胁，本官会畏惧吗？侯一平，你是如何杀掉严子俊3人的？我在军中学了些雕虫小技，以铁针刺血可以让人失声，再加之麻沸散，便能让中针者不能言语，不能动弹，任由屠宰。我就是用这种毒针将3名死者制住，扮成鬼怪上去将他们杀害的。侯一平，你可知罪？大人，他们害死了我的胞弟，实在该死。我杀他们是在替天行道，大人应该不会责罚我的吧？侯宇飞枉死，自有衙门替他伸冤。你公然罔顾国法，将他们杀死，哪里是替天行道，分明是泄愤杀人。人是我杀的，你想判什么罪名都行，不过我是军中之人，还轮不到你管。哼，你既已离开军营，那就不是军中的人了。你，侯一平，本官不管你是否归属军中，你既在本官管辖之内杀人，本官就有权利将你判刑。你杀害了严子俊3人，还想趁机杀害苏崇德，此事更是高师爷亲眼目睹。如今这鬼脸面具、吹箭筒都是证据确凿，谅你也无话可说。画押。你们是怎么知道朱震不是真凶的？而我自问没留下任何线索，为何你们还会猜疑一个已经战死的人？是你用的匕首，这匕首乍看之下没什么特别，可本官对冶炼术颇有了解。这匕首乃是东营的工匠善用的淬水锻法，在匕首之上会有细微的波澜纹。朱震在州潭县里打猎为生，从未去过远方，如何得到这匕首？不错，我这匕首的确是在东海之地所购，那儿到处都是，并不稀奇。还有你那用来声东击西的白袍，本官询问过，那可不是寻常人家穿得起的上等丝绸。朱震家日子只是温饱有余，他又是一名猎户，干的都是错，绝不会穿这么好的衣物出门。还有你的烟雾丸，
朱振只是猎户，怎会有这种东西？此番种种，本官便断定朱振并非凶手。来人，将侯一平押回去，明日返回衙门结案。大人，其实大人一开始就知道你不是真凶，但又想着你或许与真凶有关联，后来证实你凶手另有他人，我们便将计就计，故意将你判为凶手，引真凶对苏崇德下杀手，将他捉拿归案。这么说，你们是想用我来迷惑凶手？本官自从听说了侯玉飞之死的真相后，一直认定凶手杀人的目的就是为侯玉飞报仇。只要苏崇德没死，凶手就会再次动手。真凶认为我们断定你是凶手之后，他就更加肆无忌惮。本官认定他2-3天之内便会动手杀害苏崇德。此事需要密谋，本官担心你会露出破绽，因此事先未与你说明，还望海涵。大人言重了，草民在公堂之上辱骂大人，竟未酿成大错，还请大人宽宥草民的鲁莽。无妨，你那般表现更让真凶信以为真，本官心中甚喜。如今真凶已经落网，大人说你可以回去与家人团聚了。大人，那真凶是何人啊？是你的大舅子。我大舅子早已战死沙场，又怎会杀人呢？难不成他根本没死？侯老汉带着3人来到客栈，天色已经渐渐泛白。侯老汉跟门口的捕快说了一番好话，萧逸听了之后点头同意了。一平，侯老夫上去拉住了侯一平的手。你来做什么？快走快走！出去几年，就连爹娘也不想认了吗？你这个孽畜，以为自己长本事了？你不应该私自复仇啊！要是你将他们4个告到衙门里去，萧大人一定会还宇飞一个公道的。可不就是这里，你自己逞能，差点就害了你妹夫，现在自己……哎，朱振与此事无关。我若是今晚成了，萧逸便会意识到自己抓错人，到时候他不想放人也得放。我不会让朱振替我顶罪的。只是我没想到，萧逸早就猜到凶手另有其人，暗地里给我下套。舅兄为何要以此激烈手段对付严子俊4人呢？咱们到衙门里去告案，亦能为宇飞伸冤呢，不是吗？你不懂，宇飞死去多时，若是他们一口咬定与宇飞无关，萧逸再大的本事也难审此案。倒不如我一斧头一个来得利落。真娘，爹娘就有劳你们照顾了。我在爹娘的床底下放了300两银子，你们不如就住到侯家里来，照顾爹娘也方便些，你看如何？你放心，我们会照顾好爹娘的。如此，我就安心去了。你们走吧，没什么事，不要再来看我。天亮之后，捕快们就收拾东西，待一干人等整装待发后，侯一平便被押上了囚车。队伍缓缓向着周坛县衙走去，走了半天才赶了一半的路，回周坛县衙只怕天都要黑了。队伍又走了一段路程，进入了一段狭隘的官道。突然，从林中射出了一根银针，刺中了马车右侧的马儿，嘶皮一声，踏蹄猛冲了出去。发生何事？马惊了，拉不住。看到2匹马正疯狂地向左侧的偏斜冲去，这马车要是冲过去，肯定得摔得粉碎。他们刚刚站稳，整辆马车便斜斜地冲进了沟渠中。不远处的囚车周围正在展开一场厮杀，一群黑衣人拿着各色兵器与捕快们交手。看好谢姑娘。萧逸赶过去，一出手就将几名黑衣人给挡住，与黑衣人们展开厮杀。杀掉萧逸，他是个祸害！你不住了，兄弟！侯一平还没反应过来，一把钢刀便刺入了他的胸口。杀掉这个碍事的县令！众多黑衣人得令，不要命地朝着萧逸围过去。萧逸武功高强，硬是将这些人的猛攻都给躲开挡住，并且还将几个黑衣人刺伤。然而就在这时，一名黑衣人急速地朝着谢子云冲了过去。萧逸一直都注意着谢子云这边的状况，见到有黑衣人朝他靠近，立即将匕首掷出，射中了这名黑衣人的背部。大人小心！萧逸回过神来，慌忙躲闪，结果右小臂被一剑刺伤。萧逸夺过一把兵器，发狠厮杀。黑衣人看到萧逸受伤了，还这么凶狠，犹豫片刻，选择了撤退。原地整顿，救治伤者。可受伤了？我没事，倒是你的手臂。只是点皮外伤，不碍事。既然你没事，那就去一边待着，我去看看侯一平。等等，手。
这点伤不碍事的。我以前练功经常受伤。那是你自己练功受的伤，这是因为救我才受的伤，能一样吗？要是你以后又必留下隐患，我不得自责愧疚一辈子？大人，侯一平死了。搜一搜他身上的东西，还有其他死者的黑衣人，将他们的长相都画下，本官要查出他们的身份。是。这些人到底是谁派来的？他们为何要杀掉侯一平？回去再说。那些黑衣人并未逃离多远，此地不宜久留。众人收拾一圈，将受伤的同伴和死去的尸体都带上，急匆匆赶往县衙。回到县衙之后，萧逸又传来了城中的画师，让他们将几名行刺的死者相貌画下来，留作日后询问底细之用。至于伤者，一律送往城中医馆医治，不敢疏忽。大人，你自己受了伤，应当尽早休息。你也早些回去吧，本官叫2名衙役送你回去。回到家中，吴氏与谢子琪打听这一宗无头命案，谢子云简述一遍，听得他们啧啧称奇。这些黑衣人只怕是侯一平身后的主子派来的。你跟在萧大人的身边，娘担心你会出事。娘，你放心好了，萧大人武功高强，他会保护我的。而且他好歹是个县令，要是他都护不住我，那这周坛县里还有哪个男人能护得住我？你真会胡扯乱掰，那些危险是平头百姓会招惹得到的吗？还不是因为萧大人，你才会遭遇这些危险。我有什么危险？那些黑衣人碰都没有碰到我。娘，我知道你是为我担心，但是你不能把萧大人当成坏人，这又不是他的错，怎能怪他呢？哎，我不是怪他，他也不容易。他是个好官，他为百姓们做事，在官场上肯定会有很多敌人。你以后跟着他，自己多留一个心眼儿，安全是首要的。次日一早，这是给萧大人送去的，我一大早就炖着鸡汤，能补身子，让他尽快恢复伤势。那你再配上2个小菜，他就不必再用别的午膳了。那你去做2道小菜，你厨艺比娘好，娘做的怕萧大人吃不惯。好嘞，那你赶紧的，吃了萧大人都用完午膳了。娘，家里还有没有食盒啊？我的乖乖啊，你不是说只做2道菜的吗？怎么做了这么多？不多啊，就5道小炒，1道凉菜，还有1盅汤。娘，你赶紧找个食盒给我。谢子云拎着2个食盒，匆匆地往县衙跑去。你不是在家中休息吗？怎么来了？我娘听说你为了救我而受了伤，特意让我来送汤给你喝。你用了午膳没有？还没。那你赶紧给我领午膳吧。你吃了吗？若是没吃，不如一同用膳。这么多菜肴，我一人也吃不完。我已经用过了，你吃不下就留着，我等会儿带回去喂隔壁家的阿黄。何大哥。谢姑娘，你找我有事？何大哥，为何看到我就走？我难道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好，惹你生气了？没有的事，只是恰好我有要事，所以急着离开。你若是有什么事儿，大可告诉我，但凡我能帮的，我一定尽力而为。我方才在祈面堂里看到大人正在用午膳，那食盒……是我送来的。我娘说大人救了我一命，给大人煲了汤水补身子养伤。难道你是饿了？我不饿，不饿。那你到底是什么急事啊？怎么见到我就跑呢？我又不会把你吃了。昨天的黑衣人来了，我自身难保，没能救你，我有些惭愧。嗨，在那种情况下，你能保全自己就已经很有本事了。我又没有怪你，你怎么自责上了？萧大人救了你，他能保护你，我不能。看着何范舟从他的眼前走远，这才回味过来。看样子何范舟心里还对他有余情，还没有彻底放下。你再不来，我便准备将食盒送回去了。饭菜可还合口？吴婶的手艺越来越好了，这些菜肴色香味俱全，很不错。你还想我娘给你做菜肴啊？想得到挺美，这些都是我做的，只有鸡汤是他一早煲好的。没想到你厨艺如此出色，以后谁能娶你，定是他祖上积德了。哼，那倒是，像我这般女子，天底下也难寻到第2个了。你的伤口换药了没有？早上一直在查询那些杀害侯一平的黑衣人，没来得及换。那我给你换了吧，伤口要是不勤快换洗，容易发炎。其实我自己来也是可以的。是我动作太粗鲁，弄疼你了？不是的，是我怕耽误你的工作。我今日告假，没什么事儿。再说你是因为救我而受伤，
我替你换药是理所当然的事儿。你是我的人，我自然要护着你。我啥时候成了你的人了？你可别乱说。我是衙门里的县令，而你是衙门里的仵作，你怎么不是我的人了？我说的不对吗？大人，这一桩命案我都没能为你提供线索，我的能力还是差了些。这桩命案比较特殊，并非是你没能力，而是事实上尸体没多少可疑痕迹。你不怪我？我什么时候怪你？其实这一次真不能怪我，仵作也不是万能的，不是必然能够找到线索的。这些黑衣人训练有素，以我的判断，他们都是一些士兵中的佼佼者，与侯一平应该是同一类人。可是为什么侯一平的主子还要派人过来将侯一平杀掉呢？兴许是这位将军担心侯一平泄露了他某些秘密，所以不得不这么做。你再想想，之前侯一平怎么也不肯说出他主子的名讳，从这点就可以看出，他还隐瞒了更多的秘密。没有任何证据，我们在这里瞎猜也是白费功夫。这位将领怎么无缘无故的派人到咱们周潭县这来啊？该不会在周潭县里秘密谋划一些坏事吧？你今天告假了，就不要待在衙门里乱晃了，回家歇着吧。我们是不是见过？谢姑娘，我们曾经在断桥村见过一面呢，当时还是小人帮忙牵了绳索，助你和萧大人越过悬崖。啊，不错，我总觉得见你面善，你这生意都做到周潭县来了。做我们这一行的都是走南闯北的，哪里能做生意要哪去嘛。我家就在附近，要是不耽搁，你到我家里喝口水。还是不打扰了。天色快至黄昏，我得赶去下个村子借宿。这周潭县里的客栈可贵了，能省一点是一点。晚饭时分，谢子云特地做了几道菜肴让吴氏和谢子琪品尝，两人都不知道谢子云这是在为明天练手，对谢子云赞不绝口，喜滋滋的吃了一顿晚饭。娘，近日萧大人让我们打起精神，甚至要从知府大人那里调一支军队过来，周潭县可能要不太平了。你和姐两人以后出门都要多加小心，遇到危险就赶紧跑。谢子云一早就带着吴氏去买鱼，在早集里面挑了新鲜的食材，打算回去做几道美味的菜肴给萧逸送去。我养了你18年了，就吃过2、3次你做的菜肴，人家萧大人才认识你半年，你就接二连三的给他做饭，哎，真是女大不中留啊！哼，难道娘你改变主意，想要将我留在家中，不让我外嫁了？我自然是想你尽快嫁出去的，只是娘怕你找不到良人。找不到就慢慢找，我又不急。萧大人是因为我受伤，我才给他做点饭菜以表心意，你别想歪了。哎，我倒是想歪了，萧大人很不错，只是他是县令大人，年轻有为，他不是我们家能效想的大人物，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的确年轻有为，但我又不老，而且你女儿我很差吗？在你心中我还配不上一个县令了。我是怕你有这意思，萧大人却似流水一般无情。这有什么呀？他似流水无情，我还不一定落花有意呢。我只是他的下属而已，这次是特殊事故，我才这样对他。这一批人极有可能与盗走楚王秘宝的贼子有关。这也未必，当初护送秘宝的队伍都是地上遣来的大内高手，按理说实力不弱，能将这些护送秘宝的大内高手都杀光，除非是动用大量人手，或者派遣的也是精锐。这一批袭击我们的人实力并不算强，虽然进退有度，但还是差了些。也许这两者并无关联。我们周潭县一直风平浪静，这批黑衣人是因为侯一平才冒出来的。我们只要查到侯一平背后的主子，说不定就能够知道这批黑衣人的线索，到时候再想想与秘宝失窃一案有没有关系。侯一平已经死了，我们如何查呀？你们这么聪明，一定能够想到法子的。我给萧大人做了一些菜肴，报答他的救命之恩，你也一块尝尝。那得要好吃我才愿意品尝，否则的话我宁愿不吃。大人，吃了饭再好好想吧，不管有没有联系，先保住周潭县的安宁才是第一要务。范大鹏和何范舟进来汇报情况，侯一平家人毫不知情，一直都以为他去世了，亦未提到丁点蛛丝马迹。可有查明侯一平当年是进了哪方军营？当年西北军战况紧急，侯一平便是那时候招去当的兵。本官即刻修书一封，范舟，你送去驿站，让驿站带去西北军大营。那些死去的黑衣人身份可有查到？没有找到踪迹，那一群人就像是突然出现的，而后便突然消失。这会不会与徐家有关？你与徐超然有些渊源，随本官去见他一趟。
大人，本人在牢狱之中可还习惯？不如家中习惯呢。本官前不久寻到的密宝被劫走了，而前几天又有一批黑衣人袭击本官，本官动用了所有人手都未能查到他们的下落，恐怕是躲藏在某大户人家之中。徐少爷以为呢？徐家上下别装院子，大人可自行查处，草民不敢阻拦。看来徐少爷对这牢狱颇有感情，对本官颇有敌意。不敢，草民乃实话实说。大人，徐老爷生前与楚王有关联，但徐少爷未必就有关联。楚王看重徐家者，无非是徐家的钱财，在楚王一脉心中，徐家无足轻重。要说人望财力，徐家远不及赵家。若是徐家把剩余的这点家财都散作民用，那楚王一脉便不再用徐家，即使有关联，此刻也该断了。您说呢？大人，草民愿意将家中钱财都资助大人修建水坝。谢仵作所言不无道理，既然你愿意散尽家财，那本官也不为难你，放你归去。此事不能让外人知道，以为本官包庇于你，侵吞徐家家业。草民历经家中变故，对钱财已如粪土，愿资助大人以作民用，自会向世人道明。既然如此，你且去寻高师爷。谢大人。彭大人得到了萧逸的汇报之后，调来了1名县尉和300名士兵，作为地方戍卫力量。平时这些士兵都在府城里面集结成群，以便管理和操练。转眼便到了8月15中秋节，萧逸特地调了沐休的时间，让衙门众人在这天都能好好待在家里歇息。娘，你穿得这么漂亮，是打算去相亲吗？你这丫头还敢笑话老娘！我不穿好一些，如何给你在萧大人的面前长脸？娘，你也要去见萧大人啊？我去就行了，你在家里好好休息。这一大早就忙活到现在了，不累吗？怎么不想我去啊？你是怕我给你丢脸，还是怕我给你去惹事儿啊？我娘做的月饼，我们特意送些过来给你们尝尝。有劳吴婶和谢姑娘了。我们2个孤家寡人的，过什么中秋佳节啊？民妇此番前来，不仅是为了给2位送月饼，还想邀请2位去民妇家中共用晚膳，一起过个热热闹闹的中秋佳节。不知道2位意下如何？不所愿意，不敢请耳。恭敬不如从命，打扰了。那我得快些回去，准备今晚的菜肴。石头，你也一起来吧。谢家是寡妇人家，谢姑娘又是个待嫁的姑娘，咱们去她家人做客，会不会有些不好啊？吴氏乃我等长辈，长辈相邀，岂有不赴约之理？啊？我记得当初那户人家邀请你去共聚佳节，你义正言辞的拒绝了，怎么？你要是不愿意去，那就罢了，我独自一人便可。哦，还有石头陪我，你就在这里守着衙门过中秋佳节。那不行，我得跟你同去，谁让我们是同穿一条裤子的好友呢？我从未与你同穿一条裤子，你再污蔑我，小心我对你不客气。我这不是打个比喻吗？别太认真。好闺女，娘这么做可都是为了你，你今晚可要加把劲儿，成不成就看这一晚了。难不成今晚他老娘要给萧逸下药，然后将生米煮成熟饭？娘，我不是那种人。哪种人啊？你赶紧回去做好今晚的饭菜，再好好打扮打扮。我现在去买一些东西，还有酒水，今晚得让萧大人好好喝一壶。来到周潭县半年，我去的地方也不少啊，唯独这里给我的感觉不一样，就仿佛是在自家般无拘无束，逍遥自在。若高师爷和大人不嫌弃民妇家中简陋，大可常来坐一坐。嘿，吴婶说笑了，你这里风雅得很，我们怎么会嫌弃呢？高师爷，我有些话要对大人说，你能不能回避一下？哎呦，谢姑娘这是在求我呀，真是难得。既然如此，那我就如你所愿，去院中透透气。你有何话要对我说？我娘准备了酒水，你千万不能喝。为何？我不能告诉你，反正你别喝就得了。饭桌上，吴氏频频向萧逸示意用酒，可萧逸却一直装傻充愣，只是客气地抿了一小口，装个样子而已。倒是高云霄兴致浓浓，见到酒水就一杯接着一杯的喝个没完没了。赶宴过后，众人坐在院中赏月吃月饼，忽的传来一阵欢呼声。只见夜幕之下，华灯初上，灯影幢幢。大人，民妇听人说，今晚的街道上举办了花灯会，想必是热闹极了。大人何不去观赏观赏？娘，我还从未逛过花灯会呢，大人不去就算了，我们自己去吧。我都一把年纪了，
还是不去凑热闹了。倒是萧大人对本地习俗不甚了解，你应当带他去看看。大人，我们一起去看吧。好，走，我们一起去看花灯会。子琪呀，高师爷喝多了，你赶紧将他送回衙门里，好生歇息。我还没喝醉，高师爷，你若还没有喝尽兴，那就坐下来再喝点吧。那花灯会有啥好看的？你还不如陪我们母子两个唠唠嗑。兄弟啊，我就不去打扰你们看花灯会了，你自求多福吧。谢姑娘，你可是怀疑你娘在酒水里放了什么东西，所以才提醒我不让我饮用啊？我想我是误会我娘了。谢姑娘，你这脑袋里装的到底都是什么呀？怎么总是喜欢乱想？大人，你快看，前面的花灯好漂亮啊！进入大街，只见人潮拥挤，各家店铺外面都是挂满了各色各样的花灯。你小心些。那里有好多的灯谜，我们去猜一个。大人，你学问颇深，肯定能够猜出来的。好。大人，你太好了。他就拉着萧逸的衣袖，一同走进风和楼。楼里聚集着不少人，有人一眼就认出萧逸。大人。赵素琴对着萧逸盈盈一礼，萧逸只是淡淡的应了一声，便不再理会他，而是猜起灯谜来。床前明月光，猜一个字。大人可有头绪？大人猜不出吗？这谜底自是不难猜，只是耳边聒噪罢了。提起花灯下备好的纸笔，写下了一个框字，递给看守的小厮。小厮很快就公布了答案，萧逸猜对，获得了一只玉簪子。谢姑娘，走吧，这儿太吵闹了，随我去别处看看。小姐，萧大人刚刚赢下的玉簪子是女子佩戴的，他该不会把它送给那个低贱的仵作吧？萧大人是出来体察民情的，谢子云只不过是带路的，你想多了。萧大人志向远大，眼光不会这么肤浅的。两人来到一处偏僻的小桥上，才停了下来。桥上有几对年轻男女正在低声细语地说着什么，顿时觉得尴尬至极。大人，我们要不要换个地方？不用，这里很好，举头能赏圆盘明月，低头能看流水潺潺。此处不仅风景好，还很僻静，适合那些凶徒作奸犯科。大人何必这般不解风情？我为此地父母官，当正此地风气。三更半夜孤男寡女在户外交头接耳的，成何体统？我们不也是孤男寡女吗？是不是也不应该来此处？你是来陪本官巡夜的，与他们不同，岂能混为一谈？适才被赵家小姐打岔，都忘了将这玉簪送与你。大人当真把它送给我？你能帮我戴上吗？我可从未给女子戴过头饰，要是戴得不好，你可别怨我。不怨你，你赶紧给我戴上。还行，只是还行。这玉簪子不是什么名贵之物，等以后去了锦城，我再给你买只更好的玉簪。嘿，一言为定。不早了，我得回去了。好，送你回去。昨晚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谢姑娘的本事不赖呀，居然能勾到你的魂儿。你有完没完？我不就是说中你那点小心思吗？整个衙门的人都能看得出来，你害羞什么呀？整个衙门的人都知道了。啊，不信的话你躲起来，我问一问范捕头。高师爷，有彭大人送来的书信，嘱咐姚大人亲自观览。公安，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一定要老实回答。你觉得萧大人喜欢谢仵作吗？喜欢啊。好了，你忙去吧。看，连洪安都看得出来，你还不认？我还是快去给你找个媒婆，尽早将此事定了吧。彭大人的书信到了，说不定有急事。这一天午后时分，谢子云正在床上，手里把玩着人生第一只玉簪，脸上挂着抹都抹不平的笑意。这可是谢家呀，我是来报喜的，喜从何来呀？有户人家相中了谢仵作谢姑娘，托我来说亲了，你说是不是喜事啊？吴氏询问了几句，这才得知拖着位媒婆来说亲的是盒饭周家。他瞬间脸色为难了下来，跟媒婆说了好一阵子话，客客气气的将人送走了。吴氏来到谢子云房间中，将何家上门说媒的事情全说给了谢子云。娘，你不能答应这亲事，等到媒婆下次再登门时，娘你跟她说清楚便好。我这边会跟何大哥再说一说的，免得闹了误会。你说萧大人什么时候能请人来说亲呢？娘，你能消停一会儿吗？感情的事情得顺其自然，太急只会适得其反。秋风瑟瑟，车马林林，
萧逸带着何泛舟、范大鹏和谢子云3人在官道上疾驰着。大人，竹亭县发生何等命案，竟让你去协助？竹亭县在2个月前发生了一起命案，一直没有进展。前不久又发生了一桩，此法与之前的差不离，极有可能是同一名凶手。梅大人审讯多时，没能找到线索，便上奏给了彭大人，想让本官协助他侦破此案。大人，你身为一县之长，这还得去帮邻县的政务，真是能者多劳。能者多劳说的是你，本官这是职责所在。哎呀，我只能从尸体上面找些线索，缉拿访查还得靠大人。谢姑娘从尸体上找到了线索，本官才能稽查，否则便是黑夜里摸索，不知要花费多少时日才能找出真凶。我们这样互相吹嘘，会不会不太好啊？本官说的可都是事实。到了中午时分，马车在一家茶摊停下歇息，茶摊子就设置在官道旁边。何大哥，你过来一下，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谢姑娘，你找我有何事啊？家里人托媒婆去我家里，替我们俩说亲事了。昨夜天寒，有些着凉了，今早一直觉得身体不适，你们离本官远点。何大哥，这是你的主意吗？不是，我完全不知道这事。那是怎么回事？唉，定是我娘擅作主张请的媒婆。你娘她……你别急，这事等我们回去了，我再跟我娘说清楚。我娘给你们家添了麻烦，你别见怪啊。这就见外了，我们是好友，你娘亲便是我的长辈，我怎会怪罪？只要说清了就好。方才本官好像听到，那托媒说亲的是范舟。是啊，何大哥英俊潇洒，心地又善良，还有一身好武艺。何家世代在衙门当差，家境富裕，而且还帮着子琪进衙门当了衙役。我对他一直感激于心，只是没机会报答他这份恩情。谢子琪能进衙门当差，是本官看他有着潜质，否则便是王捕头和何捕快舌战莲花，本官也不会答应的。他武艺其实一般，他相貌也一般般。这他毕竟有恩于我家，不好拒绝啊。男女之情与恩情不同，若要说恩情的话，本官与你有提携之恩，还有3次救命之恩，比他多了去了。本官从不以为二者能混为一谈，你应该再多考虑考虑。妈，大人说的在理，我只是将何捕快当成大哥哥看待，并未想过要与他结成连理。我会再考虑考虑，找到一个我喜欢的男子嫁的。那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子？嘿嘿，像大人这样的，还有高师爷那样的。像我这样就好。至于高云霄那样的，还是算了。为啥？高师爷那样不是挺好的吗？虽然他的那张嘴不怎么讨喜，但他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美男子，还有他可是满腹学问。什么美男子，还没我好看呢。至于他的学问，那就更不如我了。萧大人自然是什么都是出类拔萃的，像你这样的男子又不会看上我。这个榆木疙瘩开口说喜欢他，只怕比登天还要难。车子进了一座小镇，众人在一间客栈住了下来，吃喝了一顿，便回各自的房屋睡了。第二天，萧逸让车夫稍微的加快了车速，不然3天都赶不到竹亭县。秋风瑟瑟，车马林林，萧逸带着何泛舟、范大鹏和谢子云3人在官道上疾驰着。大人，竹亭县发生何等命案，竟让你去协助？竹亭县在2个月前发生了一起命案，一直没有进展。前不久又发生了一桩，此法与之前的差不离，极有可能是同一名凶手。梅大人审讯多时，没能找到线索，便上奏给了彭大人，想让本官协助他侦破此案。大人，你身为一县之长，这还得去帮邻县的政务，真是能者多劳。能者多劳说的是你，本官这是职责所在。哎呀，我只能从尸体上面找些线索，缉拿访查还得靠大人。谢姑娘从尸体上找到了线索，本官才能稽查，否则便是黑夜里摸索，不知要花费多少时日才能找出真凶。我们这样互相吹嘘，会不会不太好啊？本官说的可都是事实。到了中午时分，马车在一家茶摊停下歇息，茶摊子就设置在官道旁边。何大哥，你过来一下，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谢姑娘，你找我有何事啊？家里人托媒婆去我家里，替我们俩说亲事了。昨夜天寒，有些着凉了，今早一直觉得身体不适，你们离本官远点。何大哥，这是你的主意吗？不是，我完全不知道这事。那是怎么回事？唉，定是我娘擅作主张请的媒婆。你娘她……
你别急，这事等我们回去了，我再跟我娘说清楚。我娘给你们家添了麻烦，你别见怪啊。这就见外了，我们是好友，你娘亲便是我的长辈，我怎会怪罪？只要说清了就好。方才本官好像听到，那托媒说亲的是范舟。是啊，何大哥英俊潇洒，心地又善良，还有一身好武艺。何家世代在衙门当差，家境富裕，而且还帮着子琪进衙门当了衙役。我对他一直感激于心，只是没机会报答他这份恩情。谢子琪能进衙门当差，是本官看他有着潜质，否则便是王捕头和何捕快舌战莲花，本官也不会答应的。他武艺其实一般，他相貌也一般般。这他毕竟有恩于我家，不好拒绝啊。男女之情与恩情不同，若要说恩情的话，本官与你有提携之恩，还有3次救命之恩，比他多了去了。本官从不以为二者能混为一团，你应该再多考虑考虑。妈，大人说的在理，我只是将何捕快当成大哥哥看待，并未想过要与他结成连理。我会再考虑考虑，找到一个我喜欢的男子嫁的。那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子？嘿嘿，像大人这样的，还有高师爷那样的。像我这样就好。至于高云霄那样的，还是算了。为啥？高师爷那样不是挺好的吗？虽然他的那张嘴不怎么讨喜，但他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美男子，还有他可是满腹学问。什么美男子，还没我好看呢。至于他的学问，那就更不如我了。萧大人自然是什么都是出类拔萃的，像你这样的男子又不会看上我。这个榆木疙瘩开口说喜欢他，只怕比登天还要难。车子进了一座小镇，众人在一间客栈住了下来，吃喝了一顿，便回各自的房屋睡了。第二天，萧毅让车夫稍微的加快了车速，不然3天都赶不到竹亭县。车马进入城内，来到县衙门前。萧大人，有失远迎，见谅见谅啊。本官来迟，望梅大人见谅。萧大人一路奔波，想必有所疲倦，快随本官进衙休息。梅大人，可否将卷宗给本官一览？萧大人一路舟车劳顿，本官今晚在醉仙楼设宴，你可一定要赏脸呐。今夜本官要一息案件，梅大人不必客气，待案子破了，我们再一同喝庆功酒。在竹亭县有一个偏僻的村子，名叫上平村。今年6月11日，有2名上平村的老妇去土地庙里上香，却在土地庙后面的灌木林里发现了一具衣衫褴褛的女尸。这一具女尸死相凄惨，不仅遭受凌辱，胸前的那一对还被切掉，留下血淋淋2个大窟窿。村里的李正连忙来竹亭县报案，梅县令立即派丁捕头带仵作去验尸，由此拉开了这一桩杀人案的序幕。死者是一名寡妇，姓于，人们都称她为于寡妇，今年24岁，家中只有婆婆和5岁的闺女。仵作验尸之后，认为死者是被切掉胸前的那一对，失血过多而死的。仵作在死者后背找到了一道棍棒造成的伤痕，不足以致命。死者曾遭过凌辱，下体有严重的磨损迹象，死者曾经挣扎过，手指甲留下了一些衣物的丝线，并且断裂了一片指甲。死者死亡的大概时间，仵作推断是6月10日午后到黄昏之间，最迟不会入夜。丁捕头在上平村里盘查，死者在村子里的名声不太好，很多妇人都隐晦地表示他不守妇道，暗地里偷汉子。丁捕头便盘查那些平日里与寡妇于接触频繁的男子，但这一排查就是半个月，毫无进展。7月初10那一天，丁捕头受命带着仵作去验看，发现这具女尸胸前的那一对也被切割掉，下体同样有遭到凌辱的迹象，死者脖颈上有一道勒痕，从死状上判断应该是勒死，死亡时间则是7月初7。死者姓吕，今年27，夫家在县城里面开了一间蒋记包子铺。丁捕头盘查了蒋家和吕家，又访查了苦竹村的村民，最终还是一无所获。第3名死者是在8月14被发现的，这一名死者是在县城外一处偏僻的草丛里发现的，他胸前的那一对直接被剜掉，下体也血淋淋的，而且后腰处还有一处刀伤。仵作查验之后，认为后腰处的刀伤是致死原因，死亡时间应该在8月14当天寅时到辰时之间。死者的身份是云石寨的村妇严氏。严氏的夫君双腿残疾，不能行走，家里全靠严氏卖豆腐为生。8月14那天，他是丑时5刻离开的，
到案发现场需要1个时辰，从而推断出作案时间是寅时到卯时之间。案发周围并无村落人家，梅县令询问了守城门的士卒，找了几个在当天早早进城的可疑人物，但最终证明这些人都只是进城做生意的小贩，杀人凶手断然没有理由还跑到县城里面来自投罗网的。案子调查到此处便停了下来，至今都没有新的进展。萧大人可有头绪？这卷宗过于简陋，其中细节并未注明，访问调查都是一概否定，毫无线索。梅大人，不知本官今夜宿于何处？啊，萧大人，梅大人已经在后衙中准备了一处幽静院落，您随时都可以去休息。那就有劳张师爷带路。萧大人，请往这边来。用了晚膳，萧逸梳洗一番之后，躺下就熟睡了过去。8月20卯时，4个人用了早膳，萧逸将他们的行踪告诉管事，不等梅县令起床，便要起行。梅县令让人去通知丁捕头陪同萧逸等人。萧大人，属下等人奉命过来协助萧大人办案，接听萧大人调遣。本官要去义庄验尸，劳烦几位带路。不敢，请大人随我来。一行人走了半个时辰，来到县城郊外一处义庄中。3起凶杀案的死者就在这里，请大人过目。第一副棺材一打开，一股尸臭便扑鼻而来，幸亏众人早有防备，这才不至于被熏晕。这是第1名死者，名叫于桂芳，是上平村人士，今年24。谢子云已在棺材边查看一遍，小心翼翼地脱去衣裳，仔细地翻看检验，一边看一边默默地琢磨着。看完了第1具尸体，准备验看第2具尸体。这第2名死者叫吕月珠，她是本县县城人士，家中开了一间包子铺。前不久我才和梅公子去他店铺里买包子，想不到啊。谢子云依旧沉默地验看着尸体。谢子云检查了一遍，心中有了分寸。他又走到了第3具尸体前，对这名死去不到1周的尸体进行检验。哎，丁老弟啊，这3具尸体都被人剜去了胸前的那一对儿，你说这凶手是不是个疯子呀？大概吧，这凶手连杀3名女子，并且施以凌辱剜胸，定是个男子无疑啊。丁捕头认为3名死者是同一人所为吗？当初属下也认为凶手有可能不是同一人。杀害吕月珠的凶手是以绳索将其勒死的，这凶手有可能在杀人之后心中害怕，想起了上平村的凶杀案，便照猫画虎剜去了吕月珠的胸。可是第3名死者严氏也是这般死法，梅大人便认定是同一人所为。属下查不到更多线索，只能如此。萧大人以为呢？待谢武做验尸后自会有分晓。3名死者胸前的那一对都是死后伤，第2名和第3名死者的凶杀者存在模仿第1起作案手法的可能性，但我个人倾向于同一人所为。谢武作为何如此笃定啊？须知这3起案子的作案地点相距甚远呢，而且3名死者又没有任何关联，难不成这凶手真的是劫匪，走到哪儿杀到哪儿？凶手在不同的地方作案，这并不是凶手决定的。啊，大人这话是何意啊？若死者是凶手憎恨的目标，那凶手为了杀掉这个目标，只要有合适的时机便可以下手，并不会在意地点。这3名死者互不相识，凶手不可能同时憎恨他们3个呀。大人，第1具尸体腐败现象严重，从表面上看不出有多少痕迹，死者时间超过2个月，死者的前胸遭到机械性损伤，伤口腐烂现象严重，但从伤口四周的表皮上看来，其肉翻卷现象微弱，可以推断为死后遭到损伤。验明全身后，只得背后有一棍棒伤痕，并未发现其他伤痕。下体处有凌辱现象，为色凶手对死者进行了性暴力。死者的口鼻上有轻微的擦痕，眼球结膜有针状大小的血点，颜面呈青紫色，这是窒息而死的一种表现。窒息而死，脖颈处并无伤痕，难不成是闷死的？相差不离，这应该称为捂死。凶手有可能拿着某样衣物、汗巾或者手帕等捂住死者的口鼻，令死者窒息身亡。这与我们仵作的查验结果大相径庭啊！仵作验尸可真是厉害，验尸的说辞我等闻所未闻呐，今日总算大开眼界了。那是，若非谢姑娘验尸本领高超啊，萧大人便不会任用她了。萧大人这是破格录用，没点本事怎能进萧大人的眼界啊？谢姑娘已经为我们查办过好几桩案子，幸亏有她来验尸，我们才少绕了许多冤枉路啊。那第2具尸体的死因呢？是勒死，这具尸体腐败程度还不高，伤痕清晰可辨。他身上虽有些挣扎的伤痕，但并不激烈。
前胸与下体的伤势很明显，这与第一具尸体十分相似。第三具尸体则是死于背后腰眼处的刀伤，从伤口看来，这应该是一把匕首造成的。从伤口的刺入形态判断，死者应该是被凶手用臂弯勒住脖子，而后用匕首刺入死者体内。这凶手既然有刀子，他为何不先用刀子威胁死者？为何还要刺伤一刀啊？这与前2名死者的死法不就不一样了吗？恰恰相反，死者严氏的口鼻也有伤痕，应该是凶手留下的。这凶手本来并不想用刀子，只是这名死者的反抗非常激烈，他不得不如此。死者严氏在挣扎之中寻到机会，一口咬住了凶手的手掌或者小臂。凶手在疼痛之下，为了控制住死者，只好用身上的匕首将其刺伤，以免死者侥幸逃脱。第三具女尸的嘴巴牙齿中有一些皮肉和血迹，凶手手臂一定被咬伤了。萧大人，这严氏死亡至今才过6日，凶手手上的伤痕一定还未痊愈，我们可以凭借此线索捉拿凶手了。谢仵作真乃神人啊！我们忙了这么久，一点线索都没有，谢仵作一来就找到如此重要的线索，此案真相大白之日可望矣。可不就是吗？我等查了这么多天，一点线索都没找到，想不到线索就在这尸体口中，今日总算有进展了。整个竹亭县这么多人，你们以此一句，只怕要查不少时日，说不定届时凶手的伤口都痊愈了，这不又是白忙一场吗？那谢姑娘有何提议啊？此案发生已有6日，之前未曾公布凶手手臂受伤之说，相信那凶手有可能去医馆看过伤势。丁捕头不妨去医馆里先问问，再搜查全城不迟。为防有遗漏，按规矩3具尸体都应当进行解剖，以确定没有其他的死因和变故。这是要剖尸？要是2位不方便的话，还是在屋外守着吧。第一具女尸剖开之后，一股恶臭冲天而起，死尸体内的腐败气体全都扩散开来。谢子云仔细地翻找着死者的内脏，众人看到谢子云一双手在死者体内不停地翻找线索，排除可疑的死因，只觉得今早吃下的早膳快要涌出喉头。后面的小捕快实在忍不住了，干呕一声，迅速地逃了出去，在门口处惨烈地呕吐了一番。谢子云将3具尸体一一解剖了一遍，确定3名死者的最终死因与他之前的判断一般无二，这才罢手。大人，3具尸体从体内各器官的现象判断，正如属下先前所判断的，分别是死于捂死、勒死、锐器刺穿致死。辛苦了，这是我的职责。你过了50，先回县城里用了午膳，再去死者家中问讯。范大鹏和何范周应了一声，和丁捕头一同准备将棺材盖上。慢！还有什么问题？大人，你看，死者左边嘴角有一颗黑痣。哎，3具女尸左边嘴角都有一颗黑痣，这真是奇了怪了啊！果然都有黑痣，这有什么说法吗？没什么说法，只是觉得挺巧合的。午膳过后，衙门里便派来了不少人手，全都是竹亭县里的捕快，调查所有手臂受伤的竹亭县城里的居民。竹亭县城的大街小巷里都能看到衙役，他们挨家挨户照着户籍一个一个的盘查。好在目标明确，手臂有没有伤口一眼就能看完，所以调查的速度不算慢。萧毅等人则马不停蹄地赶向上平村，打算先从第1名死者入手调查此案。来到上平村的时候，已经是夜幕时分。丁捕头去跟李正交涉了片刻，便要了2个房间，让萧毅和谢子云可以落脚。至于其他人，只能待在大厅之中坐着喝茶，熬上一夜了。天一亮，萧毅在李正的引领下去死者于氏家中查访一番。各位差爷，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你们之前不是都问过了吗？于是发生意外那天，你在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事？可有人给你作证？老爷，冤枉啊！老夫那日就在家中带着孙女儿，哪儿也没去，啥都没干。大人明察，老夫是冤枉的。大人没说你有罪，你不用喊冤。死者于氏生前与哪些人来往的亲切，又与哪些人互生仇隙？我家是寡妇人家，至于左邻右舍有些来往，别的便没了。至于结怨结仇，那更不可能。案发当日，于氏可有说去什么地方？他怎么会在土地庙那里的？那日他说要去拜土地公公，提着一些香烛瓜果去的。既非初一，亦非15，他为何要拜土地公公？他是去求问土地公公，看他能否改嫁成功。大人，
于寡妇近期正打算改嫁给一名邻村的男子，调查后认为那男子没有可疑行迹，他在案发当日正与好友在县城中相聚啊。丁捕头，此人现在何方？你速速将其邀来，本官要问他一问。何范舟带2个捕快在于寡妇的房间中搜查线索，萧逸一双眼睛直视这个盒子。那至于妆台上木盒，你可知道是于是用来存放什么物件的？是一些首饰物件。那为何如今却是空荡荡的？那些首饰在老身房中，老身见他死了，这些首饰也带不走，便收拾到老身屋内存着。拿来与本官查看查看。老彧很快就将一些首饰拿来，摆放在地上。这地上的首饰竟然有10来件，都是白银打造的，看着能值到20-30两银子。全都在这儿了吗？我搜到房间里就找出了这些，还有一只镂空的蝴蝶样银簪，却不知去了哪儿。这些首饰本官要带回去做证物，待案件水落石出之后再归还于你们。回到李正家，丁捕头带着一名中年男子回来禀报：草民王林山叩见青天大老爷。你且过来，看看这里面是否有认识的物件。回大人，这里面有2-3件物件是草民送给于氏的。你前前后后共送了几样？可都在这里？你看仔细了回话。一共送了5样，都在这里了。你与于寡妇之间的事情，本官也略有耳闻。你们到了什么地步？可有托媒人上门说亲？草民是想请媒婆上门提亲，但是于氏放不下他的女儿，想让草民把他女儿也接回家中养育。草民这2日还在琢磨之中。既然如此，为何你还在未说亲事之前便已送出5样银器？难不成你家境富裕，不在乎这点银两？这是草民为了哄于氏不得已送的。啊？草民坦白，是那于寡妇勾引草民，草民一时色迷心窍，爬了床，只得许他好处。草民句句属实，求大人明鉴呐。王林山，你可知道于氏还有一根蝴蝶样的银簪？知道，是上平村的官夫胡大春。大人，这胡大春我们也盘查过，他在6月初10那日一直在家中，并未外出啊。通传胡大春。胡大春进了厅堂中，便跪下叹道：胡大春，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哼，那就将你所知道的全都说出来，否则本官绝不轻饶。草民曾有心聘娶于氏，送了于氏一些首饰，但那于氏水性杨花，与王林山好上了。草民自那之后就再也未见过于氏了，望大人明察呀。谢仵作，你说说你打听到的事迹。在今年5月初3那一天，你去了于氏家中，正好王林山也在于氏家中。你在此之前便已遭到于氏的婉拒，知道于氏与王林山私定亲事，恼羞成怒，用于氏家中的菜刀与王林山和于氏发生冲突，可有此事？当时草民怒火中烧，失了理智，行事荒唐了。但草民只是想吓唬吓唬他们，并非真要动手啊。大人，草民句句属实啊。你既拿起刀具，便是心有歹意，纵使当时未曾得手，这日后亦有可能再生恶意，将于氏杀害。大人冤枉啊！于氏遇害那日，草民得了痢疾，腹痛下泻，一直在家中歇息，并未出门呐。试问又如何能杀了于氏啊？村中的灵医为他诊脉，确实如此。而且他的儿子一直在旁边侍候着他，寸步不离。这些首饰有哪些是你赠与于氏的？有2样是草民所赠。你送的物件都在这儿了吗？大人，他撒谎，还有那蝴蝶样的银簪也是他送的。对，还有一只银簪，草民记漏了。午膳过后，丁捕头，你在竹亭县城里较为熟悉，带几名衙役在县城各个金银店铺中探查，看看可有人拿银簪去典当贩卖的。范捕头，你带几名捕快去王林山、胡大春中搜索，看看可有嫌疑之处。喏，何捕快就再去查访一下这村中村民，看看可有人手臂上有伤痕的。是。那我们呢？你随本官去那灵医家中问问痢疾之症。2人带着2名捕快来到灵医家中，双方见礼后，那2个多月前上平村的胡大春可是犯了痢疾，是你给诊治的？不错，那胡大春在6月初9晚上便犯了痢疾，初10那日一早便来请老朽去诊治。晚辈也曾读过几篇医书，知晓痢疾有不少种，不知那胡大春得的是哪一种？痢疾分有几类，如湿热痢、
意独立、寒湿力等，他得的是休息力，幸亏早知啊，否则10日半月内便得害他性命啊。若是胡大川执意要出门，可能做到？若坚持外出也是能行。那日经老朽艾灸之后，胡大春病情有所好转，不妨碍行走办事。这么说，老大夫你并不知道他是否一直在家中？老朽只说过那日给他治了病，他病情不可小觑，理应卧病在床。但老朽还有其他患者，总不能守在胡家看他一整日吧。萧毅跟老灵一告辞，带着谢子云一同前往胡家。6月初10那日，你一直都跟在你父亲身边吗？少年，你确定你陪在你爹身边？他没有离开家门吗？谢仵作，那死者于氏背后的伤痕，是否会是扁担留下的痕迹？于氏尸体已发生巨轮关，之前的痕迹有多宽，我无法做出准确判断，但看着扁担亦有可能。凶手既然身上有刀具，能够残虐死者，那为何要用棍棒打背后这一击？究竟哪类人身上既带有刀具，又带有棍棒？何范州向萧毅禀报，他按照李正手中的名册挨家挨户盘查，倒是有几人手臂受伤，但都不是咬伤，大多是手指被划伤刺伤，无有可疑人物。萧大人，怎么不早些休息啊？您这还需要查找线索呢。这3起命案，你认为是同一人所为吗？我认为是同一凶手所为，而且这个凶手非常憎恨女子，尤其是嘴角边有黑痣的女子。3名死者嘴角都有黑痣，胸前那一对又都被割走，只怕并非是巧合那么简单。我们先从这3名死者的家属、亲朋、邻近往来中调查，如果这些人都没有可疑之处，现场之中又无明确线索，那我们再来想这种可能性。只能如此，只是极有可能要多绕一些弯路。路不怕弯弯绕绕，就怕人不走。次日凌晨，萧毅便打算回县城里调查第2名死者的家属和案发现场。好消息啊！属下今早在县城一家当铺里问到了这银簪。何人典当？胡大春，这是他典当的字据。丁捕头、范捕头将胡大春押来见本官。李正家厅堂中，萧毅坐在上首位，冷冷地凝视着胡大春。大人，为何又将草民押来呀？草民知道的都已如实吐出，草民真是冤枉的呀！此物可是于氏生前佩戴的银簪。是这个样式，一般新旧，应该错不了，是我儿媳的银簪。此乃于氏事故当日所佩戴之首饰，为何会落入你手中？你将其拿去县城典当，有字据为证，还敢如何狡辩？我那是捡的，对，捡的。狡诈小人，还想逞口舌之力，当真以为天下无王法纲纪，任你颠倒是非黑白？来人，将他拖下去，杖打20。大人，我说，那于是他确实是草民一时冲动所杀。草民当时气愤之下下手是重了些，没想到竟将他打死了呀！胡大春，你可别胡说八道，杀人偿命，你可想清楚了？于是真是你杀的？草民也不清楚啊，当时草民慌极了，好像是草民杀的，可是……你仔细说来，再有隐瞒，小心本官大刑伺候。6月初10那天午后时分，他绕小路从屋后赶去晒茅草的地方，正好就看到了于氏走向不远处的土地庙。一看到于氏，他心里就来气，于是他就尾随于氏进了土地庙，向于氏讨要他送给他的那几根银簪。于是性格泼辣，根本就不怕胡大春，也不想将银簪还回去，两人便在土地庙中起了争执，便狠狠地给了于氏一扁担。草民只是轻轻打了他一下，谁知他便倒了下去啊！草民真的不是故意的，草民没想到他那么不经打呀。后来呢？后来草民上去探了探，他发现他没了鼻息，草民吓坏了，看到那银簪，害怕衙门怀疑上草民，便将银簪拔走，夺回家中。就只是这样？大人啊，草民句句属实。至于于氏为何后来又惨遭凌辱一事，草民属实不知啊。你还想撒谎？是觉得萧大人可欺吗？大人呐，草民句句属实啊，草民连杀人的罪都认了，哪还有欺瞒大人的道理啊？求大人明察，求大人宽恕啊！你既已杀人，本官如何宽恕你？萧毅带着其他人折回竹亭县。次日清早，
萧逸便坐在厅堂之中，审阅着周谭县那边送来的信件。虽然有高云霄坐镇周谭县，他很放心，但有一些事情还需要他亲自审批。晃来晃去的，有话你就直说，是不是跟胡大川的事有关？谢仵作，胡大川已经认了，难道还有什么可疑之处？死者于氏背后的棍痕从肩膊处延伸至膏肓穴附近，而我通过验尸已经肯定于氏是死于无死。胡大川的说辞之中只是提到用扁担打了于氏，于氏便没了鼻息，不排斥于氏当时是迷走神经遭受猛烈的撞击导致的短暂昏迷甚至休克现象。他当时身患痢疾，还会有心思凌辱于氏。他既有利刃能挖去那胸前之物，为何还要以扁担行凶？他若蓄意谋害，便该早早选用利刃，先用扁担袭击于氏是为何？如果胡大春就是凶手，那他这行凶的过程十分矛盾。以本官分析，这里面有2种可能。哪2种？第一种，这胡大春还在撒谎，而是想博取朝廷的宽恕，减轻他的罪行。错手杀人，可视其情节严重与否，给予相应判处，尤其是防卫式错手杀人，更是从轻判处。他抹去凌辱尸体、残害尸体的事迹，只说了袭击一事，有意降低自身的丑恶形象，这亦是有可能的。第二种可能，这胡大川说的都是真的，只是他并未打死于氏，意外中击中了于氏的迷走神经，导致于氏昏迷，甚至短暂窒息。他便以为于氏被他打死了，拔下蝴蝶银簪，便迅速逃走。而在这时，真凶出现了。他看到了迷昏的于氏，将其移到土地庙后进行奸污凌辱，并且用身上的利器挖去于氏胸前的那一对。在这过程中，于氏苏醒过来，凶手正在实行受刑，见状便用手捂住于氏的口鼻，将其捂死。不能吧？那胡大春一时冲动杀人，结果杀人未遂，又来了一个凶手将于氏杀死，这于氏得多倒霉啊！虽然这手法与目前的线索相符合，但是我们并未有证据证明还有一名行凶者，这又该如何查？大人，不如由属下和范州一起去调查死者吕氏的家属情况。此案非同一般，胡大春所言是真是假还未能做准，但凡有点差错，便会将此案引入歧途，本官得亲力亲为，以防疏漏。进了厅堂，众人见礼后，萧逸让蒋家老母落座，其余人则站立一旁。本官今日前来，有几句话要问问在场诸位。呸！那个晦气的女人，死了还不让我们蒋家安宁。老婆婆何出此言啊？吕氏是老婆婆的儿媳吧？呀，死者已矣，您这又是何必呢？哼，蒋璋，你最好如实交代，你娘子吕氏之死可与你有关？差爷，此话怎讲？吕氏乃我结发之妻，我怎会害她？不是你，那令堂方才要说话，你为何打岔？你是不是想隐瞒些什么？大人，犬子并不是想要隐瞒案情，是老身看不惯那吕氏的所作所为。那吕氏平日里面不守妇道，与那些客人眉来眼去的，不是个好东西。娘，你别乱说，娘子她不是那种人。什么乱说？我可是亲眼目睹的，她都被好几个男子摸过手了。那些男子在摸她手时，她不仅不躲，还笑呵呵地逢迎他们。这是良家女子做得出来的事儿吗？娘，吕氏不是那种人，你误会她了。她只是做生意，没有她，我们包子铺早就做不下去了。你不该骂她的。老人家与本官说说，有哪些男子对吕氏心存不良？有城东张家的管事石磊，还有乔家布庄的乔文瑞，还有梅大人的公子。吕氏回娘家之前，可有跟你说过什么话？那天早上，我家娘子与母亲发生了口角，一怒之下便回娘家去。我劝了她几句，她一直都没肯开口跟我说话，挎着包袱便走了。你家娘子真的如你母亲所言那般吗？没有，没这回事。她那也是为了招揽生意的权宜之计。萧逸问完了蒋璋之后，剩余的蒋家众人便交给了范大鹏和何范州去审问。审问完之后，萧逸便带着众人离开了蒋家。用了午膳之后，萧逸又马不停蹄地前往苦竹村调查案发现场。众人便对死亡现场进行地毯式搜索，在周围扫了一遍又一遍，最终还是没有特别的发现。谢姑娘，你不觉得死者于氏和死者吕氏的案发现场都过分干净吗？这或许是时间有些久，所以案发现场才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丁捕头他们调查的时候便没有任何可疑的发现，当时是案发之后不久，按理说现场不会那般干净。大人的意思是，那凶手在行凶之后
将现场处理干净了。哎，若真是如此，那这个凶手不仅心狠手辣，而且心思还很缜密。但这也不能够排除现场真的没有什么线索。两人回到苦竹村中稍坐片刻，范大鹏等人便过来汇报，苦竹村没有任何发现，死亡现场没有任何线索。凶手极有可能是外乡人，在此地盘查亦无效果。你们去周围村子问问，看当天可有见到外地人士路过。范大鹏带着捕快回来，跟萧毅说了一番。他倒是问到了一些可疑的外地人士，但都是急急忙忙赶路的商队，恐怕没时间作案。时间尚早，诸位整理整理，回县衙去吧。萧大人呐，那胡大春已认罪，依本官看，此案已清晰明了。萧大人以为呢？此案还有一些疑点，暂且不能结案。现在竹亭县的百姓都在等着这3桩命案的结果，若是再拖下去，只怕会让他们更加不满，更加怨愤呐。若是因为他们不满而草草结案，那才是愧对他们，愧对朝廷。本官还要去调查第2起命案的嫌疑人，就不陪梅大人了。大人，我们今天去查第3起命案吗？你忘记蒋家老母说的那3个男子了吗？他们就是嫌疑人。你和何范周去将他们带来见本官。大人，那梅公子可是梅县令的。不管他是谁，只要和此案有关，本官都要严审一番。萧大人啊，梅望舒可是梅县令的公子，若是让范捕头去请，未必能请得来，还是属下去请吧。何范周带着石磊进来。石磊是个市井小民，在一户富裕人家里面当一名管事。草民石磊见过大人。石磊，本官问你，你与吕氏是何干系？大人呐，那吕氏颇有几分姿色，草民每次去买包子都会偷偷的摸上一下，吕氏他也看得开，不敢得罪了客人。但是草民只是摸摸他的手而已，其他的可没做过，还望大人明察。萧毅又询问了石磊在吕氏案发当日都去了什么地方，做了何事，见过何人。石磊一一对答，并且说出几名张家的主子，这些人都是可以给他作证的。问完石磊，乔文瑞便被范捕头带了回来。萧毅又是一番询问，与石磊所言相差无几。也是因为吕氏愿意吃点亏，让乔文瑞尝到甜头，这才3天2头的去蒋家的包子铺购买包子。乔文瑞也有着充分的不在场证明，有不少证人能给他作证。堂下可是梅望舒？学生正是梅望舒，见过萧大人。不知萧大人传召学生到底所为何事啊？吕氏案发时你在什么地方？可有人证？那日学生正在与2名同窗好友吟诗作对，到了夜里才回来的。大人若是不信，可以去询问学生的同窗好友。他们是谁？于伟和季谦。丁捕头可认得这2人，将他们速速传来作证。大人这是不相信学生吗？家父对大人可是十分推崇，大人这么做只怕要寒了家父的心了。本官办案力求真相大白，梅公子若是没有做过亏心事，那便可视本官再为你洗刷冤屈。若是你真做了亏心事，令尊寒不寒心，与本官何干？梅公子，可否将你的衣袖撩起，让属下查证片刻？你是什么人？这里轮得到你说话吗？你个女子，让本公子撩起衣袖，成何体统？梅望舒，本官命你将衣袖掀起。萧大人，怎么突然审问犬子了呢？梅大人，梅公子与吕氏之死有些关联，本官正在问他的话，梅大人若是有空，便请一旁旁听。孽子，还不快跪下！爷，孩儿有秀才身份，可见官不跪的。梅公子还不快把衣袖卷起来！这，萧大人，来人，将梅望舒的衣袖拉起，仔细验看。范大鹏和何范周没有给梅望舒什么脸面，强制着把他的衣袖拉了起来。梅县令见到他儿子手腕上有一个牙印。梅望舒，8月14的早晨，你在何地，又在做什么？我那时，学生正在家中睡觉，哪儿也没去。范捕头，你速速去梅望舒居住的院子，将那些仆人婢女分开审问，看看有谁可以给梅望舒作证的，带来面见本官。张师爷，你欲往哪儿去？属下还有些要事。事关梅公子的清白，在场诸人都不许擅自离开。很快，范大鹏便把2个婢女带了过来。大人，这2个婢女都是在梅公子院子里伺候的，他们2个都说，在8月13那天晚上，梅公子并未回院中歇息。你们2人在萧大人面前，可要好好回答，听明白了吗？要是胆敢有半点隐瞒，
污蔑梅公子，梅县令和本官都不会轻饶了你们。奴婢们说的都是实话，不敢有半点隐瞒。既然梅望叔没有回院中就寝，那他去了哪里？何时归来？回大人，8月13那天晚上，我二人见公子迟迟未归，洗漱之后便去歇息了。那天晚上，我姐妹二人闲聊着，生怕公子回来时侍候不周，一直不敢就寝。可公子那边的屋子一直未亮起灯火，亥时将过，我们二人才睡下的。那天夜晚，你当真在家中过夜？萧大人，学生当天晚上真的在家中就寝的。那为何你的2个婢女在亥时之前没看到你回来？难不成你是子时才回的院子？夜深人静，府里的人都睡着了，学生便未将他们吵醒。你们既然是梅望叔院中侍候的婢女，那你们在8月14早上可有去梅望叔房中侍候他起床洗漱？你们是何时起床的？为何不去侍候少主人？回大人，我们都是卯时起来的，平日里要等到辰时才去侍候公子。但那一天我们去公子房中时，公子并不在房中。那日我起得早，你们去我房中时，我早已离开了。你们当婢女的，替主子整理被褥是每日差事之一。那8月14早晨，你们进了梅望叔房中，他人不在，那被褥可有凌乱现象？如实回答。回大人，公子的床单被褥都整整齐齐。那你们二人在次日何时见到梅望叔的？约莫是45刻，公子回来叫嚷着要吃饭，让我二人去厨房催促。若如你所说，那你子时方归，卯时便走，可真是忙碌。你再去找找看，看看谁在8月13入夜后见过梅公子的，次日一早又有什么人见过他？最早是什么时候看到他的？不过片刻，兵捕头带着2个书生打扮的男子进来。余伟、季谦，你们二人于7月初7那日在什么地方？我们二人在同福酒楼之中吟诗作对，当时望叔兄也在。好，那本官再问你们，你们是在同福酒楼的哪一层哪一间房？说。在3楼乙字2房。那你们什么时候离去的？我们是在5时相聚于同福酒楼的，在申时中离去。何不快，你且速去同福楼，群掌柜调用账簿查阅，看看那日是否有所记载，再群1、2小厮盘问，务必找到证人，亲眼目睹梅望叔当日在酒楼之中。诺。何不快，我与你一同前往。丁捕头，你且留下，本官还有差事要劳你走动。二人，问遍了整个府邸，这仆人是8月14日早上最先见到梅公子的。没有其他人见到梅望叔吗？可有人见到他从外面回府？或许刚好没人看到吧。掌柜的，那日他们3人都是申时离去的吗？梅公子当时先走了一步。不错，梅兄当时离得早些，应该是在未时初便离开了。方才为何没有提及？大人方才未问及详细，学生疏漏了。梅望叔，你当日离开了酒楼，去了何处？我学生回家了。梅望叔，本官认为你有杀害吕氏严氏的嫌疑，在本官进行深入调查之前，你不准离开梅府。那本官就先且将犬子带回，在家中听候萧大人的发落。不过本官也要奉告萧大人一句，没有真凭实据之前，休要诬告犬子生育。告辞。丁捕头，你且去跟着萧逸，一旦他那边有什么线索，立即通报本官。属下遵命。张师爷，依你看，望叔可有嫌疑？大人，萧逸虽然现在怀疑公子，但他没有实据。公子手腕上有咬痕，可这并不能说明就是死者严氏所有，此乃其一。其二，公子在严氏死亡时声称在家中，虽然未有证人，但也未有证人证明他在案发现场啊。难不成所有在8月14寅时卯时独处的人都是凶手？望叔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怎么可能为了2个妇人犯下这种傻事？萧逸自诩聪明，连这点都想不通。哼，我看他就是个蠢货。大人啊，为今之计，还是大人亲自询问公子一番，若能知晓真相，我们也好为公子掩饰啊。这个孽障，我这去跟他问个清楚，你自个儿忙去吧。萧大人，属下……你不用多言，本官知晓。调查此案有你在本官身边，也可证明本官行事公允，并未针对任何人。
众人来到了严氏的案发现场，荒郊野外的县城郊区。这条路啊，平时没多少人走，并非是进县城的主道。只有住在附近的几个村子寨子的村民，为了贪图近些，才会路过这条小路。大多数人都是坐牛车走大道进城的。这里就是当初发现严氏尸体的地方，也不知道当时有没有凶手在场。可是发现了什么？大人，当初我验尸的时候，发现严氏的鞋跟处有些泥土，而那泥土和此地泥土看起来极其相似，所以我认为凶手应该是在小路上刺伤了死者严氏，然后再将严氏拖曳到此地进行先杀。也许凶手刺杀严氏的地方并非是距离弃尸之地的一段小路，他有可能是在更远的两端动手，然后见这里隐秘，这才将严氏拖曳到这里来的。我们应当扩大搜索范围。大人，天色渐渐晚了，我们还要搜查下去吗？大人，这里怎么会有玉扳指啊？将玉扳指收起来。范捕头，明日你与何范州去打听一下，玉扳指的主人是何人。这个梅县令可真不是什么好东西。怎么了？哼，那厨房的厨子居然说没有食材给我们做晚膳，你说这不是欺负我们是什么呀？既然如此，那大家便收拾收拾，不要再叨扰梅县令了。次日一早，范大鹏和何范州便早早的出去寻找玉扳指的主人，而萧逸与谢子云则准备去严氏家中盘问。大人，我娘子死的冤枉，求大人给我娘子伸冤呐！大人，草民这些日子想来想去，觉得只有那个人会害了我娘子。那个人是哪个人？家中以贩卖豆腐谋生，自从草民双腿得了隐疾，只好让卓京进县城做买卖。有一日，卓京慌慌忙忙归来，一副失魂落魄神色。草民便问他出了何事，他断断续续之下说是被名公子调戏了，羞愧难当之下逃了回来。那公子是谁？是梅望舒梅公子。大人，你是青天大老爷，你要为草民做主啊！看来梅公子的品行值得本官好好考究考究。大人，草民所言句句属实，一定是梅望舒他杀害了卓京的，请大人为卓京伸冤。此案本官自有定夺，你且在家中静候。查到玉扳指的主人是谁了吗？这人丁捕头也认识。这不是梅公子的玉扳指吗？怎么会在你们这儿？这是昨天我们在严氏案发现场找到的，正巧我们也打听到这玉扳指是梅公子的。大人，这梅公子的嫌疑难以洗脱，应当缉捕问罪吧？范捕头，你和丁捕头一同去县衙后院，将梅望舒押来面见本官。爹，救我，救我！放手！萧大人现在要审问嫌疑人，梅县令这是要阻挠属下行事吗？本官自会带着犬子去见萧大人。范捕头，先请回吧。萧大人命属下前来捉拿嫌疑犯，请梅大人理解。属下捉拿不到嫌疑犯，无法向萧大人交差。本官说的话，范捕头听不懂吗？范大哥呀，我们不如在门外候着吧，给大人和梅公子一点时间吧。那属下就在门外等候。你这孽畜啊！8月14那天早晨，你到底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没人看到你？你再不说出来，老子可就保不住你了。我就在家中，我没出去。到这个时候，你真当老子是神仙呐？什么事都能替你包庇吗？这次你栽在萧逸手里，老子也救不了你了。爹，你再想想办法，孩儿真的没有杀人，孩儿是冤枉的。丁捕头，将他带去见萧大人。萧大人，学生是冤枉的，你与我爹是同僚，不用如此咄咄逼人吧？梅望舒，你可知罪？萧逸，你别敬酒不吃罚酒。那玉扳指是我丢失了的，我也不知道丢到哪去了。你别以为拿着点小东西就能对我耀武扬威的，我一年到头丢的东西不知道有多少。放肆！本官在严氏案发现场之中寻到的，想必你就是在那里弄丢的。胡说八道！我从未去过那个地方，又怎么会把玉扳指丢到那里去？你想污蔑我，你做梦！狡诈恶徒，当真可恶！来人，将他推出去，给本官杖责20。且慢！娘，救我！孩儿真的是无辜的。适才听闻萧大人要动刑，
难不成萧大人要将犬子屈打成招，认下罪名吗？萧大人，我儿到底所犯何事？不知萧大人可有证据？素闻萧大人断案如神，竟也用些屈打成招的招数，真是将我等大开眼界了。梅夫人此言差矣，此疑犯直呼萧大人名讳，藐视朝廷命官，萧大人只是按律用刑。梅大人与梅夫人不知前因后果，上来就给萧大人扣上屈打成招的罪名，难道就因为疑犯是梅大人的儿子？哼，一个小小仵作，竟也在此口出狂言！来人，给我轰出去！梅夫人，本官在此地审问疑犯，你若要走，本官不拦；你若要留，便在那儿安心听审。若再喧哗，本官只能将你轰走。萧大人年纪不大，官威倒是挺大的。既然萧大人认为我儿有罪，那就升堂问话。这般悄无声息的逼供，滥用私刑，我家老爷可不答应。哼，梅大人这是想要包庇疑犯吗？若梅大人今日将令郎带出此门，本官必定会将此案调查过程修书一封，送于彭知府参看。届时，梅大人可莫怪本官不念同僚之情。萧大人只要不动用私刑，本官也不会让萧大人难为的。那他直呼本官名讳，梅大人可能给本官一个说法，莫不是要本官大人不计小人过？孽畜，还不快给萧大人侦查认错！这些虚礼便算了，本官只想知道，在8月14寅时，你去了何地，做了何事，还有你手腕上的咬痕到底是何人所咬，可能为你作证。这是我自己咬的。你手腕上的伤口，我当时观察过，那不可能是你自己咬的。这个伤口的牙痕，应该是由一名女子造成的。在8月14早晨，你在荒郊野外等他路过时，想对他施暴，可没想到严氏反抗激烈，咬伤了你的手臂，便将你的玉扳指拽落。你恼羞之下，便用匕首刺伤了严氏，将严氏拖进杂草丛中进行凌辱，最终还残虐他的尸身。梅望叔，本官可有说漏说错之处？不是的，我没杀人，那天我就在家中，我没有出门，真的不是我杀的。萧大人，你信我。你那日分明就不在自己房中，还想狡辩？你有杀人动机，又有作案时间，如今更有玉扳指作证，你罪责难逃。来人，将他捆起来投入大牢，择日升堂问罪。大人，可是要带到竹亭县的牢狱之中？不必叨扰梅大人了，梅大人是这嫌犯的至亲，本官为梅大人着想，还是将这疑犯关押在这客栈之中，让梅大人避嫌。萧大人，犬子虽然有些胡作非为，但是杀人越货这种勾当，他还是没这个胆子的。萧大人可要查个仔细，莫要冤枉了好人。那梅大人可否为本官解释解释，这现场发现的令郎玉扳指是怎么回事？还有令郎手腕上的咬伤，无人作证的案发时机，梅大人可有个合理解释？告辞。夜深时分，竹亭县幽暗的地牢中，你是谁？想做什么？傅大臣，听说你家中还有一个孩子，是不是啊？是又如何？我认识你吗？想不想让你的孩子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这什么意思呀？你要帮我？于是是你杀的，对不对？若是你能供认自己还杀了吕氏与严氏，明日在公堂之上签字画押，那我就帮你照顾你的孩子，绝不食言。你要我认下杀害另外2名死者的罪名？你是谁？我凭什么相信你？我是梅大人派来的，这案子已经折腾够久的了，县令大人想尽快结案，你懂了吗？你是衙门里的师爷，你没有选择的余地，答应还是不答应？我答应你就是。要是你们敢骗我，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放心，养一个孩子只是举手之劳，没必要骗你。你扶儿过来，我接下来说的口供，你都给我好好记住。谢姑娘，大人是怎么想的呀？犯人都已经抓到了，大人准备什么时候升堂啊？大人自有他的安排。如今大人跟梅大人不和了，在这竹亭县里恐怕不好升堂定罪。大人应该是在想办法吧。谢子云打算去购买一些验尸用的药物，去了2家药店，摆好了自己所需的药物，又去布庄购置了一些干净的棉布，这才准备回客栈去。
文瑞在不在？梅大人升堂办案，挖凶案的罪犯被查出来了，快出来与我一道去看热闹。梅大人什么时候找到罪犯了？谢子云急急忙忙地跑到客栈，来到萧逸房门前，直接推门闯入。房间内摆着一个浴桶，萧逸一只脚迈出，另一只脚还在浴桶里，一丝不挂地站在浴桶边上。场面停顿了片刻。看清了吗？那还不出去？谢子云脑海里闪过方才的美男子出狱的场景，竟觉得鼻子有些痒痒的。萧逸一直都是美男子，居然没有人觉得他是个俊俏郎君，反而更多的人将他当成了冷面阎王。何事毛毛躁躁的？大人，梅大人他升堂审案了。他升堂审的是什么案？就是3起杀人剜兄命案。快帮我更衣。衙门内，公堂之上，胡大春双手锁着铁链，身上穿着囚服，赤着脚跪着。胡大春，6月初10那天，你到底对于氏做了什么？一一说来。草民那日见于氏一人去土地庙上香，心生不忿，上前向你讨回之前赠送给他的银饰。那于氏不肯归还，草民一怒之下用扁担将你打死，拔下来他头上的银簪，便将其尸体奸污，并且剜去他胸前那一对。草民为了逃避罪名，装成立即缠身的模样，骗过了捕快。本官再问你，那吕氏之死可与你有关？如实坦白。7月初7那天，我在县城里偶然看到吕氏挎着篮子离开，我看着他，突然就想起了于氏，想一路跟着他，找机会下手品尝一番。快到苦竹村的时候，终于让我等到了机会。我用绳子上去将他勒死之后，拖进了小树林里玷污尸身，然后再将他胸前那一对剜掉带走。本官再问你，除此之外，你还杀过什么人？一并说来，否则本官绝不轻饶。草民还杀了云石寨的严氏，得知严氏每日都会走小路进县城，便在小路上守着，待他经过将其杀害。草民杀他的手法与之前2个死者一致，用刀子刺死了严氏，对他的尸体凌辱残害一番。胡大春，你好大的胆子，在本官治理之下竟敢做出这等恶行，实在可恶。本官现在判你腰斩之刑，等刑部公文下来即刻行刑。张师爷，给他画押认罪书。慢着！只见男子着一袭官袍，匀称整洁，乌纱帽崭新发亮，他面若寒霜，眼如电光，笔直地看向公案后的梅县令。梅大人升堂断案，怎不知会本官一声？本官没知会大人吗？本官明明让丁捕头去知会了萧大人的。萧大人，属下一时疏忽，竟忘了知会萧大人，请萧大人见谅。胡大春，别看了，快画押，等会儿你想画押都没机会。胡大春，于氏是被捂死的，他没有捂过于氏，于氏不是他杀的，他是冤枉的。大人，冤呐！大人，为何不让梅大人给你审？哼，这种刁民在公堂之上反复无常，萧大人无需在意。愣着做什么？还不快给本官押下去！大人，那吕氏和严氏不是我杀的，我那2天就在家中，有左右邻居可以作证，我是冤枉的，我没有杀人的。此话当真？草民句句属实，不信大人可以传召草民邻居前来作证啊。梅大人，兹事体大，不如等证人来了再做决定。萧大人休要被这小小之辈欺骗了，他方才已认罪，此案已经真相大白了。胡大春，你若是没做过这些杀人的勾当，为何要认罪？现如今又道自己无辜，想欺骗本官。草民不敢欺瞒大人，草民之所以认罪，实在有苦衷啊。有何苦衷？是梅大人让我顶罪的。刁民，刁民，还敢胡言乱语，给我打！大人，衙役在公堂上打死无罪的疑犯，该如何处刑？既然无罪，便不是疑犯，乃平民百姓。衙役杖毙百姓，若有下令动刑的主审一力承当，则处以3年牢狱之刑即可。押进牢房之中，等证人到了再审。退堂，退堂！这挖凶案已经由本官侦办，胡大春是此案的关键人物，本官还有话要问他。
你们暂且将他留下。萧大人，本官已经勒令退堂，日后再审了。梅大人，你可知人命关天？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本官是什么意思？难道梅大人不清楚？胡大春，本官问你，你为何要冒认杀害吕氏和严氏？如实说来。这是梅大人和张师爷哄骗我的，他们让我认下这3起命案，往后就照顾儿子长大成人。草民自知杀害了于氏，难逃一死，因而才答应了他的。胡说八道！胡大春，你休要血口喷人！刁民，本官何时哄骗于你？又何时让你顶罪了？可有证据污蔑朝廷命官？你简直罪无可赦！萧大人，草民没有证据，但这些供词都是张师爷口述给草民的，草民绝无妄言呐。可有此事？萧大人，学生昨夜去审问胡大春，胡大春在学生的审问之下，一一供认不讳，是他自己认的罪。学生一时糊涂，信以为真，不料他在这公堂之上还反咬梅大人和学生一口，这全都是他的计谋。萧大人，您可千万别听他片面之词啊！明明是你教我说的口供，我连那严氏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更别提他住在哪里，怎么会在荒郊野外等了一个晚上去杀他？你说的也不无道理，此事无凭无据，日后再细查不迟。退堂，待证人来了之后再审。梅大人说完，正要离开，萧逸从一旁绕上宋牌，走到公案前。本官受知府彭大人之命，前来竹亭县侦办挖凶一案。本官便借此时机，也来审一审这令人闻风丧胆的竹亭县挖凶案。丁捕头，你速去客栈之中，让范捕头将第3起命案的疑犯梅望舒带来。在等待期间，这些人纷纷议论着梅望舒奇人奇事。不一会儿，梅望舒便被范大鹏押了过来。爹，救我！我没有杀人。梅望舒，人证物证俱在，你再狡辩已无济于事。小易，你算个狗屁的断案如神，本少爷没有杀人，你在冤枉我。你3番4次直呼本官名讳，咆哮公堂，目无纲纪，实在是冥顽不灵。来人，将他杖打30。是。爹，救我！小易这是公报私仇，他是想在你面前逞威风。范大鹏举起水火棍，重重的一棍子落下，发出了沉闷的响声。啊！你做什么？以权谋私吗？梅大人，此话何意？你打！喏，直呼名讳哈，咆哮公堂哈，算个狗屁哈！我去你娘的！哎呦，你个王八蛋！混账！公堂之上岂能儿戏？打完30仗，梅望舒便被2个衙役抬着回到了宋堂中间。梅望舒，本官最后问你一遍，8月14早上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可有人能给你作证？你手腕上的伤是怎么得来的？是谁咬了你？我没杀人。孽障啊！你那是到底做了什么？你快说呀，不然爹也救不了你了。杀人是要偿命的呀！我那一夜宿在苗姨娘屋里。来人，传苗姨娘上堂作证。萧大人，不知可否稍歇片刻再审？梅大人，如今正是审讯之关键，怎能中途停歇？速传苗姨娘上堂。梅县令一大把年纪了，却色心不死，接连娶了好几个小妾，这苗姨娘便是其中之一。众人没想到，梅望舒居然跟他老爹的小妾暗通款曲。贱妾苗氏拜见萧大人。苗氏，8月14寅时，你在什么地方？与什么人在一起？回大人的话，8月13那晚，少爷他喝醉了酒，跑到贱妾院中睡觉。贱妾好说歹说，他始终不肯离去。贱妾悲身健体，不敢不从，只得委曲求全，求得少爷将此事瞒下，尚能苟且活着。而今事已败露，贱妾无处可存身，无颜可见世人，仅听大人处罚便是。贱人，本官以为你本性是好的，
不计较你出身于烟花之地，料不到你始终是水性杨花的贱人。你给本官滚出去，滚回你的烟花之地！此生不许你再踏进梅家半步。萧大人，本官身体不适，今日人不旁听，请萧大人主持公道。饶氏，你说你在8月13夜里与梅望舒暗通，有人能给你作证？这是梅公子当天送给贱妾的，大人不信，可派人去问问县城里的玉器店。这是你买的？对，是学生在8月13午后从凤翔玉器铺购置的，一共花了50两银子。传了店铺的掌柜过来问话。萧逸等了半晌，范大鹏便带着凤翔玉器铺的掌柜前来答话。大人，8月13午后，梅公子的确到本店购买了这一只玉镯。当时梅公子还向小的大吐苦水，说什么女人都是属狗的。梅望舒，既然你有不在场证明，那死者严氏并非你所杀害，本官便准许你在家中养伤，但期间不得离开竹亭县县城。待本案告破之后，本官自然会还你一个清白。退堂。大人，胡大春只怕不适合待在牢狱里了。范捕头，你以本官名义将胡大春带回客栈去看押着。胡大春和梅望舒都不是凶手，那凶手会是谁呢？此案兜了个圈子，我们还得从头查起。我们都查了好几天了，结果什么都没有查出来，你难道不着急吗？查案不能急，急则容易出错。审讯案件如同解杂乱的线团，得抽丝剥茧，慢慢的来。大人，你可注意到苗姨娘的长相？你是指她嘴角也有一颗黑痣？那大人觉得3名死者嘴角有黑痣只是一个巧合？这应该不是一个巧合，有可能是凶手对这一类女子怀憎恨心理。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查呀？你以后行事不要太过鲁莽。啊？我什么时候行事鲁莽了？我在宋堂上也没说什么吧？是去衙门之前。哦，嗨，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又不是第一次看那玩意儿。你说什么？你看过很多次？其实也没有多少次。那是几次？就验尸那几次，每个男士都有那玩意儿。啊！不过活的我还是头一次见。哎，大人，我懂的。发生了这种事儿，我得要对你负责。你刚刚说什么？大人要不要我负责？好。芥子云不由笑了，这榆木脑袋总算是被他撬开了一半。那大人要我怎么负责？你得去得去传膳。萧逸庆幸自己刚刚没有说出来，快步走入房中。如今案件兜兜转转，又回到了起点，你们都有什么看法？大人，属下一直没弄明白，那梅望舒既然不是凶手，那他的玉扳指为何会在案发现场？你觉得呢？从梅望舒的表现和他人的评议看，这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女人对他而言，想要多少有多少，即便严氏不同意，他也可以用强的，用不着犯上杀人的大罪。这种纨绔子弟蠢是蠢了点，但还不至于蠢到仇饮之时便去郊外蹲着守一个女子啊，这不符合梅望舒的性格。那玉扳指一定是其他缘故留下的，玉扳指应该是真凶留下的，极有可能是为了陷害梅望舒。有，你下午抽空去问问梅望舒，看他与哪些人结了仇。就他那种性格，玉扳指什么时候弄丢的他都不知道，想必结仇的人也多。哎，真凶恐怕是他忘记了的某个仇人。还真有这种可能。如今梅望舒洗刷了嫌疑，兴许我们应该从3名死者的共同点里找线索。除了黑痣，还有什么共同的特性啊？水性杨花，不舍妇道或许也是原因之一。可是吕氏只能算是让客人揩油，说他水性杨花不太妥当啊。至于严氏，属下未曾听说他有什么不当之处啊。在凶手看来，凡是抛头露面做生意的女子，就如同吕氏一样。如果真是这样，那我觉得凶手有可能是一个遭遇妻子背叛的男人，所以对水性杨花的女人十分记恨。或许他妻子的嘴角上也有颗黑痣。范周，你待会儿去梅家询问时，顺道打听打听苗姨娘的下落。若紫云猜测的不错，凶手还未伏法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对苗姨娘下手。你这些天得暗中保护她，其他3名死者的事情就由本官和范捕头来调查。
大人，梅大人求见。萧大人，梅大人，有事吗？萧大人啊，你我本是同僚，之前因犬子之事有些误会，您大人有大量，不要往心里去啊。本官为令郎洗脱罪名，那是本官职责所在，换成是阿猫阿狗，本官也会这么做的，算不上什么恩德。萧大人，之后我等同朝为官，还需多多来往才是啊。萧大人住在这客栈里，恐有诸多不便呢。本官在县城内有一座雅院，萧大人要是不嫌弃，本官便赠与萧大人居住。梅大人家当可真是丰厚，本官斗胆一问，以你我的俸禄，得多少年才能买得起梅大人口中的那所雅院？若是价格低廉，本官也想买一座。萧大人说笑了，幸好我夫人娘家有些薄资，本官也是沾了夫人的光啊。梅大人，本官还要去调查3起命案，梅大人若是没事儿，可否去上平村问问第1起命案的可疑人物？萧大人放心，本官这就派人去上平村再查一查可疑人物。有劳梅大人了，那本官便不远送了。何半舟直到入夜时分才赶了回来，对着萧逸汇报了他打探到的消息。苗姨娘如今就在青楼里，大人，我还需要去暗中保护她吗？那烟花之地，我该怎么去保护苗姨娘啊？当然是装成嫖客进去打探一番了，然后找个法子躲在里面。你舅舅没教过你吗？范捕头，你去暗中盯着苗氏，青楼里人来人往，你得盯紧了。放心，大人，青楼里人多，凶手就是想挑个没人的时间下手都不容易，更何况还有我盯着呢。凶手要是敢动手，我第一时间抓了他。8月28日，萧逸让何范舟去云石寨再问问线索，而他则带着谢子云在县城里走一走。凶手很有可能就蛰伏在城里。掌柜不在，你们买米还是买面呢？你们这里卖黄豆吗？哦，有，在这边。你可认识我？认识啊，你是萧大人。本官见你昨日来过宋堂旁听，是不是？哦，昨日刚好路过，便在宋堂旁听了片刻。死者严氏可有来你们这里购买黄豆？有。你跟严氏的关系可熟络？不熟啊，只是他来买黄豆时见过几次。你可认识于氏？小人不认识他，只知道他是第1名被剜凶的死者。陈明，你将袖子卷起，让本官看看你的双手。这伤口像是被利器削过的，表面有些光滑，但是伤口边缘又有些参差不齐。你这伤口是怎么造成的呀？何时造成的？可有目击证人？我这伤口是3天前造成的，当时需要搬运一批大米，我看到有一袋大米从牛车边缘松动，马上就要掉下来时，便伸手去抱住米袋，我一时不察，手臂刮过车栏，划破了皮。当时掌柜的就在一旁，他可替小人作证。二位这是？本官是来查案的，你可知道这个伙计手臂上的伤口是怎么回事？掌柜的回话证实了陈明所言非虚。我经过观察，发现你这处伤痕之中有一些微小的旧伤口，我怀疑你这处伤口有重叠创伤现象，伤痕类似齿痕，并且没有痊愈。不错，我手臂上这个地方原本也有伤，是我之前不小心被家中的狗咬伤的，不是被人咬伤的。6月初10那天午后，你在什么地方？在路上。哪条路？谁可为你作证？那天你不是去昌平村送米吗？本官记得，那昌平村就在上平村附近，对吗？不错，从县城去昌平村必须得经过上平村。那你回县城路过上平村时是什么时候？大约是未时5刻。从昌平村折回时，我问了时间，那时是未时3刻。那你7月初7午时到申时又在何处？草民记得那天陈明告假回家，一大早就走了。是吗？可有人作证？除了你家人之外，左右邻舍可曾见过你？见过，他们皆可为小人作证。好，你家在何处？本官让衙役去传唤证人。他家在苦竹村。啊？哼，如果本官没有料错的话，8月14寅时到卯时之间，你在家中睡觉吧？是。那你妻子可能给你作证？他的妻子在1年前跟人跑了，
他现在就住在这个米铺里，夜里啊替草民看着米铺。陈明，本官现在怀疑你与3起挖凶案有关，在没得到本官的许可之前，你不许擅自离开竹亭县县城，听明白没有？大人呐，他就是个老实本分的汉子，怎么可能会跟凶杀案有关呢？这一定是弄错了吧？本官会调查仔细的，若他是无辜的，本官绝不会冤枉他。大人，我没杀人。你这2天留在县城里，随时听候传召，有没有杀人，本官自会调查。我与大人出来走一走，大人便找到了新的可疑人物，大人难道不觉得是加了我的运气吗？那本官今天便到酒楼里设席宴请谢无所，以表谢意。那就多谢大人了。吕氏回娘家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是因吕氏婆婆与吕氏发生矛盾而起，凶手想要杀掉吕氏，需要对蒋家高度关注。假如陈明就是凶手，他经常去蒋家送面粉，或许能够及时得知消息，然后向掌柜的告假，迅速追上吕氏，并且寻机下手。可是掌柜的说陈明一大早就走了，他到底是得知吕氏走了之后才告假的，还是在这之前先告了假呢？还得调查清楚陈明告假回家的缘由，究竟是他临时起意编造的谎言，还是确有其事？萧大人，你找本官有何要事啊？梅大人，本官今日前来是为挖凶一案叨扰梅大人。好说好说，请。哎呀，谢姑娘，萧大人想必有重要的事情要与我夫君商量，谢姑娘不如陪我走走，我带谢姑娘看看后衙的景色。那就有劳梅夫人了。萧某想问问梅大人，当初调查整个竹亭县手臂受伤的可疑人物，最后可有结果了？那些人经过本官的调查，最终确认都是没有嫌疑之人。啊，对了，本官还让张师爷将那些手臂受伤的男子都记录在册，萧大人可要一览呢？那就有劳梅大人了。这些男子受的是什么伤？为何没有注明？当时是衙役们办的差事，只要不是咬痕的，便在第一遍筛选中排除了。想来也不必记录他们是如何受的伤啊。那有哪些人手臂上的伤势是啃咬造成的？回萧大人，这名册最后一页上面的名字便是手臂上有咬痕的7个男子。梅大人有所不知，本官今日调查到一名嫌疑人，他的手臂上也有伤痕，但是有一些问题。既然如此，将这陈明叫来，仔细审问一番，相信必能得出结果。那陈明坚称自己是被家中的狗咬伤的，如今旧伤痕已经辨认不出了，难定真假。萧大人，既然他说他是被狗咬的，那他可有证人呢？陈明手臂上的新创伤是8月25日造成的，而梅大人派遣人手调查，应该是在8月20号之后几天。本官本以为梅大人这边已经调查到了陈明，之所以没将陈明的嫌疑告诉本官，是因为梅大人已经找到了可为陈明作证的证人，这才将陈明排查在外。殊不知这名册上竟未有陈明的名字，倒是让本官诧异不已。竹亭县里有数千百姓，衙役们一时调查疏忽，难免有所疏漏。况且这陈明或许是有意避开我们的调查，因为他有可能就是真凶。萧大人啊，小人这就去询问清楚，看看有谁可为陈明作证的。倘若他没有证人呢？届时张师爷如何判断他是不是狗咬伤的？罢了，此事本官也有过错，未能亲力亲为，以至于有些疏漏。萧大人言重了，此案疑点重重，萧大人分身乏术，怎能怪罪萧大人呢？是本官办事不力，未能督促属下尽职尽责，与萧大人无关呐。本官此次前来还有一事，要梅大人相助。萧大人不妨直言。本官想借几名捕快跑跑腿。本官此次前来，并未带多少捕快衙役，查案办案欠缺人手。啊，这个简单，本县衙的捕快与衙役，萧大人可随意调遣。那梅夫人还敢对你摆脸色？那倒没有，他不但没有对我摆脸色，还一副讨好的样子，把一桌子的金银首饰、宝玉珍珠都摆在我眼前，让我挑一样喜欢的要送给我。哼，然后呢？我哪能要啊？你想要？废话，漂亮的首饰和美玉珍珠，哪个女子不想要啊？脑子进水了才不想要。萧大人，我等奉梅大人之命前来协助萧大人办案。丁捕头无需多礼。大人，属下在上平村盘查时发现了一名可疑人物，
6月初时，曾有一辆运送粮食的牛车经过上平村，属下追查了一遍，得知这牛车当日折返回县城，于未时左右经过上平村。何捕快辛苦了，你且先去休息，待睡醒之后去城东米铺盯着一名叫陈明的伙计，他就是你查到的可疑人物，你不可惊动了他，须得换下捕快服饰，将他的可疑举动都记下来。属下这就去。大人，何捕快一个人恐怕不太容易盯住陈明啊，不如再派名捕快相助何捕快，以防有紧急情况。丁捕头，本官想劳烦你去一趟昌平村，调查清楚陈明在6月初时什么时辰到村子，什么时辰离开村子，从昌平村到上平村需要多久，返回县城又需要多久。他驾驶的是牛车，你最好找辆牛车试一试，以防时间有所偏差。7月初7那日，吕氏于辰时4刻离开了蒋家，而陈明则是在辰时5刻到家离开。等两拨人马调查到结果，一切都能水落石出。黄昏时分，范捕头和丁捕头都回了行，萧毅与众人一道用完膳，同时聆听他们的汇报。没人看到陈明被狗咬伤。7月初7那天，他回家的确是有原因的，他是回苦竹村找一名大夫买药。哦，陈明得了什么病？有轻微的疯病，一旦受到刺激便会发疯。听陈家人说呀，自从他妻子跟人跑了，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1个月，后来就成了这副样子。陈明既然有疯病，一旦受到刺激就会发作，届时便无法让他承认罪名。要结案还需得找到有力证据，如今只需要盯紧他，他总会露出些马脚的。大人，该查的地方都查了个底朝天了，还有什么地方能够找到证据的？陈明的卧榻之处。城东米铺？那掌柜的让他在米铺内居住，应该有个小房间。如果他是凶手，那或许会在卧榻处收藏一些行凶的证据，比如那3名死者被挖去的胸前一对。凶手剜去死者这个部位，极有可能是想要作为战利品收藏起来。但这些东西见不得光，他必定会藏在隐秘之处。米铺只是本官的猜测，但若贸然搜索搜不到，反而引起他的警惕，事后被他寻机一把火烧掉那些肉块，本官便难以证实他的罪名了。范捕头，你用完膳去找何捕快，何捕快已经盯了1天了，你去替换他回来休息。花满楼中，苗姨娘坐在房间里盯着那摇曳的烛火发呆。老鸨不敢得罪梅夫人，除非是那些不怕得罪梅家的客人点名了要苗姨娘，否则苗姨娘只能独守空房。回到床上哭了好一阵，便迷迷糊糊睡下了。不知道过了多久，突然眼前晃过了一道黑影。贱人，去死吧！就在这时，一个男子提着灯笼走了进来，这道黑影显然一愣，随后松开了手，撞向窗户逃了出去。从2楼跌落下来之后，却看到眼前一片刀芒。丁捕头何故见了本官便落荒而逃？萧大人，押回去。9月初1日辰时，竹亭县的县衙被围堵得水泄不通，旁听席里站满了身穿锦衣的负伤民籍、受害者家属、嫌疑人家属。升堂！爱犯人丁俊。萧大人，你是何时看出破绽的？丁俊，这玉扳指是你偷的吧？从发现这枚玉扳指时，本官便觉得这玉扳指来得十分及时，似乎迫不及待要将梅望舒定罪。你不觉得你这栽赃嫁祸太着急了吗？可那玉扳指并非是我找到的，我确定是在你没注意的情况下留下玉扳指的，并且在你们找到之前便已离开。然则本官能怀疑的只有你一个。本官从始至终都认为3起命案是同一凶手所为。你凭什么认为3起命案是同一凶手所为？因为本官相信谢武做的验尸判断。当线索指向梅望舒时，本官便觉得十分惊讶，因为他不可能杀害于氏，没有杀害吕氏的作案时间，亦无杀害严氏的动机。因而当本官审清梅望舒不是凶手后，本官便对这突然出现的玉扳指感到怀疑。这或许是有人要栽赃嫁祸。严氏案发已有些许时日，难道那玉扳指就不能是凶手在之前留下来栽赃嫁祸的？大人就笃定是我当时留下的，而不是之前并未搜到的证据？本官自然想过，可要凶手要栽赃给梅望舒，就得满足2个条件：一是确保本官会搜到这枚玉扳指，那玉扳指不能太隐秘，不能距离案发现场太远；二是凶手想要成功嫁祸梅望舒，就得确保梅望舒在案发时间段没有不在场证明，而且还必须在案发之前就偷走梅望舒手指上的玉扳指。
否则有人在案发之后看到梅望舒的玉扳指是嫁祸，便不能成功。萧大人分析的极有道理，这第一条还好说，第二条恐怕不易呀。不错，即使是梅大人也没这本事。只有达成这2个条件，才能成功栽赃给梅望舒，让梅望舒无法反驳玉扳指的犯罪证明力度。凶手要事先拿到玉扳指，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有跟梅望舒亲近的人才能够趁他不注意偷了玉扳指，否则只能是碰巧捡到梅望舒的玉扳指。京军，你真是个狼心狗肺的东西，难怪本官迟迟无法侦破这剜凶一案，原来凶手就是你这个捕头。你服不服罪？既然你都揣测了这么多，那你为何不事先将我抓起来？本官没有证据，你又是当地捕头，抓你不难，让你认罪却不易。正当本官要暗中搜查你的线索时，梅大人开堂问案了。梅望舒也因本官审讯出了真相，洗清了冤情。你嫁祸梅望舒不成，必定加倍警惕。那陈明呢？难道你就没有怀疑过他一丁点儿？当谢仵作看到陈明手臂上有咬痕时，本官的确是以为自己猜错了。不过当本官走出米铺的那一刻，本官便知道陈明不是凶手。你从哪里得知这点？他在6月初10和7月初7都没有不在场证明。你还让我们去上平村、苦竹村进行调查，不是吗？本官走出米铺时便注意到一点，运粮食的陈明，他有必要带上刀子出行吗？他或许凑巧身上就有刀子呢。本官当时亦考虑到这一点，所以本官便来了个双管齐下。一方面让你去调查陈明，本官相信你会尽职尽责查找陈明的证据；另一方面，本官则有时间调查你，不至于走出去一趟便在你的监视之下。2年前，丁捕头还是一名捕快的时候，家里发生了一件事，梅大人可有耳闻？是丁捕头妻子失踪一案吗？不错，不过丁捕头的妻子不是失踪，而是遇害了。杀死他的人就是你，丁俊。大人此话可有依据？如果本官所料不差的话，你的妻子还埋在你家中的后院。本官还打听到，你的妻子嘴角左侧也有一颗黑痣。还真是。本官还看到你房屋内一页图纸，那是花满楼的房屋分布图。本官便在当日去了花满楼，观察了所有可能行凶的路线。所以你一早就知道我打算去杀苗氏。为了让你相信，本官让何范舟和范捕头都去盯着陈明，故意放松对苗氏的保护。本以为你会忍耐几日，不曾想你当夜就动手。像这种贱女人就应该去死，要不是范大鹏一直盯着，我早就把他杀了。可严氏他是无辜的，他并没有勾搭男子。他迟早会的，他年轻貌美，他相公还要等着他养，他很快就会变成吕氏那样的女子。贱人都是贱人，嘴角有黑痣的女子都是水性杨花的贱女人。丁俊，你杀害竹亭县4名女子，又要加害苗氏，本官亲眼目睹，容不得你辩驳。那3对死者的缺损部位如今藏在何处？如实招来。范捕头，你带几个捕快去丁家搜查一番。正如谢仵作之前所说，丁捕头或许将这些东西收藏在某个角落。直到范大鹏将3名死者被剜走的那些肉块带到宋堂，丁捕头这才平淡地坦白了他的作案过程。6月初10，他本途经上平村，看到了胡大春和于氏拉拉扯扯，便在一旁观望。而胡大春打晕了于氏之后，他本是要上前救治，结果看到于氏嘴角的黑痣，让他想起了曾经亲手杀害的妻子。于是他把于氏拉到了土地庙后方施暴。得逞之后，丁捕头把作案现场打理得很干净，这才悄悄地从山路绕回了县城。经过这次作案，丁捕头便开始寻求猎物，他最先盯上的便是吕氏，在吕氏回苦竹村的时候将他杀害。看到严氏嘴角有黑痣，他便不管严氏到底是不是水性杨花的女子，摸索清楚严氏的路线，将他杀了。当他看到苗姨娘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又有猎物了。而这一切的开端，便是2年前他的妻子背着他与其他的男子暧昧不清，他一气之下将其杀死，埋尸屋内铁砖之下。萧毅宣布退堂，案子自此落幕，只要等到刑部的公文批下来，便可将丁捕头处斩，以告慰亡灵。萧大人，今日便在衙门里用午膳吧。不劳烦梅大人了，本官还有些公务要处理。
只是想叮嘱梅大人几句，这便离开。萧大人要叮嘱何话，本官定会牢牢记在心中。令郎院中2位婢女忠肝义胆，深明大义，当初作证令郎不在院中，让本官少走了许多冤枉路，希望梅大人能厚待他们。本官和竹亭县复古名旗都知道梅大人心胸开阔，料想也不会为难2个婢女。这个自然，那2婢女都是好的，本官怎会怪罪他们？他们说的是实话，本官最喜爱这种诚实的奴仆。丁捕头的妻子骸骨可能还在丁家院中，还请梅大人派人将死者尸骸挖出，好好安葬了死者。啊，好说好说。一日一早，萧逸便让众人启程返回周潭县。你在想什么呢？我就是想不明白，丁俊为何要杀了他的妻子。左邻右舍都说他夫妻2人非常和睦，难不成他的妻子红杏出墙？有些夫妻表面看着和睦，实则只是维持着面子，感情若是不好好呵护，早晚会夭折。即便同床一呼一梦，形同陌路。那要如何才能同床同梦呢？我怎么知道呀？我又没有成过亲。不过我倒是听我娘说过一点，夫妻相处之道就是，你以后要对你的妻子多用点心，知冷知热，体贴宽慰，不要让她受了委屈，要给她安稳的生活。哪怕她做错了，你也要支持她。做错了也要支持，这是否……女人都是不讲道理的呀，哪怕她知道自己做错了，她也希望她的夫君会宠着她，护着她，让着她。那若是犯法了呢？我会这么蠢吗？不会，不会。若你妻子日后犯了法，那自然是要依法论罪的。不过那些不犯法的鸡毛蒜皮小事，你就得这么顺着你妻子，知道不？是对是错不要紧，重要的是你得护着你的妻子，不要让她被人欺负了，这样她才会心甘情愿地跟着你过日子。连媳妇儿都护不住的男子，要来做什么？你说的话我都牢记在心了，我是绝对不会让人欺负你的。前几天偶尔看到的一只簪子，你看看可喜欢？这只簪子的做工很是精湛，上面还镶嵌猫眼般大小的祖母绿宝石，让谢子云一眼就喜欢上了。喜欢吗？喜欢，只是这只簪子一看就很贵。不贵，你喜欢就好。之前你在梅家没拿一件好处，岂止可嘉。那你也不要送这么贵的簪子给我呀，回去被我老娘看见了，还以为是你送给我的定情信物呢。这簪子只得200两，当定情信物可能低廉点，带我回京去买。哦，那你觉得要多少两才适合？你觉得感情是可以用银子来衡量轻重的？感情不能用银子衡量，只是我想尽可能给你最好的。你为什么想要给我最好的？要宠爱妻子？那下次再买个贵的，这个就先凑合着吧。你知道定情信物的含义吗？知道，我送你定情信物，代表我属意你，想娶你为妻。那你到底属意我哪点？你是非分明，敢为死者喊冤，让真相大白。那你的意思就是我不够漂亮，不够善良，不够温柔，不够可爱了是吧？那些都是形容凡俗女子的散词，千篇一律，这样的女子满大街都是，我岂是这等肤浅之人？你说的都是真心话啊？车队行行复行行，2日后黄昏时分便赶回到了周潭县里。哎呀，你可算回来了！你要是再不回来啊，就把我给累死了。你再这么下去啊，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周潭县的县令了。想要当县令，2年后的科举，你得要趴在榜上才行。啊，你可真是忘恩负义啊！我帮了你这么大的忙，你就只让我趴在榜上，你好歹要让我进1甲呀！你进不了的。唉，那我就混个2甲传炉，比你这个探花郎低一点点。我是会员。当初会试，萧逸得了榜首，力压所有贡士。本来他应该是状元的，可惜因为长得俊朗，所以圣上朱笔一批，得了个探花郎。可不知怎么的，最终任命文书却是让萧逸到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当个小小的县令。这回你破了案子，也算是帮了彭知府一个忙。不知道你有没有机会得到彭大人的青睐，迎娶他的千金呢？我准备娶谢武作为妻。那也不错。你认为我们能成吗？成不成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你终于有一样比不上我的了。我倒不觉得，谢武作身份虽然不如你的未婚妻，但她善解人意，温柔可爱，
离开这段时间，段县尉曾经回来过一次汇报结果，虽然他们扩大了调查，但依旧没有查到任何线索。徐超然那边可有什么结果？徐超然他很规矩，徐家家业都变卖掉之后，他全都捐献了，现在正在县城里摆摊做小生意，看不出有什么问题。继续派人盯着他。你刚回来，明日再处理吧。此地何处有大宴？回大人，郊外绿水潭有大宴，不过这个季节只怕大雁都飞走了。次日一早，萧逸上时都带着一把樱木弓出门。有了新人忘旧人，真是个负心的。谢子云来到衙门里面应卯，没有看到萧逸。你不知道，这不都是拜你所赐吗？什么意思啊？萧逸一大早就去设宴了，你知道设宴有何用途吗？我又不是他腹中蛔虫，怎会知道？3书6礼，这第一礼纳采啊，就是让男方送宴。你说他打人要做什么呀？来，快跟我说说，你是怎么降服那榆木脑袋的？你要是不说呀，我就把你们的事传遍整个衙门。高师爷，你若是不怕大人怪罪，就去乱嚼舌头好了。我怎么会怕他？高师爷，衙门外有人找你。有劳何不快将人迎到厅堂。哎呦，我的娘啊，他怎么来了？高云霄，你给我站住！我要是站住，小命难保也。还跑？再跑我可就动鞭子了。敏慧，你怎么来这里了？他是谁？他是我。高师爷，你刚才说对我有意，是真的吗？你说的话我会好好考虑的，我还有事儿，就不打扰你们了。高云霄，你这是皮又痒了吗？竟然敢背着我倾慕别的女人！敏慧，你别听他瞎说，他这是在报复我。报复？你对他做了什么事，他要报复你？哎呦，她是萧逸的女人，真的与我无关呢。我信你个鬼！那个萧木头有母猪还差不多，打死我都不信他有女人。哎呀，好凶残呐！看着不像是吵架，倒像是谈情说爱。有空在那里看戏，还不如把那萧木头给我叫过来，我要跟他对峙。然而就在这时，你怎么来这里了？哼，怎么我不能来这里啊？萧木头，我问你，高云霄可做了对不起我的事儿？你的事儿你自己解决。是谢我所惹的祸，你可不能不管啊！要不是他故意陷害我，我怎会被敏慧误会啊？方才是我一时玩心大起，请姑娘见谅。同僚间偶尔玩笑之词，闵小姐不要记挂心上。谢仵作，日后别再开这种玩笑，否则本官绝不姑息。你快回去知道。哼，她真是你的女人啊？你怎么会？云霄，这里是衙门，你们要解决私事就去别的地方，别把这里弄得鸡犬不宁。敏慧，你累了吧？我带你去休息啊。你不在京城里面读书备考，跑来这里做什么？这不是萧木头哭着求着让我来给他帮忙吗？就他那种性子，怎么可能处理得好乡绅之间的关系啊？我只好过来帮他一把了，让他稳住这个县令职位。没有我呀，他是寸步难行啊。这家伙真不要脸。那倒是，萧木头不通人情世故，当不了什么官。不过你要来帮他，怎么不事先知会我一声？山高水远，我怕知会了你，让你担心呢。哼，你当我还是2年前那般一哄吗？我就问你一句，你何时回京？你说什么时候回去？家父说了，说是你这次科举没有上榜，那他就要给我寻一门亲事。你在这里能读好书吗？若不是我要守孝啊，探花就没萧木头的份了。你可真敢说大话！你自个儿有几斤几两，不知道吗？不善时分，有杂役前来传话，让谢子云去后衙善厅见萧逸。高师爷，闵姑娘，你真的是个仵作，那些死人你都不害怕的吗？闵姑娘说笑了，死人又不会害我，能有什么害怕的？倒是活人比较可怕，鬼也会害人吧？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闵姑娘准备何时启程返京？他何时回京，我就何时回。高师爷，你稍后将公务都处理好，明日便可回京。萧木头，其实你有的时候也是挺好的。那行，云霄，你去收拾收拾，明天我们就回京。敏慧，你别听他胡说，你才刚到这里，明天就回去，那岂不是要错过他的人生大事？难道你不想看萧木头成亲吗？
他之所以把你哄走，是不想你到时候给他找麻烦。他这人心思太坏了，你可千万别听信了他的话。我还有事要忙，就不在这里打扰你们了。云霄，公务我会处理，你就好好的陪着他，看着他，莫要他惹是生非。萧木头，你什么意思啊？好，你不跟南斗，放过他这次吧。走，我带你出去玩玩，散散心。你没事吧？我没事。你和敏姑娘熟人吗？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关于你的事，我知道的很少。今晚我去你家告诉你。这不太合适吧？要是被我娘看见了，她肯定会把你扫地出门的。我光明正大的去，你娘为何要将我扫地出门？我以为你会翻墙，那你想个法子，让那个碍事的家伙待在衙门里。萧毅吩咐何范舟，让他带着谢子琪去盯梢，不到明日早上不许回家歇息。萧毅办完公务，他便赶去谢家用晚膳。入夜后，萧毅与谢子云在院子里面坐着闲谈。我是京城人士，你应该知道，而且我家也是富户人家，我父亲是整个大越数一数二的商贾。你是大越第一奸商萧景图的儿子？我和家父的关系不融洽，我已经脱离了萧家，自立门户了。我的母亲早亡，是被小妾下药的。不过我父亲并没有还我母亲一个公道，让我母亲含恨而终。而且我生性不善于经营，所以我父亲对我也不怎么喜欢。母亲去世后，我就被外祖母接走，很少与我父亲有往来。后来考上举人，在外祖家的支持下，我独立门户，与我父亲断绝了关系，省得他还担心我觊觎他的财产。这般说来，你日后成亲是否需要知会你父亲？不用，我不想再与他有任何瓜葛。虽然我有疼爱我的家人，不过我能体会到你那种孤独的感觉。有你陪在我身边，我再也不会孤独了。高云霄与萧毅是读书的时候认识的，时人皆言高云霄的文章不如萧毅，高云霄不服，屡次与萧毅比试，结果无一不是失败告终。但高云霄还是不服，暗中想要找萧毅的瑕疵，却被萧毅当成了小贼，暴打了一顿。高师爷不是会武功吗？他是会，不过跟我比起来就不急了。我打了他一顿后，他就服气了。至于高云霄和敏姑娘，一开始是高云霄去招惹敏慧，那敏慧女扮男装，高云霄嘲讽她像个娘们儿，敏慧忍不住的就动手打了起来。高云霄当时认为论天下武功，萧毅第一，他第二，忍让几次便不再客气，出手就把敏慧给打伤了。然后敏将军就到高家做客，两家长辈你来我往一顿操作，愧疚的高云霄莫名其妙的得知他与敏慧定亲了。敏姑娘当初伤得不重，云霄他下手有分寸。没过多久，敏姑娘便常常尾随着他出行，时不时假装出现在我们面前，撵也撵不走。那高云霄的家世背景如何？他与敏姑娘是门当户对吗？他爹是太常寺少卿，以敏家门第要低些。次日上午，大门再次被敲响了。这次老婆子是替萧大人来求娶令媛的，林大姐屋里请，快屋里请。好茶好水一番招待之后，吴氏便把林媒婆给送了出去。萧大人，事情可办好了？吴氏他婉言拒绝了。这都是不成文的规矩，第一次上门纳采，女方都不会同意，但只要有意思的都不会婉拒的太直接，这是含糊的婉拒了。等我过几日再去一趟，保管能成。那就有劳兵人了，事成之后本官定有重赏。多谢大人，多谢大人。刚刚那个媒婆似乎对你有些不满。哼，大约是某个男子托他去我家说亲，门都没进，心里有怨言吧。这种碌碌小人不用在乎。谢子元，原来你在这里当差啊，我带着你出去转转吧，这里都快闷死了。我还要当值，不能无缘无故走开。你等一会儿，我去找师爷告个假，再陪你出去走走。不用，他肯定同意。谢子云有些无奈的被敏慧拽出了衙门，走上了大街。周潭县是个小县城，3横3纵6条大街把整个县城划分出各类区域，衙门在中间，不远处便是个小空地，一般是用来庆贺祭祀用的。这小小县城闹市却如此油条不紊，真是难得。这都是萧大人和高师爷的功劳。哼，那是自然，他们可是我看好的男子。萧大人也是你看好的男子。萧木头虽然不爱说话，一张脸整天冷冰冰的，说话能把人气死，不过他是真有本事的，只是比云霄逊色那么一点儿。
你这是情人眼里出西施，没有萧大人，高氏根本就做不来这些的。没有萧木头，云霄照样做得很好。云霄跟我说了，你家木头是个甩手掌柜，他只顾着查案，衙门里面的公务大多都丢给了云霄。你这么一说，倒的确是高氏也做的比较多一些。哼，所以说我家云霄比你家木头要厉害。谢子云，3子拿来。赵姑娘，我听不懂你的意思，我的3子为何要拿给你？这是萧大人赢下的3子，怎么会是你的？分明是你偷来的，你还想抵赖？赵姑娘莫要血口喷人，这是萧大人送给我的，怎成了偷窃？你若是不信，可与我同去萧大人面前求证。你这个贱人，竟然真的勾引了萧大人！你只是个低贱的仵作，有什么资格陪伴在萧大人的身边？至于你何干？你只是赵家之女，还想管到萧大人头上？你是何身份，也配在我家小姐面前质问？不知廉耻的东西，以为自己有点验尸的手段，就想勾引萧大人？你又是什么东西？我都没有开口插话，轮得到你？一个小丫鬟，竟似一条狗在狂吠！你是何人？胆敢教训我的丫鬟？可知我是谁？看你穿着也不像是穷苦人家，我便不与你一般计较，只要你以后离这5所远一些便可。你肯定是刚刚到县城里面居住的人家吧？要是敢得罪我家小姐，以后你爹的生意就不用做了。我劝你最好还是安分一点，有些人是你招惹不起的。哟呵，哼，这便是你的仇敌吗？当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竟要我安分一些。我与他是有些恩怨，让敏姑娘见笑了。赵姑娘要是想告我偷了簪子，衙门在那边，说是不然，那我想我与赵姑娘也无话可说，就此告辞。你想走？你勾引了萧大人，还想装作柔弱可怜的样子，你太不知羞耻了。赵姑娘，你想勾引萧大人就直说，别赖在我头上。谁不知道你们赵家一心想要找一个乘龙快婿，如今与我在街上说这话，你是担心我抢了你心目中的夫婿，又要对我先发下手发难吗？你的心思昭然若揭，人人都知道。想要亲近萧大人，又何必诬赖我的声誉？谢子元，你休要含血喷人！明明是你故意讨好萧大人，骗取了萧大人的3子，我只是说你2句，你便恼羞成怒，咄咄逼人。你这女子还真是不要脸！你说紫云骗了萧大人，你可敢到衙门对质？不敢你就别废话，再污蔑我好友，本小姐可就对你不客气了。贱人，你别以为你哄得萧大人一根3子就洋洋得意，带着四处炫耀。就你这贱役的身份，这辈子也休想得到萧大人的青睐，你根本就不配。你不也只是一介商女，士农工商，你这商女最是低贱，有何资格说我？我们赵家腰缠万贯，城中诸多农工都是我家老爷养活的，你敢说我家小姐低贱？我家小姐无论样貌、出身、品德，哪样不比你好？哪样比不得你这双手摸了无数死尸的慧气女子？啊！贱人，你知道我爹是谁吗？你敢打我的丫鬟？啊！你们当街污蔑他人声誉，我为何不能打人？你爹是谁我不知道，我知道我爹是谁就行了。翠儿，救我！他要打死我了！啊！哼，才打了你2下就要死要活的，还真是个细皮嫩肉的花瓶儿，难怪萧木头看不上。你到底是谁？竟然敢打我家小姐，我家老爷不会放过你的。姑奶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敏慧是也。你要是不服气，大可来如来客栈找我。子元，咱们走。赵万钱谈崩了一笔生意，看到闺女躺在床上病恹恹的样子，他的怒火便熊熊燃烧起来。宝贝女儿，是何人打了你啊？竟下如此毒手！爹，你要为女儿讨回个公道啊，不然女儿这就去见娘亲。你放心，爹一定会为你讨回一个公道。爹，你去衙门里告状，那女子当街殴打女儿，要开堂问罪。好，你放心，萧毅要是敢不秉公办理，那就莫怪我日后处处与他作对了。邵万钱带着4个家丁和管家来到了衙门，让家丁击鼓鸣冤。范大鹏上前询问缘故，邵万钱将事情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将敏慧描绘成刁蛮恶女，欲要加害他女儿的性命。范大鹏听到敏慧的名字，迅速地跑去找高云霄了。哦，县令大人不在衙门之中，你去将赵万钱带进来，我来替他主持公道。会不会不太妥当啊？县令大人往常外出，这衙门上下不都是本师爷在打理吗？不就是审讯一桩小案吗？有什么不妥当呢？可那赵万钱告的是您的未婚妻子，这就不太妥当了。范捕头，敏姑娘是京城里来的贵女，事关咱们县衙的未来，不可让人污蔑了她，委屈了她，你说是吗？对，告示英明，属下这就去传原告。
赵万钱被邀请到了二堂。萧大人呢？萧大人有事外出，衙门中的一切事务皆由我代理。赵老爷要状告何人呢？我可替赵老爷主持公道。赵万钱立即把敏慧和谢子云当街鞭打赵素琴一事详细说了。虽赵老爷言说备至，但我仍有许多困惑，不知可否请赵小姐到衙门中备说详情啊？赵素琴来到衙门时，萧毅已回衙。萧毅得知事情始末之后，就在二堂私下开审。还不快快跪下，禀报缘由！赵素琴将整件事情添油加醋一番说来。虽然你口口声声称那敏慧鞭打了你，可本官也不能信你片面之词。你身上可有伤势？有，民女身上有伤势，萧大人可查验。你脸红作甚呢？难不成以为小义会看你的身子？如此，本官便命人为你查验伤势。若真有伤势，本官自会为你讨回公道。大人，吾女还是黄华闺女啊，让人查验是否……你无需担忧，本官会招来3名女子为赵素琴查验身子，一人是由你家中女眷担任，一人由城中稳婆担任，再与谢仵作一同查验，势必能给令媛一个公道。不，我不要。公堂之上，岂容你反复无常？你不想验看伤势，难道是没有伤势？之前种种都是欺骗本官。我不想被谢子云看了身子，他与那敏慧就是鞭打民女的罪魁祸首，他岂会给民女一个公道？本官方才已说明，3人之中有1人是赵家的女眷，倘若谢仵作所言有虚，你赵家女眷大可提出，双方各出1人为证，再由稳婆见证，方显得公平公正。本官办案一向不偏不倚，难不成2位对本官有所怀疑？这小母头难道真想给我定罪？哼，他敢！他若是罚我，你就不要跟他说话。谢仵作，稳婆和赵家姨娘都不善于验看伤势，你可得仔细查看，不能有任何偏差，你可明白？大人放心，属下公私分明，绝不会做出违背良心的假供。伤势的长度、深度，从何处蔓延至何处，属于何种器物造成的，这些谢仵作都要仔细查看，你可明白了？大人放心，属下一定查验仔细。赵姑娘虽说只是背后受伤，但属下一定会查看赵姑娘全身，以防有其他伤势遗漏了的，妨碍了大人的审判。为了便于大人判断，谢仵作应当将伤者身上的伤势都描绘在纸上，最好画出伤者的身形，那伤势方能一目了然呢。爹，女儿不要女儿于外人面前脱去所有衣物，女儿还不如去死。女儿不告了，不告了。小义，我看你是故意偏袒。休得胡言乱语，本官验看伤势乃是为了确认真伪，你们不愿验伤，那本官怎知到底有伤还是无伤？萧大人，当时大街之上众目睽睽，那名叫敏慧的女子却是鞭打了吾女，岂能有错？本官办案无需你指指点点。你口称赵素琴在大街上被敏慧鞭打，那大街上可有人看到赵素琴衣裳下的伤势？本官不验明伤势之轻重，又怎知敏慧下手之轻重？如何判罚才显公正？爹，我不验，我不要让谢子云这个贱人看管我的身子，这让女儿日后如何在他的面前抬起头来做人？好一个蕙质兰心的赵家千金，竟在公堂之上张口闭口皆是粗鄙之语。你与谢仵作有何恩怨？本官暂不细究。本官只问你，这伤你是验还是不验？不验。既然不肯验伤，拿着罪状就无以为信。你们这是诬告，如人明节，按律令当罚。幸得本官才未将那被告敏慧传来，还可从轻发落。本官就罚赵素琴誊抄女戒300遍，以示惩罚。赵万钱教女不严，藐视公堂，杖20。妙妙妙！小木头，咱们认识了这么多年，这一回我对你最是满意。他还是太仁慈了，若换了我，直接拿鞭子再抽上几下，然后轰出去就好了。验什么伤啊？验到了伤势，那就只能惩罚自己人了。我回来之前，是你接下这案子，让赵素琴到衙门里搭话的。公与私，我还是拎得清的。若我去了，那这县城日后如何服从管制啊？我接下这案子，是因为我乃州坛县师爷，我想将人扫地出门，那是因为我乃闵家未来女婿。不同身份，自然有不同的做法，怎么一概而论呢？不愧是高师爷，脸皮比城墙还厚。他脸皮厚碍你事了？我就喜欢脸皮厚的。怎么了？整天没事就调侃别人，你是吃饱了撑着了吗？好了伤疤忘了疼。你收拾收拾，今天搬到如来客栈去，房间我给你垫好了，
我一个人住在那里不安全，连个安稳觉都睡不得。我请了兵人上你家提亲了。我还未与我娘提及，你未免太急躁了。万一我娘……你娘拒绝了。啊？怎么会这样？你看看，你这是要我看什么啊？这是我从秀庄那里要来的衣裳样式，你看看喜欢哪种？届时我让秀娘给你做上几套。外面买的成衣虽不缺华丽，但总不称身，还是量身定制的好。画中女子衣裳款式果然线条精致了许多，而女子的面目反倒模糊了。粗略一数，竟有50来页，且张张都是精致的长裙。大人，这么好看的衣服，我穿着不便于当值验尸。往后总有机会用得上，先做几件放着，以备不时之需。去秀庄做衣服还得量身子，不如我去一趟吧。你还有事情要忙，去了也帮不上忙。我去秀庄，以女眷定制衣裳为名，索要这些图样，再与你同去，只怕你声誉有损。待纳征之后，再同出同入，则师出有名。全岂在忍耐忍耐。嘿嘿，我不觉得有何难忍的，难忍的是你吧？云霄与敏慧同去客栈住了。所以呢，人家成双成对那是定了亲事的，你总不能让我住进后衙吧？后衙冷清，倒不如谢家温馨。我觉得我可以去。你是想害死我吗？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位公正无私的萧大人吗？我就是怕你出了意外。自己家中都不安全，那还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走了，子源，我还有好多的话要跟你说。走，你们成双成对，我就不去碍你们的眼了。没事儿没事儿，今天午膳还没有用，你与我们一道去，把那萧木头丢衙门里。高师爷，我现在跟你告假还有用吗？高云霄顿了顿，谢武作这是随我外出办差，何须告假呀？3个人来到了如来客栈，高云霄在敏慧指定的房间住了下来。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一阵吵杂的声音：“闵家小贱人，出来受死！闵家小蹄子，快出来！何人在此喧嚣？”高师爷，你且让开！今天是我赵家与那敏慧的私事，你就是敏慧吗？来人，给我打，把他的手脚都给打折了！少老爷，给高某一点面子，这事就算了吧。真撕破脸皮，高某很为难呢。高师爷，你莫要插手，赵某不会令你为难的，给我打！你往后靠，免得伤着你。我也退一退，免得伤着了我。你还是不是男人了？你不懂，就这么点人，都不够的解乏的。敏慧左右开弓，拳打脚踢。赵万钱带来的20名家丁全都是普通人，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全被敏慧给撂倒了，一个个都鼻青脸肿的倒在地上，哎呦哎呦叫唤。你是何人呢？你想做甚？我可是周潭县首富，你敢动我试试？周潭县的首富很了不起，知不知道我未来公公是谁吗？太常寺少卿，你知道是什么官吗？我骄傲了吗？跟我比地位？太常寺少卿是正4品的大官呐，你竟是你怎会到这种地方来呀？本姑娘为何不能到此地？打折我的手脚，你胆子肥了呀？来啊，打一个看看呀，能耐你！哎，早说了看在我的面子上不要闹了，你偏不给我面子。我未来夫婿的面子都不给，你脸怎这般大呢？周潭县首富了不起，这辈子没被人削过吧？啊，高师爷是你未来夫婿，那你女儿呢？她怎么没来？我削你一个大老爷们有点不公平，有本事让你闺女出来跟我掐架，看我削不死她。高师爷呀，我有眼不识泰山，请您让您未来的尊夫人高抬贵手啊！凭什么要我高抬贵手？你命人动手打折我手脚时，怎不高抬贵手？太常寺少卿的未来儿媳妇儿就能这般欺负人？高师爷，你眼里还有没有王法了？还不快快把你这疯婆娘拖回去！哼，这时候记得王法了？让你给我面子你不给了，龙虎将军和德宁郡主的闺女，你都敢说是疯婆娘，还拖回去？哼，你当我是神仙吗？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横啊？龙虎将军，德宁郡主，敏慧，别吓他了，后脑勺上全是头油，太脏了。走，我们用午膳去。敏姑娘，你功夫真好，能不能教我几招？当然可以啊，只不过你怎么不找萧木头教你？他是个男子，且还有很多的公务要忙，我怕他没那么多时间。你即便是跟我学会了，还是打不过他，终归是他的手下败将，任由他拿捏。我是用来防身的，又不是要与他打斗，敏姑娘多虑了。
夫妻俩日后总要打架的，不是你压着他，便是他压着你。那你们两个日后打架，谁压谁，那就看他中用不中用了。该死的闵惠，该死的谢子元，我与你们不共戴天！哎，老子这次可是被你害惨了！你这个惹祸精，什么人不招惹呀？偏去招惹那尊大佛。唉，那闵惠是京城里的贵女，她爹是正二品的龙虎将军，她娘是德宁郡主，皇亲国戚呀。你这次啊，真是踢到铁板了。什么？怎会？素琴呐，这次我们赵家碰上了大麻烦，事情因你而起，也应该由你去道歉。爹带着你一块去，爹再请嵩山书院的院长作陪，让大家见证你的诚意，这事方能罢了。你明白爹的苦心吗？赵万乾找了周潭县里面颇有名望的名旗，让他们一起前往如来客栈，给他做个见证。这赵家如此张扬，是道歉还是逼人原谅？姐，那闵姑娘真的是龙虎将军的女儿啊？你问这个做什么？没事做吗？龙虎将军厉害吗？我怎么知道呀？我又没见过。你在画什么？作画还一副百思不得其解的模样。水车，我曾经从一本书上看过，可内在结构却含糊不清，大体是运用水流之力打水灌溉农田。前朝曾有人造出水车，只可惜毁于战火中，难以一窥。这个若说破了窍诀，倒也不难，我帮你添上几笔，你一看便知。谢子云取了毛笔，在宣纸上画了几道歪歪扭扭的墨迹。虽然这歪歪几笔破坏了水车图的意境，但也画出了水车图的关键所在。我不通绘画，只勉强能看，坏了你的图可别责怪。忌讳，你这几笔有画龙点睛之效，正好点出我困惑之处。大人才思敏捷，想必是累了才会想不出这一点小窍诀。若是歇息一会儿，头清目明，一定立马能够想出。你说的在理。如来客栈这边一阵吵闹之后，赵万乾和赵素琴被扫地出门，高云霄全程躲在屋子里，不想跟那些名旗和儒士见面，免得他们满口仁义道德相逼，日后相见尴尬。我小女子不懂什么仁义道德，他家妇女招惹了我，我就不让他们好过。他要打断我的手脚，我就砸了他的饭碗，看谁更横。闵惠的霸道名声便由京城跨越千山万水，传到了周潭县。下了衙，谢子云才回家就被吴氏拉进屋里聊萧逸提亲的事儿。萧大人是个好官，他是浩然正气浇灌而成的男子，有胆有识，不屈不折，定会是个有担当的好夫婿。不过娘看他似那金石，渔民铁面无私是好事儿，可于妻儿，这又过于冷酷了。子云，你可要想好了。娘，你放心好了，他其实没有你想的那般冷。一日，萧逸召集了县城里面诸多商贾民企，宣告修建水车的提议，只要位置合适，每个村子都修上一下水车，灌溉农田菜地，改善庄稼的收成。萧大人说的极是啊，这乃是利民百年之大业，福荫3代之功绩呀！赵某必定大力支持。闵姑娘以为呢？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本姑娘没银子。萧大人，此事我赵某愿承担一半的钱财，赵家手底下的能人巧匠随时可供差遣。萧大人，修建水车是利民之事，但让赵家独自承担一半，我看不妥。日后若有人传出这些是赵家的恩惠，那大人和其他人岂不是给赵家做了嫁衣？今日召集诸位前来，便是想群策群力。赵老爷既然如此有诚意，可负责修建5个村子的水车，至于其他村子，本官自有安排。只是本官期望诸位能够同心协力，守望相助。修建水车的资金，徐家捐献上来的钱财足以应付，并不需要其他人的资助。只是萧逸不敢明面动用，免得日后被人查出破绽，因此他不得不召集这些人来扯一扯虎皮，好让世人知道这些水车是全县乡绅捐助而修成的。3日之后，各个村子都有工匠去勘探位置，准备修建水车。而在这个时候，赵万乾带着万贯家当举家逃去了竹亭县。我这还没出手呢，赵万乾怎么就跑了呢？你可把赵家给吓坏了，听说便卖了不少家业，送到京城那边去打点关系了。哼，别以为就这么结束了，毒蛇去了毒牙，还是毒蛇。两人日日相处，脾气秉性相差不离，变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姐妹。经过林媒婆一次又一次的上门劝说，吴氏总算是收下了萧逸送来的纳彩礼。
这代表谢家同意这门亲事，当日便将谢子云的年庚八字以及姓名递交给了林媒婆，让林媒婆带回去给萧逸。萧逸得了年庚，寻个晴朗日子，偷偷赶去周坛县外的同觉寺卜问合八字。其实萧逸觉得此举并不必要，不管八字结果如何，他都不甚在意。可若是能够得个美满结果，那更是大好喜事。想不到从不信鬼神的萧大人，竟也会屈躬卜问鬼神，稀罕事啊！快去叫马车，我和紫云跟过去听听结果。阿弥陀佛，萧施主驾临本寺，令本寺蓬荜生辉啊！有失远迎，还望恕罪。萧逸颔首还了一礼，待几礼佛后，将二人生辰八字递与住持，请他卜算一番合八字。住持持宣了佛号，端凝着八字，眼眸微垂，跪在佛前核算。江捕头，你怎么也在这里？4秒钟，警官一人，我领你走走。走，我们别打扰大师。不远处突然传来了一阵惊呼，似是有人落水了。一个小沙弥被个武僧从塘里捞了起来。师父，我是被小师弟推进河塘里的。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亦不知，界海小师弟将我叫到这里来，趁我不备，就将我往水里推下。哎，那玩的如今在哪儿？将他拿来！此乃罪案，本官竟然碰到，不得不理。住持大人，本官在正殿等你们。你为何要将借主推入河塘之中？小小年纪，怎生如此恶意？可是有人在背后指使。他手中有一木雕，让他借我玩耍2日，他死活不肯。我气不过，就将他推入河塘之中。不料他竟不会游水。师父，徒儿知错了，徒儿以后再也不敢了。那是我父母留予我唯一的念想，让你得了去，万一被你丢了损了，可如何是好？大人，或许只是小孩间的争执，应该无人指使。小沙弥顽劣，叫大人看了笑话。许是本官多疑了，待本官再问几句。他将2个小沙弥的来历都仔细地问了一遍，确认都是收养过来的孤儿，并无可疑之处。界海与界竹的矛盾的确是因一木雕而起，小小年纪略有争执不足为奇，并未有他人指使的可疑迹象。萧大人真是尽职尽责，老衲钦佩。让住持大师看笑话了，人命大于天，本官不得不谨慎行事。界海犯下贪戒，又差点犯杀戒，通心为民，顽性不减，罚你到藏经阁中打扫3年，免必思过。住持大师，界海差些杀了一个人，这等惩罚似乎不合国法。大师此罚可留待后日再说，本官须得将其押回衙门之中，将其治罪。为什么？我只不过是推了他一下而已啊！你只是推他一下，却是想要他性命，如此也能叫而已。小小年纪，心思便这般毒辣，看来以前没少做混事。阿弥陀佛，萧施主，但请念在界海年纪尚小，还请手下留情啊！待老衲日后好好养教，教他向善如何？师父，徒儿知道错了，徒儿再也不敢了。大师高义，然则此举对界主又有何公平可言？本官必须带他回衙门依法论罪。大师放心，此事罪不至死。萧施主，你托老衲核算的八字，老衲已经有了结果。如何？老衲替人核算了半辈子的姻缘命数，未见过今日这般奇妙。这二人的八字是天作之合，地设一双，正如蛟龙入水，猛虎增益呀。此女更有乾坤暗藏在心中，与萧施主的仕途大有裨益，正好破了萧施主孤阳命格，相辅相成，阴阳和合，妙不可言呐。萧施主若是错过此良人，此生命格便将孤身一人，难以有记忆，望郑重抉择。这老和尚是在忽悠你吧？你去找高云霄过来试试，看他是否这般说辞，便知他是花言巧语，还是真心实意。什么蛟龙入海，猛虎添翼，哪怕是蛟龙困于浅潭，猛虎折了爪牙，我又岂有悔意？萧大人，该走了，回去晚了可就来不及用膳了。来了。那老和尚说的不知是真还是假，我们明天也去核算一下八字。我们的八字不是早就合过了吗？为何还要再合一次啊？我不管，我就是想再合一次。你若不陪我去，我就打到你陪我去。大人。
那小沙弥已经押入牢狱之中了，只是牢狱阴潮寒凉，寻常青壮进去都受不住。但何不快有何处置法子？唉，那小沙弥还小，若好好教导，尚能知错而改。你让他留在寺庙中，由主持大师管教惩处，亦是一种办法。何苦带回衙门呢？这要是令他在牢狱里熬不住，一命呜呼了，可如何回复通觉寺？本官去问问谢仵作，看他有何高见。将他传来不就好了？你们在此喧哗不停，如何商量正事？哼，他想必是嫉妒我们卿卿我我，心下忍不住，也去找谢姑娘卿卿我我，怕我们碍着他了。嘿，硬是了。我之前就想提醒你整顿牢狱，子期在牢狱之中当差，那儿环境脏乱潮湿，青壮男子收押进去，不出几个月缠上病症，一旦医治不及时，便是草席裹尸。不过你若是做得太过了的话，到时候周潭县的人都争先恐后的入狱，寻个干净的居住处，吃得美味的牢饭了。可以修建一些紧闭房，狭小而无窗，仅于一道门出入，穷凶极恶而屡教不改者，可关入其中惩罚几日。牢狱改善恐需大量钱财，长久下去衙门难以维持，若是能让囚犯改善牢狱，方是上上之策。哈，此话正合我。整顿牢狱需要人力财力，这些囚犯可身体力行，打扫牢狱自是不提，再做些牢狱中就能做的差事，纠正其好逸恶劳的心思，或可教化从善。萧逸与谢子云投入商议之中，将谢子云提出的一些建议进行细化，取可取之处，去不妥之言，将牢狱整改提了个章程。2日之后，范大鹏奉命整顿牢狱，向来清静的牢狱竟也有了几分喧嚣。紫云，紫云，李公子，请你以后莫要再呼唤我的名字，我们已无瓜葛，你仍称我一声谢姑娘或者谢仵作。哎，紫云呀，以前是婆母对你有些误会，你别往心里去。现在婆母知道你是怎样的为人了，你是个好的，应文也是真心喜欢你的，你把你娘叫出来，咱们两家再把亲事续上，以后两家和和美美过日子。还是不耽误李公子了，请回吧。紫云，你真就铁了心不肯原谅我了？我娘当初是误会了你，我做这差事确实不太吉利，不过我知道你这是为了查案破案，还死者一个公道，我很敬佩你。我娘错了，她来给你道歉了。是啊，紫云，你现在岁数也不小了，想找到比我们家更好的夫婿也难，婆母给你认错还不成吗？你再拿瞧着，可就耽误了你自己，想找个男人都难了。你可别忘了，你快19了，再不嫁人，真要当个老姑娘吗？皇室，你休要欺人太甚！当日你休弃我闺女，嫌弃她是五色之身，今日还妄想回头求娶，我闺女就是这辈子没得良人，也不会嫁入你家，受你这恶毒妇人搓磨。哼，亲家母这是得饶人处不饶人嘛！我这个婆母都给她道歉了，还道怎地？要我侦查认错不成？无事，应文自问从未有做过对不住紫云的事，之前见是我娘一时糊涂，还请原谅。如今我诚意想再聘娶紫云，求吴婶帮忙说道说道，我定会让紫云过上好日子，不叫她受半分委屈。李应文，你是没有做过什么错事，可是你也没有做过什么诚心事。你娘来退亲，你有说过一个字吗？你表面没做什么，暗地里却是默许你娘的做法，你连个屁都没放。要不是你招惹了官司，恐怕这辈子都不会上我家大门。虚伪小人，给我滚！再不滚，我就可要打人了。李公子，紫云乃本官未过门妻子的名字，本官不想听到日后有其他男子如此亲昵称呼本官的未婚妻子。若坏了本官未婚妻子归玉，本官定不轻饶。萧大人，您怎么会？您莫要见怪，我又来蹭口饭吃了。我已煮了你那份，什么时候来都有你的份儿。谢子云居然跟萧逸定亲了，这个死丫头，她怎么能？我看你干脆入赘我家得了，偏偏跑来蹭饭，这纳征的聘礼还没下，我家先被你吃穷了。别听她胡言乱语，这丫头就是得意忘形。都说嫁出去的女儿胳膊肘往外拐，我怎么反而觉得是你这个当岳母的胳膊肘往外拐呢？李应文的事我早已听说，下次他们再来骚扰，你们寻人知会我一声，我定不饶他们。这母子两个都是功利心极重的人，我懒得与他们争吵，越是争吵他们越是得劲儿，以后就没完没了了。但你不能将他们驳倒，外面的人便以为你德行有亏。倘若外人污蔑我于此事上德行有亏，我就去他们李家闹一场，带上证人去驳斥他们当初退亲时的无情无义，届时真假自明，闹得越大他们就越丢脸，我也才好收场。
萧逸今日过来，目的正是商议聘礼之事。昨日纳吉你送了不少礼，作为聘礼也不为过了。我看大多数人家的纳吉跟纳征都是一起办的，干脆我们也这般，聘礼你无需再费心思了，择定婚期知会我家便可。多谢吴婶好意，然而礼不可废，废则乱。此前3礼，我皆听林媒婆叮嘱，只因吴长辈在旁，如今吴婶便是我的长辈，聘礼当与吴婶斟酌，得心应帖最好。我亦不想日后让夫人责怪怠慢了岳太一家，还请吴婶指点。别的我一无所求，也不懂这县城里的聘礼几何，只是一点，我得叮嘱你一番，你不用太过拘谨，偶尔可以说说玩笑，要不然我闺女日后跟你过日子，和抱着一块石头过日子有什么区别？我不是石头，您放心，我会好好照顾紫云的。萧逸虽然不怎么说话，但每一句都是掷地有声，是个有担当的男子。这么一想，他更是觉得谢子云寻了个好夫婿，几乎没有缺点可言了。锦城戴府，戴家是锦城里数一数二的医药世家，戴家大房业已迁移到京城去了，二房则留守在此祖地。二房的老爷子多年前已逝世了，只留下遗孀和几个儿子打理家业。这位戴老夫人辛苦操劳了半辈子，到了这般年纪，本该安享晚年的，却不想最近频频做噩梦，吓得她食不甘味，夜不能寐。然而就在这时，那出门置办药材的戴二爷在外头出事死了。戴二爷的死状极其惨烈，肚子被剖开，肠子被拉出去1丈长，鲜血染红了案发现场。二弟出事都3天了，衙门还是没个说法吗？这个老奴还派人去衙门打探消息，那衙门里什么话都不曾透露。大哥，二哥的死状跟母亲噩梦中的一模一样，那我们……你胡说什么？那只不过是巧合罢了。大爷、四爷，张推官来了。张推官，我二哥的案子可有进展？经过本官一番调查，得知戴君成出去置办药材时，身上携带不少银子，当时与他一同前往的车夫，如今都没有找到他的踪迹。查验过戴二爷的遗体，他身上的银票不翼而飞，上下无一值钱之物，必然是那车夫见财起意，谋财害命。如今府衙已经发放了海捕文书，只要那车夫一露面，捕快必能将其逮捕归案。届时戴二爷在天之灵，你可安息了。如此就有劳张推官了。我二弟的尸体还停灵在家中，但愿衙门能尽快将凶手绳之于法。应该的，因为老夫人身体不适，如今府中又遭此横祸，还请他节哀。四叔，我看此案必定另有蹊跷，我们不能信张推官的话，否则我弟的冤情就永无昭雪之日了。我亦是如此觉得。张推官并不知道老冯的品性，他的推断恐怕有所偏颇呀。这么说，老冯不是凶手，那凶手是何人？他会不会如母亲梦中所言，将我们都……这段时间你们都不要出门，迫不得已便带上2名护卫，切莫落单。大伯，素闻周潭县的县令萧大人异断曲直，不如请他前来查办此案。此想法甚好。只是萧大人乃一方父母官呐，岂是我们说请就能请的？请。娘，你身体不适，怎还出来吹风晒日啊？哎，我在我那病榻上，只怕你们都得死绝了。启华，你速速给你大伯父修书一封，请他帮忙给彭知府施加压力，让那什么县令来调查此案。是，孩儿这就去办。前面堂内，萧逸拆开书信，阅览。在彭大人心中，究竟你是县令还是推官呢？萧逸接下来就安排好了衙门中的事务，召集了谢子云和范大鹏等6人，决定一同前往锦城办案。我只是个师爷，又不是县城，总是把衙门里的公务丢给我，就没人心疼我片刻的吗？我心疼你，为了不让你孤单，我留下来陪你吧。高师爷，我们回来时会给你带一些锦城的特产。衙门就交给你了。没见过你这么不负责任的人。走走走，赶紧走，等我夫君金榜题名了，谁爱伺候谁伺候。2日后，锦城府衙彭仲康事务繁忙，便让负责此案的张推官和刘通判、程书曹与萧逸详细解说此案。那死者戴君成的尸首现今在何处？在戴府中。案发之后第3天，戴家便将死者带了回去。案子未结案前，怎能让死者家属领回尸首呢？仵作已经检查清楚了，
尸体上没有可疑痕迹，因而才送回戴家。本官听闻萧大人身边有位女仵作，想必就是这位姑娘。只可惜姑娘这次怕是无用武之地了。说是天下永无命案，那小女子无用武之地也是值得的。萧县令刚刚抵达本衙，可稍作歇息。本官已经派人置办了酒水，给萧县令接风洗尘。届时我等一同商议案情，还望主公通力合作。那个车夫冯伯，至今还没有找到吗？没有。那车夫冯清必定是杀死戴君成的凶手，如今不知躲在什么地方隐姓埋名了。不错呀，凶杀现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若是有贼人半路截杀，那为何不将冯清也杀了？因此驾车的冯清是最有可能行凶的。可这案卷写明，冯清是大夫家生子，妻子儿女亦在大夫当奴仆，他如此做，岂不是置妻儿于死地吗？你一个女子懂什么？女人如衣裳，那冯清定是为了钱财将妻子弃之。那他的儿女呢？虎毒尚不食子，何况是人？他这么做，难道就未曾想过自己儿女的安危？放肆！你只是个小小的仵作，竟敢这般顶撞本官！你，本官有此问，张推官可否为萧某解惑？许是他打算再另娶生育2个孩子，这有何不可？这位刘大人，本官这就去戴家问问详情。大人为下官摆设接风宴的好意，下官心领。还是待下官找出凶手后，再与刘大人把酒言欢。下官告辞。哼，这张推官摆什么臭官威啊！一开口就说谢姑娘没用武之地，这摆明着不让我们好好查案吗？他们一口咬定了冯清是凶手，自然不愿让我们插手抢了他们的功劳。哼，冯清10有8九已经死了。好，何以见得？案卷上写着，戴君成的尸体藏在草丛里，距离道路约有5丈远。说是冯清要杀害戴君成，已有心算无心，只怕戴君成连马车都下不来，便得死掉。而诸多衙役调查后，路边1丈内并无血迹，这说明戴君成是跑了一段距离，然后才被凶手抓住的。萧大人，下官受庞大人吩咐，引领诸位到后衙院中歇息。有劳引路。众人在这梧桐院中住下，各自整顿了片刻，随后便一同赶往戴家。戴启华得到门房禀报，亲自前来迎接。双方见礼后，引着萧毅等人进大厅。那便是戴君成停灵之处吗？啊，不错，二弟的尸体正停放在那偏厅之中，此次还得仰仗萧大人为我二弟伸冤，好让他早日入土为安呢。萧大爷，如今此案由萧大人稽查，虽有仵作验过尸体，但我等还要再验一遍，还请你知会死者其他家眷，得罪之处请见谅。灵堂里，谢子云一边检验，一边将状况报给何范舟。何范舟在旁边一一记录下来，等检验完之后，再由谢子云进行校对。大人，我已检验完毕了。死者戴君成，男性，年34，死因是锐器创伤导致失血过多，从而丧失生命机制。死者身上有多处瘀伤，分别在头部、肩膀、大腿及膝盖部位。从伤痕的状况判定，确定是生前伤。死者背后有一道锐器创伤，位置在魂门穴右侧，伤口约1寸，呈缩形创口，判断为有刃刺创，刺创深度有2寸半，疑为匕首一类的凶器所致。死者手掌有擦伤痕迹，伤口有细微的泥土，手指甲中有少量的草屑。死者腹腔处的伤口从裂口可见，死者的皮肉被切裂，但并未伤及大肠，这说明死者从一开始就有意图的要扯出死者的肠子，为避免大小肠子断裂。剖腹是在死前还是在死后？死后，胸尾穴的刺伤伤及肝脏，刺创深度也比较深。凶手知晓那处位置没有大小肠子，肝脏被刺伤，导致戴君成在短时间之内死亡，而后凶手才略微拔出一部分刃器，往下切割。这人对穴位如此了解，应该是会医术的。除此之外，尸体的降结肠是唯一彻底断裂的。降结肠是人体内最后一小部分，从这里断裂，肠子就能够拉得更长远一些。降结肠的切口光滑，是利刃切断的，凶手有意而为之，一举一动都在想着把肠子尽可能的拉远，恐怕另有原因。听闻戴家老爷子是以医术立家的，不知传言是否属实？啊，不错，我爹年轻时便拜入一名郎中名下，跟其身后学了些医术。我们4兄弟都学过些许医术，二弟就是为了给药铺置办药材才出门的，不曾想竟丢了性命啊！凶手为何刻意要把肠子拉这么长远？戴大爷可有线索？这个是我祖母的一个噩梦。
什么噩梦？详细说来。听完大老夫人的噩梦，谢子云的眉头紧皱，范大鹏和何范舟却有些打冷战。啊，竟然跟噩梦里的死法相差无几，这难道是老夫人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不是，我父亲未出事前，祖母便已时常做这个噩梦，3天2头下上一回。祖母这噩梦可能是一种警示，只可惜我父亲没有放在心上，遭遇此横祸。说这噩梦是一种警示，那接下来恐怕还有受害者吧？若是真如祖母的噩梦那般进展，只怕我大伯和四叔都有危险，还请萧大人尽快抓出凶手，让我父亲早日安息。这是本官职责，你父亲亡故，你可多花些时间尽尽孝道。萧大人，天色不早，我已让厨子备了饭菜，斗胆请萧大人留下来用顿便饭。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本官正好有些话欲要问问诸位。戴家人恪守礼法，男女不同席。谢子元被安排在了戴家女眷这一桌上，与男宾分开，由3位夫人侍候着。一顿晚饭过后，萧毅和范大鹏对戴家进行一番问话。在之后的调查中，张推官得知戴君成是在9月29辰时1刻离开戴家的。若是一路无碍的话，他们应该是在5时3刻抵达案发现场。因此，萧毅着重询问了戴家众人当天的不在场证据，逐一进行排查。翌日清晨，萧毅找了程书曹，许了2名捕快带路，赶往案发之地，一路车马疾驰，不到辰时6刻便已赶到。从城门到此地只需要1个时辰多些。从戴家到这里，以我们的车速约需1个半时辰，而戴君成不急于赶路，用上2个时辰亦不为过。凶手若是从城里骑快马追来，1个时辰足矣。荒山野岭，戴君成不应该在此地逗留，他是在行进的时候被凶手拦住的。此地距离府衙并不远，不应有贼匪。若真是贼匪所为，等戴君成再走远一些动手也不迟。从鞋印上可以判断出是衙役捕快所为，现场就是有线索，恐怕也被糟践了。日后应当对遇害场地进行保护，否则线索被破坏了，想抓住凶手无异于雪上加霜。萧大人，可有寻到什么线索？你虽是死者家属，但并不代表你可以介入调查此案。回去，你不能待在这里。萧大人，府衙的张推官认为是我戴家冯伯所为，您觉得是他吗？我认为不是，但冯伯他去哪里了？无可奉告。大人，过来看看。咦，这里怎么也有血迹啊？案发至今，此地可有下过雨水？已是入冬时节，未有雨水啊，就是夜里寒气重些。这血迹看来也有几日了，我想应该不会有其他的路人在此地受伤，留下几滩血迹这般凑巧。假设戴君成在此地背部被刺上一刀，他有可能再跑出10几丈远吗？不太可能。戴君成背后的伤口虽然不是致命伤，但在生死搏斗的关头，对他的行动能力有很大的制约。跑不远，我怀疑这是车夫冯清的血迹。当时马车是在这里被截停的，而后冯清便被杀掉，戴君成趁机逃跑。那为何凶手不将冯伯的尸体也遗弃在此地呢？许是凶手想让官服误以为是冯清谋财害命，混淆视听，故而顺手带走他的尸体吧。往前方隐秘之处搜一搜，说不定会有更多的发现。案发现场这边杂草丛生，几人一番努力，并未查到可疑的线索。萧毅确认无所发现之后，带领众人返回。刚刚折回城门口时，程书曹拦住了萧毅。有村民到衙门里报案，说是村外的湖泊里面有一具死尸，其样貌衣饰与冯清当日一般无二。张推官已经赶过去了，萧大人可要去看看呢？地点就在案发场地不远处的芦湖。多谢程书曹，萧某这就去查看。芦湖是个很宽广的湖泊，只是湖里潜水的地方长了芦苇，湖边的芦苇更是茂盛，以至于看不出到底有多大。萧毅和程书曹赶到的时候，尸体已经打捞上来了，而且还发现了2匹死马以及沉入湖底的马车。萧大人，死者已确定是冯清，那是他的妻子。闲杂人等退开。萧大人，府衙的李仵作正在检验尸体，请你们稍后片刻。李仵作不用理会本官，继续检验尸体。他一边检验，一边让身边的徒弟书写下来。冯清的尸体在他的翻检之下，症状一一被寻出。诸位大人，小人业已查明，死者死于刀剑创伤，长2寸，深2寸，应是死者的致命伤。死者的下颌处有轻微的擦伤，膝盖、胸口均有尸斑，这说明死者遇害时曾以趴伏的姿态死去，后来被凶手搬运尸体抛入湖泊中，企图毁尸灭迹。除此之外，
死者身上并无其他可疑伤痕，凶手一刀便杀害了冯清，手段十分毒辣，干净利索。冯清乃戴君成的车夫，想必比戴君成更早一步遇害。他定是在那官道上便已遇害，而后被凶手丢进车内，运到此地才丢入湖中啊！这贼人真是胆大包天，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带着一具尸体赶了10里路。谢仵作，尸体上可还有线索？李仵作已经查验得清清楚楚了，哪还能有其他线索？死者的伤口并非是2寸长，而是1寸，只因尸体膨胀之后伤口裂开，故而长达2寸。凶器应该与杀死戴君成的凶器是一致的才对，并非是2寸宽的大刀。而且那是生前伤，并未伤及内脏的情况下，不一定会立即致死。胸口与膝盖有微红色的淤血，那并非是尸斑，而是生前擦伤，与下颌处的伤势一样。死者冯清胸口中了一刀，一般情况下，凶手接下来会做2个动作，将其抛开。一是凶手正面刺中了冯清，将冯清往前一推，如此，冯清就该是仰面躺倒；二是凶手刺中冯清之后，拔出刀子，揪住冯清的衣服，往侧后边一拽，令他摔倒在地。不应该呀！若这2处不是尸斑，那死者岂不是没有尸斑呢？从戴二爷死亡现场到这里有10里之远，这一路上冯清身上怎么会没有尸斑呢？我方才说了，冯清身上的创口并未立即致命，当时冯清并没有死，他是溺死的。不可能，我已经观察过了，死者口鼻没有白色泡沫，双手干干净净的，并未抓握水草树枝等物啊。刚入门的小仵作都知道，但凡水中溺毙者必然会剧烈挣扎，手中常常抓握某样物品，指甲内或有泥沙呀。诸位大人再看，这芦湖长满这么多芦苇，这湖上可是到处都是芦苇叶子呀。冯清胸前的伤口，我可以判断出是生前伤。他在马车赶往芦湖的时候，虽然还没有死，但也是奄奄一息，濒临死亡。马车到了芦湖，一头栽入湖中，冰冷的湖水立即灌入车厢内。冯清在这个时候便恢复了几分清醒，他想要逃脱出去，但车厢前门有大量的湖水灌进来，而且车厢是斜冲进湖底的，前门可能扎进湖底，反而是后门离水面岸边更近一些。在这种情况下，冯清极力想要打开车厢的后门，但他受伤严重，最终来不及逃离车厢。本就身受重伤濒临死亡，困在车厢内，被冰冷的湖水一呛，他便没能打开后门，便溺死了。回到府衙，萧毅与谢子云匆匆吃了一点饭，萧毅便将洪安和魏国叫了过来，询问他们调查的结果。大人，依属下看，这凶手或许与冯清是认识的。若凶手是陌生人，荒郊野外的冯清应当都有防备才对呀。匕首一类的短刃不近身的话，实难一击得手。范州，你忘了上一桩案子吗？若是衙门内的捕快衙役拦住去路，那戴家的马车能不停下来吗？凶手借口上前询问事情，伺机抱起伤人。大人，你怎么看？都有可能，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凶手知道戴君成的去向。如此说来，那戴家的人最有可疑。大人，属下打听到戴家4爷年初闹着要分家，戴大爷和戴二爷并未表态，而戴五爷却是坚决不同意的。这些都是戴府小厮告诉属下的，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戴五爷不是戴老夫人所生，是个妾室生的庶子，他不同意分家实属正常。属下还听闻，这戴玄清医术颇有天赋，戴老夫人担心他会威胁到戴家几位爷的地位，就一直压制着他。难怪那天宴席上戴五爷未出席啊！这会不会跟徐家命案一样，是一起争夺家业的凶杀案呢？看来本官得去拜会戴老夫人。申时5刻，谢子云换了一身衣服，随萧毅一同前往戴家。适逢刘通判与张推官也在府衙大门旁。通判大人、张大人、萧大人，这位是裘千户。萧县令啊，赶快见礼。你在调查此案时，必须把所查到的线索和证据一一汇报于本千户。此案主审的是刘通判，萧某搜查到的线索和证据定会交给通判大人。千户大人虽位高权重，但本官并非千户大人的下属，职权上互不同辖。千户大人需要什么线索证据啊？本官一定会尽力配合，还请千户大人放心呐。本官如此行事是有其他缘故，你若有隐瞒，本官绝不轻饶。萧某一向仰慕愧于天，俯不作于人。
小某还要去戴家查案，不扰大人。好。刚刚那位千户看起来不是善类，他会不会给你使绊子？天机卫的人大多是圣上亲自挑选出来的，我又没做有违国法的事，况且我方才所言都是事实，他应该不会为难我。只不过天机卫怎么对此案有兴趣？萧大人，老身身体抱恙，让萧大人久等了。老夫人不必多礼，本官今日前来只是问问老夫人有关噩梦之事，还请老夫人为本官释疑。萧大人想问些什么？老夫人第一次做噩梦是何时？是在8月28的那天夜里。老夫人是时常会做这样的噩梦吗？这叫老身如何做的啊？8月28那天，老夫人可出门了？可发生了什么异样的事？老身许久未出门，那日只是去了一趟祠堂上香，之后就回到院中歇息，期间并无异样。察觉到大老夫人在说谎，但不管他们接下来怎么问，大老夫人就是不愿意吐出真情。老身乏了，若二位还有疑问，就问启华吧。昨日本官在贵府用饭，怎不见戴五爷？哦，五弟昨日出去了，二弟出事了，但那批药材还未收回来，我就让五弟走了一趟，故而才未能出席啊。唉，去年年关时，大伯父从京城那边传来消息，太医院准备要收一批民间大夫，大伯打算从我们兄弟中挑选一人举荐给太医院光耀门楣。四弟他得知这消息，因而想要另立门户，开个私人医馆，博得美名，好让大伯父看得上他。可老夫人却向侍郎大人推荐了你，是吗？我与四弟的医术不相伯仲，娘亲认为四弟性子急躁，担心他去了太医院会闯祸，所以向大伯父推荐了我。现如今我们戴家的医馆和药铺及其他家业都是我在打理，二弟四弟从旁协助。倘若我真的鸿运当头去了京城里，那锦城这边的医馆只能留给二弟和四弟掌管。可是二弟他曾犯过错，唉，不说这个了，人都死了。大二爷因为致死了2个人，这辈子都无法挑起戴家的大梁。逛完戴家，萧逸和谢子云看天色不早，这才告辞。你回去歇息吧，这里不用你侍候，我今夜在这里歇息。戴启华关上房门，上好了栓，才缓缓行至书架前，将书架推开，露出了一堵玄青色的砖墙。他用力一推，这砖墙竟向里面移了移，露出了一条深邃漆黑的通道。太史在戴家僧房主屋中，你以后别来的这般勤，如今府里草木皆兵，若叫人撞破，那不得羞死人？你放心，不会被人发现的。这么多年来，不是一直都没事吗？你是寻了快活，可别把我害惨了。若不是我，你这辈子就真是活寡了，哪能有现在这般滋润呢？是，我可真是多谢您了。您那在黄泉路上的弟兄，也会对你感恩戴德的。哼，我回去了，漫漫长夜，你自己来吧。瞧你，说你2句就生气。那子玉那死鬼都死这么多年了，只怕早就投胎去了，还能拿你怎么着？你派一个死人做事？本官事务繁忙，此桩案子只能托付于诸位了。此案涉及到大侍郎举荐太医一事，故而求千户也前来旁听。刘通判，你为本案主审，如今可查到些许线索了？大人，经我等通力缉拿侦办，也已查清戴君成、冯清2人遇害的经过。9月29日那日，戴君成，刘大人的案情稀异，声情并茂，引人入胜，着实可圈可点。可本官想要知道的是疑凶身份，有何线索可查？裘大人，经通判大人与下官的一番推敲，认为凶手对戴君成的行程颇为了解，兴许是戴家人所为。说下去。江推官将戴家兄弟因荐举太医之事而闹不和的始末细说一遍，让众人了解到戴家4兄弟的矛盾。如此说来，这戴家3兄弟都有嫌疑杀害戴君成吗？那这么多天，你们可有问清他们在案发时在何地做何事啊？江推官不慌不忙，一一答出。9月29当天，戴启华为城中一户人家把平安卖，忙活了大半天，到申时3刻才回医馆。
有不少人可作证。四房戴廷玉在医馆里坐诊，午时前一直给病人行针布药，用膳后在医馆午睡，未时则在药店清理药材，以存放新药材。除了午睡的3刻时间，其余时间皆有医馆的其他大夫和药童可作证。至于五房戴玄清，他一直都在家中看书，有戴家的下人可以作证。戴家午膳是午时3刻，戴玄清与妻儿子女都到了，大房夫人等可以作证。而未时4刻，老夫人又演着了，他也迅速赶到老夫人的身边照料，断无出城的时机。都有不在场证明，难不成是买凶杀人？以戴家的财力，买凶杀人亦不难矣。裘大人以为呢？你以为呢？有可能。就这样，没别的了。无凭无据，下官不敢妄断。哼！戴侍郎举荐戴启华入京，一旦太医院的院士点头了，他就可能当上御医。倘若戴家出了变故，戴启华入京一事可就没那么顺利了。而在戴家之中，最不想戴启华走得太顺利的人是谁呀？难道萧县令想不明白吗？裘大人的意思是，戴廷流为了阻止戴启华进京，从而杀害了戴君成，拖戴启华的后腿。本官怎么没想到呢？大人，如果凶手是戴四爷，他为何不直接杀了戴启华？大概他是念旧的人，不舍得杀了大哥。各位大人，戴家下人来报，戴启华死了。什么？紫云，回去带验尸的物品。彭大人事务繁忙，此案就由本官带领刘同判等人去调查吧。那就有劳裘大人了。可有打听清楚戴启华是怎么死的？最先发现尸体的是何人？是管家马全。马全用钥匙在书房外叫门，可里面竟毫无动静。马全又叫了大夫人来唤门，依旧无果。大夫人担心戴启华出事，让下人撞开房门，结果门一开，众人就看到一颗鲜红的心脏悬吊在书房中啊，可把大夫人吓坏了。戴启华果真被挖心了。是啊，那颗心脏正是戴启华的。戴启华就死在书房侧间的卧榻上，胸口被剜了一个大窟窿啊。走进书房，进屋后便看到悬挂在侧间圆拱形隔扇上的一颗血淋淋的心脏。既然来了，那就一块去验。杵在这里做什么？等吃午膳吗？大人，按规矩，2名仵作验尸得分前后，反复比对，期间不得互通有无，确认仵作没有徇私舞弊，可以捏造莫须有的线索。你，千户大人不要跟小女子一般计较。戴启华裸露着胸膛，胸口上有一个大窟窿，鲜血还在不停地往外流。萧仵作呀，这具尸体的死状与老夫人的噩梦一模一样啊，不知道死因是否也一样。谢子云观看了一阵，将戴启华的腰带解开，脱下所有衣饰，细细查看一番。死者案发时只着紧致里衣，其余衣物都在衣架上，棉被置于床尾，床上无挣扎痕迹，是在深度睡眠中遇害。咦，死者身上的衣服的破洞只有1寸，可死者胸口上的窟窿足足有1个拳头大小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衣服上的破洞是匕首一类利刃刺破的，凶手一刀刺中了死者心脏，等死者死后再拔出刀子，脱去碍事的衣物，慢慢砍掉肋骨，确保将死者心脏完整完下。谢子云将心脏置放回了戴启华的胸口处，摆弄了片刻，最后停顿下来。大人，根据死者的尸斑和尸僵状态，角膜浑浊程度，可判定出戴启华死于今日凌晨子时6刻到丑时3刻之间，死因是胸腔被刺一刀而造成心脏破裂的锐器伤。值得可疑的是，死者在凶手靠近之前毫无所觉，甚至被利刃刺中之后，连短暂的挣扎痕迹都没有。应是被下了药，检验一下房中的茶水。不用了，本官来时已经让人将可疑的茶具拿去验看了。昨晚书房里的确有一壶水被人动了手脚，下了迷药。如今死因明确，死亡时间也确定了，凶手的作案手法也有了眉目。可是本官还有一点不明白啊，这书房是从房内上栓的，凶手是从哪里进来的？这书房有些大，本来更大，后来砌墙改成了2个书房，隔壁就是戴启华大儿子的书房，这都是10年前的事情了。本官也是翻阅戴家家史才略知一二的。既然尸体已经验看完了，就让捕快们进来查找线索。这房门窗户都是紧闭着的，凶手定然是有地底通道逃离，
大人，你在找什么？你不觉得这堵墙有些奇怪吗？这堵墙似乎是斜的。不错，入口应该在那角落里。不可能，本官刚刚已经调查过了，那角落的地面都是实的。不是地下，是书架后面的墙壁。难道不是地底通道？谁上暗门？一道轰轰轰的声音响起，墙壁被萧逸轻而易举地推开了。原来是一个暗室。地底通道的入口在这里。来人，随本官进密道探索一番。哈哈，萧大人呐，幸亏你发现了密道，不然这桩密室杀人案就难以抓获凶手了。不用下官提醒，裘大人也能找到入口。与此同时，他让范大鹏把戴家上下所有人都问了一个遍，只要是在昨晚子时和丑时2个时辰没有人证的，全都带到大房院子里面等他盘问。最先问话的自然是戴启华的妻子常氏。昨夜你可有听到异响？为何戴启华在这书房里就寝？昨夜老爷要研读医书，因而在书房里就寝，这些年来时常如此。昨夜民妇亥时初就已就寝，并未听到有任何动静。倒是今日一早，听身边丫鬟说了些稀里糊涂的话。何话呀？民妇身边的贴身丫鬟昨夜如厕，看到书房里有一道诡异的黑影，似乎正在啃咬着某物，然后发出怪异的笑声。他昨夜都被吓坏了。世上哪有鬼怪呀？这定是人为的。戴大夫人，这书房里的密道你可知晓啊？民妇不知，父亲他从未向我提起过。在这戴府之中，戴老夫人应该对此密道知晓一二。何不快，你去请他过来，刘大人和本官有话问他。戴老夫人，这戴启华书房里的密道你可知晓啊？那是15年前老爷修建的，当时府邸要大修，老爷想着日后可能会有危急时刻，暗地里命人挖下这些密道，以备不时之需。此举亦是常情，不知这密道通向何处？为何千户大人去了那么久还没回来啊？老爷当时挖着密道，一共有7个出入口，裘千户定然是在里面绕着。除了这个出入口，老身与君城、老三、老四3个孩子的内室卧间亦有出入口。还有2个呢？戴家还有一个出入口在祠堂里，最后一个出入口则在锦城河道附近。为何五房戴玄清的内室没有出入口？他是庶子。戴玄清何时才能回来？五爷昨夜便已回来，此时正与四爷在厅堂中等待诸位大人接见。所有密道都通向一个中心枢纽所在的地下密室，除了一条密道比较长，现在还未探查清楚之外，其他密道出口均在戴家府内。刘通判，你是此案的主审，可知道该审讯哪些人了吗？杀害戴启华的凶手肯定是通过这些密道出入的，因此戴老夫人和2房、3房、4房都有嫌疑。萧大人也要进密道一探究竟。萧某查案向来亲力亲为，况且裘千户似乎没查到什么线索，萧某想再去看看有没有遗漏之处。刘通判不加阻拦，迅速去厅堂审讯可疑人物。谢子云拿着灯笼跟在萧逸身后走进潮湿阴暗的密道之中，细细地查看密道。大人，就算密道中有些线索，恐怕也被衙役们破坏了。裘千户方才一看到密道入口，就迫不及待地带人下去。我见他那副样子，并不像是在查找案件的线索，反而是在寻找某些东西。那他寻找的会是什么？密运送往京城的一箱密宝不翼而飞，这裘千户恐怕是来调查这案子的。一箱密宝固然不重要，但劫走密宝的人却是极为影响圣上的帝皇宝座。一日不除掉楚王余孽，圣上便一日不可安睡。裘千户是要查出楚王的余孽，代价恐怕是楚王当年留下的暗桩。那戴君成、戴启华2人相继被杀，与这密宝有关吗？目前还不清楚。如果真有关系，那杀害2人的便有可能是楚王余孽，与戴家诸人无关。2人很快就来到了密道末端的地下中心枢纽，一个空阔的密室。密道有3条，是通往另外3房的，一条通往老夫人，都是有女眷居住的内室。这些女眷要么是帮凶，要么是无辜的，
河道那边的出入口距离大夫有些远，最有可能被凶手利用的自是祠堂的出入口。这条，我曾经在整个大夫游走了一圈，各个建筑院落的方位了然于胸，即便是在这密道中也能分辨出来。大人这本事不错呀，以后只要有你在，我再也不用担心会迷路了。这处密道的出入口不怎么隐蔽，比起大喜华书房里面的出口要显眼得多。走吧，去看看那些女眷怎么说。大夫厅堂里，各房夫人都来了，刘通判已经审问清楚了。2房、3房、4房的女眷都表示昨夜在房中歇息，并未有异样。最重要的是，他们之前都不知道大夫地下还有密道。戴玄清，今日子时到丑时，你在什么地方？在房中歇息。我夫人裴氏可为我作证，夜幕子时6刻，裴氏起夜，还是我陪着的。2个房中侍候的丫鬟可作证。戴君成死时，你在什么地方？二哥是哪个时辰遇害的，我亦不清楚。那天我一早去了母亲那里请安，而后回书房看书，教我儿子文胜练字。文胜和他的小厮都可为我作证。其后与夫人孩子一同用了午膳，略作休息，便2个好友去喝茶探讨诗文了。大人是在怀疑草民杀害了大哥二哥吗？例行问话，其他人也问过，并非你一人。哦，草民误会大人了。方才大人问话口吻，草民还以为大人在审讯嫌犯，让草民心慌不已，多有得罪，还望见谅。就是你，你杀了大哥和二哥，接下来连我都想杀了。如此一来，3张方子就都是你的了。诸位大人有所不知，公公去世后，府中便十分拮据，直到三叔研制出3张秘方，这才让眼看着就要倒闭的医馆、药房重新振作起来。只可惜我那夫君死得早，故而3张秘方便由老夫人掌管着，这些年来由大伯、二伯和四叔经营着，倒也安安稳稳。你们别冤枉武叔，是祖母不让武叔学医，不让武叔经营家业，只让他科举应地，其余皆不用理会的。要我说，武叔的嫌疑最大，如今大伯、二伯都跟杨梦女的死状一样，指不定很快就要轮到我夫君了。倘若我夫君有个3长2短，那戴家的家业不都属于武叔了吗？庶子又怎样，彼此都没了，还能指望戴兴和戴浩燕这2个毛头小子？戴玄清，你最好如实交代，是不是你买凶杀害了2位兄长？大人此话可有凭据？混账！真以为本官没有丝毫证据吗？大人为何只是询问了2句就不再问了？适才听到3张秘方，或许这才是凶手行凶的目的。这3张秘方有那么重要？你还记得戴家3房戴子韵是怎么死的吗？他研制出了3张秘方，还想再研制解毒丹，结果服用丹药后未能及时救治。可你仔细想想，戴子韵既然是能够研制出3张秘方，他会是一个蠢人吗？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就以身试毒，他大可以用鸡狗耗子等来验证的。你是说他的死有猫腻？现在还无法确定。这香味怎么了？这些衣物上有香味，很淡，是女人用的香脂味道。他昨日未曾回主事，怎么会有女人的香脂味？这的确是女子的香脂味，至于在何处沾染上的，这里要问问大夫人。我方才在厅堂上看到大夫人常氏的神态并不悲痛，可见她与戴启华的关系颇为疏远。唉，男人3妻4妾，还要偷香窃玉，哪个女人还能死心塌地的？那不是傻吗？这话在理，只是戴启华昨天用完晚膳便去了书房，期间一直未曾出来。若是常氏及大房院里的下人没有说谎，那就未曾有人去过书房。戴启华身上的衣服又是如何留下的胭脂香味？戴启华知道密道，他未必没有走出书房。服侍戴启华的仆人说了，戴启华不让人侍候，并且将房门锁上。2房、3房，那是他弟妹们的房间，应该不太可能。最有可能还是祠堂这个出口。戴启华从这里离开书房，然后偷香窃玉，留下这香脂味道。可是若戴启华从祠堂离开，那凶手又是从什么地方进来的？我方才在横梁上看到一些足迹，应是昨日凶手留下的。若是没推敲错，应是戴启华离开之后，凶手从密道进入书房，在茶水里下药，在房梁上等待戴启华归来。等戴启华回来之后，喝了茶水，昏昏沉沉入睡，睡死时，凶手便杀害了戴启华。那凶手必然知道戴启华去偷香的，故而能提前做好准备，待他从密道走出，
凶手便从密道进入书房，静静等待。虽然推测的很有条理，但是没有证据，连嫌疑人是谁都不知道。只有去其他出口查看一番，找一找线索。走，我陪你去。张大人怎弄得如此狼狈呀？那通往河道的出口污秽无比，躲藏了不少耗子、蝙蝠、蜘蛛、蚊虫、碎骨残骸，让下官吃了不少苦头。辛苦张大人了。本官在大夫访查医料，张大人还有何要问的？若是没有甚事，不如同本官回衙里好好息一息。千户大人不在，他先一步回衙了。那就先回府衙，仔细说道。与此同时，萧逸与谢子云打开3房的密道出口。这出口的痕迹有些深，像是经常磨蹭过的。这是什么？那是玉容膏，夫人平日里用来护养肌肤的药膏。这可能是重要线索，本官要带走。你们事后告知三夫人一声，待本官办完案子，自会归还。戴启华白衣毡人上的香气，就是这种味道。想不到戴启华是个罔顾人伦的衣冠禽兽。哼，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不过，此事与2起凶杀案有没有关联？应该有些联系，不过还没有掌握关键性证据。2人巡查4房的内室时，恰好戴廷玉和花氏回到房里。奉命查案，多有叨扰。母亲做了一个噩梦，大哥和二哥接连死去，接下来若还应了那噩梦，便要轮到我了。但愿官府派些得力人手来护望安全才好啊！老爷，这内室不安全，不如咱们暂居偏室吧。东西厢房都好，总比这主室安全，不是凶手可以随意出入的卧榻。还是夫人想的周到，我们这就移居到西厢房。萧逸和谢子云在密道里转了许久，总算是转完了6条通道，只剩下通往河道口的最后1条通道。哎，怎么？这地这么坚硬，怎么就凹了一块呢？手指尖在凹陷处内抠动一下，幸好这并非是暗器，而是一道暗门。在通往祠堂的密道旁边露出一个黑乎乎的缝隙，这一层的石阶沿着墙壁弯弯绕绕的，约摸40级，底下是一个圆形的房间，中间摆着一张长桌，桌子旁边有4根1人合抱粗细的木头，顶着上方的是一层木板，撑起了这个暗室。在周围角落还有一个个架子，上面或是摆放着药材，或是摆放着书籍，只有一个角落是空的，上面钉了2个铁链子，铁链子末端都有一个铁环，一看便知是用来束缚犯人双手的。摆放在这里的全是医书，这里不是药材就是医书，肯定是有人曾在这里研习过医术。想必不是戴老爷子，就是戴子韵了，后者的可能性更高一些。戴老爷子15年前修建了地下密道，从而修出这个2层密室，但他13年前便死了。戴子韵在这里研习的医术，怎弄得到处都是血迹斑斑？若是研习针灸、药草，那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不用躲在这么深的地底下。除非他研习的是刀疮，不得已才躲着秘密研习。他用活人来做实验不成？大抵正是如此，这里的血迹总不会是戴子韵自己的吧？看来戴老夫人还是瞒了不少事情。2人在这里查验一遍之后，这才返回地面。一见天色，竟然已经是酉时3刻，为何不现在就去询问戴老夫人？如今府衙里派遣了大量人手盯着戴府，我若是凶手，断然不会在这个时候露出端倪。我们先回去好好歇息歇息，不怕他们跑了。你先回去歇息，2层密室的事儿我得去知会邱千户，免得他日后再找我麻烦。为何不在发现的时候就来通知本官？萧某受彭大人委任调查此案，发现2层密室，自然不敢疏忽。待调查之后，再将结果禀报与刘通判，这有何不对的？哼，2层的密道里，除了你说的那些东西，可还有别的东西？没有。当真？千户若是不信萧某的话，可叫人去2层密室查看一番。你最好说的是实话，否则本官绝不放过你。哼，萧某有没有说实话？千户大人不如去询问一下那些留在戴府中的天机营卫。老夫人是在8月底开始做噩梦的，而戴君成是在9月29被杀，这期间相隔了1个月。凶手偶然听到戴老夫人的噩梦，再到伺机行凶，定有个准备的过程。我们应当查一查这1个月内戴府中有什么异样之处。听到噩梦就想杀人，难不成戴家府里还窝藏着一名惯犯？
想必是早有仇恨，只是没下定决心动手杀人。这噩梦变成了推动凶手下定决心的重要一步。接着鬼怪着说杀人，这也是常有的事情吗？这么说来，凶手是对戴君成和戴启华早就有了怨恨吗？可是下官查阅了戴家这些年来的事情，从未听说两人与谁结了深仇大怨的。戴君成疑似两人的事也早已和解了，况且两人家属未曾与戴启华结仇啊。萧大人一直未曾开口，可是另有高见。戴老夫人做噩梦，最先知晓的必定是戴府里的人，有最长的作案准备时间。戴君成去收药材，戴府里的主子和管事最容易知晓此事。戴家的密道连戴廷玉都不清楚，外人就更难发现地底下的玄机。凶手定是戴府里的人。难道真是那戴玄清？戴玄清房中没有密道出口，又不可能去四房兄长及老夫人内室里翻找，除非是在祠堂里无意发现了密道，才有此可能。但是戴玄清没有杀人动机。怎么会没有动机？只要戴启华、戴君成与戴廷流一死，这戴家青黄不接，戴家的家业自然要交给他来打理。如此一来，他便能掌握戴家的大权，为自己谋夺私利。那得先把戴老夫人杀害。那戴玄清杀了3位兄长之后，再杀掉老夫人，不就可以达成目的了吗？戴老夫人一死，百日之后自然而然会分家另国，戴玄清还是不可能夺占家业。若无老夫人支持，他是掌不了家业的，而老夫人绝不会支持他。戴玄清是个聪明人，他知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道理。本官审问过他，他知道一旦分家，戴家兄弟间的争斗只会越演越剧烈，加速戴家的衰落，所以他不想分家。小某昨日搜查了戴启华书房的横梁，看到上面有一些足印，不知裘大人可有发现？没有，本官又不是去查足印的。本官的人在戴启华的长袍上嗅到了一股奇特的香味儿。这横梁上的足迹可能是凶手留下的，但戴启华长袍的香味又是怎么回事啊？萧大人可真要为本官解疑了。戴启华用密道偷香窃玉去了。本官在3房膳食的房间里发现了同一种香味的玉容膏，此刻长袍和玉容膏就在本官的院子里。好一个医学世家呀！若是让这样的人进了太医院，那后宫岂不是……据我等调查所知，戴启华进了书房就没再出来过，而且书房是从里面反锁的，他必定是借助密道与某一女子私通。凶手趁机用密道进入书房，下药后在横梁上守着。戴启华回来时不曾注意到梁上的凶手喝了茶水歇息，于是药效发挥作用，被凶手轻易靠近，一刀毙命。由此可见，凶手不但知晓密道，而且是目睹戴启华偷香窃玉去了，这才算准时间进屋里投毒。你是怀疑凶手是3房里的人？可3房都是些女眷，并无男子啊。是啊，3房只有一些柔弱女子，而且3房的密道入口就在内室之中。若是那戴启华就在3房房中，那凶手则不可能由3房内室进入密道。若凶手不是戴廷流，则凶手只能从祠堂那边进入密道了。祠堂距离3房亦有些距离，不过若戴启华在缠绵之中，倒是有足够的时间潜伏到书房里去。诸位大人难道忘记了吗？那3房可都是女子啊，难不成这里面还有习武的女婢？3房里的可能是帮凶，并且凶手与帮凶互相证明，既有了不在场证明。难怪之前2起命案，大夫上下全都有证人作证，原来是有帮凶加以隐瞒呢。若是有帮凶，那定是一男一女做不在场证词的。3更半夜这样互相作证的人并不多呀。下官这就回去连夜调查。下官这也回去找找当初戴君成遇害时的证词。诸位大人都有调查的线索了，此案就交给萧某吧。虽然目前还没有什么线索，但总觉得戴府另有隐瞒。待萧某查到蛛丝马迹，再与诸位大人商议。翌日一早，刘通判带着众人再次前往戴府查案，裘千户昨夜亲自坐镇戴府，此时就在戴府各院中歇息。戴廷玉，你等先退下。
本官要借此地审讯戴家女眷，为保女眷名誉，你让无关人等都退避。战士，你可认得此物？认得，是民妇所用之物，昨日由萧大人取走的。那你又是否认得此衣物？似是大伯的衣物。哼，你倒是敢认！这衣物上有你玉容膏的香味，你如何解释啊？大人此言是何意？民妇要解释什么？又为何要解释？好个牙尖嘴利的妇人！你的玉容膏和戴启华长袍上的特殊香味一模一样，不是你的玉容膏蹭上去的，难不成是戴启华也用了这种玉容膏？哼，诸位大人想必也知道玉容膏的功效，在锦城中买了玉容膏之人又不是只有民妇一人。大人若只凭着同一香味就一口认定民妇与大伯有染，那未免太武断了，清者自清，民妇是冤枉的，望诸位大人明察。战士，你可知道你内室里有密道？若非昨天裘大人突然冒出，民妇实在是想不到卧室内会有密道。三夫人时常外出，不在家中。自从民妇的夫君逝世，民妇便鲜少外出。哼，夫人的运气还真是好，竟然未发觉内室的地下密道频频有人出入。本官查验过，几个地下密道的入口，除了戴启华书房的移动频繁之外，就属夫人你那内室的入口打开的次数最多。那机关移动的痕迹，少说也得数十次，竟是回回避过了夫人，还真是巧了。好你个刁妇！事到如今还不肯承认你与戴启华的奸情吗？来人，把三房的大丫鬟叫过来。单氏的2个贴身大丫鬟被传了上来，而单氏则被暂时压到了屏风后面，不许他发一言。你们明知道主子做了些不该做的事情，为何不禀报老夫人，反而替他瞒着？你们这是助纣为虐，祸害戴家。本官查到你们知悉戴启华生前最后的行踪，若是不如实说来，本官定不轻饶你们。2个丫鬟闻言如实交代了。这丫鬟说，她虽是单氏的大丫鬟，但对于单氏偷情一事也是自己暗中猜测的，毕竟未亲眼所见，所以他们只要听见室内墙壁有移动的响声，单氏就会将他们打发出去，让他们去院中守着，不许任何人靠近。但他们却偶尔听见屋子里面传出男子的声音，还有单氏的娇喘声。你们在看守期间，可曾发现有人靠近过单氏房屋？这应该没有，奴婢只是在院子里守着，并未靠近夫人的屋子。但夫人每次打发我们出来看守院子时，天色皆已黑，不会有人来找夫人的。若是有，也会有其他奴仆前来禀报的。单氏，你还有何话可说？大人，民妇是被强迫的，夫君早逝，民妇柔弱，便只能从了大伯。可大伯走之前还是好好的，民妇并不知道他是如何遇害的。他遇害之前只找过你，定是你将他杀害的。大人真会说笑，我虽恨他强迫于我，但民妇的日子过得艰苦，还需要他照拂，又喜欢在他即将大展宏图之时杀了他。厚颜无耻！这件事除了你们之外，还有谁知晓的？老夫人也知晓，大老夫人居然知晓此事，却听之任之。若是传出去，大家哪儿还有声誉？还有谁？没了，除非有人在屋外偷听。你可以回去了。艾希言，你在三房院中居住，近年来可有见过你母亲那边有何异样的？民女没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通判大人，我娘她怎么了？戴希言，昨日子时出到丑时末，你在什么地方？可有人给你作证？民女在房屋中就寝，丫鬟就在烧间守着，可为民女作证。昨日不是已经问过一次了吗？除了丫鬟，还有什么人可以给你作证的？3更半夜里，张推官难道觉得民女要与一外男在一起才可证明清白？戴姑娘，在戌时初到亥时末，你也是在房间里睡觉，只得着丫鬟相陪吗？戌时初还做了一点女工，节后洗漱就寝。若是要民女寻一外人作证才能做准，民女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排除了戴希言这个小主子之后，刘通判又接着审问其他的丫鬟嬷嬷等等，将3房的人都查了一个遍，最终竟是无一人知晓单氏的丑事。萧毅打算再去2层密室看看，刘通判和张推官便让捕快把2个丫鬟带回去，稍后再审。他们则跟着萧毅下2层密室查看。方才本官已问过了，这里是戴老爷子和戴子韵研习医术的地方。据这老婆子所说，
他们在研习刀窗外伤的医术。戴老爷子妄想研习出断臂再续的医术，最终没能成功。断臂再续，这怎么可能？果然是妄想。戴子云研习的又是什么？他天赋高，什么都研习。说起这刀疮医术，下官记得戴子韵生前曾经跟牢房里的牢头做过一些见不得光的事啊。那是14年前，戴希言还没出生，那戴子韵便找了牢头，他说他要研习刀疮的医术，让牢头找那些死刑犯，若是愿意死后把尸体卖给他的话，他会出高价钱供养这些死刑犯的家人呐。戴子韵救治过牢头的老母，牢头私底下帮了戴子韵这个忙，果真找了2个死刑犯，原本的行刑方式也由枭首改为了缢吊，保留了个全尸，全须全尾送到了戴子韵手中。至于那2具尸体后来如何了，下官和牢头都不知道。戴子韵只说会厚葬他们，当年也没有人去细究。后来戴子韵闭关研习药方，不再露面，这事便不了了之了。2个死刑犯自愿为医术做贡献，也算死得其所呀。戴子韵此举虽冒天下之大不韪，但念在他为苍生百姓谋福祉，可以饶恕。老夫人，那2个死刑犯的尸骸在什么地方？你可知道？我不知晓此事，更不知晓2具尸骸的下落。老夫人，戴子韵可是你的亲生儿子，你怎会不知晓此事？本官属下打听到13年前，戴子韵要研习新的方子，于是闭门谢客，潜心研习。这一钻研，足足便是5年。5年期间，整个府邸竟无一人看过他。他舍下了荣华富贵的生活，舍下了娇美的妻子，舍下了刚刚出生的闺女。他到底做错了什么，以至于你们要如此惩罚他？你们把戴子韵锁在这里。他回来了，他回来了！不要过来！你是恶鬼，你是恶鬼！你怎么知道戴子韵是被关押在这里的？还是程叔曹的一段陈年往事提醒了下官。既然戴子韵当时借用死刑犯研习医术，为何又突然停下了呢？他研习刀创，费了大力气从牢里捞出2具死尸，可见是一心要学这方面的医术。为何又改成了研制能解百毒的秘方？若是要研习解毒的秘方，那他又何必待在这种地方研制？难道大夫不方便吗？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个密室里的草药无一毒药，倒是刀创药物种类齐全，书籍也是刀创一类的，鲜有制毒解毒的医术。戴家在撒谎，戴子韵并非是研制解百毒的秘方，而是研习刀创秘药之类的秘方。这类药方在军中消耗极大，或许有裘千户所查之事有关。戴家乃医术世家，若让人知晓戴子韵以死尸研制秘药，只怕天下文人学士不容，因此大夫将他囚禁在此地。那戴子韵是怎么死的？要开棺验尸吗？戴子韵要是当个仵作，或许就没事了。验。艾玄清，可是有什么难言之隐？我那3哥是饿死的，如今多年过去，只怕大人开棺也查不出什么线索。饿死？母亲虽不待见我，可3哥死时我亦有守灵，见过他的颜面。当时我就察觉到3哥不是毒发而死，3哥当时瘦骨嶙峋，头发枯槁，可见长期没有吃好喝好，一直将这事埋藏在心底里了。母亲不准我学医术，但她却不知3哥曾经偷偷教过我一些医术，与我关系最是要好。3哥的丧事是由大哥一手操办的，除了母亲和管家之外，其他人一概都不许过问。2哥曾经就跟我说过，大哥和母亲瞒着我们某些事情，这个家中有些我们不知道的秘密。我原以为就是地下密道，不曾想还与3哥有关。4哥，2哥还跟你说过些什么？就这些，别的2哥也不清楚。4哥，母亲如今疯疯癫癫的，你若是还有什么事情瞒着诸位大人，诸位大人想查出真凶就难上加难了。你在胡说什么？我哪有隐瞒？这个家里知道秘密最多的就是大哥，我连密道都不知道，我能隐瞒什么？倒是你现在是不是在盘算着如何杀掉我？4哥，不管你信或不信，我从来都没想过要手足相残。虽然我们不是同一个娘亲所出，但好歹我们是同一个爹，身上流着一样的血，为何你们就是对我有所偏见呢？
哼，不是你那还能是谁？杀掉我们3人，你就能抢走3张秘方了，不是吗？刘通判看着时辰不早，让众人回去用膳歇息。萧逸领着几个人在附近的小菜馆里面将就吃上一顿，一边听取范大鹏等人收集到的戴家线索。凑巧我最近问了一位老大爷，60好几的人了，就住在戴家医馆附近。戴家3代行医，但戴老爷年轻时医术并非精湛，差点就让开起来的医馆倒闭了。多少年前的事了？30多年前吧。大夫都是越老的越厉害，戴老爷年轻时医术不怎么样也是能理解的，毕竟这世上没几个戴子韵这般的天才。不错，戴老爷正是上了年纪之后，医术才渐渐彰显出来的。后来据说就是了一位大人物，这才光复戴家的声誉。什么大人物？这个老大爷也不晓得，只是某次听戴老爷吹嘘时提起过，好像是位将军。戴老爷从那之后就声名鹊起，好似得了那位将军的提携。我怎么听说的与你有些不同呢？有个老妪告诉我，戴老爷以前的医术不怎么样，可自从他娶了一位妾室之后，他的医术就突飞猛进，几乎是药到病除，医术神乎其神，大伙儿都快称他为活神仙了。这位妾室就是戴玄清的生母吗？对，好像是叫七氏，据说是一个灵医的闺女，略通医术。因那灵医死了，孤苦无依，戴老爷将她带回家中，娶为妾室。只可惜这个七氏16年前就去世了，只留下年仅10岁的戴玄清。嘿嘿，戴老爷娶了个小妾，奋发图强，医术突飞猛进，必定是对这个妾室宠爱有加呀。难怪戴老夫人这么痛恨庶子戴玄清了。歇过之后，萧逸便与刘通判等人赶往戴家祖坟，试图在戴子韵的骸骨上寻找些线索。戴家已经派人带着衙役去挖掘棺材了，提前给诸位大人做好开棺验尸的准备。大人们来的真是及时，我等刚刚挖出戴子韵的棺材，不知是否现在开棺。民女见过诸位大人，得知诸位大人要为我父亲开棺验尸，民女特地前来祭拜父亲，但愿不会阻碍诸位大人。那是戴老爷的坟墓吗？为何距离戴子韵的坟墓这般远？大家人丁兴旺，所以留些空位给三爷的兄长们。戴老爷是在13年前去世的吧？是的。萧逸让谢子云开棺验尸，验戴子韵的死因。谢子云上前仔细检验一番，半个时辰后便收手了。骨骼上没有损伤，风化程度很轻微，从表面上看不出有何异样。至于是否有毒，我得带一些骨粉回去进行化验。怎么化验？从骨头上刮下骨粉，回去喂给老鼠试试。表面上看不出有中毒的痕迹，但不排除一些毒药腐蚀了尸体皮肉后，对骨骼也产生部分影响。时间相隔太远，不能准确肯定是否死于毒杀。戴子韵若是死于饥饿的，这一点可有办法验证啊？若是刚死不久，我还有办法验证，可这都成骨头了。谢仵作若是验证出骨骸没有毒物，那戴子韵就不是死于服毒，而是戴玄清所言死于饥渴。戴子韵死之前，老夫人和戴启华是否不在家中？小人记得府中传出三爷去世的消息时，老夫人刚从京城那边回来没2天。大爷在这之前向一名治世的御医讨教医术，离开了10来天。他比老夫人还晚回来1天，翌日便传出三爷去世的消息。小人当时就在大公子身边服侍，见到三爷时，三爷已经被大爷安置在棺材里了。按照马祥的说法，戴子韵极有可能是在老夫人和戴启华都不在府邸的时候去世的。刘通判和张推官劝说了戴希言一番，同意让谢子云刮下一些骨粉回去检验，这才盖棺把戴子韵。本官怀疑戴希言是此案帮凶，行迹可疑，多有隐瞒，尔等将其押回府衙之中，仔细拷问。大人这是何意？民女是冤枉的。将他押回府衙中，寻一偏房软禁。大人，民女冤枉，大人凭甚抓捕民女？调4名捕快或衙役，我们去戴妍希的房屋中搜查证据。左右，随本官到戴家姑娘房中搜查线索。是。难不成戴家小丫头就是凶手？这怎么可能？戴希言只得14岁呀，他怎么会有胆子杀人？萧大人，是不是什么地方弄错了？这不可能的，希言一向是个乖巧的孩子。正当众人狐疑不定时，萧逸等人已经出来了，手里还拎着一个包袱。戴希言暗中协助凶手杀害他人，证据确凿，诸位回去好好歇息，本官定会把此案审问清楚，
还死者一个公道。裘大人告辞。不是我闺女，夕颜是无辜的，她不可能是凶手。花灯初上，府衙后院四处都挂着灯笼，照得明晃晃的。谢子云回到后衙，就投入到了化验之中。谢子云将骨粉兑水，分量后给小鸡、耗子喂下。半个时辰过去了，这些小东西都没有什么异样。谢子云不得不做出了一个结论：戴子韵不是死于服毒。家人不在吗？还在戴家，好像是跟那戴家三小姐啊卿卿我我去了。范捕头别胡说八道，大人不是那种人，他定是查案去了。何大哥办事越来越稳重，难怪大人多有倚仗，不像有些人老了。有空我必定会为何大哥美言几句，争取再往上升一升。嘿，我不就开个玩笑吗？至于吗？我的县令夫人哟，你不能给大人吹耳边风上眼药呀！我这捕头还没当满1年呢。我是那种人吗？不就是开个玩笑吗？你急甚？戴子韵的骨灰化验如何了？化验清楚了，我认为不大可能是毒杀。另外我们查到了70来例神秘，大老爷的医术在短短的时间之内便突飞猛进，两者可能有关。原来如此，看来这才是凶手想要的东西。啊，你已经都想通了？差不离了。你快告诉我，这个案子的凶手到底是谁？我也不知道凶手是谁，不过此事与戴子韵有脱不开的关系。害死戴子韵的是戴启华，如果有人想为戴子韵报仇，那杀掉戴启华不就好了？今天开棺验尸，我发现戴老爷的坟墓有些奇怪，那一处坟墓不管怎么看都比戴子韵的坟墓要新上几分。这怎么可能？戴老爷比戴子韵先去世了5年。马小也说了，戴老爷的坟墓从来没有修葺过，即便是打扫坟墓都是小心翼翼的。我看着坟墓上的痕迹，最多3年内必定有动过土。你晚上可有吃饭？饿不饿呀？不热我煮点给你吃了歇歇。一日，谢子云刚用过早膳，萧逸就和他一起坐在院子里讨论起戴希言来。大人，你怎么知道戴希言是帮凶？他是最有可能知晓善事秘密的人，因此这2个贴身大丫鬟就排除在外了。我也觉得不是这2个丫鬟，可3房院子里面还有2等丫鬟、3等丫鬟、苏氏丫鬟、婆子等等。善事对于偷情一事十分谨慎，连2个贴身丫鬟也不是了解，又怎么会让别的农户知晓？我想来想去，便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偶然间偷听到的。不是偷听的，难不成是善事自己说的？问题就在这里，寻常的丫鬟婢女可不会选这种靠近主子的隐秘之地偷懒，一般都是会选择距离正室远远的角落偷懒耍滑头。而正室的门前院子里有2个贴身侍女守着，善事偷情时，其他丫头绝无可能从正面靠近正室偷听，能偷听到善事偷情的地方只有正室后面一小片花丛。那些丫鬟想偶然偷听到这隐情的可能性很低，哪怕真有一个小丫鬟被凶手收买了，给凶手泄露信息，那他当天晚上的不在场证词怎么办？一个小丫鬟恐怕也没有能力让另一个丫鬟给他做伪证，即便做了伪证，在这连番质问之下也该露出马脚了。所以最有可疑的便是只有一个证人的戴希言，他也有能力让自己的贴身丫鬟为他做伪证。通过我对戴希言的了解，他似乎对戴玄清这个武叔很有好感，而善事却对戴玄清没什么好感。若这对母女感情很好的话，我想他们不至于对同一个人有2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你的意思是戴希言与善事的感情并不怎么好？不仅如此，善事与戴子韵的感情也并不怎么样。我们要去戴子韵的坟墓开棺验尸，善事一句话也没说过，反而是戴希言主动跑过来了。善事他偷情一事已经泄露，似乎没有必要装着与戴子韵情深意重的假意。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善事连表面的虚情假意也不想要了，而戴希言却对自己的父亲十分敬重，母女俩的感情想必好不到哪里去，这点只要问一问，相信不难得知。不管他们感情如何，他们毕竟是住在同一个院子里的。善事与戴启华偷情日久，戴希言总能遇上1、2回。其他的丫鬟，善事的2个贴身丫鬟能拦着，但戴希言呢？善事的2个丫鬟拦得住吗？他发现了端倪，2个丫鬟拦不住，即便未能及时发现善事的秘密，心底里也都有疑惑。于是他为了一探究竟，只要趁着善事不在的时候，在正室里找到密道入口，他便是戴家第3个知道密道的人。我昨天从坟墓那边看到他之后，将这一切理清了，便怀疑到他的头上。
萧大人连疑犯都抓回来了，听说还搜到了证据，看来此案不日将破了呀。萧某只是找出帮凶，真正下手杀人的另有其人。只要让这个帮凶开口，那真凶定然无所遁形。萧毅闻言，吩咐一个衙役去将戴希言押过来问话。戴希言，你在什么时候知晓地下密道的？你只是帮凶，现在把你所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我等还能轻饶你。若不然，休怪本官对你动用大刑了。戴希言，你现在认罪，坦白一切罪责还来得及，否则的话，本官也护不住你啊。我没有罪。你还敢说你没罪？那你如何解释这密道的堪舆图啊？那些密道本官都没有走齐全，你怎么能画得出来呀？我偶然从祠堂那儿发现的。你什么时候发现的？5年前的某一天，在偶然间发现的。戴启华与单氏偷情的事，你知不知晓？是不是你将戴启华与单氏在一起的事告诉凶手的？他该死，他就是个禽兽不如的东西。凶手到底是何人？是不是戴玄清？不是吴叔，他什么都不知道。那到底是谁？快说！是杀害戴启华的人，是我自己。混账！那书房横梁上的鞋印明明是个男子的，本官今早便已询问过，你的鞋印没那么大，绝对不可能是你。事到如今，你还想隐瞒吗？戴希言，本官给你机会坦白，你却不肯如实说来，实在是冥顽不灵啊！那你就快说，凶手究竟是何人？戴希言，本官倒是要看看是你的嘴硬还是刑具硬。你们都是畜生，畜生！戴启华他该死，他算什么大伯？我恨不得亲手挖了他的心，吃了他的肉。你们这群狗官，不能为我爹爹伸冤，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对我呼三喝四的？刘大人，有人来自首了，他承认自己杀害了戴君成和戴启华，连凶器都带过来了。你说凶手来自首了？大人，戴家2起命案的凶手今日一早便跪在府衙门口，说是来自首的。他双手还捧着一把匕首，捕快衙役已经将他拿下了。此时他人就在2堂等着诸位大人呢。自首的是何人？是管家马全的儿子马祥。怎会是他？府衙与县衙略有不同，即便是2堂也有很多划分。这件案子归刘通判主审，因此萧毅等人赶到刘通判所在的思过堂。小人马祥原是戴家的家生子，自幼便在戴家长大，只因心生贪念，故而借着戴老夫人噩梦之言，除掉戴家所有管事的主子。马祥，你说你是凶手，可有证据？莫不是想为凶手顶罪，故而前来自首？大人，那匕首便是我用来杀害戴启华和戴君成的凶器。至于3小姐，她什么都不知道，她是无辜的。那你告诉本官，你为何要杀掉戴君成、戴启华以及冯清？萧大人有所不知，像我这等家生子，一辈子都是奴才，有很多事情都是可望不可及的。我不敢一辈子为奴为仆，我想要成为一方人物，摆脱奴仆的身份，当人上人。那你也不必杀了你的主子。似你们这种家生子，只要好好侍奉主子，主子应该会放你们离开的吧？哪怕戴家不肯放，你们应该也有足够的钱财替自己赎身，不是吗？你们懂什么？我的母亲当初就被戴老爷子发卖了，一句解释都没有。做奴才的脖子上系着一根绳索，半点不由己，主子想怎样就怎样。你不是奴才的命，你根本就不了解啊！所以你不想当奴才，便将主子给杀了。不错，老夫人做了个噩梦，只要我依照这个噩梦把3位爷杀了，然后再杀掉老夫人，嫁祸给戴五爷，整个戴府就荡然无存了。哼，好一个狗奴才呀！你果真是胆大包天，竟敢如此算计主人家。但戴家已有晚辈，哪怕戴启华这一辈的男主子都死了，那些女主子还在，还有戴鑫、戴浩然这些小主子。戴家即便家道中落，你还是个奴才，运气不好还是会被发卖出去。如果真如你所说的，你不想再当奴才，那为何如今你的计划很顺利，却要跑来自首？那是因为我担心3小姐会说出她曾经把密道和单氏跟戴启华偷情的事告诉过我，你们一旦知晓，定会怀到我的头上来。与其被你们找上门来，还不如我自己主动自首，那样就不会祸及到我家人了。戴希言他什么都没说，
即便被我等大刑伺候，食指几乎被夹断了，也没有透露一句。他现在怎么样了？你们对他动了什么刑？他是无辜的，你们怎能对他动刑？你老实说来，到底谁是凶手？老子都特地来自首了，作案过程都已说得明明白白，为何还不肯相信我就是凶手？是不是非要我当面杀了你，你才肯相信？好你个狗奴才，居然敢这么跟本官说话！来人，给我拉下去，杖打30大板！2个衙役立即冲了上来，将马祥拉下去痛打一番。马祥一边挨打，一边破口大骂，挨了30大板。马祥，你口口声声说你就是凶手，可你所说的杀害主子，让自己脱去奴仆身份这种理由并不成立。你的杀人动机到底是什么？若是你说不出来，本官只能将你当成帮凶，或者故意顶罪的疑犯处理。我原以为此次前来自首，定然不会落个好下场，却不曾想你们一帮愚蠢至极的东西，真凶已经在你们眼前，可你们却向衙门揣测，真是可笑至极啊！你休要故弄玄虚，你没有杀人动机，本官一眼就看出来，你乃是为了某个人顶罪而来的。哼，蠢货！你练过功夫？不错，我自幼跟随家中的护院练了些拳脚，所以翻墙越壁对我来说轻而易举。你说你在戴启华的茶水里下了药，那药你是从何而来的？戴家是开医馆的，我作为戴家的小厮，偷一点药又有何难？萧大人在戴希言的房间里搜查出一些药粉，与戴启华茶水中的药一样，那药分明是戴希言给凶手的，你连这点都不知道，还想为人顶罪？不错，那药的确是戴希言给我的，但他并不知道我拿那药给戴启华服用，直到戴启华死了，他才怀疑我。他为什么不敢把你供出来呀？因为我威胁他，如果他敢说出来，我就说他是帮凶，而且我还会趁机杀了他。马祥，你在维护戴希言，你得知他被抓了，迫不及待的就过来自首认罪，你是想让府衙的人将他放回，是不是？我只是担心他受不住大刑，把我的事抖了出来。我既然已经败了，夹着尾巴四处躲逃不是我的作风，还不如直接认了。要杀要剐，悉听尊便。将戴希言带来，他知道真凶是谁，只要对他接着动刑，他肯定会说出真凶。我都说了我是真凶了，你难道耳朵聋了吗？本官想知道真凶的杀人动机，你说不出来，本官只好让戴姑娘来说。他若是不肯说，本官就接着对他动刑，直到他熬不住。你这狗官好不讲理！我都已经坦诚自己就是凶手，何必再为难一个愚蠢的姑娘？你喜欢戴姑娘，萧大人一提到戴姑娘，你就神情激动，生怕她受一丁点伤害。不，我怎么会喜欢一个娇气的千金小姐？你不知道就别乱说话。一直以来，我只是利用她而已。我就是真凶，他们都是我杀的，因为他们霸占了原本属于希言小姐的3张秘方，他们贪婪无比，罪该万死。如此说来，你是因为戴希言而对戴家3位主子怀恨在心，想杀了他们夺回3张秘方吗？戴三爷是个人中龙凤，了不得的大人物，戴希言小姐本应该是戴家最受宠的姑娘，可是戴家3位爷却因此嫉恨自己的兄弟，密谋将他害死。戴启华更是可恶，竟然还玷污了3夫人，简直令我作呕。他们其实都是拿着3爷的秘方才有今日，这个世道对希言小姐何其不公。我与希言小姐从小一块长大，我最清楚她的艰难处境，我得保护她不受迫害，为3爷讨回公道，为希言小姐讨回原本属于她的东西。本官记得2次案发时间替你作证的都是你的弟弟马瑞吧？我欺骗了马瑞，让他替我做伪证。混账东西！马瑞他不知道我去杀人，只以为我去私会，为了我的好事，他才主动为我遮掩隐瞒的。将马瑞传来问话。在衙役的传唤下，马瑞迅速地赶到了府衙。马瑞，你可知罪？大人，小人不知犯了何事，求大人明示。哼，9月29那天4时到5时，你在何处？在大公子书房外晒书籍，小人片刻未离，大人明鉴啊。那你兄长也在吗？我兄长同我一同晒书。你还想隐瞒？你兄长据以如实交代，今日便来府衙中自首了，你还想狡辩？啊？大哥，你全都说了。是哥哥连累了你。大哥也真是的，一早如实说了便是啊。你与3小姐情投意合，
哪怕戴家的主子看不上咱们，大哥也可光明正大的叫人知道你的一片真心啊。这偷偷摸摸的，既不能成事，也叫三小姐担着风险，何苦呢？他不单单是去私会三小姐，还去杀人了。啊？你仔细说说，2次案发之前，你兄长当时到底在不在你身边？他去了哪里？我兄长与我说是出去与三小姐见面了，他一直倾心于三小姐，一旦有空便去瞧一瞧三小姐。我已经为他掩护过好多次了。这么说，他真不在你身边了？不在，我也不知道他离开之后去了哪里。那戴启华遇害的夜里，是马强突然要出去的，还是发生了什么事他才出去的？本来都要睡下了，突然他说要去看看三小姐。不过以前也有这种事发生，我也习以为常了。不对，那天夜里应该是戴希言得知戴启华的行踪，告诉了马强，让马强寻到时机下手的。你们住在大房院子里，那夜守院子的人没见过戴希言，难道他是翻墙进去的？那一天夜里，三小姐来寻我，我们之前有约定，她若来找我，便以猫叫声传讯；我若是去找她，便以狗叫声知会。我们兄弟俩住在同院里，屋子后面就是院子外，因而三小姐一叫唤，我就听得一清二楚。那天晚上，戴启华又去单氏那里，三小姐来找我诉苦，我觉得是个机会，把三小姐哄走之后，便通过祠堂的密道潜伏到戴启华的书房之中，将他杀害。啊，大哥，你在胡说什么呀？你不是一直跟三小姐在一起吗？大爷和二爷是我杀的，他们一直欺负三小姐。哥，你真是太傻了。我知道，我不管做再多也配不上三小姐，但我真的不后悔。为了她，我做什么都愿意。你是为了她才杀人的，可你有没有想过，或许是她利用了你？不，一切都是我心甘情愿的，而且她并不知道我要动手，直到我杀了戴启华，她才知道是我帮她杀掉害死她父亲的仇人。她事先什么都不知道。马祥立即为戴希言辩解道，萧毅伸手打断他的辩解，让人把戴希言押过来，让两个人当堂对质。小姐，小姐，戴希言，可是你将迷药送给马祥了，让其在戴启华的茶水中下毒。你知道马祥要去杀戴启华，是不是？不是，他并不知道的，是我骗他要对付一个小地痞，让他给我研磨的。不错，我事先并不知道他要用来做什么。马祥，你是如何知晓戴君成要去收草药的？你连时间和行进路程都一清二楚，可你只是戴鑫的小厮，不是二房的小厮。可是三小姐提供给你的消息，不是，戴姑娘，你可喜欢这个家仆？喜欢。马祥啊马祥，你实在太愚蠢了，以杀人的手段讨好女子，你以为双手沾满鲜血之后，你就能博得戴希言的好感吗？他只会更怕你。单氏与戴启华偷情，为的是什么？还不就是戴家丰衣足食的生活？三小姐没有父母的疼爱，老夫人对她也十分冷淡，在这个府邸里，只有五爷对她另眼相看。等以后她要出嫁了，又能相到什么好人家？三爷天宗之子，年纪轻轻便写了3丈秘方。三小姐本应是戴家最有福气的女子，可现实呢？戴家都是一群白眼狼，吞噬掉三爷的硕果之后，还对三小姐苛刻冷淡，简直丧尽天良。尤其是那戴启华，还时常对他颇有异样的心思，看着就叫我恶心，时常都担心着他会对三小姐伸出卑鄙肮脏的手。虽然马强是痛下杀手的凶手，但戴希言，你却是知道整件事情起因的人，你可愿意把事情的始末都如实说来？得从3年前开始说起。戴希言在无意间发现了单氏与戴启华偷情，单氏是他母亲，他不敢往外说，只能帮着隐瞒。一次又一次，为了弄清楚偷情的男子身份，他到正室屋后去偷听，谁知单氏偷情的男子竟是他的大伯父。他趁着单氏外出时，找到密道入口，发现密道四通八达，最方便的出入口就在祠堂那边。他又花了半年时间，最终画出了密道的看舆图。有一次，他听到大伯说出了父亲的往事，得知是戴启华害死他父亲的。我怎么想都想不出他们要害死我爹的原因，除了那3张秘方，祖母早已知晓大伯与我母亲的事情，只是顾虑到戴家的声誉，故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知道我爹被大伯二伯他们害死，不，他既然知道密道，那他也参与其中，
跟大伯他们一起害死了我爹爹，所以他心虚，他做噩梦，梦到我爹爹找3个兄弟报仇，找他报仇。他知道报应要到了。戴廷玉并不知道密道，他那房里的密道几乎被堵死，而且没有开启过的痕迹。你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你怎知道他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作不知道？他只是不敢塞进密道罢了，怕我爹的亡魂在里面等着他。萧大人，那此案该如何审判？凶手知晓人体气脏所在，剖腹时避开划破肠子，挖心时也特地把整颗心脏都挖了出来。难不成你私底下有练过？我在戴家当了这么多年的家生子，对医术多少有些认知，只要把胸口的洞挖大一点即可，而剖腹取肠就更简单了。在下刀子时，只要别用太大的力气，就不会划破肠子。刘大人，马翔所述尽皆符合凶手的特征，而且有作案的时间，杀人动机原由他人而起，本官私以为可以将其定罪了。戴希言又该如何论罪啊？三小姐是无辜的，她什么都不知道，一切都是我一人所为。戴姑娘，本官问你2个问题：一，为何你的房间里有迷药？你一个女子私藏这些东西作甚？我。2，马翔刚刚说他是之前就从你那里得到了迷药，而戴启华遇害那一夜，你发现戴启华与善氏偷情，便去寻马翔，以猫叫声将马翔唤出。马翔恐怕不知晓你寻他是因戴启华与善氏又在偷偷相聚，他匆忙出来见你，事后又未回去，又怎么会携带有迷药？这迷药是我随身携带的。3更半夜，马瑞都说你们准备歇息了，你还随身携带着迷药去见情人？我那是随时准备着杀掉戴启华。是你自己携带，还是戴希言给你？你自己心里最清楚不过，倘若有人喜欢你，则不会教唆你去杀人，让你犯下命案。戴希言，你在戴府的遭遇，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是谁对你伸以援手？如今的你与你所憎恶的那些人又有什么区别？你也不过是个自私自利的奸诈小人罢了。邱大人，此事真与小姐无关，都是小人所为，是小人自以为是，想要获得小姐青睐，故而犯下这件大错，求大人明鉴。戴姑娘，马翔杀了3条人命，活不了了。或许今天就是你最后一次见到他了。戴姑娘就没有什么话要跟他说的吗？对不起。没关系，我愿意。是我错了，是我教你去杀人的，我不要你死，我错了。小哥哥，你为什么要来？你若不来，只要我不说，他们根本就查不到你头上的。他们会打你的。我能忍下的。大人，3个人都是我杀的，三小姐只是给我提供了些药粉，此事与她全无关系，求大人开恩。不是我才是主谋，我恨透了那些害死我爹爹的人，所以恳请马翔为我父亲报仇的，他是听我的吩咐行事的帮凶。诸位大人，要杀要剐，我马翔绝无2话，但请对三小姐轻罚。她是个可怜人，本性善良，实乃戴家众人恶贯满盈，还请宽恕1、2。戴希言有怂恿哄骗马翔的嫌疑，可最终还是马翔下手杀了人。戴希言或可处个驱使他人行凶的罪罚，况且他也着实可怜，若不是戴子韵被害死，他也不会有这些恨意。刘大人是主审，一切听从刘大人的判决。下官还有些事，告辞。5时初，有小厮前来禀报，戴玄清求见。多谢大人为我戴家破获了凶手。这是本官的职责，你来找本官有何要事？草民想见见侄女。就只你一人吗？还有大嫂、2嫂、3嫂，4个，2个侄子，以及管家。也好，该来的总要来的。紫云，你若是不累，就随本官一同走一趟。希言，你这个小贱人，居然敢杀你大伯，你怎能这般狠心？为什么你要杀你二伯？他到底做错了什么，以至于你要痛下杀手？他和大伯一样，私底下谋害了我爹性命。你怎么知道我爹谋害了三叔？你可有证据？哼，我爹的3张秘方，如今不在你们手头上吗？医馆里的药都是老夫人和大伯亲自把关，你二伯只是负责买卖的罢了。说到底，你也没有证据证明我父亲害了三叔，只因做了一个噩梦，你就让马翔杀了我爹，你怎能如此狠心？如果二伯是无辜的，
那祖母为何做噩梦？二伯就是第一个被杀的。这我怎么知道？祖母做噩梦，那能有什么道理？我平时也做噩梦，难道做噩梦便是有人冤死来报复了？怒吼无济于事，人死不能复生。我只想说一句，马祥，我待你如亲兄弟，你为何要杀我爹？秦华是的亲生父亲呀！三嫂，你在胡说什么？战士，你疯了！这话也能随便说的？你在骗我？这不可能！爹爹潜心研习医术之前，你就已经怀上我了，我是戴子韵的女儿。三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三哥他天生就有隐疾，无法人事，他生不了孩子。不，这不可能，不会的，你骗我！为什么是启华？为什么老二和老四你都不选？为什么偏偏是我的夫君？是他先来找我的，当初我也是被逼的。我至今还不知道是他自己起了兽心，还是婆婆出的主意。我只是一个柔弱女子，夫君无法生育子嗣，我除了从命还能怎么办？你一从命就从了10多年，贱人，这10几年来三弟都死了，你们却还做出这种勾当，难不成你再怀上时还能说是三弟的种？也不怕丢人现眼，抢了我夫君还有理了？不然我能怎么办？三爷死了，我们孤儿寡母无依无靠，婆婆又将我视为不堪之人，我不靠着傍着大爷，往后的日子怎么过？你们别吵了，我不想见到你们，你们走都走。战士，戴子韵真的无法生育。是的，公公一直给她诊治，只是没有医治好，后来她服了乱七八糟的药，状况越来越差，最潜心学医，想早日治好自己的隐疾。戴子韵闭关研习医术前，可知道你与戴启华的秘密了？别说了！难怪大伯对你这么好，原来他知道你是他的女儿，他无法与你相认，对你心怀愧疚，从而加倍对你好。没想到你反而把他给杀了。你说够了没有？没说够！你们大房和三房的破事，与我们二房有何干系？这丫头把我爹害死，还不许我说上两句？你这个狐妹子，看看你生出来的好闺女，连亲生父亲都杀了，她还是人吗？杀大爷的是我！你这畜生，我恨不得一刀把你杀了！你给我跪下！爹，孩儿不孝，连累您老人家了。你父亲养育你这么多年，可不是想听你这一句话的。儿子自知说什么都没用，还请父亲保重身体，切莫生气伤身。萧大人，让你看笑话了。我们有些话想私下问问三丫头，不知道大人可否行个方便？不方便。要问什么，现在问即可。萧大人，四哥是想问严丫头，可知道3张秘方的事？大人，我娘亲受了惊吓，如今神志不清，稀里糊涂的。戴家的医馆都是靠这3张秘方经营的，要是没有这3张秘方，那这生意就没法做下去了。这与本官无关，你问他便是。三丫头，那3张秘方你可知道在何处？阿香，你可知道3张秘方在什么地方？3张秘方难道不在你们手里吗？你们害了三爷之后，不是平分了吗？放屁！我从来没有害过三哥，连三哥在哪里研习医术都不知道，怎么害他？四哥，三哥就在密道之下遇害，那密道也连通了你的卧房，你过了这么多年，真的一无所知。你什么意思？你也觉得是我害死了三哥的？哼！你一个庶子，我们戴家的事，你少来掺和。艾希言，你快给我如实说来，那3张秘方到底在什么地方？哼，我不告诉你，戴家的医馆要是开不下去，正合我意，让整个戴家的兴盛给我当陪葬，够了。三丫头，你现在还没有判决，还有挽回的余地。让你把3张秘方告诉四叔，四叔定为你上下打点，兴许还能留你一命。不要跟自己过不去。还有你娘，难道你忍心她孤苦无依吗？你就笃定他知道3张秘方在哪里？3张秘方最有可能在戴启华或者老夫人手中。戴启华是被下了药之后被杀死的，他至死都没有说出一句话。戴姑娘如何知晓3张秘方的所在？那有可能他之前就已经偷到了3张秘方呢。那戴启华或者老夫人就应该发现秘方被偷了。你们之前可有听到这方面的蛛丝马迹？而且谢姑娘若是拿到了3张秘方，那说明3张秘方就在一块儿，并非是分散给你们兄弟3人，他就应该知晓你们3兄弟合谋害死戴子韵是不成立的。若四哥手头上没有秘方，那3张秘方应是在母亲手上的。
大哥他也无法左右母亲的意思。可母亲如今这个模样，只怕他也说不出到底藏在什么地方。只能回去搜了。医馆那边已经开始缺货了，再不找出秘方，声誉必定要受损。戴家接连发生命案，本就受了不小的挫折，要是这3张秘方丹药也提供不少，那可真就……哼，你们谁要谁去搜好了。总有一天，我会写出比肩3书的秘方，不稀奇。戴玄清，是你误导戴希言，告诉他戴子韵被3位兄弟合谋害死的事儿，是不是？不是。自三哥死后，我心里一直不痛快，觉得三哥的死有蹊跷。虽然我只是学了点皮毛，可我也能看得出三哥并非是中毒而死。后来希言渐渐长大了，这丫头与我亲，我也十分喜欢这丫头。有一次我无意中提及三哥的死因，三丫头刨根问底。你当时就猜测是他们兄弟3人害死戴子韵，并且告诉了戴希言，让他误以为真。我当时怀疑的是二哥，二哥为人圆滑，行事周到，看着也不像是会谋害自己亲弟弟的人。这些都是我的猜测，没有任何证据，只是随口与三丫头说起的。哪曾想啊，戴玄清是什么时候告诉你戴子韵为人所害？神是我杀的，马祥是受我所骗，案子至此已经结了，大人何故还要询问这些往事？还有意义吗？有，此案还有隐情，连你这个主谋都只知晓1、2。戴玄清告诉你这事儿的时候，你是否已经知晓戴启华和单氏的秘密了？戴五叔告诉我这事儿时，我已知晓他们的丑事了。正因为我知晓戴启华与母亲的事情，所以五叔提起爹爹的死另有蹊跷时，我十分在意，想问清楚。老夫人很不喜欢你。大人明鉴，母亲确实不喜欢我。你不愿意分家？为何不愿意分家？父母在，不分家，这是圣人所云。你以为这种鬼话能唬得住本官？你不分家，是因为其他的缘故。大人，你想差了。我不分家，是因为我知道戴老夫人不会同意分家的。戴家上下都是由她说了算。她的确不愿意分家，但她应该很乐意把你分出去单独过。她很不喜欢你，若不是为了名声，她早就把你赶出去了。如果你提出分家，她会毫不犹豫地同意将你分出去。她从未把你当成孩子，恨不得将你饿死。这样的长辈，寻常庶子想也不会愿意亲近。你敢跟本官说你是因为孝顺，所以不肯分家？那大人以为呢？若本官所料不差，这与你的亲生母亲有关。我娘亲已去世了16年，怎会与我娘亲有关？戴老夫人不喜欢你娘亲，你娘亲，你的外祖父太过厉害。本官一般属下打听到一个消息，戴老爷子之前的医术平平无奇，可娶了你娘亲不久，他的医术在短短时间内就突飞猛进，治好了许多疑难杂症，博得了美名。这大多是嫉妒公公、奚落公公的说辞罢了。医术是日积月累、慢慢修习而来，可好几个经历过此事的老人都有着共同的说法。你公公的医术的确是在短时间之内就进步神速，这是什么意思啊？本官在京城时曾有幸见到许多孤本，不过很遗憾的是，有一本失传已久的奇书，本官未能一览，只知晓里面记载了许多有关医术的秘方学识，其中就有关于断臂再续、玄之又玄的奇门医术。世上还有如此神通的医术？有没有这般医术，本官并不清楚，但本官知道的确有这么一本医学奇书，引得信陵大夫趋之若鹜。难道这本医书就在七世的父亲手里头？七老汉病故之后，七世又嫁与七老爷为妾，那医术奇书岂不是进了大夫？不错，戴老爷有了七世和医书的相助，威名远播，药到病除，从而让大夫渐渐有了如今的规模。说到底，如今戴家的兴盛，七世功不可没，反观窦氏却是因为戴家兴盛才有了如今的风光，此前一直是一普通妇人罢了。你娘亲逝世前，你有10岁了，你是她唯一的孩子，她定是把医术奇书的事儿说与你知晓了。回大人，我娘亲未曾说过此话。你得知这事之后并未声张，想暗暗将这本书夺过来，这本来就是属于你的，理应回到你的手上。于是你找上了戴子韵。戴子韵当时很有医术天赋，在你娘亲逝世之后，你发现戴子韵经常独自研习医术，而且年纪轻轻就写出了3张秘方。这3张秘方可是连许多御医都未必能够写出来的珍贵方子，一个17岁的少年怎会有这般天纵之资？
除非他是在医术奇书上面摸索出来的。你知道医术奇书在他手中，所以你就试图去亲近他，讨得他的信任，想要从他手上把医术奇书夺回。哼，大人说的这般精彩，可有证据？戴子韵的确得到了医学奇书，他想要研究刀疮医学，但这血淋淋的研习恐怕不为府中他人所能接受。于是戴老爷大兴土木，在戴府下面修建密道密室。从此戴子韵与戴老爷在密室里进行刀疮医学的研习。先是各种小牲畜，如兔、猪、狗、猴子，他们父子俩将研习后死掉的牲畜丢在了河道口那边的密道处。因而张推官上次走了一趟，遇到很多残骸碎骨，这些牲畜并不能让父子俩有长足的进展，于是他们打起了死人的主意，这才有了戴子韵托付牢头将罪犯的尸体卖给他，研习医术一事。可是死人的皮肉失去了生理性质，无法研习刀疮。通过死人，他们知晓人体的构造、皮肉的深浅、器官的位置，例如肠子的位置、心脏的位置。这些都只是萧大人的推测而已，即便事实就是如此，那又如何？与我何干？谢仵作刚刚说了，死人是研习不了刀疮的，想要继续研习，只能寻找活人。哪儿来的活人？戴府重修之后，府邸里一大批仆人都被发卖了，这些仆人全都发卖到了他乡异处，想找都找不到，裘大人不妨去找找。哼，查过了，都没了踪迹。你的意思是，他们不是被发落，而是……戴老爷的坟墓特别大，里面恐怕不止埋了1、2人，只要挖开，或许能发现更多的尸骸。不可能！然后呢？本官要的答案呢？13年前，戴老爷突然逝世了，而不久之后，戴子韵闭关潜心研习医术，再露面便是一具死尸。本官推测他是被囚禁，而且就在戴老爷死后不久。谁会囚禁他？为什么囚禁他？戴老爷一死，戴家的家业便由戴老夫人掌管，戴启华和戴君成从旁协助。府邸里的人都是由老夫人发卖的，他是帮凶，帮着父子俩杀人。戴老夫人知道密道，因此她是当年的知情者，她可能是帮着父子俩研习医术的。但戴老爷死了之后，戴子韵还想继续研习，戴老夫人却拒绝了。为什么不让他继续研习？难不成这个老婆子觉得杀人太多，所以不想再造孽了？因为戴老爷死了，戴府需要一个人支撑起来。戴继华医术一般，只有戴子韵可以支撑起戴家医馆。可戴子韵他已经沉迷于刀创医术的研究，不肯停手，更不愿搭理戴家的生意。他无法生育，孩子都是戴启华和单氏偷情所生。戴家的兴衰，他已经置之度外了。如果真如你所说，他们父子俩曾经以家中仆人作为研习医术的对象，那一对铁环的作用……戴子韵是被囚禁致死的，如果身上有什么伤口，你也不会说他是饿死的了。戴老夫人虽然囚禁了他，但想必不会苛待毒打他，他不可能受伤。可铁环上的斑斑血迹，这是其他人留下的自豪证据。铁环曾经囚禁了其他人，他想继续研习，就得继续杀人，而且是杀红了眼。戴老夫人在这时害怕，于是和戴启华一起合谋，将他囚禁在密室之中，由戴启华喂养着他，直到8年前，二人各有缘由离开了戴府，疏忽之下导致戴子韵无人喂养，活活饿死。这些都是下官根据目前得到的线索推测出来的，跟真相可能有些不相符。千户大人认为呢？哼，只比完全没有章法要好一些。而你一直想拿回这本属于你娘亲的医术奇书，所以不愿意分家。只是戴子韵死后，你不知晓这本医术奇书到底在谁的手中。经过多年的摸索，你认为医术奇书在戴老夫人手中。想要拿回奇书，你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掌控整个戴家，慢慢搜查。证据呢？证据就在戴老夫人身上，你暗中做了手脚，让她不断的做同一个噩梦。你真当自己做的天衣无缝？你才是此案的主使者，主谋背后的真正主谋。来人，去戴家搜查证据，彻查戴老夫人的院子以及戴玄清的院子。记住，本官要掘地3尺。求千户，你莫要听他一面之词，他只是一己之念，凭空臆测，做不得实。哼，是真是假，查一查就知道了。倘若萧县令只是红口白牙污蔑你，
本官绝对会为你做主，你放心好了。本官昨夜去你房中搜查，见房中有大量医书，说明你在学医。本官一听闻你略通医理，不过医术并非靠着看书就能学会，你是跟谁学的？你又是个闺阁女子，总不能是跟外头的大夫学的。是五叔教我的，五叔的医术比大伯、比戴启华有过之而无不及。你医术不凡，但却刻意伪装成考取科举的学子，麻痹戴家众人，不愿意离开戴家单独过日子，必有图谋。此是本官怀疑你的第一点。还有一点，便是你自己说漏了嘴。我说漏了嘴？你说戴子韵是饿死的，你如何得知？我略通医术。你多次提到戴启华十分戒备他人探听戴子韵的死因，你如何能在他的戒备下褪去戴子韵的衣裳观看个仔细？即便你褪去衣裳仔细观察，只是略通医术的你，如何能断定他就是饿死的？这作为一名仵作，从死者表面征象观察，很难判定死者是死于饥饿，必须得剖腹检验胃部、大肠等做出判断。有多种疾病致死的表面征象与饥饿致死无太大的差异，难以从表面进行判断。医道中虽有望闻问切的说法，但你当时只得18岁，只是望上几眼，便能做出如此准确的判断。因此，本官当时就推测出2种可能：要么你与戴老夫人戴启华是同党，知晓一切内情；要么导致戴子韵活活饿死的人就是你。五叔，真的是你？这一切都是你事先谋划好了的？以戴启华和老太婆对戴玄清的态度来看，他们不可能是同谋。戴启华和戴老夫人既然要离开，那必定事先给戴子韵准备了充足食物和水的。他们没有道理要在5年后才饿死戴子韵，除非有人将戴子韵的食物偷走了。戴玄清，你好狠的心！既然有天机营卫去搜查我的院子，那我也如实说与你们知晓罢了。萧大人，你的确很聪明，你说的不错。我外公手头上有一本医术奇书，后来被我娘带进了戴家。关于戴家的事情你都说中了，但是关于我的事情，你却从一开始就说偏了。你说过，我娘若要护我，就会将医术奇书的事告诉我，而我为了这本医术奇书开始杀人。你错就错在低估了我娘亲，她在临终之前将整本医术奇书都默写了下来，偷偷交予我了。我根本就不可能为此而去害人，蠢货！大人，我们在戴玄清的书房中发现了这本医书。监护大人，这便是我娘亲默写下来的手抄本。草民时常翻阅，这些年日积月累，这才颇通几分医力。哼，萧大人对戴家往事了如指掌。戴子韵为了研习刀疮医术，嗜杀入魔，老太婆不得不将她囚禁起来。我之所以知晓戴子韵的死因，只不过是偶然听到他们母子密谈罢了。你以莫须有的杀人动机污蔑我，亦将戴家众人除之而后快，暗示戴希言买凶杀人，哼，简直荒谬至极。我之所以不愿分家，只不过是不想出去另立门户，艰苦为生罢了。窦氏虽不待见我，但为了戴家声誉，他也不能将我如何。分家之后，我若以医术立家，老太婆势必要打压我的，何必自讨无趣？这不是你的错，你能从蛛丝马迹中推测出戴家的过往，全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已经殊为不易。此案的主谋和凶手是戴希言和马翔，戴玄清只能算是无心之失，在戴希言面前说了不该说的真相，让戴老夫人一直做同样的噩梦，这又该如何解释？敢问萧大人又是如何解释啊？你说是我做了手脚，可我如何做的手脚？难不成我还能请来恶鬼进他梦里捣乱？若是能成，我请三哥去他梦里更让我解气。监护大人，之前你可答应了草民，若是萧县令污蔑草民，你可是要为草民做主的。让问监护大人要如何惩处空口无凭污蔑草民杀人的萧县令？这时又有天机营卫送来了消息，戴廷玉等人在戴老夫人的佛堂里面搜到了一本书籍，里面还夹着3张方子，正好被他们截下。这应该是我娘亲带进戴家的那本医术奇书，不过于我而言并不甚用处了。哼，监护大人是打算就此结果也罢，萧县令终究是个父母官，没得让一方父母官向我以平头百姓道歉认错的。戴希言猛地朝着身后的墙壁一头撞了过去，
霎时吓了一跳。李小乙叫来狱卒，迅速的开门救治。戴雪清，你精通医术，快来救他！他一心要寻死，救治何用？况且他犯下的大错，迟早难逃一死，还不如让他干脆的去了。黄泉路上给大哥认个错，父女俩也算团聚。哼，监护大人，你呢？你该如何为草民主持公道啊？小县令，你空口无凭污蔑他人，本官命你向戴玄清赔礼认错。戴玄清，你太骄傲桀骜了。若你认下因医书而害人，还能护住你的妻儿，如今你连你的妻儿也保不住了。你在说些什么？我听不懂。听不懂没关系，本官告诉你，你潜伏戴家15年，谋害戴家诸人，不愿分家离去的真正目的，戴老爷15年前无故修建密道，用于逃生的真正目的，楚王秘宝。戴老爷曾经救治了一名贵人，这位贵人的身份却是个谜。下官仔细询问了时间，得知戴府的密道是在楚王谋逆不久后开始修葺的。哼，戴家只是给楚王的人治了个病，表面上并无往来。若有表面来往，只怕早已被连根拔起。所以本官认为，戴家私底下是楚王的势力，是楚王的暗桩。只不过这个暗桩来不及发挥作用，楚王便被诛杀了。可戴老爷担心自己与楚王勾结的事被发现，因此才在得到消息之后又舍不得逃离，于是便想到挖出一条密道，在关键时刻逃生。戴玄清，你欲要害死戴家诸人的目的，既然不是医术奇书，那应该就是为了楚王秘宝。萧大人此话可有依据？若只是你的凭空猜测，那草民可不服。你方才不是说了吗？你是无意中偷听到戴老夫人与戴启华的谈话，这才得知戴子韵的死因。难道你就没有偷听到他们几年前重修祖坟的秘密？戴老爷的坟墓应该重修过，墓石看着比戴子韵的要新很多，但是戴家下人却不知情，只有戴启华知晓。小姨，秘宝在哪里？戴老爷的坟墓地下有个空荡荡的地下室，但未寻到秘宝。楚王秘宝曾经藏匿在戴家祖坟之中，既然如今不在了，要么就是被戴玄清盗走了，要么是被反王余孽带走了。大人，草民什么都不知道。草民若是盗走了秘宝，又怎么继续赖在戴家不走？你这话的意思，你赖在戴家不走，就是为了寻着秘宝？草民不是那个意思。你继续留在戴家不走，有两种可能：一是你觊觎秘宝，但却不知道秘宝在何处，所以还在摸索之中；二是你或许就是楚王的人，如今留下来继续为楚王效力，成为楚王余孽们的暗桩。萧大人有证据吗？没有证据，你就想定我的罪责吗？本官方才已经说过，证据就在戴老夫人的身上。哼，不管你是觊觎秘宝，还是楚王余孽，都跟本官回去仔细分说分说。求大人，草民真的是冤枉的，草民不知道什么秘宝啊。小姨，戴玄清固然可疑，但你也得让他死得明白。戴希言，你应该还能听到本官的声音吧？这医术奇书上记载有一种奇香，由曼陀罗花淬炼而成，可使人心神恍惚，神志不清，飘飘然如仙，恍恍惚若醉。戴玄清就是用这种奇香，令戴老夫人神志混乱，才通过密道潜入戴老夫人房中，搭配书上这种匪夷所思的手段，将噩梦的内容说与她听，令她恍惚中勾勒出一幅幅地狱恶鬼行凶的梦想，从而屡次作此噩梦。那竟然是迷幻药和催眠术双管齐下。世上竟有如此奇怪的医术，难怪称之为医术奇书啊！戴玄清，你手头上既然有这本医书，医书上又有此种手段，让戴老夫人屡次做同一噩梦不成问题，只需要在你房中和戴老夫人院中搜查有无此奇香，便可证明你有无嫌疑。有这香，那你如今可能告诉本官，为何要让戴老夫人屡次做此等噩梦？我本想以释严灵的办法让斗士说出秘宝所在，但他或许并不知晓秘宝一事，不管怎么问都问不出来。我想起了戴子韵被囚禁之事，便逼问他为何囚禁戴子韵，结果与大人的推测一般无二，与秘宝无关。于是他看中了戴希言，借用睡颜灵的方法，让斗士连连做噩梦，再暗示戴妍希，让他误以为戴家三兄弟杀害了戴子韵，他
他得要为父亲戴子韵复仇。一切的真相便是这般。草民虽然机关算尽，但未想到秘宝就藏在我娘的坟墓底下。草民更未想到，原来秘宝早已被楚王一脉搜刮走了。大人，草民自知罪孽深重，但我妻儿子女是无辜的，他们什么都不知道。草民也并未得到秘宝，恳请大人饶他们一命。虽然他们与此案无关，但是你谋算的是逆贼的秘宝，危及朝廷。萧大人已经给过你机会了，是你不知所谓，狂傲无知。如今再来求饶，岂能宽饶？萧大人足智多谋，玄清自叹不如。玄清自问死罪难逃，人幼子盈盈，何其无辜啊！恳请大人给幼子一条活路，玄清感激不尽。你的儿子无辜，那他们呢？你利用他们的时候，可有想过他们也是无辜的？如今的你又有何资格为妻子儿女求情？你这般心机深沉，难道做孽前就没有想过会不会祸及妻儿？你根本就没有为他们着想过，如今才来求情，显得你重情重义。小姨啊，既然你这么聪明，那你跟本官说说，这些秘宝都被运送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不是下官能触碰的，下官不敢过问。若非今日到这牢狱一趟，谢子云绝对想不出戴家私底下竟然有这么多的秘密，宛如深厚的牢狱，漆黑的令人发怵。你知道此案的真凶是谁吗？是贪婪。萧大人啊，适才求前后一脸不悦的离去，这牢狱里发生了何事啊？萧某稍后拟好文书送与二位大人，二位大人观览之后，必能知晓此事的前因后果。无事过矣，下官还未用膳，二位大人不知可否稍待？那萧大人先去用膳，我等二人自去狱中看看。听闻戴希言触墙而死，死状甚惨，本官身为主审，不可不查呀。要不我来替你写这案情的文书？甚好，我念，你写，字可都识全了。不懂的你教我写就是。那我可握着你的手教你写字。你念吧，我开始写了。此案纵横之繁荣，应从戴府之初画起。刘通判两人通过萧毅送来的文书，已知晓了前因后果。如今证据确凿，真相也水落石出了。可是此案涉及到楚王秘宝，牵扯众多，他们二人又不明白裘千户的心思，不敢对戴玄清妄下判断。两人商量一会儿，最终决定还是找知府彭大人请教一二。彭仲康听完，沉思片刻，决定以戴希言和马祥合谋害死戴家三人落案。至于戴玄清此人，则全权交给裘大人去处理，不予理会。刘通判和张推官得了彭仲康的示意，很快就拟定了判决。戴希言已经死在牢狱之中了，刘通判只给他定了个罪名。马祥作为杀人凶手，被判了斩首之刑，等刑部审批下来即可行刑。府衙的审讯至此落下了帷幕。三位辛苦了，此案能得以告破，全赖三位废寝忘食缉拿。本官今晚设宴为三位庆贺，三位给本官一个薄面才好啊。午后，萧毅带着谢子云在锦城里走马观花闲逛，沿着街道两边观赏锦城的风土人情，顺便买些好吃的糕点带回去给高云霄和敏慧。萧大人此次在裘千户面前长了脸啊，正是大展宏图之机，定要谨慎行事啊。多谢大人指点，萧某自当谨言慎行。本官打算将你的功绩上报吏部，又有裘千户为你作证，你且耐心等待喜讯。恰逢刘通判即将调任，通判一职悬而未定啊，说不定你有机会到府衙上任。但你莫要心生焦躁，你今年方入仕，资历尚浅，还需多多磨练。少年得意者不在少数，能历经风雨后依旧稳稳当当的却不多呀。下官知晓，只是周潭县如今欣欣向荣，下官想再治理些许时日，待百姓安居乐业，再图谋仕途不迟。如此也好，不过你有功劳，本官就是不报，裘千户也会为你记上一笔。只是你的性子太冷清了些，最是容易得罪他人，你要切记切记啊。
2天后，马车回到了周潭县。你可算回来了，我都快郁闷死了。这家伙还说周潭县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全是骗人的，一点也不好玩。下官见过萧大人。段县尉无需多礼，可是有事。之前是因为搜查黑衣人，他们才特地调遣到此地，但如今黑衣人没有任何下落，周潭县又十分平静，段县尉便想回锦城去。大人，士兵需要操练，在这周潭县没有合适的地方。本官虽然隶属周潭县，但眼看就要到深冬时节，士兵们需要冬衣，锦城那边的大军营都有准备啊。段县尉此举亦是为了士兵着想，既然周潭县危机已除，那段县尉便回锦城去吧。哼，萧逸逸，你这甩手掌柜的当的倒是挺欢的，听说在锦城里又破获了一桩大案了。案子哪有大小之分，人命关天，不分轻重，都是一样的。少来，听说你在天津营的千户大人面前都长了脸，还没你父亲的品级高。虽说如此，可我只是个师爷，你一走，这衙门里有很多事情我很难处理的。紫云特地给你买了些糕点犒赏你了。西北大营那边可有消息？有了。到西北大营那边的人事变动，关系错综复杂，他一个小小的县令得到的反馈并不多。那伙黑衣人应该是冲着侯一平去的，他们已然得手，想必是已经离去了。吴氏见到谢子云回来，立即招呼着谢子琪杀鸡，要给谢子云补一补身子。一家子忙碌了半天，炖出一锅浓浓的老母鸡汤水。去，把这鸡汤给萧大人送去。娘，要不你去吧，我去送鸡汤，我怕衙门人说我贿赂上峰。你只是个小衙役，没人会说你的。这一天，衙门中如同往日般平静，突然一行车队向着县衙而来，直接在衙门口两侧停下。那车队为首的一名管事急忙上前，说是萧逸的外祖家送来的礼物。萧逸出来一看，正是他外祖母身边的得力管事。表少爷，老夫人托小人给少爷带来的信件。王叔辛苦了，外祖母身子可还好？表少爷无需记挂，老夫人身子好得很。当初他决定要迎娶谢子云时，将此事告知了外祖母。外祖母得知之后，特地让人送来了这30车的物品，给萧逸办着喜宴。表少爷，这里面有下聘用的礼物，也有迎娶之时必备之物，老夫人都一一给表少爷列出来了，表少爷可自行核对。萧逸收下礼单，转身带往管事进衙门里面歇息，另外安排石头去处置这些私人物品。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都是贵重的东西，小心就对了。少爷的外祖家虽然不如老爷，可也是富甲一方的，外老太太又最是喜欢少爷，送出手的东西绝非一般。说的夸张点，只怕咱们这等人呢，一辈子都买不起一件的。石头小哥，你这可就有点瞧不起人了。好歹我们每个月也有将近1两银子的俸禄，干个10年20年的200两也不在话下，难道还买不起一件吗？都说是夸张一些了，你这人怎这般较真呢？罢了，我正好要对礼单，所有箱子都得开一开，正好叫你们看上一眼。石头打开之后一看，里面是一套头面，橙黄色的色泽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竟是一套做工精致的黄金头面。这一套头面看着得有50两的黄金，更甭提那精致的做工，恐怕要700、800两的银子才能买得起。萧大人原来是这么有钱的人家。箱子一个个被打开，由石头核对一遍后，又迅速关上。这群衙役还想再开开眼界，但是石头知晓人心难测，没有再继续让他们仔细观看，只催着他们搬进后衙里去。谢子云自从回来之后，就跟萧逸告假，没事儿不去衙门，留在家中练功。敏慧作为谢子云的师傅，板着小脸毫不留情地训斥着谢子云。还好谢子云吃得住苦头，而且身子也比较柔软，进展让敏慧十分满意。吃点苦头好，以后跟着萧大人四处查案，说不定还会遇到危险，学点武艺在身，多加提防总是好的。萧木头的武功还是挺不错的，跟着他应该没有什么危险。他再厉害也只是一个人，总有分身乏术的时候，我自己练上一些，能应付一些普通的贼人就好了。这个你放心，我一定会把你教的能够打10来个普通汉子，完全不成问题的。萧木头的武功那么厉害，你要是不好好学学，以后打不过他，可就要被他欺负了。姐，你知不知道，我在石头身边看到每一个箱子里面都是非常漂亮的东西，
听说是萧大人的外祖母送来给他下聘的，你说他会拿多少来咱们家呢？不管萧大人送多少东西过来，到时候我们都给你姐当嫁妆送回去。你好好的当你的衙役，不要想着这些，没得把心给长偏了的。你还小，这个家又没个男人，这么大一笔财富只怕守不住的，还是留在你姐手里，以后要什么跟你姐要就是了。萧大人的长辈送来很多礼物给他迎娶娇妻的消息，在这一天迅速传遍整个州潭县。一日，林媒婆收到了萧毅的口信，匆匆赶来衙门，进了一间侧房等候。看着周围的老妇，这些可都是州潭县里的兵人，彼此间都是如雷贯耳的死对头。萧大人怎么把州潭县的兵人都叫来了？这难不成是想整顿我们这些兵人？听说昨日萧大人的外祖家送来了不少东西，我看是萧大人准备要去谢家下聘吧。林姐姐可知晓一二？萧大人请诸位来，必然有他的意思，诸位姐妹们候着就是。很快，萧毅身着官服，拎着石头走了进来。今日请诸位过来，是想向诸位请教下聘的礼法。本官外祖差人送来不少物件，严明下聘所用，因而请诸位前来好好分说，以免有所遗漏差错。及众家之说，备好此番礼节，方显本官求取的心意。林媒婆等人知晓萧毅在此地没有长辈，凡事只能亲力亲为，于是这些媒婆都使出了所有本事，把下聘的细节一一说来，一人一句，说漏的立马有人补充。不到1个时辰的功夫，萧毅便将整个过程都摸索得一清二楚了，拟定好最终的下聘礼单。很快，萧毅挑了一个良辰吉日，知会了谢家下聘的日子。这日，天空湛蓝，万里无云，暖冬的太阳晒在人身上，暖和舒适。一行队伍在这个时候络绎不绝地从衙门后门中走出，向着谢家而去。来到谢家，吴氏让谢子云好好待在房间里，按规矩不能出来见男方。子云呀，以前婶儿对你不是很好，婶儿知道错了，你原谅婶儿可好？你三叔现在在家中不务正业，时常跟村里的流氓对痞，做些见不得人的事儿，再这么下去可就毁了。你现在神通广大，你帮帮你三叔吧，他好歹是你的亲叔叔啊。婶儿，你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自从你三叔把那个女人带回去后，我的日子就没一天顺心的。那胡妹子不但把你三叔迷住了，就连你奶奶她都听她的。她手里有银子，全家人都指望着她，全都来琢磨我一个。子云呀，你帮帮婶子，只要你三叔在衙门里面当个差事，以后日子渐渐好了，他就不会再犯这种糊涂了。你家相公都对你那样了，你还想着让他过上好日子？等他过上了好日子，恐怕就真的将你一脚踢开了。这事我帮不了三叔，萧大人是个正直的人，不会因为我的话而给他安排差事的。好你个谢子云啊，这么快就让萧木头给你背锅了？我说的都是大实话。过几日我带你去一处地方开开眼界。去哪里啊？保密。子云姐，萧大人待你真好，他送来的聘礼真多，院子里堆了99个箱子。还行，99个箱子在这州潭县算是独一份了。不过在京城里，这只能算的是中等偏上的聘礼，你可不要被这些聘礼给晃花了眼。我还指望着你对付萧木头呢，我是那么低俗的人吗？你放心好了，我还要让他给我送更多的好东西呢，没那么容易就被他笼络了。这才是我的好姐妹。外面特地置办了3桌酒席，谢子云不方便外出，何敏慧在房间里应付着吃完，萧毅等人才告辞离去。哎呀，老大家的，如今你们收了这么多聘礼，咱们老谢家可真是祖坟冒青烟，飞出个金凤凰了。哎呀，这么多东西，家里也放不下，若是淋了雨就不妙了，可真是愁死我了。林妹子可有法子？林婶苦笑道：哎呦，天色已晚，今晚叫上2个人看着，明天再想办法租借个地方存放如何？租借什么租借？老家距离这儿也不远，叫上几辆牛车来回跑几趟，拉走一半，剩下的一半往这3间屋子的角落里塞一塞就结了。这些东西我还没有来得及清点，先找2个靠得住的人看着吧。放心，我给你看着，保管没人来。三叔不用陪着爷爷奶奶回去吗？不用，他们回去就行，三叔留下来陪着你们。不用了，三叔你也回去吧，这里没有地方让三叔歇息的，你还是和他们一起回去吧。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不欢迎你三叔怎的？还是觉得你三叔不可靠？以前你三叔是对你们不太友好，但到底是自家人，还能偷你们的不成？你都快要出嫁了，怎么就不念一下娘家人的好呢？哼，我娘是寡嫂，三叔留在这里本来就不合适。
更何况，若真是有贼人来了，三叔未曾习武，也不顶用，还不如我这位朋友。老人家放心，像紫云三叔这体型的贼人，我一个人能打30个。天色不早了，我们就先回去了。以后还有什么事情，就让人捎个口信回去。自从下了聘礼，萧逸便把婚事放在第一位。他考虑到婚礼在衙门后院举办不太合适，得要购买一座别院才行。于是他把整个州坛县县城的空房子都看了一遍。几天之后，萧逸购置了一座小院，比谢家要大上1倍，但在这州坛县中又不怎么显眼，只是位置不错，便于上衙门和出城。马不停蹄的萧大人又去了铜爵寺，向主职询问了迎娶的吉日。根据2人的生辰八字推算，明年不利于2人成亲，得要等到后年。萧逸思虑到谢子云年纪不小，索性定在11月月底。走，我带你去一个地方转转。你怎穿成这副模样？嘿嘿，待会儿你就知道了。怎么，怕了？怕倒是不怕，其实我早就想要进去看看了，只不过我现在穿着女装，他们肯让我进去吗？你倒好，自己穿了一身男子衣饰，可以大摇大摆的进进出出。嘿，别急，我前几天已经跟里面的老鸨说好了，他们不会不让你进去的啊！你都跟老鸨会说了，我这还不是为了你吗？也很快就要嫁人了，我觉得很有必要在你出嫁之前学一学如何拢住男人的心。男人10个里面有9个是喜新厌旧的，要是拢不住男人的心，那男人迟早会出去找别的女人的。高师爷也会吗？他敢，他若是真那样做了，我就把他的命根子剁了。在大街上呢，小姐您注意一点身份啊。都说妻不如妾，妾不如偷，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他是图新鲜。算是吧。大多数夫人都是一脸正经端庄的模样，哪个男人看久了都会腻的。妾都不一样了，比妻子要温顺可人，会撒娇，会说一些甜言蜜语。青楼女子可就比小妾更加撩拨男人了。我不知道，我爹就我娘一个，而且他去世的早。至于我三叔，那的确是这个样子，但他自己也不是什么好鸟。萧逸和高师也不是这种人。哎呀，知人知面不知心啊！与其以后等萧逸变心了，还不如现在学一学那些青楼女子的手段。好，那我们去学习一下真正的御夫之术。对对，这是御夫之术，我喜欢这个说法。2人掩嘴笑着，从烟花楼后门偷偷摸摸溜了进去。事实证明，敏慧不是第一次来这里了。老鸨见到他格外的亲热，带着他们到2楼一间雅房中歇着。敏公子啊，你们在屋子里面好生歇着，我保证不会有人来打扰你们。至于你之前提出的要求，只需推开窗户便可尽情观望。把你们这里最好的姑娘叫来。这女子拥有花容月貌的姿色，且颇有教养。进来后便对着2个人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敏慧让他坐下说话，同时抛出一个主题：如何拢住男子的心。女子的叙述之中都离不开一个主题，那就是与客人保持若即若离的样子，让他得不到又觉得差一点就能得到。你说的很好，这些银子拿去花吧。我还有些小玩意儿能够帮女子笼络住男人的心，谢姑娘要是不嫌弃，便请收下。你认得我？最近萧大人的婚事人尽皆知，我们又怎能一无所知？谢姑娘不用担心，妈妈已经提醒我们，绝不会对外泄露一个字的。萧大人能为谢姑娘做到这个地步，定是打从心底里喜欢谢姑娘的。我们这些混迹风月之地的青楼女子最是清楚，一求无价宝，难得有情人，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谢姑娘是个有福气的，我衷心祝福您能够一生顺遂，与萧大人风雨同舟，也希望今晚所说的能够帮到谢姑娘。一日，萧逸便收到了消息，把高云霄唤至面前。发生何事了？怎这般神色呀？敏慧昨夜带紫云去烟花楼了。哦，慧儿一早就与我提过，她以前在京城还带我去过。别怕，没事的。我们很快就要成亲，你把你的女人看好，也能带回我的女人。再有下一次，我把你踢回京城去。慧儿不是那种人，顶多是去瞧瞧热闹，带谢姑娘去见识见识。我跟你说啊，你可别不识好歹，谢姑娘去了一趟烟花楼，到时候受用的可是你。这是我最近给你搜罗的小人书，你在洞房前啊，好好研究一番，免得到时候啊，在谢姑娘面前丢脸。我不需要。不需要？这种事顺其自然就好。这书里可是写清楚了，说是男子于此道一无所知，很容易让女子受伤的。
受伤之后的女子呢，就会畏惧这种事情。你舍得让谢姑娘害怕畏惧你吗？大人，什么事？花轿已经准备好了，请的都是老实厚道的轿夫，大人可要亲自去查检。本官处理完手头上的事务就去，你在门外稍等。这一桩婚事，萧逸十分用心，事事都要亲力亲为，所用的每个人都要亲自过目挑选。时间飞逝，眨眼便到了迎亲的大喜日子。哎呀，快点带上凤冠，新郎官都到门外了。环呢？怎么少了一只？头盖头在哪儿啊？谁看到了？辞别长辈之后，萧逸骑上高头大马，领着队伍往萧家走去。两边奏乐的吹吹打打，旁边还有燃放鞭炮的噼里啪啦响声，十分热闹。迎亲队伍进了萧家，周围又是一阵鞭炮声。谢子云与萧逸拜了堂，便被送进洞房。辛苦林使。大人，这合卺酒啊，要喝3杯，寓意3生3世不相负，相互搀扶，致白首啊。早生贵子。生不生啊？你生多少啊？一儿一女。依你。子云，2个哪里够啊？你要生一堆小木头，那样以后大木头欺负你了，就可以让一堆小木头来保护你。一堆小木头，那得有多少个？就他这身板，要他生一堆木头，那岂不是累死他？我凌晨丑时3刻就被叫起来了，可困死我了。我先去睡了，你自己看着办。你来了，你也来了。两人默契的点了点头，而后一同将耳朵贴在窗户纸上。你打算偷听到几时？小爱呀，范捕头，你怎么醉成这个样子了？其他捕快都还在找你呢，你上个茅房还走错路了，快跟我回去，咱们2个继续接着喝。哼，你们再来，可就别怪我拧烂你们耳朵。要是害怕，那来日方长，我们慢慢来。我不怕，就是有点紧张。我也是。你不用紧张，我就这样抱着你睡。结果李一被撩起，一只不安分的爪子探了进去。很快，说好只是抱着睡的萧逸露出了他的本质，一点一点解开了谢子云的扣子。子云，坏人，芙蓉帐暖，共赴巫山云雨。鸡鸣5更钟，玉床稍稍停罢了。可弄疼你了？不疼。那再来一次。已经9次了。那就干脆做个十全十美吧。你刚才还说9次意味着天长地久呢。想不到萧逸是这样的禽兽，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你找我有事要紧事？我能有甚事？只是想过来看看你昨夜睡得可香。本是早上来寻你的，云霄拦着，偏让我午后再来。好姐姐，好徒儿，你快跟我说说，昨夜里是个什么滋味？嘿，你再胡说八道，我可就不理你了。你要是真想知道，干脆今晚就去试试呗。好你个谢子云，你再胡说八道，我撕了你的嘴。那你问及男女之事时，一是毁自己声誉，不是吗？寻常闺阁女子哪个会问这滋味的？你莫以为我不知，昨夜你还想来偷听墙角，传出去，哼哼。谢子云，你个忘恩负义的，有了男人就忘了姐妹。我好心好意的来救你，免得你被香木头吃干抹净。你倒好，还埋怨我了。是，好姐妹待我不薄，快救我脱离苦海吧。晚了。3朝回门日，萧逸与谢子云携了一车礼品回谢家，谢家又是一番热闹。菜过5味，酒过3巡，众人说得正欢畅，外头石头跑了过来。少爷，刚师爷寻你回衙门，说是朝廷派了出征文书，让你过去。你在这里歇着，等会儿我忙完了再来接你。刚才听闻是出征文书，难不成萧大人要升迁了？萧逸接连破获了几桩案子，深得彭知府青睐，而且在周坛县里的政界也能略懂一二，升迁只是迟早的事儿。虽然我不懂这当官的门道，可是咱们周坛县的县令都是好几年才换一次的，朝廷的官员都是3年一考绩，做得差要被贬，做得好未必就能升，都是3年又3年的熬出来的。孙女婿这才不到1年，会不会有些不妥？放心，他那么聪明，真有不妥他自会避着的。估计是几位大人联手举荐了萧逸，这才有了升迁的好运气。他这是娶了你，才有这么好的福气。这才成亲3日就升迁呐，双喜临门呐，定是紫云给萧大人带去的好福气啊。
待到傍晚时分，萧逸来接谢子云。真升迁了？吏部那边没有太多说法，只让我年后去府衙里接任通判一职。在锦州城当通判吗？那太好了，我还担心要去别的地方呢。你说的是甚混话？姑爷去外地当差，你总得跟在他身边才是。我这不是舍不得娘亲吗？哎，这孩子叫我惯坏了，你别听他。日后不管要去何方当差谋职，夫妻两个都得风雨同舟，切不可劳燕分飞，断了连理。岳母大人安心，小婿心里有数。你想在岳母家中躲着，可你想过没有，万一我也留下来过夜，夜里叫岳母听到些许动静。登徒浪子，你还有完没完了？谢子云的五色身份被萧逸辞退了，他答应日后有案件第一时间找谢子云验尸，但不领五色差事。谢子云神清气爽，在院子里舒展了一阵筋骨，把这个新家打量了一遍。夫人，我就是随便看看。那我给夫人带路。就8丈大的地方，你还怕我走迷路了不成？不用你跟着，我自己走走看看就行。夫人，老爷升迁在即，很快便要去锦城任职，此地宅院您可有打算呢？若是要卖了，须得尽早准备。周潭县是个小县城，在这里购置房子不大可能升值，日后宅子老了还得修葺，若是不修葺，这卖出去的价格肯定不高。从长期来讲，这是一项亏本的买卖，尽早卖掉才划算。这屋子是咱们的新房，不能卖掉。我想着，我若留下来，给你娘和你弟弟居住。这宅子还不错，岳母大人和小舅子住进来，不至于没了人气，还能替你娘家省一笔银子。只能如此。那咱们去锦城之后，可有居住之所？通判一职，在锦城里仅次于知府同知，按朝廷的规定，应有配置的屋宅。你放心好了。只是仆人还需要置办，这点你先想想，需要多少，要哪班人？眼看就要年底了，年底也要置办一番。不懂的你就问问石头，外祖家要备置一份，因这相距甚远，应尽早送过去。你就是不提醒，我也有这个打算，只不过老萧家我拿不定主意。我已经写信告诉他了，但一直没有回信。那就送一份礼过去，做好咱们的本分，收不收是他的事。依你。年底前，新任的县令来到了周潭县，与萧逸忙着交接公务。因是年底，衙门里堆积的公务都要清点一番，因而衙门里十分繁忙。谢子云一边跟着敏慧学些武艺，一边询问敏慧关于大户人家的规矩。敏慧在这方面并不比谢子云强多少，倒是敏慧的丫鬟懂一些，教了谢子云一些规矩和礼仪。平淡朴实的日子一天天过去，很快就到了大年夜，萧逸就已经把吴氏和谢子琪一块接了过来。与此同时，高云霄和敏慧也来到这里，打算凑在一块过年。子云，那客栈本小姐不住了，以后就住你这儿了。住在客栈连沐浴都很麻烦。我早就想要叫你来这儿住了，只是担心你在这里住的不习惯，这儿可简陋的很。年夜饭还早，食材都由粗使婆子准备着。谢子云忙碌起来，他是年夜饭的主厨，各种食材都是他率先准备好的。萧逸和高云霄坐在厅堂里面下棋，聊一聊年后的准备。年夜饭在谢子云的安排下，丰盛又不奢侈，精美又不高调，叫众人吃得津津有味。吃完年夜饭，众人便守在一起守岁。怎么还没有看到烟花呢？周潭县没人燃放烟花，你要看烟花啊，得回京城去。烟花又吵又闹，还容易引起火灾，不放最好。待去了锦城，应该有人燃放烟花，到时候或许能观赏观赏。姐夫，明年我们能去锦城过年吗？若无变故，我便接你们过去。哎，不如我们放爆竹玩吧。这个有点危险。没事儿，这不是有你在吗？敏慧准备好爆竹，点燃引信后，谢子云立即盖上铁盆，迅速转身往萧逸奔去。可急急忙忙之下，他踩到裙子下摆，一个趔趄，整个人就往地上扑了去。光火时间，萧逸便扑到了谢子云身边，将谢子云拦腰抱起，悠然飘回屋檐下。砰！有趣有趣，等会儿我也试试。那我来点燃引信，你来盖铁盆。两人笑嘻嘻的再次布置爆竹与铁盆。高云霄用烛火在引信上晃了一下，转身就跑。敏慧见状，还以为他点燃了引信，盖上铁盖跟着往回跑。砰！敏慧吓得瞬间就扑到高云霄背上，潜意识把高云霄背后当成庇护之处。闹了一阵，爆竹也用完了，大家再次回到厅堂里面喝茶吃果脯闲聊。大年过后，萧逸须得去锦城赴任，按朝廷的规矩，地方官吏在元宵之后便得如常当值。
但萧烨还是去锦城打点宅院，交些公务，因而在年初5就得启程。岳母大人，此宅风水上佳，是小婿精心挑来的住所。本想与紫云在此常住，不想朝廷有调任文书，故而只得空出来。倘若此宅久无人居，小婿怕屋檐瓦漏，杂草丛生，鼠蚁一窝，遍地狼藉。还望岳母大人与七弟能帮我夫妻一把，居住此地，替我夫妻2人料理此宅，一应休憩，仆人开支。紫云早有准备，必不连累岳慈。你这孩子的心思我都懂，我住下来便是，指望你日后能够对紫云好些，我就不用你们挂忧。萧烨本想把房契改换成吴氏的名字，但吴氏坚决拒了。院子里2个粗使婆子也留了下来，萧烨让他们接着侍候吴氏母子。琐碎的事情都处理完之后，萧烨带着谢子云等人赶往锦城。高云霄和敏慧没有什么去处，跟着萧烨去锦城凑个热闹。锦城愈加繁荣，因是元宵未过，处处洋溢着过年的喜气，张灯挂彩，披红贴花，欢声笑语不断。看来这彭知府确有治理一方的本事。知府乃是一府之长，军政在握，若无本事，裘千户早就将他捅上去了。大约共有51个府，14个直隶州，这些地方的大官都是圣上的亲信，由圣上直接指派。若无些许本事，怎得圣上青睐？可比起京城还是差远了。按朝制，通判虽然只是正6品的官员，但所辖范围宽大，权力甚大，所以有单独配置的宅院。这刘通判可真够抠的。这已经是手下留情的了，说是再狠一点啊，干脆连这些花草树木都给拔掉，留个满目疮痍给你们。你们有能耐他如何呀？我能抽他？至于吗？这些花草树木看起来也不怎么名贵，能卖几个钱？不是钱不钱的问题，是你男人得罪了他，你们办案不带着他，害他这个主审到最后都被蒙在鼓里，这口气换谁能咽得下啊？夫人，宅院如此宽敞，可要置办人手啊。这2天咱们就不起灶火，在外头寻觅一些吃食对付着，待找得可信的老实人，各处安排妥当再说。紫云姐，我这里需要4个粗使婆子，2个丫鬟，月钱我自己支出。难得在这里有个正经住处，可不能亏待了自己。再说了，以后云霄要在这里好好念书，得要多一些的人伺候着。萧烨回来时，众人在一起草草用了晚膳，各自回了院子中。可是有棘手之事。庞大人虽早知晓朝廷有意戳生我，但他没想到朝廷会让我担任通判一职。今日在府衙里，他言语中多有试探之意。这是为何？你不是与庞大人的关系挺要好的吗？通判一职位卑权高，是朝廷防止地方官吏做大而设立的要员。表面上，通判是正6品的官员，比知府只差了4个品阶，比同知还有所不如。可是通判却有权利过问粮运、水利、兵丁、诉讼等方面，可以反驳知府的决策，亦可以直接向圣上递交奏折。因而知府与通判的关系一向很紧张，通判比同知的处境还艰难。可我以前看彭大人与刘通判的感情还不错呀。那是因为刘通判准备要调职了，彭知府自然不与他为恶。而我突然升迁通判一职，彭大人觉得我可能是圣上一早就埋下的棋子。这也难怪彭大人怀疑你，你日后行事端正，凡事与彭大人商议，想必久而久之，彭大人会放下芥蒂的。总不如以前在县衙里自在了。通判职位虽高，但却不是专擅一方的父母官，上头还有知府同知。萧烨本就不善于人情世故，处在这个不上不下的职位，对他来说是一种煎熬。一日一早，谢子云小到一处衙行，挑挑选选，这衙行的人知晓谢子云是新任通判的夫人，不敢相欺。谢子云爽快地付了银钱，领着众人回府。经过整整3天的打理，府邸总算有了家的模样。我这边交接的差事忙完，明日与你出去逛逛。家里还有许多地方要布置，再过几天吧。我出入仕途，家境丁民，无几个可用得上的人，让夫人受累了。没事儿，如今我看这府邸里面一点点充盈了，心中高兴。以后咱们还得在这里住上好几年，多花一点心思也好。可惜这儿不是咱们的家，我装饰的再好，日后亦是要交由他人。那咱们就买一座宅院，让你好好的装点，永不拆除，如何？你银钱多的没处使吗？购置一所宅院花不了多少银子，只要能博得夫人一笑，多少钱为父都愿意。有钱也不能乱花，如陶然居这样的一处宅院，得花上千两银子，你舍得，我可舍不得。说不定我相公有出息，过2年又要升迁，到时候我又得再装点，这得多麻烦呀！
哪有这般容易升迁的？照你这说法，我不用30便可以当上1品大员了。这可说不准，甘罗12都能当宰相，你30当个首辅不过分。若真是如此，那你定是我的福气。我这几天可累坏了，求夫君放过。好吧，那我抱着你睡。乖。翌日清晨，谢子云看着还在床上呼呼大睡的萧逸，一把把他的被子给掀掉。起来啦，大懒虫！夫人，昨晚怕你累，我没尽兴，不如我们再来一次。夫君，你要节制。你想想，若是你现在用的太频繁了，等你上了年纪再也动用不了，那岂不是让我守活寡了？不怕，我内功精深，就算70、80岁。不正经的，快起来！今天是元宵佳节，我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忙，你没事也来帮我。紫云姐，那府邸终究不是你的，你别花费太多的心思在上面了，否则带你搬走时会舍不得的。家里实在是太空荡了，很多物件都缺，我不置办不行啊。那你就装饰你的陶然居好了。至于我们住的林园居就算了，因为我们明年5、6月份就会回京。高云霄不是举人身份吗？他只需考春闱即可吧？哎，哪有这般容易？他虽然是举人，但想要在京城参加科考，还得要经历一些大大小小的考试，从而获得资格去参加春闱。要是他不早些回去读书，说不定参加春闱的资格都没有。正逛着，石头跑来寻他们，说是彭知府宴请萧逸和高云霄，彭夫人邀请2个人过府赴宴。嘿，今天总算能够吃顿大餐了，每天在你家里清汤寡水的，我都快要吃腻了。怎么嫌清淡啊？那你给我交饭钱，我顿顿给你大鱼大肉，也不怕把你吃成一个大胖子。这才在你家住几天啊，这么快就要我交饭钱？我还没有跟你说教你功夫的银子呢。别忘了，我可是你师傅，都不知道好好孝敬孝敬师傅的孽徒。唉，没办法，徒儿穷啊。师傅没有注意到徒儿家徒四壁吗？因着过年，父亲想让我们2人在锦城里看看热闹，养母拗不过父亲，我们便又来了锦城。自从身份被认回之后，彭夫人时常会想些法子接近彭媛媛。年底的时候，彭仲康亲自去接她和周娟到锦城过年。他在周娟的劝说下，对彭仲康的态度有所好转，愿意认他这个亲生父亲了。你们来了，我以后可就有伴了，还差1个人就可以打叶子牌了。晚膳时，男子一桌在外厅，女眷一桌则在里面的暖厅。锦城比周坛县热闹得多，这花灯盛会更是人来人往，哪怕正月的夜里还有几分寒意，也阻挡不了人们游玩的心思。是你啊？这个货摊的主人是个不起眼的男子，可谢子云一眼就认出他是当初在断桥村、周坛县都出现过的货郎。姑娘，我们又见面了。你们认识的？你叫什么名字来着？小的名叫欧阳野。怎么了？这些怪好看的，怎么卖？姑娘喜欢的，送你便是。这半年来，你生意做大了，本官记得，当初你在断桥村时，身上的货物加在一起也不足2两银子，如今……啊，你还记得他呀？有一点印象。萧大人乃神人也，竟然有过目不忘的本事，只凭着一点印象便记清小人没几样值钱的货物。托你们的福，我这生意也做大了些，指望今晚能多赚一笔。我们要去逛花灯，不打扰你做生意了。好，祝你们一生顺遂。我总觉得那个人怪怪的，刚才他还冲着我们的背后发笑，你看那笑容看起来耐人寻味。看花眼了吧？别为不相干的人分心，咱们接着看热闹去。谢子云在这喜庆的气氛中渐渐放开了性子，随着敏慧跑来跑去，买这买那，时不时还回来找萧逸讨巧。买个灯笼要萧逸帮着点火，买个绢花要萧逸给他戴上，买个面具还要给萧逸顺带一个，买串糖葫芦趁着高云霄2人没注意，与萧逸1人1口。不玩了，你明天还有正经事，得早点回去歇息。不怕，我打坐1个时辰就能精力充沛，只要你开心，我一点都不累。有你在我身边，我才开心，不管是这儿还是家里。在萧逸的宠溺下，谢子云跟敏慧玩到人群都散去了，这才回府邸歇息。翌日天还未亮，萧逸便去了通判院上职。跟着全无经验，谢子云备了礼物去找彭夫人帮忙，想寻个有经验的嬷嬷提点他一二。彭夫人接到谢子云的书信后，派遣了贴身嬷嬷到萧家帮助谢子云，让谢子云对他大有好感。锦城的日子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过去了10来天。
眨眼到了2月份。这半月里，谢子云很是感激张嬷嬷，对她信任有加，许多规矩都听着她的建议落实下来。萧逸在通判衙里也顺顺利利的，那些手底下的人对他不敢有任何的小心思，唯独张推官对萧逸颇有异议。不过好在，推官是属于府衙诉讼的机构，而通判则是府衙之外的监督机构，两者并无直接的上下级关系，大家井水不犯河水，目前尚且相安无事。只在议会商讨时见面，他偶尔会说1-2句酸话，可也不敢过分。你不必忧心，等过些时日，他这口气就顺了。目前我也没空过问诉讼一事，水利粮运是事关民生的大事，通判衙院目前着重于此方面，诉讼之事就由他去折腾吧。凶杀案还是极少的，大多数诉讼案件都是打架斗殴、失窃盗窃之类的，这些诉讼案件张推官大多都能应付。我若是事事过问，那别的活就顾不上了。其实张推官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这升迁严重打击了他报效朝廷的积极性，难免有怨言。莫说是张推官了，其他的官员恐怕都有些羡慕嫉妒你了。我晓得，只要他们不在正事上耽误了，背后说我是非，我不与他们计较。想着自己或许能够跟张推官的女眷交往试试，帮萧逸缓和一下两人的关系。你要如何做，我不阻拦。不过你要晓得一点，我还没软弱到需要你去刻意讨好别人的地步。你嫁给了我，我就不能让你受委屈，哪怕是不当官也绝不。我知道，只是我如今在你身边什么都不干，就仿佛像是一个花瓶，我不想当一个摆设，当一个于你而言没有任何用处的花瓶。即使你什么都不干，在我心中你都是最有用。况且你最近把整个府邸都装点妥当了，让我回家能舒心歇息，还学着礼仪规矩、人情往来，已经够多的了。这些不都是应该的吗？我这可是为了自己而学的，又不是为了你。若不是你嫁与我，或许不用学这些烦人的规矩礼仪。我看你都被这些规矩拘束了很多活泼的性子了。人总会长大的嘛，我又不是小孩子了，难道你更喜欢我以前那种调皮活泼的性子？只要是你，我都喜欢。我只是想告诉你，不用为了我改变你自己。爱不应该是一种强迫，而是包容。看来敏慧以后不该叫你小木头了，你这是开窍了。非我开窍，而是我心中有你，所以想得更多了。你是不是暗地里偷偷练习了？就算是练习，我也只会对着你练习。紫云，你可爱慕为夫？成亲至今，我好像都没听你亲口说过。爱慕？夫人，失礼了。夫君莫急，我有一事要说。乖，等会儿再说。我来癸水了。既然如此，那你更要早些休息，养好身子。今日可有饮用些补血的甜枣汤？用了，就是肚子还有些疼，你摸摸看。你别再挑逗为夫了。2月初2，彭媛媛一早就送来帖子，邀请2人去锦城最大的戏园子春满楼看戏，取材于大粤商人萧景图的传奇故事，今日第一次演出。你想知道萧景图的事儿，问我就行了，我从云霄那里听说了不少他的事儿。萧景没有跟你提起过萧景图？我想多了解一些，家中也无大事，全当出去散散心。这春满楼戏园是锦城最大最好的戏园子，平日里就宾客盈门，今天更是人满为患。这里客人这么多，小姐还未出阁，这样抛头露面。你家小姐未出阁就逛了青楼，这时候才担心抛头露面，迟了。不错，谁敢说我一鞭子抽他。只可惜你不是男儿身，不然你肯定能够当个将军。我爹也这般说，可惜了，高云霄又不参军旅。你们来的正好，新戏马上就要开始了。2人落座后，一边看着忙碌的戏台，一边说着萧景图流传甚广的故事。新戏开始了，春满楼的戏班班主上台说了几句，大意就是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寻常的戏曲，我怕你们都看过了，不敢请你们来看个无趣。萧景图只是个商人，戏园怎么还给一介商人拍戏了？戏园子就是个唱戏挣钱的地方，客人们看腻了世子文师、圣君忠臣，如今换个口味，能够挣到钱，何乐而不为？敏慧姐姐说的对，今天人特别多，下次叫萧逸也来看看。那得等我们看完了这出戏，好的话推荐给萧大人，不好的话你们别怨我才好。这个主角是个小商人，聪明又有情义，跟一群利益熏心的奸商斗智斗勇，一步步攀上高峰，最终成为远近闻名的大商人，娶了贵族女子为妻，从此过上幸福生活。敏慧从戏曲开始就吐槽到落幕，
里面很多有情有义的内容，他都要评头论足一番。谢子云不置可否。从萧逸的处境来看，这戏曲已经是美化了主角的。两个姐姐觉得这出戏不好看吗？既是好戏，可人却不是好人。姑娘与在下英雄所见略同啊。方才是哪位姑娘与在下心有灵犀的？你是哪来的登徒浪子？不知道男女避讳吗？哟呵，难不成是这位嬷嬷与在下想到一块去了？张兄，你怎么连一个嬷嬷都挑起了？听方才的声音，定是个妙龄女子。老东西的声音粗糙的跟磨砂似的，哪有他说话的份儿？刚才是你说的吧？看起来有几分英姿飒爽的味儿啊。你叫什么名字啊？姓辜，名叫奶奶。姑奶奶？乖孙子，这人好蠢。哼，竟敢耍我，给我砸了他们的桌子！你别出手，我正好手痒。6名护卫本想绕过他，不想伤害敏慧，只是想着砸东西震慑震慑，可没想到敏慧的鞭子犀利的往他们身上招呼，瞬间就把他们打懵了。6名护卫被抽得皮开肉绽，迅速躲回主子身边。来啊，怎么不来了？不是要砸我桌椅吗？你们这群饭桶，连一个女子都对付不了，给我上！我给2倍的夜银。少爷，那我们能打伤这女子吗？可以，只要不留余痕的伤势都行。原以为你是个恶霸，如今看来只是个俗货。小娘皮，本公子谅你细皮嫩肉，不想伤着你，你再骂我可就真对你不客气了。敏慧上前一步，一鞭子就朝着张灿抽了过去。真假？死丫头，你们给我上，抓着他！谢子云没有敏慧这般厉害，看到敏慧打伤了2名护卫，又想爬起来偷袭，他连忙上去狠狠踹出一脚。原本还能再厮打一番的护卫，没料到谢子云在旁边补刀，一个没留意，被谢子云踹倒在地上，疼得嘶嘶直叫。不一会儿，对方就剩下张灿一个。就你这点本事，也敢出来调戏女子啊？你有本事就给我等着！姑奶奶才没这闲工夫，你有本事就来找我，我就在锦城里等你。今日本是请2位姐姐来看戏呢，没想到遇到这种事情，我对不住2位姐姐。许久没有跟人打架了，就是有点不尽兴。我的护卫都没动手，就你多管闲事儿。你好歹是个千金小姐，打架这事儿以后还是交给护卫吧。那我练功做什么？刚才你不也打得欢吗？别以为我没看到。我那是为了实践，你不一样，你都是大宗师了，不需要实践的。傍晚时分，谢子云就得知了消息，这男子是张同之的长子张灿，锦城里数1数2的纨绔子弟。居然是张同之的儿子，难怪这么嚣张了。这种人指不定还做过什么流氓事情，今天我真该痛打他一顿。据老奴打听，这个张灿从未做出过欺男霸女的事情，只是做些遛狗斗鸡等无伤大雅的事情。大子元，这事儿要不要告诉萧木头？我看那张灿伤得不重，估计张同之也不会为此跟萧逸撕破脸皮。再说了，错的本就是他身上的伤也是自己摔的，与我们无关。你实在不行，我就把我娘的身份抬出去，我就不信一个同志还能翻出多大的浪花。张灿纠集了一班狐朋狗友，在锦城里面寻找谢子云3人的下落，但怎么找都找不着。父亲，晚膳可用了。张同之心思电转，回忆起今天的倒霉事情。今天下午在衙门里，他和彭仲康、萧逸、6房叔曹正商量着春耕粮运的事情，突然一个小厮给彭仲康带了几句话，彭仲康的脸色就冷淡了下来，冷言冷语讽刺他连家里都管不好，这决策就不要管了。他就被彭仲康给请出了商议的厅堂。看到儿子的惨状，他总算想清楚了事情的根源。你可疼？父亲，孩儿不疼，孩儿不疼是吧？那就好。来人，给我折一根柳树枝过来，要粗点的。父亲，你这是……你这个不成器的东西，老子今天打断你的狗腿，看你疼不疼？父亲，你这是何故啊？打死你这个丢人现眼的东西，一天到晚在外头鬼混，今天又得罪了什么人了？说。我今天就遇到了3个女子。我教你读了这么多年圣贤书，你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男大女犯的道理，难道你不懂吗？你这事若传出去，那3个闺阁女子还有脸面吗？做事都不仔细想想，一味率性而为，迟早要把你害了。父亲，儿子本以为只是戏园里见面打个招呼，根本就没有靠近的意思。
我问完就要走的了。谁知道那女子伶牙俐嘴，竟然要当父亲您的姑母。你给我闭嘴，混账东西！人家是在耍你，与我何干？父亲，我是您亲生儿子啊。那3个女子，知道是谁家的人吗？不知道啊，我知道我就找上门去了。父亲，我非但没招惹他们，还被他们打了一顿。你瞧瞧，我都被打成这样了。哼，你那伤痕一看就知道是摔的，还想骗我？父亲英明，我这是被他们逼着从楼梯上滚下来摔的，怎么说也有他们的间接原因啊。在这锦城里未曾听说过哪户人家的闺秀精通武艺的，显然不是锦城里的人士。说到底，还是你上赶着找事情，你这个蠢货！老爷，老爷要打就打死我算了。你平日里不管教这孩子，是我没有教好灿儿，你先打死我吧。你还敢提？要不是你宠坏了这孽畜，至有今日这般结果吗？打吧打吧，你打死我算了。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你要是打坏了他，我就给你拼命。娘，你放心，娘一定替你找出这3个女子。难得你开窍了，只要是你喜欢的女子，再难娘都替你求取过来。你什么都不用说，好好养伤，娘这就去给你找人。好吧。张同之得知自己的妻子正在暗中寻找3名女子，十分起劲儿。这2天从彭家这里打听之后，这才得知3名女子之中有一个是彭仲康失而复得的爱女。张同之急忙把事情告诉了妻子，让她不要再往铁板上踢了。张夫人心里多了个心思，她儿子有喜欢的人了，儿子喜欢的人是彭知府的掌上明珠。张兄，上次你的戏园被那女子抽了一鞭子，难道不想寻回些面子吗？哼，面子这玩意儿对我来说一文不值，何况她们只是些女子，我要跟她们斤斤计较，那我还有金子风度吗？大老爷们儿跟一群女子计较这般多，能有甚出息啊？湖旁狗友们都应是，迅速的转换话题，说着哪家的斗鸡厉害，谁的蛐蛐无敌。正巧谢子云和敏慧、彭媛媛就在不远处的茶楼里喝茶。3人休息好了之后，带着丫鬟就下楼准备继续闲逛。敏慧早已发觉了张灿的行迹，她心思一动，带着众人进了一条小巷子，把张灿的事情告诉了谢子云与彭媛媛2人。要不我们去报官吧？没事儿，我能应付。为了给张灿一个惊喜，敏慧特地跳上了巷子一侧的屋舍。哎，那个野丫头呢？找我做什么？原来你武功这么好啊，难怪我几名护卫都打不过你了。少说废话，你鬼鬼祟祟的跟这本姑娘，到底想做什么？我何时鬼鬼祟祟了？我是光明正大跟过来的。我看你言辞不拘一格，能看出萧景图不是个好东西，正想跟你结识一番，谁知你一言不合就动手打人，我还没跟你算账呢。哦，那你这是心悦于他吗？心悦倒不至于，只是觉得他性情挺有趣的，想问个名字。我们与你无亲无故的，你问名字做什么？再说了，我也不想结识你这种纨绔子弟，为何说与你知？哼，本以为你是个不拘一格的巾帼女子，原来也是个客气手里的规矩千金，无趣，就此别过。阴暗小巷，你们聚在此地，意欲何为？萧大人，我父亲是张同之。本官晓得，你前几日在戏园与我夫人发生矛盾，今日又将我夫人堵在这小巷子中，你好大的胆子！你夫人？这通判大人误会了，我没有拦着萧夫人，正要离去呢。本官既然来了，你还想留下不成？真萧，就是他，几天前让他的护卫们打我，今天又带人过来找我的麻烦。张公子，你对我未过门的妻子有何企图？不是，我只是想结识一番。你想结识一名待嫁的女子，是何居心呢？不是，我不是要结识她。那你想结识谁？我是想结识她来着。呸！你这个狂徒，怎能污蔑我家小姐声誉？只是结识一番，怎能称为污蔑呀？况且我到如今都不知道她叫什么，没跟她说过一句话，最近的距离都保持着1丈呢。萧大人，在下告辞了。你要是再来晚一点啊，说不定你这未过门的媳妇儿就被人撬走了。抓紧娶回家去吧，省得夜长梦多。这人虽纨绔，但心眼不坏，你们不用担心。你们怎么到这里来了？出命案了。我这就回去携带必备器具。我也让石头回去取了。你日常擦拭早有所备，
应是不差缺所需器具的。你先随我去现场候着。我也去。慧儿，你还是陪着彭小姐回去吧。此案略显血腥，我怕你看了做噩梦。何等血腥？是上吊七窍流血，还是挖心剖腹？是47具断头尸。8年前的一个夏天，在通州里有个叫飞石村的小村庄。这个安逸的小村庄坐落在深山老林之中，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鲜少与外人来往。元宝，别闹了，该回家吃饭了。阿嫂，天色还早，你就让我再玩一会儿嘛，求求你了。今天家里来了客人，娘做了好多饭菜，你若是回去晚了，到时候吃不到可别哭鼻子。呀，那我这就回。阿嫂，你等等我，别走。飞石村只有20来户人口，都是靠着打猎为生。元宝的爷爷是村里的里正。滚！这里是我们祖宗给我们留的地，我们还得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你想都别想。元宝当时只记得这些人的衣服很好看，是他从未见过的服饰。不久之后，这群人果然又来了。诸位父老乡亲，莫要生气，前些日子是段某唐突了。诸位有所不知啊，段某是个小商贾，做的是贩卖玉石的生意。日前呢，段某在此山寻了个矿地，正打算寻个平坦的地儿开井采挖试试，找来找去却是这飞石村最合宜啊，故而与李正商议迁村一事。诸位，段某已在山下置办了田地，建了居所，足以安置诸位。诸位只要愿意将此地卖给段某，段某在此允诺，有家有宅，有田有地，手中有钱银，仓中有米粮啊。诸位若是不肯答应，愿意留在此地以打猎为生，那段某也不勉强，段某另寻他处搭设矿井集市。只是如何啊？只是日后这山林间的野兽为矿井所扰，必然是要逃逸的，诸位的日子只怕愈发艰难呐。段某在此先给诸位赔个不是，若有难处，届时再找段某，段某能帮的一定帮。告辞。也是从那之后，村子里的情况愈发艰难，周围的猎物越来越罕见，想要收的猎物只能往更远的地方寻去。短短2个月，村里就有3名猎手再也没回来，其中就包括了元宝的父亲。元宝的父亲去世之后，村里不少人家对段玉红有了畏惧之心，私底下他们寻了段玉红，偷偷的用飞石村的屋宅作为交换，搬去山外过上安稳的农耕生活。入冬时节，整个村子只剩下5、6户人家，因家中老人与爷爷一样的脾气，不肯搬离。日子虽苦，但大家互相帮助，关系更是亲密无间。可是段玉红终究没有放过他们，一群黑衣人在雪夜里冲进他们的村子，将村子里仅存的人们都杀了。元宝，快逃！元宝吓坏了，被兄长和嫂子拉着逃出了村子。兄长为了保护他们2人，以身作饵，逃向另一个方向。替我照顾好你嫂子，你们一定要活下去，为村里人报仇。他的泪水无声滑落，小元宝环顾四周，他从未来过这里，这里定是离家极远极远的。阿嫂，我们会活下去吗？会的，嫂子还要带你回去呢。段家起于3代前的老祖宗，以采挖玉矿原石、打磨玉石、贩卖珠宝累积大量财富，逐渐成为西南地区的顶级商贾。朝堂之上亦有不少官员与他交情匪浅。今日一早，段家的邻居匆匆地跑来衙门报案，彭知府着令张推官调查此案，尽快弄清楚段家的情况。张推官率众封锁了段家，进入宅内仔细搜查，结果将他自己都吓得肝胆俱裂。整整47具尸体散落在段家内宅4处，他们的脑袋全部都被割了下来，堆积在段家会堂厅堂之中，垒砌成一座人头塔。段家上下47口人，一夜之间全被杀害，凶手定然非止一人呐！萧同判，这可真是惊天大案，怕是很快连朝廷都要过问。彭大人，我们若是不好好处理，朝堂上的谏官们很快就会弹劾我等的。大人，此桩命案请交由下官稽查，下官定会缉拿真凶，替死者昭雪，还天下公道。张推官，此案干系重大，即便是本官也担负不起，你还是听彭大人的吩咐吧。不论府衙何人主审此案，本院都会过问内里究竟，务要此案水落石出。李仵作，
验尸，其余人等一旁静候。萧夫人随意。谢子云领着萧逸等人又去查验一具具凌乱分布的无头尸体，迅速确认了这些尸体的遇害时间是在子时与丑时交接的4刻内，把这些尸体死亡的姿势也画下来。我来。忙活了2个时辰，谢子云总算把所有尸体都仔细地查验了一番，死因都很明确，无需剖腹检验了。每一具尸体身上都有几处致命伤，脑袋是死后才砍下来的。从所有尸体的死亡姿态进行推测，这一伙歹徒是从段家后门这边开始进行屠杀的。这门栓完好无损，歹徒并未撬门。诸位大人，这具尸体的致命伤在腹部处，应该是被柄大刀捅入腹部致死。他身上有2个脚印，地上的鲜血泼洒的面积很大，尸体姿势很古怪，应该死后被移动了尸体。他是被砍死之后，因碍着路被歹徒踹开的，尸体在地上翻滚了2圈才停下，因而姿势不自然。从现场血迹的分布状况推测，他最先是倒在门边的，门板内侧还有他的血迹。他一开门，歹徒就将他一刀击毙吗？有这可能，歹徒刺伤他，他痛苦地倒在门边，堵住一扇门，歹徒就将他踹到一边去。谢子云又带着众人往里走，每走到一具尸体边，他便仔细地讲解这具尸体是如何被杀害的。谢子云结合死者的身高、身上的伤痕、死亡的姿态，尽可能地复原出每位死者遇害时的状况，推导出凶手的身高、习性。萧夫人，这些都是你的推测，衙役们也是按你所说的做出反应。若说事实也是如此，未免牵强了。虽然卓京所言未必就是事实，但这些遇害的情形推测亦对此案侦查有所帮助。张大人若是觉得无此必要，那本官便让卓京一旁休息便是。萧通判此言在理。萧夫人见多识广，于验尸一道经验老道，所言所语多听一听也无妨。是不是证据线索，张同之心中自有判断即可。2位大人所言极是，是本官唐突了。萧夫人，请继续。这些尸体有可能是被枭首时翻转了尸身，故而不能做出准确判断。最后2具尸体是一名女子和一个婴儿的，死在一个精致的暖房里。从衣服服装可以推断出，这是府邸里面的主子之一。那婴儿的身躯只得小臂长，身上的衣裳全部被血水浸泡湿了，脑袋亦被割走，十分凄惨。歹徒真是穷凶极恶，竟连幼儿都不肯放过，实在灭绝人性。实乃惨绝人寰之事，本官必定要抓住这般凶恶之徒，还段家昭昭天理。这房屋应是该名女子的卧室，女子有了孩子，床上亦有2个常用的玉枕，说明房屋内应该还有一名男主子。2位大人可知晓这女子是何人？她可有夫君？本官想起来了，该女子名叫段婉容，是段玉红的3女，几年前嫁给了石富玉。那石富玉在何处？下官已派人带来了段家店铺的3名老掌柜，他们对段家最是清楚，由他们辨认，便可知悉段家上上下下所有主子和大多数仆人。至于有没有遗漏的，还得翻阅段家的家丁名册。3名掌柜的在衙役的搀扶下，一边呕吐一边把47个人头都认了出来。张推官搜来了段家家丁名册，逐一排查后，大体上弄明白了，段家死了47口人，有2个人下落不明。第一个段玉红，段家的家主；第2个管家思松，从小就与段玉红一块长大，而今更是段家最有身份的老仆。思松是段玉红的心腹，可以说他比段夫人还要了解段玉红。他一名管家，深夜里总不能宿在外头，他去了哪儿呢？这个石富玉呢？石富玉前2天出去谈了一笔生意，今天晚上才能回城。派人去路上接应，催他快些回来。制裁官的段婉容的房屋，不像临时居住的处所。段婉容与石富玉难道久居在段家？石富玉是段家的上门女婿，4年前入赘段家，当时段玉红十分不看好他，对他百般刁难，幸好他有些许本事，将生意越做越好，这才稳住了地位。大人，适才有几名捕快在周围访寻，得知左右邻舍都有仆人听到段家昨夜传来了惨叫声。既然听得，何不施救？可有人看得歹徒身形样貌？大人，左右邻舍的人听到动静，本是要施以援手的，但东边有个胆大的仆人，唤门询问出了何事，那里就有答了。
既然问出状况，何不破门救人，又不通报衙门，可有说法？内里人答：是天机营办事。天机营？混账！即便是天机营行事，也须得知会本官一声。这些凶徒竟然敢谎称天机营，简直目无王法，罪该万死。段玉红和思松是死是活，必须得有个结果。张推官，你令人将段家所有店铺、田庄都搜查一遍，瞧瞧是否有他们二人的线索。交通判，此地交由你侦查，看看还有无重要线索。本官回衙发布海捕文书，追查今日出城的商旅异客，务要将这般心狠手辣的歹徒绳之于法。歹徒事先有所筹谋，并非临时起意。他们如此有组织的前来屠杀段家，又岂会挑一个段玉红不在家中的日子？只怕这段玉红和思松都落入这般歹徒手中了。刚才我在段夫人房中验尸时，就看到了男子的长袍挂在屏风上，想必是段玉红匆匆忙忙之间就被抓走，连衣裳都未来得及披挂。肚子饿了，先用膳可好？此刻锦城早已管控森严，来历不明的商旅异客一律不许出城，出城的人必须经过仔细检查。禀知，锦城鹤唳风声，草木皆兵，百姓若无要事，自当闭门不出。善毕，三人先是到了段夫人遇害场所进行搜查，总捕头得了命令，此刻听由萧毅指挥。萧大人，整个段家几乎被洗劫一空，值钱的东西都被搜刮走了。这群歹徒会不会是某伙山贼啊？入室抢劫、杀人越货？有这可能。据属下推测，这群歹徒带走的段家珍贵器物不在少数，左右邻舍也未见到车马，他们定是以布匹裹走了这些器物。这般搬运法子，歹徒恐有双十之数。你说的在理。那大人有何见解？可有何差遣？再看看。脚印重重叠叠，看着处处可疑，实在又无一用处。这伙歹徒啊，手段干净利落，不与死者做任何纠缠，难呐。大人，所有尸首都已验完，不知可否将头颅接回各具尸体身边，尽快收敛入棺。好。当他捧着一颗头颅端详后，来到庭院花丛边，打算给这位嬷嬷拼接头颅时，发现这老嬷嬷的脖梗扭曲得很厉害。他确定这位老嬷嬷的尸身未有斑移，身上没有反复的尸斑，可这脖梗扭曲程度却比他推演的更加严重些。难道脖子被扭断了？歹徒全是用大刀杀人，一刀就能了事，何必赤手空拳去扭断脖子？从脖子上的损伤判断，这是尸体痉挛现象。将嬷嬷的头颅转了转，与脖梗截面拼接上，只见嬷嬷那一对直勾勾的眼睛正盯着他。谢子云急忙避开，绕到嬷嬷视线后方，沿着嬷嬷的视线看到一片含苞待放的报春花，突然发现这绿色的植株之中有一抹白色的痕迹。这位嬷嬷临死前发现了这异物，只能以目视之，所以才有痉挛的结果。谢子云急忙将这白色的异物从植株中取出，发现是一团纸张，发现这是一张当票。当票最上方写着几个字：渡鄂楼当票，正月25，本当铺收玉佩1枚，点银子2两。2月25日之后，若不持此当票赎回，则玉佩归属于本当铺所有。点者吴华，于光平16年。段家47具死尸中没有吴华这号人物，他的当票怎会在段家？或许是凶手留下的。大人，这吴华或许就是歹徒中的一人，卑职以为应当尽快将其寻来问话。李潇，你去渡鄂楼问问吴华的下落。行。不久，有衙役前来禀报，石福玉回来了，正在段家门口等候。大人，可否让小民看看他们母子？本官先问你几个问题：你故居何处？可有父母兄弟？回大人，小民故居于北府沁阳县，父母在3年前病故，老家还有兄长一家。那你怎么到此地的？段家生意遍布各地，小民早些年间曾做些玉石的小买卖，买卖做得好，便与段家的掌柜来往密切。后来机缘巧合，进了段家店铺中当差，数次辗转，到了锦城为生。此次商业往来是你主动请缨，还是段玉红执着委托于你？为何在你外出之时，段家满门被灭？如今段家主子只剩下你一人，段玉红下落不明，段家所有生意都将由你掌控，你可有要说的？大人，这桌生意的客人
一向由小民负责。老爷在2年前就全权交于我了。即是说，这趟生意往来早就预定是你出去交接的，你能避开段家这场灾祸，是早就注定的，对否？大人，这生意往来一向如此，从未有差错，大人怎能凭此臆测小民？大人若是不信，小民此刻亦无心思辩驳，但恳请大人让小民先去看看妻儿遗体，再随大人去衙门即时。大人，那李院中死的是小民的发妻爱子，大人已是有妻子的人，小民不奢望你能感同身受，但求你发慈悲心，让我去看看我的妻儿吧。我的孩子还不满1岁，我的娘子最怕疼了。大人，求求你了，那是我至亲至爱的人呐。即便成年男子性情稳重，可当崩溃时，亦只是肉体凡胎。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婉柔，我回来了。婉柔，宝儿，为何会这样？宝儿，不疼了。老天爷，为何要这样折磨我？为何不让我去死？为何要让我一次又一次的承受这种苦痛？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你要如此惩处我？夜幕降临，谢子云和萧逸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陶然居，接连查验47具尸体，累得他精疲力尽。今日累及夫人了。不碍事儿，此案干系重大，若是你能早日破获，亦可服众，叫人们知晓你这通判的本事。只是死者数量众多，线索亦不知会落在哪一具尸体上，自当要仔细勘察。明日我再去复检，以防有所疏漏。不要累坏了身子，在我眼中，办案昭雪固然重要，但你也很重要。我本不愿让你去验尸，可我明白你的性子，这才没拦着。但你也要多为自己考虑考虑。我知道你待我好，放心，只是验尸而已，又不是危险的事儿。你怎么看待石福玉此人？从他的表现来看，倒是个重情重义的男子。段家生意遍布周围几个州城，即便在京城中，也有段家的店铺。段家的富裕，你今日也看到了。如今段玉红下落不明，极有可能是被歹徒抓走了。有权力掌管段家主业的，定是石富玉。而石富玉在入赘这4年里，广施恩惠，大多数掌柜和庄头都服他。段玉红若是迟迟不归，这段家的家业从此就要改姓石，他的嫌疑很大。我觉得他不像是凶手，歹徒没有杀害段玉红，不知道还憋着什么主意，说不准是要慢慢的勒索段家。若是石富玉所为，第一个必须得死的便是段玉红。况且他在妻儿面前哭得很可怜，他那种痛丧至亲的心情，我见过很多，不像是作假。办案以事实为据，目前暂不好下结论。所以此时此刻，石富玉正在府衙牢狱之中关押着。案子未结之前，石富玉的确有很大的嫌疑。石富玉的孩子挺可怜的。放心，有我在，绝不会让你和孩子出事的。翌日一早，萧逸与谢子云用了早膳，和高云霄、闵辉2人一同来到通判院中。张推官和程书曹也在此听候。冯大人公务繁忙，请下官协助萧大人调查，一有进展再通报于他，他会尽量抽出时间指点我等破获此案。萧逸微微颔首，并未下了彭仲康的面子，给众人安排了调查事务。张推官继续去段家各个店铺、庄园寻找段玉红和大管家失踪的下落，而高云霄和总捕头寻访吴华的下落。谢子云与刑房程书曹、李仵作再去段家检验尸体，寻找线索。萧逸本人在通判院审讯石富玉和段家左右邻居。本官问你们，石富玉此人平日里与段家其他人关系如何？石富玉与段家人貌合神离，尤其是他的大舅子，两人时常会发生些争执。哦，他们2人关系很不好。段俊贤志大才疏，总认为自己能挑起段家的大梁。段老爷知晓的能力有限，因而栽培石富玉辅佐段俊贤，将段婉容嫁给了石富玉。可不曾想，段俊贤却因此对石富玉产生敌意，有好几次当众斥骂石富玉是来谋夺他们段家家业的。石富玉如何回应？段玉红又如何处理2人关系？石富玉哪敢回应啊？每次段俊贤在外诋毁他，他都只是一笑了之。
他心胸宽广，为人宽厚，对段玉红感恩戴德呀。时常有人说起他如今的处境，都是段玉红一手栽培的。每当两人起了冲突，段玉红都会呵斥段俊贤，安慰石富玉，继续维持着段家表面上的风平浪静。不过，一旦有掌柜或者下人为石富玉说几句公道话时，段玉红就会将人轰走，再不聘用。他也是老奸巨猾了。还有呢，石富玉与段夫人关系如何？与段婉容关系又如何？这些家长里短的事，我等就不甚知晓了。你们不知晓，但你们府中女眷或许知晓。可要本官传唤你们家中女眷前来作答？不用。段夫人对石富玉很好，大约是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的缘故，从未为难过石富玉。石富玉与段婉容亦是恩爱夫妻，从未听说两人有过争执吵闹。2名商贾退下，再上来的则是2名商贾的奴仆。这些奴仆大多只听到段家传来的厮杀声和惨叫声，其余的一无所知。唯独2名胆大的看家护院到段家大门外询问了一声，但也没有看到歹徒们的相貌，最后只听到一阵离去的脚步声。因着对方声称是天机营，所以这2名护院并不敢上去掺和，以至于错过了最终目睹歹徒的机会。段家在锦城之中的店铺掌柜都传唤过来，这些掌柜都是段玉红的心腹。几位掌柜告知了一个重要线索：段家与金家有10多年的宿仇，而金家就是杜恶楼幕后东家。18年前，金家曾经有一桩生意被老爷抢了，导致金家一蹶不振。从那之后，金家就离开了锦城，搬到外地营生。那金家原是以贩卖人口起家，手底下有不少流氓打手，杀人越货的亦不在少数。当初虽然折翼远走了，可如今又有卷土重来的迹象，他手底下的人可很辣着的，大人可要多加警惕。小人曾听老爷提起，那杜恶楼的金凯曾经扬言要杀了他，不过那是金凯年轻时的话语，或许时过境迁，或许派人来杀害段家的就是金凯。金家在锦城与3教九流人士都有挂钩，金家在开设杜恶楼之前就已经在锦城铺设好了根基。金凯与段玉红有深仇，而且现场中还有杜恶楼的当票，金家确有嫌疑。将牢狱中的石富玉带来见本官。宋堂上，脸色苍白的石富玉笔直地站着，双目与萧逸对视。昨日的他伤心欲绝，此时此刻他却十分冷静沉着。萧大人传唤小民到此，不知有何指教？听闻段俊贤曾经3番2次的在他人面前辱没你，你对他难道没有半分憎恨之意？大人，小民与大舅子段俊贤是有些误会，那是受人挑拨，我以为小民要夺段家家业，小民能理解他内心的焦急，因而多次向岳父提出迁出段家，以明心志。大舅子知晓小民心意后，在婉容小姐的撮合下，已与小民和解了。可有人能给你作证的？家中奴仆尽数遇难，只得岳父与大管家松叔能作证。石富玉，你和段俊贤和解的事情无人可作证，但你与段俊贤颇有纠葛的事却无可非议，对你百般刁难，而今他全家遇害了，只得你幸存下来，你买凶杀人之嫌颇大，你作何辩解？大人，小民妻儿也在此案中遇害，若是小民买凶杀人，杀段俊贤一人即可，何必牵扯无辜？近段时日，段家在生意上可有与其他人发生争执？生意上的小摩擦从未停过，这种竞争不可避免，但也不至于买凶灭门，鱼死网破呀。为何说是鱼死网破？段家财力雄厚，寻常小偷劫匪绝不敢打段家的主意，这不是打杀1人2人，而是屠灭满门呢。因而想买凶对付段家，其中的花费绝不在少数，这不是鱼死网破是什么？既然不是生意上引来的祸根，那还有何人对段家恨之入骨的？岳父虽对我有大恩，但不可否认，他老人家为了段家生意，做了不少有损阴德的事。但这些人都是市井小民，乡野村夫，即便心中有怨恨，恐难成大事。那杜恶楼的金家，你可有听闻？金家与段家并无生意往来，我只听说了些金家的传言，知晓他们做的不是正经生意。金家与段家早年的往事他并不知情。萧逸又询问了一些段家的情况，一番沉思之后，将石富玉释放了。可有询问出新的线索？
萧逸详情告知，池富玉的表现与昨日相比，仿佛换了一个人。金家可有派人去询问？还没去，没有充分线索，去了也是白去。这边再三检验也没有什么收获，歹徒明目张胆的动手，事后又能够安然退去，这让我想起一桩往事。昨天看到段家的炼狱场景，我一想起一件往事，我已向段捕头去了书信，调遣他们过来协助。看来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只是这伙歹徒现如今又潜藏在何处？歹徒不在少数，人若在这锦城中聚集在一起，恐惹他人侧目，应已出城去了。歹徒既已出城，恐难寻觅了呀。段家是在子丑交替时被歹徒灭门的，歹徒最实在饮食就该离去了。期间，他们可能在南城门周边寻觅了地方藏身，直到卯时开了城门，这才大摇大摆离开。昨日彭大人勒令严加管控时，几个城门的门卒都有看到体格强壮、背负包袱的可疑人物。歹徒人多势众，分批出城，各选一处，亦有可能。就在此时，高云霄和敏慧回来了。自从昨天下午，高云霄就在锦城里面搜寻吴华的下落，可有找着？别提了，那最远的一个吴华，我们好不容易寻到他家里，等了半天，结果是个女的。你辛苦了。另外两个呢？都不是啊。据杜二楼的掌柜描述，此人身高51、40好几，模样像是个枯瘦的小老头。锦城里名叫吴华的人都查过了，我觉得这吴华不在城里。若这吴华也是歹徒中的一员，此时此刻应该不在锦城里了。我和紫云都怀疑，这批歹徒就是当日劫杀侯一平的那一伙黑衣人。他们武功虽然不高，但进退有度，一击得手便远走高飞。这么说，锦城境内有一股未为人知的隐秘势力，段家是得罪了这个隐秘势力，所以才被铲除了的。你要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卫所？天衙内的人手也不够啊，而且歹徒都是心狠手辣之辈，万一真遇上了，少不了要一顿火拼呢。我去府衙一趟，让彭大人想想办法。来到府衙，彭仲康在书房接见了萧逸，在座的还有张同之。萧逸将案件的进展简明扼要地提了提，再提到寻找卫所调遣士兵剿匪的事情，与彭仲康二人细细商议。昨日本官见这群歹徒如此张狂，便以去信翻指挥使，要他派遣士兵过来搜查贼人。只是盐水解不了近火呀，只怕卫所的士兵过来时，歹徒早已逃逸了。歹徒劫走了段奕宏，应该是有所图谋，若无意外，因为钱财。如今我们看紧段家，严防任何人出入，这群歹徒或许还会盘桓几日。这群歹徒劫走段奕宏和大管家私搜，到底意欲如何呢？我们若是能及早知晓歹徒的目的，或许能有所防范。从卫所寻求援助一事，就有劳彭大人了。下官暂且告退。萧通判，此案干系重大，这等事情日后你叫人来送个手信即可，不必亲自跑上一趟，来回折腾啊。好。大人，萧通判将石富玉放了，此举会不会太过鲁莽？石富玉有很大的嫌疑，贸然将他放掉，万一他逃走了，可如何是好？石富玉若想逃走，当初就不该回锦城，而且段家如今还得靠他掌管，他若是凶手，好不容易才看到机会，怎能在此时离开锦城啊？大人英明，是下官愚钝，难怪萧通判敢放任他离开，原来是想放长线钓大鱼。不错，萧逸此子虽言语木讷，但心思缜密，定是有所盘算的。黄昏时分，张推官回来禀报，段家锦城外的庄园都问过了，并未有人见过段奕宏。你把罗小兵叫来了？金家以前做的是见不得人的勾当，这点罗小兵最清楚不过。我将他传来，让他想办法在那些特殊的地方打探些消息。那行，你去吧，我自己先回屋里去。你这2天有空准备一些验尸的物品，若是我没有料错的话，此案还会有无辜受害者。一日一早，谢子云带着敏慧在锦城里面补全药物器械，然后就在院衙里面候着等待。这天，彭仲康一大清早就来到了通判院巡访，表面上是来指点通判院，实则不断暗示萧逸尽快解决此案。此案事关重大，若是迟迟不能结案，彭仲康肯定要被弹劾。你们2人怎么在这里啊？
这儿是院衙，不许女眷随意出入，快些回后院去吧。彭大人，是萧大人认为此案还会有受害者，是让我在这里候着的。还会有受害者？据下官推测，5日内定有新的进展。何以见得呀？大人，有村民来报，武大田村发现了一具无名尸首。萧通判，随本官去查一查这具尸体，看看到底有何蹊跷。众人还未走出大门，府衙就有衙役过来，说是魏指挥使范大人到了，让彭仲康快些回去招待。魏指挥使可是正3品的武官，掌管着锦州、通州、蒙州3地的兵权，比彭仲康还高上1品。范指挥使怎么亲自来了？段家建在地心，而且作案歹徒如此凶残，说是匪类亦不为过。指挥使大人前来过问一番，并不为过。大人，你先回去，尸首这边本官去检验。那就辛苦萧通判了。一行人迅速赶往发现尸体的村子。本官见信后，唯恐锦城百姓忐忑不安，故而调遣1000名士兵到此镇守。但是本官还有职责在身，协助不了多少时日。你们若是不能尽快侦破此案，那本官也无能为力。哈哈，范指挥使，下官遇到此案，想请指挥使协助一二。这群歹徒都是心狠手辣之辈，而且数量众多，恐是某处山贼土匪，须得有卫所猛士才能震慑呀。只是下官不曾想您亲自来了一趟啊。治下匪贼横行，本官岂能视若无睹？彭知府不必在意本官，尽快破获此案才是正理。指挥使远道前来，今日不妨在下官府邸中歇息。今晚下官给指挥使接风洗尘，商议此案。本官在锦城里有处院子，不劳烦彭大人了。送医之事，本官一见五福就不掺和了。彭知府斟酌着查办即可。另一方面，萧毅和谢子云、高云霄、闵惠一同来到一处小村庄。武大田村距离锦城不远，坐马车只需要1个时辰。萧毅等人进村后，略微了解了村子的情况，尸体是在村后的小水沟里发现的。村里人发现后，迅速告诉了5位庄头。5位庄头连忙将尸体从水沟里拉出，询问了一番，发现无人认识，只得报官。5个庄子分别是张家、曾家、段家、彭家、范家。张家是锦城里的大家族，张同之和张推官都是这个家族中的一份子。曾家、段家又是锦城的大商贾，因这庄子也能有一笔收入，因而在这里置办了田地。彭家即是彭仲康，但实际上这是彭夫人的陪嫁庄子，庄头也是彭夫人的中仆。彭仲康本人都不知晓他彭家还有这么一处庄子。范家庄子则是范指挥使前不久才置办的，只得半年时间，是这儿最小的庄子。村中诸人及庄里园丁，可有走失的？并无走失。男性尸体一具，年龄40以上，50往下，身材矮小，5尺余，面容消瘦，衣衫布料粗糙，生活水平在温饱以上，可与吴华状况有相似处。极有这个可能。出发前，我已让人去知会了都鄂楼掌柜，让他过来辨认一番。待他来了，是不是吴华自有说法。夫人，先验尸，看看可有线索。这尸体可真臭，而且脏兮兮的，太恶心了。紫云真要去摸那尸体啊？让你别来，你偏要来。算了，你还是离远些，免得今晚做噩梦。张推官和李仵作此时也急急忙忙赶来。张推官向萧毅行礼后，让李仵作在一旁协助谢子云验尸。正要给尸体脱去衣物，谢子云便闻到了一股浓烈的酒精味道，打量了死者的颜面真相，心中有了个大概。初步判断死亡时间在10个时辰之前，也就是2月初7申时前后。那这尸体到底是怎么死的？初步判断应该是死于溺毙。这水沟只不过1尺深，怎能淹死人？难不成是这死者将口鼻都埋入水中，透不过气了还不肯起来？张大人可有闻到异味？异味？我方才近前验尸便有闻到，似是酒水的味道。尸首颜面有潮红，眼睑水肿，身上有浓烈的酒精味道。据我经验判断，此人生前饮用大量酒水，导致酒精中毒，昏迷不醒。原来如此啊！此人喝多了，跌入水沟之中，昏迷不醒之下，口鼻都被水流所淹没，所以溺毙了。
如此说来，这是一桩意外。这只是初步判定，还得进一步解剖才能确认。酒精中毒者也有可能是呕吐物不小心吸入了气管而发生窒息，唯有解剖这些器官才能够肯定答案。在李武作的帮助下，谢子云对尸体进行解剖，检查尸体内的状况。萧毅让高云霄带着衙役在四周寻找可疑的线索，他自己则守在谢子云的身边，让他专心解剖尸体。就在这时，姗姗赶来的杜恶楼掌柜来了。他来了之后，萧毅便让他认尸体，只一眼，老掌柜便道：对，就是他，吴华。你确定这就是吴华？啊，杜恶楼在正月里开业，鲜少有人来典当东西，所以老朽记得。大人让我描述这吴华的长相，老朽说不出有何特别，但让我认人，我还是能认得出的。萧大人，这就奇了怪了。吴华不是本村人士，与五处庄子也不相识，他来这儿做什么？张推官，你挨家挨户去问问，看看可有神色闪烁、含糊其辞的。吴华在申时死，午时未时，可能在某户人家喝酒吃饭。谢子云和李武作的检验接近尾声了，他摘下了手套，让李武作给尸体进行缝合入殓。怎样？真是醉酒之后坠入此地溺毙的？不是，他应该是全身投入水中溺毙的。可是这小水沟……这里不是第一案发现场，死者是死后被抛尸死地的。哦，抛尸，那就说得通了。周围可有湖泊水潭？不是湖泊水潭，死者体内溺液并未发现泥土、水草等杂物，溺液干净，手指缝亦无此类杂物，应不是坠入湖泊水潭等地，而是在家中溺毙的。难不成是井里？不对呀，井里溺毙，指甲中亦有青苔等物呀。在外界的水域溺毙，死者挣扎时必定会搅拌起水底的泥沙，只有家里的水，不管怎么挣扎都不会有泥沙。我揣测，有可能是浴池或者浴桶一类的地方溺毙的。的确如此。那他是在某户人家家中被溺杀，然后抛尸此地的？不错。死者酒醉之后猛然被呛，空有挣扎，在家中要如何溺毙？本官观看了死者尸首，身上并无明显的束缚痕迹，凶手是如何做到的？死者的手脚没有捆绑的痕迹，即便喝醉了，依旧有挣扎的可能。凶手想要伪造成意外死亡，那就绝对不能够捆绑死者的手脚，否则就前功尽弃。若想让一个人在垂死挣扎的时候却无法做出任何举动，又不能用绳索束缚，卸了他2条胳膊。可是这死者2只胳膊并未脱臼啊。在街上就是了。既然如此，那他的衣服鞋袜都是事后换上的，还是抛尸此地之后晒干的呀？这个得检查检查才清楚。很快，谢子云发现死者衣兜里面还有一些铜板子、一把钥匙以及一块印章。谢子云就地取材，用印章沾了一些吴华的血液，在吴华的衣衫上压下。看了看，衣衫上有4个字：丁家吴华。这吴华是金家之人？我们四处寻找吴华，金家又不是不知道，为何一直都不吭声呢？回头我要他们好看。这次可以去金家一趟了。萧毅等人到彭家庄子里面用了午膳，歇息了半个时辰。张推官回来了。村里的人连吴华是谁都不知道，不应该有杀人动机。下官依照萧大人所言，询问了整个村子，没有一户人家宴请过死者的。5个庄子可都看过了？5个庄子的庄头都说没见过吴华此人，庄子里的人也不可能私下设宴请酒。张推官在这里歇息，本官带人下去看看。下官一同去吧，不将此事调查清楚，下官寝食难安。萧毅带着众人将5个庄子都查看了一遍，张、曾、彭、段都无甚异样，唯独范家庄子比较奇特。谢子云刚刚踏入庄子内，庄子里的人便凌厉地看着他们。这些人都是魁梧的汉子，但都是伤残人士，要么缺了胳膊，要么缺了1条腿。哦，这些都是老爷旧日的部下，他们在战场上负伤，侥幸存活一命，却又没去处，老爷便将他们豢养在庄子里。能干活的呀，干点活；不能干活的，老爷也愿意豢养。本官奉命查案，得罪了。这些老兵虽然很抗拒，但并没有做出反抗的举动，只是看心情回答问题。这里怎么还有许多空房？这些也是老爷嘱咐的，日后若有其他老兵需要他救济的，也可安排到此地。
反指挥使可真是宅心仁厚。萧夫人过誉了，这些老兵都是为老爷努力拼杀了一辈子的，老爷对他们好啊，是应当的。怎么这庄子里面一个妇人都没有？萧夫人可曾见过军营里有妇人的？那洗衣做饭，大家都会，洗衣做饭都是寻常事，就是不运浓雾一道，让村里人呐看了不少笑话。萧毅等人询问了一番，并未找到可疑之处，转了一圈，领着谢子云等人告辞了。你是怎么想的？凶手十分自信，这是在考验我们的本事。怎么说？凶手知晓我们在寻找吴华，他率先找到吴华，把吴华杀了，丢在显眼的地方，让村民发现，将我们引来。凶手又故意伪造成意外死亡，并且在吴华身上留下身份的线索，将线索指引向金家。若不是紫云验出吴华的死有蹊跷，我们认定吴华是死于意外，那将会如何？我们极有可能认为金家把吴华藏匿起来，但没想到吴华自己喝酒误事，摔死了，将自己暴露出来。官府从此盯上了金家，而金家本就不干净，手底下养了不少凶恶歹徒，再有金家金凯早就扬言要杀了段玉红，两家早有血仇，段家的血案便得落在金家头上。吴华死前肯定在这五大田村附近，只要知道他为何会去五大田村，或许就能够找到杀害他的凶手。这事儿就得去金家问一问了。大人，你吩咐我们办的事情办砸了，知府玉从你们的监视下逃离了。今天早上我们还看到他在客栈里，晌午时回国庄城客栈小四去敲门，结果发现他不在客栈里。可到了酉时2刻，他又从客栈里出来了，我们估摸他极有可能离开了4、5个时辰。你们继续盯着他，一旦他离开你们的视线超过1个时辰，你们便记下来知会本官。案子不是1天2天能够查完的，不要把自己累坏了。我自是晓得，夫人宽心。罗小兵可是给你带来消息了？他在那些三教九流的地方打听了些消息，明天去金家，正好能用得上。翌日一早，萧毅带着高云霄赶往金家。萧大人，久仰久仰。今日前来，有话要问你，你莫要与我装混。不敢不敢，大人有什么话尽管问，只要小人知晓的，定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吴华可是你的人？吴华，这个名字有点印象啊。将你家中奴仆账册拿来，只要查一查这账册，一目了然。去，把家中奴仆的账册都拿来。不必了，吴华不在你这账册上，你做的生意本官也略知一二。明面上的账册都是干干净净的，私底下的账册你也不会拿与本官过目。萧大人，你这话可就折杀小人了。本官再问你一遍，吴华是不是你的人？你为何让他去五大田村？既然大人知道小人做的是何等生意，那应该知道小人身后也是有靠山的吧？你想试试你的靠山有多硬？吴华是暗地里帮小人看管一片庄园的，平日里帮小人寻些卖儿卖女的人家，说好价钱，调教好了卖去其他大户人家当奴仆。大人，就这些了。卖儿卖女？本官怎么听说他连良家妇人都拐了呢？冤枉啊！大人，绝无此事啊！吴华去五大田村做什么？吴华大多是自行行事，他到处寻找那些要卖儿卖女的人家，小人也不太清楚。须是五大田村有人要卖儿卖女吧？吴华他居住在何处？他在铁岭村外一处庄园中。金凯，本官还有话要问你，为何府衙四处寻找吴华，你默不作声？大人，那吴华又不在城内，与段家没甚往来，小人想着官府必定不是寻他，因而未曾报备。那你可知道他现今死在了五大田村？昨日傍晚已知。为何杜恶楼的掌柜不认识吴华？这掌柜是受你指使，还是如何？吴华是暗中帮小人做事的，杜恶楼的老掌柜是小人不久前才请来主持杜恶楼的生意。这当铺的生意得要有个打眼的师傅，免得看漏了眼啊。所以老掌柜并不知晓吴华此人，更未受小人指使啊。
你可知晓最近那些人，欲要将你金家除之而后快。恨不得除掉金家的人不在少数啊。不过，小人也听闻了萧夫人的验尸结果，有能耐杀掉段家这么多人，还想嫁祸给金家的，整个锦城里恐怕只有张家。但张家没有理由，你金家却有充分的理由。不瞒大人，说是10几年前的金家，我敢说有着能耐，但如今我手底下那些人就是欺软怕硬的，即使我想做也做不到啊。张家自无道理对付段家，而我金家也没能耐对付段家。大人，段家血案真的与小人无关呐。那拐卖人口、欺压良民总与你有关了吧？你在别的地方行凶惩恶，本官管不着你，但在锦城，本官说什么也得治你一治。让将金凯给本官押回去，听候审问。我要去一趟铁岭村搜查吴华生前的住所，你可要去看热闹啊？左右无事，我与你一同去。萧木头呢？他不去啊？他还有些事，我们去就行。这次肯定有线索。不知官爷们查的是什么案子？此处可有叫吴华的？吴管事他前几日出去了，尚未归来。他死了？吴管事怎么就死了呢？那这里……现在我等要搜查吴华的住所，寻找线索。你快把门打开些。高云霄率先进了庄子内，看到这里空荡荡的，几个护院正收拾了东西，准备翻墙逃跑。高云霄立即扑身上去，将这5、6个往后门跑去的护院都击倒在地上。这庄子里面还有很多妇人。小心些，将庄子里所有人都带到这个大院中等候审讯。衙役散去，分头行事，看押护院和搜查庄内人员井井有条。高云霄走进吴华的卧室内，发现吴华的房间虽然宽敞，但是摆设很简陋。你们最后一次看到吴华是什么时候啊？3天前，吴管事说是要去进货，让我俩近日盯着庄园。进货？进什么货呀？老实说来。高公子，院子里有许多妇人小孩哭着向我们求救，几个兄弟问了一遍，发现这个妇人和小孩都是被抓来的，只有少数几个是卖到这里的。高公子，我们不知情的，这些人都是吴管事带回来的，我们只是负责管教他们，没做过坏事儿。公子饶命啊！你们明知道这些人是被金家抓来的，怎么向官府禀报？你们为虎作伥，还想说自己无辜？都给我抓起来，送到官府里去！吴华是去进什么货了？就是去买新的妇孺回来。买还是掳掠？这我等也不清楚啊。这铁岭村的庄园至今为止接收了55名妇孺，发卖给青楼大户人家的有32名，如今还有23名在这庄园里，等时机适合发卖出去。他可有说这次要去什么地方拐卖人口？吴大田村。你们怎么知道的？吴管事离开之前对大家说过的，几位护院都知道。你们不知道官府正在搜寻吴华吗？我们2人平日里面都在这庄园中干活，从未去锦城，并不知道官府搜寻吴管事，也不见吴管事提起。吴管事他到底犯了什么事儿啊？吴华的房间这么简陋，是不是你们在不久前把东西搬走了？冤枉啊！吴华就是个酒鬼，而且十分好赌。虽然他是这里的管事，但是经常缺银子花，有时候还要压榨我们的月银。他的房屋里面能有甚值钱好东西？就是，他但凡有点好物件，都会拿去赌场里面换成筹码，不输个精光都不回来。你哼，身为管事庄头，帮金凯做这些丧尽天良的事情，活该他穷死。高云霄挥挥手，让衙役把2个婆子和庄内的护院都绑在一条绳索上，准备把这些人作为人证送进锦城揭发金凯。这些妇人大多都是被掳掠来的，这2个老钱婆正逼着他们学着伺候男人，将来指定是要卖的烟花之地。今日得幸遇到我们帮他们一把吧。这些孩子还好说，但是这些妇人被拐走多日，恐怕回去之后也要受人指指点点。我们先寻个地方安顿他们，稍后再慢慢想法子吧。高云霄和敏慧赶回锦城后，立即把搜查到的证据和线索送达给萧毅。萧毅看过2本贩卖人口的账册后，许久都没有说话。有这些证据，想给金凯定罪是不难，但凭此却无法断定段家的血案与金家有关。我已经将吴华整个房间都搜索了好几遍，并未发现特殊之处。我想吴华应该就是幕后主使一早就安排的糊涂鬼，从他这里查不到幕后主使的。不急，
我已经有眉目了。我先把这些给彭大人送去，让他先收拾了金凯。萧毅便一个人去了府衙。萧毅此举仿佛是导火索，彭仲康看了账册，怒不可遏。金凯简直罪该万死！大人，下官今日一早便将金凯收押入监，他作恶多端，逃不了的。圆圆一事，你是知晓的。这些掳掠人口的恶棍，叫亲人骨肉分离，本官最是痛恨。本以为这金凯是明买明卖，双方你情我愿的生意，本官这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想到私底下依旧死性不改。金凯的事，下官相信大人自有章法。会不会是金家派人杀了段家？这吴华就是其中之一。吴华不小心遗漏了当票，金凯得知之后将他杀了灭口啊！亦有这可能。那本官现在就提审金凯，萧通判决的如何呀？证据不足，大人要提审金凯，只能判他掳掠人口的事。那也要尽早将他定罪，免得他想到脱罪法子。金家贩卖人口一案，证据确凿，下官在或不在，结果都是一样的。段家命案如今还无突破口，下官要回去再琢磨琢磨，争取早日破案。算几日，金家所有的庄园都被抄了，官府解救了许多被掳掠和强买强卖的妇孺。金家一倒，锦城老百姓都拍手叫好，显然金家早已臭名昭著。班指挥使带领士兵搜寻了这些时日，始终没有找到段玉红和大管家思松，官府也渐渐把这案子搁置，处理其他事务。演变到了2月20这一天，范大鹏和何范舟终于风尘仆仆地回到锦城。总算赶回来了，你伤势如何呀？不怎么好，不过回到锦城也有大人在，应是无虞了。夫人莫为我等操劳了，我等还有要事与大人治病。你们淋湿了身子，若是不尽快换上干净的衣服，会落下病根的。而且何大哥你还负伤了，更应该多加小心。只是让下人烧一些热水的事儿，不操劳。倒是你们去了什么地方，办了什么事？自从段家出了命案后，大人便写信于我等，洪安卫国率先来锦城，暗中替大人盯着石福玉，而我俩则去了通州一趟。石福玉的故乡中，我们找到了石福玉的兄长。按大人的指示，我们将石福玉的画像做出了基础公文，询问他可有见过画上的男子。可这人只看了一眼就摇头，未曾见过石福玉。我们再三询问，他还是坚称不认识。末了，我提及此人名叫石福玉，岂料这男子一了一声，说与我兄弟名字一样。我们又问及村里乡亲，发现无一人认得石福玉的。石大海一家在那村子里居住了4代人，往来邻居都认识他们，可竟无一人识得石福玉。我一提起啊，村里乡亲则夸石福玉是个好的，节里年里从不曾有失，就是多年未曾归家，都盼着他呢。当时我2人断定石福玉身份有虚，正要着路而回，谁知半道上竟跳出了4个凶悍，欲要夺我2人财宝。我2人压根没甚财物，他们没2句就动手向我们杀了过来。那是2州将界，无甚人烟，我们奋力反抗，范州受了点伤，我们趁机逃脱，可他们却如同那嗅到腥味的苍蝇，一直追着我们。幸好范州机敏早有提防，不然再被他们阻拦了，恐怕就见不到大人了。属下当时就觉得这些贼人来得太凑巧了，我和范捕头2人身上都佩戴着刀，看穿着打扮也不像大富大贵之人，一般山贼怎么会挑我2人下手？属下当时就觉得这些山贼有可疑，联想到杀害段家的歹徒都是心狠手辣之辈，于是多加了个心眼。不错，此案干系重大，你们行事谨慎，保住性命最为要紧。你们2人劳累了这么多天，这几日就暂且在府里好好养着，稍后若有事务，本官还得差遣你们。范州受了伤，夫人你要多加小心，没事跟敏慧待在一起。石福玉真的是凶手？目前还无法做出判断，但凶手不想石福玉的身份暴露，石福玉肯定与凶手有关。若他与凶手有关，那凶手的目的就不是报仇那般简单了。我送你去林园居，你从今日起一直跟着敏慧和她身边的女侍卫待在府邸里，待我试完了自会来接你回去。你是担心这些凶手会对我下手，拿我来威胁你？这儿好歹是通判府，光天化日的，那群歹徒不至于如此胆大妄为吧？小心驶得万年船。萧毅到了院衙稍作片刻，洪安和魏国急匆匆地跑了过来。大人，不好了，石福玉不见了！
半个时辰前，我们喝了一壶茶水，不曾想里面被人下了药。我二人醒来时，那石富玉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萧毅神色凝重，派人去知会城门手足严加盘查，挥手让二人退下，独自冥思。二人方走，不多时，高云霄急急入内。我方才得知消息，那石富玉竟已跑了，如今可如何是好啊？石富玉这一跑，则嫌疑越大，可发布海捕公文拿他。若他有心要躲，又有那些不知情的歹徒相助，即便发布海捕公文，也未必能捉拿住他呀。话虽如此，但这石富玉人尽皆知，彭知府与我都有令，不许他擅自离开锦城。他或许还在城内。方才我已差遣人去知会了所有城门手足，他若未曾离开，此刻更难逃脱。萧逸，为何我如今越发看不透你了？此案至今已半月，你依旧不慌不忙，你是不是成亲之后变得痴傻了？你且静候便是。我让你将段家掌柜寻来，如何了？都在门下候着。萧逸让人传上厅堂，几名掌柜依次站于堂上作揖见礼。诸位都是段家的老掌柜，可有去吃过石富玉段小姐的酒席？吃席时，可有见过石富玉家属？见过，他有兄嫂，都是市侩小人。大少爷当时还当众笑话了他呢。那真是奇了。本官派人去石富玉故乡询问其兄长，他兄长却不记得石富玉的长相。怎么会有自家兄弟都不相识的？诸位不知能否将其兄长的样貌说与本官听听？他说着，挥手让高云霄准备作画。几名掌柜你一言我一语，将当年来段家吃酒席的石富玉兄长的样貌画了下来，却是个尖嘴猴腮的男子。此人与石富玉毫无相似之处，说是兄弟，也叫人难以置信。再有，本官已调查清楚，石富玉的故乡兄嫂并不识得如今这个石富玉，这其中的猫腻一想便知。还请大人赐教。石富玉并非石富玉，他定是取而代之的。啊，姑爷，他不是姑爷，他是你们姑爷，但他不是石富玉。本官请你们来，本是想与石富玉对峙的，如今石富玉擅自潜逃了，只好让诸位先回去歇着，日后再来作证。若石富玉是被调包了，那定是他还未进入段家眼线之前呢，至少也得好些年啊。难道此案还有其他手法？萧逸没有说话，视线落在了桌案上一本破旧的账册之中，久久不语。这是彭仲康从金凯家中搜查出来的证据，里面详细记载着金家这些年来掳掠的人口和去向。那金家账册里面记载着2个不知道身份来历的名字，他们是一对叔嫂，在17年前的深秋从金凯手中逃脱了。那更让萧逸在意的是，这2人没有身份来历，其中的年纪较小的小叔子唤作小元宝，以年龄来推算，与石富玉的年龄一致。云霄，你去一趟府衙，找护房书曹，暗中帮你找个女子。这个女子34岁，身形孱弱，容貌显老。她应是在这3、4年内才迁入锦城的，名叫夏冰，但也有可能改了名字。她应该是独居的，你尽量往这方面排查。这夏冰跟此案有关？记住，隐秘调查，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晓。这伙歹徒恐怕在府衙中有内鬼，这也是我一直不敢贸然查处的缘故。我自晓得，你放心好了。与此同时，在一座简陋的庭院中，石富玉怒视着眼前的男子。你这是作甚？别忘了，在我面前，你只是一条狗。您当初答应过我，绝不会伤及无辜，只杀段玉红，为何却要将整个段家都屠戮了，连我的妻儿都不放过？我做事啊，需要你指指点点的。我是答应过你，但那些人可没有答应。况且，在段家之中只抓段玉红一人而不惊动其他人，这也太为难我那班弟兄了。石富玉无毒不丈夫，你要多少女人，我都可以给你。段玉红呢？为什么不见她的踪影？她已经被带去京城了，有人要亲自手刃了她，你恐怕是没机会手刃仇人了。不过你放心，你找到了这条矿脉，京城里的人很赏识你，要不然你此时已经是一具尸体了。这个萧逸可真不能轻视啊，居然会想到去查你的出身，而且还是偷偷摸摸的，让他钻了个漏洞。如今他已知晓你不是石富玉了，你冒充石富玉潜入段家的缘由，
他肯定会追查到底。我还是安排你躲到其他地方去，避开这个瘟神吧。我嫂子呢？男子沉默了片刻，向随从招招手，即可有人将一名妇人和一孩童带了出来。元宝，你不用管我们，做你该做的，大不了嫂子陪你一同上路，黄泉道上也有个伴。嫂子，你放心，我自有主张。你想知道矿脉的位置，我可以告诉你们，但是我有2个条件。石富玉啊，不要跟我讲条件。告诉欧阳乙，不是任何人都会按照他所规划的那般行事。学生是需要老师教导，但学生也会超越老师。我虽未能超越他，但他已经掌控不了我的。想要矿脉的位置，就得按我说的做，要不然玉石俱焚。玉石俱焚？哼，你未免太高估你自己了。你可别忘了，我们手头上还有段玉红。哼，段玉红落在你们手中，他岂会不知自己绝无生机？你们若是认为能够从他口中问出矿脉的位置，你们也不需要我这枚棋子了，早就可以严刑拷打，逼问出下落了。哼，欧阳爷真是收了个好徒弟呀！放了我嫂子和侄儿，让他们去通判院衙。哈哈哈哈，你莫不是疯了吧？让你嫂子去通判院衙，跟那萧毅禀报我们的事？我嫂子不会说的。只要我还在你们这里，我嫂子就不会出卖你们，否则第一个死的就是我。我凭什么信你们？我嫂子并不知道你是谁，不知道你们到底是哪里的人物。即便他去了通判院衙，他也无法帮萧毅揪出你们。你们一直都很隐秘，连萧毅都瞒过了，难道还怕瞒不过我嫂子吗？是否我将你嫂子送去通判院衙，你就将矿脉的位置如实相告？不错，你受命到此地查询矿脉的位置，筹划了这么多年，难道想功亏一篑吗？好，我答应你。当我准备好之后，就送你嫂子去通判院衙。不过我得提醒你，通判院衙里也有我的人，你嫂子要是敢说一句不该说的，呵呵，那可就别怪我杀了你嫂子。这位大人物，你要是敢伤害我小叔一根汗毛，我定然会将所有的一切都告诉萧大人。婉容，像我这样的人，即便死了，你也不想见到吧？不过你放心，那些杀害咱们孩子的凶手，我定要他们血债血偿。云姐，紫云姐，就是这个乞丐，在我府邸后门里一直徘徊着，见到人就躲，不一会儿又过来。我一出门，他就跟在后面。我觉得可疑，便让下人问了问，这才得知他想见的是你，说是你的熟人，恳求我将他带来见你。你若是不认得，我就将他轰走。老人家，我似乎并不认识你吧？老仆见过夫人，敢问萧大人何在呀？您是段家的管家？夫人慧眼，正是老仆思松。你是怎么逃出来的？那段玉红如今在何处？老仆并未被抓，当日夜里，老仆起夜去了茅厕，突然听得厮杀声，吓得慌忙躲藏，一不小心便坠入了粪坑之中。那些贼人四处搜寻，老仆将计就计，躲在粪坑之中，没有贼人多打量一眼的，故而逃过了一劫。那你为何不及早过来报案？听说你是段家的中仆，为何段家出事，你侥幸逃过一劫，却迟迟不现身？我本欲出来报案的，可是当时我听到那伙歹徒高呼是田鸡营的人，老仆便被吓住了。那你为何如今又跑来报官了？老仆受段家恩惠几十年，怎能不知恩图报？段家发生此等惨祸，即便是寻常人也不忍看段家喊冤，何况是老仆啊？奈何老仆这些年看惯了官场往来的勾当，非大人如此人才，老仆不敢相投啊。思松，段家因何缘故被灭满门？回大人，段家做过的事很多，老仆一时半会儿也想不起到底是哪宗得罪了人呢。此桩命案唯石富玉一人逃脱，可见早有预谋。且石富玉身份造假，他所报与段家的故乡，无人识得他。他身份有假？石富玉的身份低微，老爷并未彻查，
只因石富玉完全是凭着自己的本事做生意的，老爷看中的是他的本事，因而未曾太在意他的来历。石富玉多年前就潜伏进段家，然后以经商才华得到段玉红的青睐，最终段家满门被灭，他却侥幸活了下来。可见段家血案是早有预谋的，绝不是短期内的仇恨。既然你不知晓段家的仇家，那段家能引起别人觊觎之物，你总该知晓吧？这群歹徒将石富玉送入段家，应是图谋某样东西，而今这东西他们已经得手，故而下此毒手。段家除了财富，还有什么能让人如此处心积虑的？老爷手里头有一条矿脉，一直以来都不敢让任何人知晓啊。段家以玉矿而起家，手中有几条矿脉已是常事，为何不敢让人知晓啊？这一条不是玉矿。对，这不是玉矿，是一条金矿。金矿？朝廷有令，发现金矿、银矿、铁矿、盐矿，必须上报官府。不过，老爷当初发现了金矿之后，心中有了异样心思。段家本就是经营玉矿的，又有开采矿石的本事，如今巧遇着金矿，若能开采一些出来，段家便可迅速积累财富啊。所以说，杀害段家的那群歹徒，想要的就是这条金矿。可是，这条金矿位置十分隐秘，除了老爷之外，再无第二人知晓。即便是我，也只是打打下手，安排了一些人手，让老爷带去开采。后来再也没有见过这些人。萧逸寻高云霄给思松找了一个地方安置，让洪安和魏国守在他的身边，保护他周全。可有问出些线索？凶手真的是石富玉吗？他极有可能是一名帮凶，毕竟他没有那能耐找来这般凶狠手辣的歹徒，更不至于连自己的妻儿都杀害了。他若要掌控段家的家业，只需要杀掉段玉红与段俊贤即可。那他到底是受谁指使？可有问出谋害段家的可疑人物？不过我大致上是知晓的，之前就有一伙人曾在官道上劫杀了侯一平，与杀害段家47口人的手法极其相似，定是有一伙人在锦州境内暗中作恶多年的。在锦州中，实力最庞大者，根基最牢靠者，非张氏一族。难道是张家暗中培养的势力？张氏一族并非如你想象那般齐心协力，做不到此等能耐。那还有谁？锦城中盘踞日久的大势力，段家、金家都算不上，总不能是彭大人吧？彭大人根基浅薄，更无此可能。也是。他担任知府也没几年，之前倒是当过锦州内的小县令，却也无这能耐。更何况他还算是个好官。那个夏冰，他来了。来了。方才有衙役说，他就带着一个小孩，站在通判院衙外求见大人。石富玉如今身在何处？民妇不知，求大人开恩，救我小叔一命，民妇愿以命相抵。你们不知道石富玉在何处，那我们如何救他？他此刻定还在锦城内，还有那个逼迫他的人。还有呢？你什么时候见到石富玉的？2个时辰之前，小叔让那主谋将我2人放到院衙里来，他晓得在此处方能得周全。石富玉还有这能耐，那主谋还得听他的？有，他知道段家一条矿脉的位置，那主谋想要得到这条矿脉，只能答应了小叔的要求。但是小叔也答应他们，一旦我2人在这通判院衙中安全了，他就把矿脉的位置告知他们。萧大人，若是那主谋知晓了矿脉的位置，小叔必然无法幸免。那未必。如果是那主谋，见你小叔有意将你护送到安全之处，定是有了异心。若是石富玉随口报了个假位置，届时杀了石富玉，寻不到金矿，则功亏一篑。原来是为了一条金矿，难怪他们如此筹谋。石富玉都与你说过什么？你仔细说来，或许本官能寻到些线索。小元宝和阿嫂到了锦州一处偏僻的小乡村里生活。过了5、6年后，小元宝长大了，长成了翩翩少年郎。在小元宝的心中，一直潜藏着复仇的心思。不管是段家还是金家，他这份心思，即便是朝夕相处的阿嫂也没有发现任何端倪，但却被一个货郎给识破了。这个货郎从此与小元宝走得很亲近，小元宝很快便尊他为师。在他的安排下，小元宝进入了段家的眼界内。小元宝暗中凭借货郎的指点，一步步获得段玉红的青睐，最终被段玉红招为女婿。
他那阴险狡诈的手段依旧没有变。小元宝本想立即杀掉段玉红，但是货郎师傅阻止了，让他暗中打听出黄金矿脉的位置。小元宝这才知道，货郎的真正目的并不是帮他报仇，而是想要得到黄金矿脉。他在一番斟酌之后答应了货郎，并且得知货郎身后有一股秘密的力量，随时都有可能杀害他和他嫂子，这又是他们的一番苦难。这个货郎叫什么名字？欧阳野。子霄，带些人在城市里找找，一定要找到这个欧阳野的蛛丝马迹。欧阳野恐怕早就离开了，他从不在一个地方久留。那主谋不是欧阳野，欧阳野跟着主谋又是什么关系？小叔从不将他的事多说于我，我对他暗中做的事情一无所知，只晓得他是要去段家报仇的。有可能欧阳野负责筹谋，然后这个主谋则负责行动，他们互不统辖，但又互相配合。欧阳野只是一个小货郎，他不可能培养出一批歹徒在暗中作祟。萧逸沉思片刻，让人安排夏冰住下，和思松住在一块儿，重点保护着。你认为石富玉如今会在什么地方？夏冰最后一次见到他是2个时辰前，2个时辰的功夫足够主谋带着石富玉在锦城里转一圈了。刚才夏冰说了，他们是蒙着眼睛坐着马车来院衙的，这说明对方居住的地方不会是个小院子，寻常人家怎么可能供得起一辆马车？强行如此，必定会引来左邻右舍的关注。若是租借，那就更容易暴露了。从这点推测，可以锁定石富玉和这位主谋在2个时辰前一定是在某个大宅院之中。夫人，你留在府邸里，我带人去搜查搜查。在这里都快闷死了，我们跟你一块儿去吧。一旦发现歹徒，我们随时都会发生争斗，刀枪无眼，我怕。那你们四处搜捕，万一这些歹徒派人来府邸里面捉拿我们当人质，你们又不在，那可怎么办？再说了，我们2个虽然比不上你的功夫，但打一打普通的歹徒还是不成问题的。高云霄正在各处客栈之中寻找欧阳野的下落，于是所有的客栈找了一遍，都没有欧阳野的踪迹。萧逸派人来知会了他，他急忙和萧逸会合，迅速地赶往了一个大户宅院。一套将老爷叫来，据说我有话说。夫人，寻我何事？这些大多都是商贾人家，在锦城里居住了多年，窝藏石富玉的可能性不大。话虽如此，但亦有可能是被歹徒暗中招揽的帮凶，不能错过。夏冰说了，石富玉现在情况很危险，我们没有时间慢慢的盘查，得从最可疑的地方查起。一旦歹徒确认了金矿的位置，石富玉恐怕就很危险了。换我是歹徒，此时最好的办法就是派人将石富玉送出锦城，避开官府的追查。城门都被门族拦住了，而且主谋也绝对不敢带着石富玉在街上闲转，他们可能是在等天黑之后寻找法子出城。城门这个时候差不多要关了吧？天黑才出城，怎么出啊？会不会石富玉已经伪装之后逃出去了？石富玉一直都是此案重点疑犯，不仅是我，庞大人也多次嘱咐了门族，绝对不能疏忽，让石富玉逃脱。这主谋绝对不会冒着这种风险伪装出城，他害怕石富玉会自己跳出来袒露自己的身份，让他们功亏一篑。有衙役回来禀报，在这宅院之中并未发现可疑之处。萧逸挥挥手，示意衙役们退走，准备去下一个宅院搜查。你既然知道府衙里面有内奸，那你应该猜测到主谋的身份了吧？到底是谁？说出来，我们一起商议。你很快就知道了。大人，这里是藩指挥使的宅邸，我们要进去搜查吗？任何一处可疑的地方，都必须得盘查清楚。小一，你这是什么意思？下官盘查到石富玉此刻正躲藏在锦城内的某处宅院之中，任何地方都有可能。范大人，下官亦是为了查案，还请大人通融。小一，你当真要盘查本官府邸？你知道后果吗？大人，下官只知晓，查清之后，大人与此案就能撇清关系。如果大人此时拒绝盘查，那大人的嫌疑便一日不可洗脱。哼，哦，我何时有了嫌疑？段家血案现场中，47口死者的头颅都被砍掉，在厅堂之中堆成一座人头塔。范大人，你可知道是哪种人会对尸体做出这种举动？士兵在战场上会做这种事来恐吓敌人，藩指挥使难道没见过？战场上的确有这种做法，但这又如何？很多山贼土匪也有这么做的可能，还有一些邪教人士也有可能做出这种选择。
你凭借此桩就能断定我有嫌疑？每个人都有嫌疑，包括我自己在内。大人要是觉得下官有问题，大人亦可去查处下官的宅邸。对了，我记得当初在藩指挥使的庄园中看到很多空房子，当初那庄头说是留给日后伤兵的，可藩指挥使都已经到此地了，怎么还会有那么多伤兵？偌大的庄园全是一些伤残人士，一名妇人也无。下官当时就想过，大人既然如此抚恤士兵，为何不招揽些妇人帮忙照顾日常起居呢？藩指挥使，在你到达锦城的时候，石富玉曾经在下官属下的监管下逃过了一回，而后又毫无征兆地回到监管的客栈之中。大人可有觉得事情十分巧合？那又如何？本官怎么知道他为何在那个时候逃脱？还是你萧大人掌握了什么确实证据？下官目前没有确凿证据，所以本官并未捉拿大人，而是来大人这里调查。调查过后，若是与大人无关，下人自然会离去。要是本官不愿意呢？那本官只好上奏朝廷，请皇上定夺。萧逸，你要查可以，但是本官要告诫你，你此举是在冒犯本官。你要是查到些什么，本官便不与你多言语；若是查不到什么，本官绝对不会放过你。萧逸挥挥手，让衙役们迅速尽力搜查，向高云霄守着马车，自己带着衙役进入宅邸内搜查。你们是怎么想的？怎么还查到了藩指挥使的头上了？回大人，只是例行查验罢了。不仅是藩指挥使的府邸要查，您的府邸也要查。你们查，无凭无据，稽查官员住宅可是要犯一大过的。唉，藩指挥使一向不好说话。你们要查藩家宅邸，提前知会本官，本官也能为你们周旋呢。你们这般鲁莽，以后耽误的可是萧逸的前程，怎么就如此冲动行事啊？彭大人，事其从权，石富玉随时有可能被送出锦城，到时候黄金矿脉落入了贼人手中，危害的可是整个大越的朝政。但愿能寻到藩指挥使的蛛丝马迹才好啊！在藩家宅邸中，萧逸回到了正院子厅堂，与藩指挥使相对而立。查得如何？藩大人，按那石富玉的嫂子夏冰所言，藩指挥使家中有一处院子，正是当初关进石富玉的地方。下官斗胆，请藩指挥使随下官到衙门一趟，与夏冰对质。你要带本官去府衙里审讯？你有这个权利吗？本官是三品指挥使，你通判无权审讯本官，滚出去，否则别怪本官对你不客气。下官的确无权审问藩指挥使，不过上面自有人能审问藩指挥使。指挥使逃得了今日，又如何逃得了明日？萧逸，你胆子不小啊！哼，不过本官可以告诉你，你今天是带不走本官的，明天一早这里就会被一把火燃烧殆尽。你能奈何得了本官？指挥使既然有恃无恐，下官就此告辞。只是藩指挥使应当清楚，只要石富玉还活着，他就能证明你的罪状。虽然本官奈何不了你，但本官握有石富玉的话，迟早有人办你的罪。萧逸回了一句，转身离开。走出了府邸，他便看到了彭仲康和高云霄在马车旁边说着话，大踏步上了监里。哎，萧逸呀，你这次实在太鲁莽了。你若是知会本官，由本官带着你在藩家中游走一番，既能查案，也能不得罪藩指挥使，这不是两全其美的法子吗？如今你把藩指挥使给得罪了，以后被弹劾了，仕途可就不稳了呀。怕什么？我爹还是2品的大将军呢，他一个地方指挥使能有多大能耐？都城指挥使还是我爹的拜把子兄弟，他敢动萧木头试试？多谢彭大人关怀。适才那藩指挥使已经承认了，石富玉此前就在家中，如今已被送走。下官没能彻查整个藩家，只是走马观花，看看庭院看雨，因而不确定藩指挥使所言虚实。他承认了？可他说今晚就会一把火烧掉整个宅院，即便告诉我等也无妨，届时依然死无对证，奈何不了他。他这也太猖狂了。那你接下来打算如何行事啊？派人盯住藩家宅院，如果石富玉还在这宅院里的话，那他想将石富玉送出去也不轻松。下官再写一封书信，迅速送去京城，让皇上过目，
派遣能够治得了藩指挥使的官员过来。院衙中有2个重要的人证，下官希望由大人派亲信保护，下官这边分身乏术，只怕无法顾及这些人证。本官会安排信得过的人手保护这些人证，但是你贸然惊动圣上，可有证据在手？若无证据，届时圣上派人来了，你亦无法证实藩指挥使的罪责，反而不妥呀。下官今天夜里要寻出石福玉，藩指挥使必定是急于将石福玉送走的，今晚说不定就是他最后的机会。只要石福玉一露头，下官就会将他逮捕，将他转为证人，证实藩指挥使的罪责。既然你都已经有安排了，那就随你好了。府衙里的捕快和衙役，你可尽情差遣，毕竟这也是为了查案，本官职责所在。即便可疑人物是藩指挥使，也不能回避。在萧绎和高云霄的恭送下，他迅速离去，将院衙中的思松、夏冰都接到府衙里去。如今我已跟藩指挥使撕破脸了，今晚他势必会有一番动作。你们若是回去，恐有危机。不单是我2人有危机，你与高云霄的危机也不小。若我是藩指挥使，摆平这件事情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掉你这个碍事者。很快，萧绎和高云霄就将衙役们都布置好了，守在了藩家宅院外，将藩家盯得死死的。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藩家很快就燃起了大火。藩指挥使带着家中众人出了大门。焦大人，怎么不帮本官救火呀？大人的宅邸未经大人许可，下官不敢冒昧进入。哼，这个时候倒知道未经本官许可不可擅入了。下官之前查询大人宅邸，那可是经过大人同意的。小易，你再不快些查找，只怕石福玉很快就会逃出锦城了。既然藩指挥使都这般说了，那本官这就去寻石福玉了。一辆马车和10来匹快马在黑夜的锦城中疾驰，不一会儿就来到了锦城的内河驻闸处。他们的马车还没停下，几道黑影就迅速地从河道中缩了回去。只是萧绎依旧看到了他们，保护好他们。说完，整个从马车上飞跃出去，扑入河道之中。季子云和敏慧慌忙下车的时候，一声惨叫从河道中传来。敏慧拿出了鞭子，她的女护卫和衙役们也严阵以待。保护你们自己，我去就来。季子云认出这是戴家的逃生密道，河道旁边就是密道的出口。原来藩指挥使让人携带着石福玉去了戴家，然后从戴家的密道偷偷来到这里。就在这时，藩指挥使带着一些人赶到了，他们一直追着萧绎的马车而来。查！侍卫们闻言拔出了佩刀，疾驰快马砍杀过去。女护卫见状，让敏慧和谢子云依靠着马车躲避，她自己跳上了车顶。河道内在厮杀，这河道旁也即将展开一场厮杀。可惜了2个美人儿，要不是你们跟错了人，或许我还能留你们一命。他正说着，一道身影从河道之中飞跃而起，利刃直指藩指挥使。本还想拿真凭实据将你定罪，不曾想你却如此无法无天。哼，我是个武将，向来信奉弱肉强食的规则，证据不证据的，都是那些迂腐的文人糊弄百姓的招数。对于我们当兵的来说，就是个屁。进河道里去。虽然有些寒凉，但此时只有躲入河道下的密道中，才能够避免被包围的局面。敏慧点了点头，拉着谢子云车夫紧随在他们身后，一起逃入河道中。小易，你们躲到密道之中，犹如钻入布袋中的困军，只会更加危险。刀一将长剑拔出之后，让谢子云3人迅速躲进河道之中。藩指挥使大怒，一刀劈了过来，萧绎上前挡住，2人在河道中厮杀起来。小易，我早就从手底下的人听说你武艺不错，不过你对付那些小喽啰或许还行，遇上我，呵呵，你绝无胜算。我对自吹自擂不感兴趣。小易，认命吧，今晚这儿就是你们的葬身之处。藩指挥使得意地狂笑着，让卫兵上去围攻萧绎。萧绎没有回话，只是缓缓地退到密道之中。快往里面退！小易，不要再挣扎了。这密道另一头有好几个出口，只要他们都逃出去了，日后你必定罪责难逃。逃出去？你不要说笑话了。你可知道这里面有多少人吗？杀害段家47条人命的所有歹徒，可都在这密道底下。有30多人呢。
他们一直都没有离开。为何要离开呀？反正你们这般蠢货也不会查到他们。一旦有任何需要，我还要他们的助力。放到外面去，岂不是可惜了？萧逸呀，萧逸，那欧阳也说你机智过人，本是对你有几分赏识，奈何你偏偏要与我们对着干，险些让你坏了我们的好事。欧阳也已经放弃你了，今晚大罗神仙来了都救不了你了。这冰痞子脑子进水了吗？自从进了密道就一直鬼叫鬼叫的，都快吵死我了。大头兵就是大头兵，即便升上了指挥使，也还是个鲁莽的蠢货。没想到你萧大人也会耍嘴皮子呀，这倒是有趣。这样好了，你们要是有人愿意跪下来朝我磕头，叫我3声爷爷，我就放了他，如何？嘿，我相公没你这么丑的孙子，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的心思，你就是想玩弄一番，再将我们杀掉罢了。哼，不识好歹！等会儿拿下你之后，我要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哼，那得看你有没有本事先拿下我的脑袋。那就试试看。临死前，萧某想知道，你是楚王的人吗？不错，我们确实是楚王的人。再过不久，这个天下就会换了主子，到时候我就是功臣，整个天下都是我们的了。你们的幕后主子到底是谁？范指挥使，让萧某做个明白鬼，又有何妨？我都说了，我们是楚王的人，我们的主子自然是楚王。想知道所有秘密，就去问阎王吧。给我杀一个不留！啊！惨叫声瞬间连绵响起，范指挥使愣了一下，眼前4个亲卫居然一转眼就让萧逸消手了2个。你！范指挥使惊讶之余，萧逸剑出如电，快速杀掉剩余2名卫兵。再给你一个机会，你们的主子是谁？他在京城吗？你故意示弱！楚王已经死了，你们的主子是楚王的私生子吗？我去你娘的！跟老子耍阴的，想从老子嘴里套出消息？呵呵，你做梦！范指挥使愤怒地攻向萧逸，但他却发现自己还是错了。萧逸不但力道不比他差，厮杀的经验也不少，几个眨眼的功夫，一掌拍在他的胸口上，将他震飞了出去。你内功竟然这么高！你是故意将我引入密道的？你这么嚣张，不到这种地方还真不好意思动手杀你。你既然不要证据，与我说弱肉强食，那我就按你的规矩来办事儿。萧逸说着，一剑刺在范指挥使的大腿上，断绝了他逃命的机会。萧逸，你敢杀我？我可是正3品的3州指挥使，你可知道杀害朝廷命官是何等罪名吗？这里暗无天日，谁能给你作证？我说你是被那般歹徒杀害的，能奈我何？说完，他一剑钉入了范指挥使的腹部，将他永远钉在这暗无天日的密道之中。这个范指挥使原来是个纸老虎啊！他几年的指挥使生活，已经把自己养废了。只要是留他一个活口，说不定能够问出更多的秘密。没必要，他还有家属，肯定不敢出卖楚王。密道内的歹徒们见到范指挥使死了，顿时如同鸟兽散了。密道有好几个出入口，他们分散逃离。结束了。方才你们可有见到石不玉？没有看到，不过应该在他们这些人之中，想必是被胁迫了。我们沿着河道退出去，找一找还有没有马匹，快些回到府衙之中。不行，那范指挥使身边还有许多亲卫，之前去追杀其他衙役了。此时说不准他们已经回到了河道旁边，我们这个时候出去，将会与他们正面对上。不就是区几个亲卫吗？萧逸一眨眼就能解决掉了。你说的这般轻松，不如你去应对这区几个亲卫。那我们沿着密道从带下逃出去。萧逸点了点头，那群一哄而散的歹徒总比那些精锐的亲卫要容易对付些。此时此刻，石富玉正趴在一个歹徒的肩膀上，气息若有若无，脸色苍白，早已昏死过去了。范大鹏本来在院衙之中歇息，突然听到彭知府要把重要证人夏冰、思松都送去府衙保护，他连忙带着何范舟、洪安卫国等人向彭仲康询问。得知详情之后，只好带着人迅速赶往范指挥使的宅邸。
罗小兵出来拦住了他们，告诉他们在戴家听到了一些异样的动静。这一群人调转了方向，前往番家周围的戴家，结果就看到了歹徒逃出。他们杀了几个刚刚冒出来的歹徒，然后壮着胆子往里闯，恰好就挡住了石富玉等人。他们一路杀了进来，萧逸和高云霄听到动静，也紧赶慢赶地追了过来，最终在中间枢纽拦住了携带石富玉的这一伙歹徒。你们别过来，不然我就杀了这家伙。放下他，我让你走。不行，你们让开条路，只要我安全了，我就把他放了。谢子元在一旁判断着石富玉的神色，恐怕石富玉没法支撑多久了。萧逸让范捕头让出了一条通道，让这个歹徒逃离。不许追过来，听到没有？都别追击，让他跑。萧逸等人无奈之下只能让开了路。可就在这个时候，石富玉醒了过来，他明白自己很快又要沦落到这些贼人手中，心中自是十分不甘，即刻一口咬住了这个歹徒的脖子。这个歹徒吃痛之下猛地推出石富玉，石富玉闷哼一声，幸好被萧逸迅速接住。高云霄趁机一剑杀掉了歹徒。阿嫂，我好累，带我回家吧。好，我带你回家。谢子云知道石富玉已经回天无术了，整个人都已经出现了幻觉，昏昏沉沉的。你撑住，我们现在就带你回家。回家，回故乡了。石富玉呢喃完，脑袋一垂，彻底咽气了。背着他的尸体回府衙。当他们抵达府衙时，雄鸡唱韵，天亮了。彭仲康一夜未睡，带着手下亲自看守着夏冰和思松，直到有人通报萧逸等人回来了，他们才急急忙忙地迎了出去。元宝！夏冰心疼地抢过石富玉的尸体，抱着他的尸体瘫坐在地上，呜呜地哭了出来。这时外面突然跑进来一个衙役。大人，不好了，外面有许多士兵把咱们府衙给包围了。皇甚，有多少兵啊？大约有200-300。来我这府衙作甚？真不把我这知府当一回事吗？走出了府衙大门，只见昨晚退走的几名亲卫赫然在其中，这些军队就是他们引来的。你们这是要做什么？庞大人，范指挥使昨夜遇害了，你可知晓？萧大人已经说与本官了，范大人与歹徒勇斗一番，不幸被杀，本官心痛之极呀！正要派遣衙役去收回他的尸体，上奏朝廷。可这些范大人的亲卫却说范大人是被萧大人等害死的。胡说八道，他们当时都不知道在哪里。其他忠心护卫范大人的亲卫都死了，我怀疑这些亲卫是否暗中与歹徒有勾结。萧逸，你敢做不敢认，算什么男人？是我敢做不敢认，还是你们敢做不敢认？庞大人，这里就属您官阶最高，您说这是如何？这样好了，萧逸等人暂居府衙之中，内有本官看守，外有诸位看守。本官上奏者向朝廷请命，咱们都听朝廷的。你说你必须服法。既然你们认定萧某杀害范大人，萧某亦认定你们与歹徒有勾结，一起留下来，等朝廷派来特使公正处理最优。若是你们等不及，亦可与本官公平对决。以军营的规矩，谁拳头硬就听谁的。好，我第一个来。两人在府衙外彼此打量着对手，可当这名亲卫突然发起进攻时，他就后悔了。一阵噼里啪啦声之后，他的脸被萧逸抽得肿胀，直接被打成了猪头。其他跃跃欲试的亲卫瞬间都愣住了，这不像是文官该有的模样，他怎么可以如此凶悍？看在暂时证据不足的份上，本官暂且饶了你。待朝廷特使来了之后，本官定要好好问问你们的罪责。既然这些人都有可疑，那就老小将军看着他们，待日后公堂上对质，弄清楚是非黑白。小将领很快就分布好留守事务，领着剩余的兵力撤退了。萧逸等人在府衙之中暂歇，童家下人帮衬着给石富玉收殓，匆匆寻来一口棺材，错在了后衙。张同之和张推官等相继赶来，跟彭仲康迅速地探讨这件事儿。知府大人，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怎么能让萧同判独自处理呢？昨晚您要是把持全局，说不定范指挥使就不会有事了。
昨晚你们都没收到消息？别以为本官不知道，萧通判搜查番家的时候，你们都得到了通报。萧通判一向查案特立独行，下官想着萧通判绝不会将番指挥使得罪死了，往后再去相劝也不迟。谁料到，大人，那到底是不是萧通判杀害了番指挥使？这个本官也不清楚。萧通判说番指挥使是被歹徒杀害的，但番指挥使的亲卫们却说是萧通判杀害的。你们觉得谁说的是真的呀？番指挥使掳走石福玉作甚？听闻昨日萧通判查到石福玉的身份有伪，石福玉就被指挥使大人给掳走，莫不是指挥使与段家血案有牵连？冯仲康给了他一个眼神，让他自己体会，挥挥手就让二人退去。主衙后衙的梧桐院中，这2天夏冰把他和元宝的事情告诉了我，他们前半生活的实在是太苦了，不如就让夏冰留在我的身边做事吧。他不会留下的，等事情一了，他就会带着元宝的尸体回故乡，那大概是他们最后的归宿。可楚王余孽若是不肯放过他，他到时候还是很危险。这个先且别提，朝廷何时才能派特使过来？我们还得在这府衙之中待多久啊？忍着办，这件事情还没有完。番指挥使都只不过是楚王余孽在朝廷中的义子，朝堂上应该还有更大的官员是楚王余孽，此案上奏上去，朝堂恐怕也不安宁。那我和惠儿要不要给我们长辈写封信，告诫告诫他们？这就不必了，他们晓得如何处理，只是闵惠这次身陷危机的事不要提起，免得闵家到时候把账算在我头上了。是闵家知道你们在这受罪，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把你带回去。萧木头，那到底你知不知道黄金矿脉的位置？大概知道，黄金矿脉是段家私自探寻到的，他们暗中开采，未曾上交朝廷，早已犯了欺君之罪。只要查清楚他们段家总共有多少条矿脉，一一排比，应该能知晓。这恐怕不太可能啊，段家的矿脉位置都是对外公布的，那些矿脉都是官府去查看过，恐怕做不了假。段家有的是钱财，而且在此道上有20多年的人脉，买通1、2人不难。更何况他们开采矿道，用偷梁换柱的方式，别人亦不知道矿洞内所产的到底是玉还是黄金。不错，段奕宏应该可以耍这一手。彭大人，你不妨去查查段家所有的矿脉，派人进矿洞里仔细检查，兴许就能发现金矿的位置了。本官正有此意啊。本官还要去询问那欧阳野搜捕的情况，先告辞去了。你们刚刚唆使彭大人去查金矿位置，是不是憋了什么坏主意？我也不清楚，问你相公去。我想让彭大人帮我去探查清楚段家的所有矿脉，看看飞石村这条矿脉在不在其中。你也听了夏冰所言，飞石村被屠灭，皆是段家为了挖矿而起。可是挖矿需要工人，段家为何要把飞石村的村民赶尽杀绝？飞石村的人不同意他们在村子里挖矿，夏冰说过的。矿脉又不是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打矿洞，其他地方无非是多花费些精力罢了。可这总比屠灭一个村子要更划算。段奕宏难道连这点都比划不清吗？你的意思是金矿有可能就在飞石村，所以段奕宏才要飞石村的人都离开，免得让他们看到真相。财帛动人心。18年前那些被杀的村民，他们何其无辜，只因为他们居住的故土有金矿，段家便将他们逼得家破人亡，无家可归。死去的冤魂至今都不曾瞑目，而活下来的人更是半生颠簸，半生凄凉。几天后，京城派遣特使抵达锦城，彭仲康率领众官相迎，在厅堂中落座听讯。大人，可要将范大人的亲卫们传来对质？不必了，本官今日一早还会进城，听闻那几个亲卫已经逃了2日了。副将有罪，求都指挥使大人责罚。偏激营都指挥使蔡恒，圣上的左膀右臂，传说中的活阎王，整个大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起来，你先立于一旁，回头再论你罪责。蔡大人，如此看来，这些亲卫真有问题啊。这不能一锤子敲死，说不准他们是被敌对势力给掳走的，这也是极有可能的。姚通判，整件事情本官虽略有了解，但不如你知之甚详，你且为本官说说这桩案件的来龙去脉吧。萧毅起身行礼，缓缓地将整桩的案件说出，并且将自己所查到的一些结果和线索呈递上去。也就是说，最终你们还是没能查出
是谁杀害了段家47口人命？杀害段家47口人命的歹徒，大多都已经伏诛，逃了几个。下官本应继续捉拿，但被范大人的亲卫纠缠着，未能出这府衙，无能为力。可你没能查清这些歹徒背后是谁指使的？大人若是不来，下官至今都无法走出府衙，如何查？下官人微言轻，还望大人见谅。邱小子说的不错呀，你就是块石头，硬的行不通，得用软的。大人，其实萧通判已经揪出了暗中指使杀害段家的主谋。我知晓，你递交给朝廷的奏折之中，隐晦的提到范大人就是主谋，目的就是为了黄金矿脉。略略一看，倒也合情合理。只是范指挥使在朝廷中有不少人发声，为他鸣不平啊。若是没有确凿证据，就是本官都不好办他呀。蔡大人，既然范大人有嫌疑，为何不去搜查一遍范大人的宅邸和军营？派人去过了，3州卫所中，范大人的军帐干干净净的。他在京城的通州城外的主宅亦是如此，找不到任何可疑之处啊。恐怕他最大的秘密只会藏在他自己身上。这是范大人死后，下官从他身边捡到的。捡到的？这玉坠看着倒是挺精致。这样好了，本官将这玉坠带回京城再问问。下官在查案之中，认为范指挥使是楚王余孽，只不知蔡大人信或不信。本官办事从不偏听偏信。当时高公子和闵小姐亦在下官身边，他们也听到范指挥使亲口供认自己是楚王余孽，楚王一脉终究会取而代之。遭云霄和闵辉，让他们2人过来。云霄和闵辉来了之后，蔡恒询问了一番范指挥使的恶行再无争议之处。蔡恒让高云霄和闵辉签署了供词格目，证实范指挥使曾说过他是楚王余孽一事，这才拍板将范指挥使定为叛党。萧毅等人的软禁即刻解除，而范家无论家眷还是那些往日下属，全部都受到牵连。萧毅等人终于回了通判府衙，恢复往日的公务，协助彭仲康管理锦城百姓。短短2个月内，3州所有与范指挥使有关联的人，全部都被天机营卫给彻查了一遍。在5月初5，圣上颁布了一道圣旨，让太子查出所有的楚王余孽，一定要肃清朝廷。圣上特地把天机营全部交给了太子掌管，下令让蔡恒听命太子调遣，尽快查明此案。特地给蔡恒去了一道消息，让他将萧毅带上京城。蔡恒已经在回京的路上了，得知只得把信再传给萧毅，催促萧毅快些上路。萧毅收到这信时早有所备，他知道此案已经在京城中引起了很大的动乱，他被调去京城是迟早的事情。让他感到意外的是，调遣他的不是圣上，而是太子。想不到这么快就要回京了，我还真有点不舍得这里啊。太子没让你跟着，你要留下也可以。你都不在这里了，我还留下来做什么？再说了，我这离家许久了，总该回去当了。就是啊，你也该回去好好念书考功名了。你怎么了？难道你不想去京城当官？入京当差当然是好，但以这种方式调入京城，只怕会招来杀身之祸。倘若楚王势力手握重权，故意栽赃于我，我死罪不惧，却不想你受半分委屈。你查这案时，我已是生死随你，如今是去亦有危机，不去亦有危机，何况你还不能拒了太子的旨。急于要为天下百姓办事，便顾不得这些旁枝细节。好比段家血案，你一心担忧我们的安危，暗中慢慢盘查，差些便让范指挥使得手。你不能因为我而有所顾忌，否则我还不如不嫁你。说的是甚还话？你不嫁我，欲要嫁于何人？段家血案这一桩案子，实因牵扯之人地位身份极高，而且谈案过程凶险，我才不得不暗中慢慢调查，免得惊走这位大狱。这桩案子确实比以往不同，你职位低，还压不住范指挥使，缓缓行事亦是正理。不过那天晚上若是你失算了，那我们可就真的危险了。其实不然，你仔细想想，范指挥使身边有多少亲卫，我早已知晓，而那些歹徒要护送石馥玉离开，我想也不会太多。凭我与高云霄的能耐，我自信能应付得来。虽然你说得通，不过我们还是很危险。那范指挥使差点就要杀掉我们，若不是你来得及时，我们恐怕早就遇难了。回京之后，
我找一些习武的老兵来护卫你的安全。那我回去周潭县跟我娘说上一声，免得她担忧。迟上几日不碍事吧？应当的，我与你同去。至于行程耽误了，那可怪不得我，毕竟交接公务也要些许时间。太子和蔡大人想怪责也没理由。马车虽然一路疾驰，但回到周潭县还是花了2天时间。紫云呀，你这是怎么了？啊，路途遥远，一路疾驰而来，淹得我五脏六腑都快混成一团了。你们2个傻孩子，回来就回来，那么着急做甚？我们又不走，早一天晚一天不也一样？萧逸看着谢子云难受的样子，对着吴氏说明前因后果。那太子爷可有说过让你去京城当什么官？是五品的大官吗？目前还不知晓，等去京城后再由圣上封赏，说不准还是6品官员。那也不错，人们都说京城里的9品官员都比7品的县令威风。我们这次去京城办的案子牵扯到叛党，这些叛党势力根深蒂固，我担心萧逸查处叛党势力时会招惹到这些叛党，他们要是暗中报复找你们算账的话，我们恐怕无法庇护到你们。姐啊，最近我在县城里结交了些朋友，他们都会些拳脚功夫，不如我把他们请过来看守院子，你看如何？你姐夫已经去寻那些真正有本事的人了，你那些好友，你最好跟他们保持一些距离，省得以后又学坏了。哪能？他们都是正经的好儿郎来的。护院的事，你姐夫会安排好，你只要去当值的时候多加小心些，免得被人暗算了，死在外面。要是实在不行，你暂时就别当衙役了。不行，我好不容易有个正经的差事，怎能说不当就不当啊？姐，你放心好了，以后我办差事一定跟着其他衙役，只要我不落单，应该就没有什么危机了吧？我告诉你这些，就是想让你们多个提防，免得日后糊里糊涂中了招都不知晓。平日里没事就不要出门，与陌生人保持一些距离，尤其是那些货郎一类的。我本想带着你们去京城住的，但是一想到这案子实在是危机重重，你们住在京城反而不妥当，还是留在此地有照应。等萧逸将这般楚王余孽都清理干净了，我们就不用心惊胆战的了。到时候我就来接你们进京城享福。进京城享福就算了，我觉得住在这里就已经很满意了。你不用担心我们，敏慧和高玉霄家里都是有背景的，萧逸家里也有些财力，一旦遇到危险的事儿，我们会想办法化解掉的。说到底，萧逸身后站着的可是太子爷，明面上不会有人为难萧逸，暗地里的话，只要太子爷多派一些人手保卫，再加上萧逸的身手，应无大虞。另一边，萧逸已经嘱咐好罗小兵，暂时先找一些道上的好手到萧逸家当护卫，等他找到更可靠的人之后，再替换掉。你跟岳母说清了吗？我也让其他人多看着些，想是不会有多大的事。那些楚王叛党心中很清楚，就算是除掉我们，叛党事件的调查依然不会停止，只会越演越烈。是吧？明日还要赶回锦城，又得一路颠簸了。进京之后，你不用害怕，一切都有我在。你放心，你查你的案子，我处我的关系，我就不信你爹还能吃人了。车马林林，两人在车内说着闲话，打发时间。到了晌午时分，突然下起骤雨，马车只能在一户农家里停歇了半天。萧逸和谢子云听这户老农说，今年指不定要涝灾，仔细询问后，觉得有必要与彭仲康协商一番。待到返回锦城时，那蔡恒都快赶到京城了。萧逸和高云霄匆匆来找彭仲康商议民生大事，三人在书房里谈论了一番，定下许多预防的举措，防范涝灾。萧逸啊，本官派人把段家的所有矿脉都查了一遍，为何全无金矿的踪迹？所有的矿脉都仔细检查了，可有派人亲自挖掘一番？说不定是段家的下人一早就学会了忽悠官家的手法，又一次糊弄了大人派去的手下。之前听你细说，本官岂能没有防备啊？本官派去追查的人，全都是得了本官特意叮嘱，知道段家藏有一条黄金矿脉，怎能不尽力啊？既然如此，那黄金矿脉应该是被段家藏匿起来，没有报备给官府。大人，能否把查处过的矿脉位置在州境图上标画出来？段家的矿脉分布5州，这一份能耐也是罕见。萧逸和高云霄数了数，总共7条矿脉，各处一方。除了锦州有2条矿脉之外，在通州亦有2条矿脉，其余3个州只各1条。金矿被开采出来，必定要经过冶炼熔成金砖，又需得有人将金砖送回段家，这过程必定要牵扯到很多人手啊。或许
我们可以从这边入手查一查。不必了，通州这2条矿脉的位置与夏冰记忆中的故乡位置相距甚远，金矿应该在飞石村。原来是藏在这里啊！好，明日我派人再去搜寻搜寻，这次一定要寻出个结果。大人，夏冰和他的养子现今如何？那夏冰和他的养子现在在州境边一座小村子里，据说那是他和石富义当初藏身的村子。本官已经派人暗中保护着他们了，暂时应无意外。夏冰的故乡可能就是金矿的位置，大人可以一边护送他们，一边进山。至于重建飞石村之事，还需要彭仲康慢慢调协各方官员，找寻当初的飞石村村民。萧毅和高云霄跟彭仲康交谈到深夜时分，这才回去歇息。当今的大月朝，圣上40有8，身体尚可，按理说他还能在这里天下10年，这么早就放权给太子，真的是因为担心其他皇子日后发生争夺地位吗？萧毅被太子这样调遣过去，日后肯定要被打上太子一党的印记，陷入党派之争。萧毅那种得罪人多、称呼人少的性子，只怕是最容易受到政敌攻击的目标。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翌日清晨，萧毅等人集结成一行车队往京城出发。元历16年6月，西南方11州遭遇强降雨，大片低谷地区闹出洪灾，淹没良田无数。萧毅等人刚刚出了西南地区，并不知晓洪灾之严重，只是一路刮风下雨，行程被拖延了许多。待到7月初，一行人终于抵达了京城。与此同时，各地灾情也送到了京城之中，整个朝廷乱作一团，商议如何救灾。萧毅到了京城后，在驿馆挂了名号，径直回自己的小宅去。这里的仆人都是萧毅的老仆，虽然总共只有4男3女7个人，可一切事务都打理得井井有条，不需要主人操心。明日你就好好睡，睡到天荒地老都没事。这宅里的人，我会让石头吩咐好的。你以前就是住在这里吗？这是我娘的陪嫁宅院，当初外祖父担心我娘受委屈，特地置办这一宅院。若是受了委屈，便到此地居住，等外祖家来给我娘撑腰。那你娘在这住过吗？你娘长什么样子的？娘没来这里住过，她从不觉得自己受委屈。这是我娘的画儿，要看看吗？画像中的女子清淡素雅，相貌精致，身姿婀娜，是个难得一见的美人。只不过她那眉头上有一丝化不开的忧愁，显然是个悲春伤秋、多愁善感的女子。娘长得真漂亮，只可惜她错付了人。她渴望着得一人心，至死不渝的情谊，但我爹并不能满足她这个要求，从而让娘多愁善感，很少开心的效果。原来你娘和我一样，难怪你会答应我不再找其他女人了。我并不是因为我娘的经历才答应你永不纳妾，我是不想你受半分委屈，才不想做任何你不喜欢的事。明天我在家里祭奠祭奠娘，好歹我也是新进门的媳妇儿，不表现一下恐会引人闲话。你要是身体不适，晚一2天也没事，外祖那边他们会理解的。一日一早，戏用了早膳，叮嘱了外院管家几句，出门去东宫求见太子。谢子云收拾妥当之后，让石头把家中的老仆都传来与他见个面。诸位都是看着夫君长大的老人，我也就不虚辞了。今日招呼大家前来，就是想问个名字，聊聊闲事，好让大家对我有个了解。早夫人客气了，我等就是些老奴才，全靠少爷发善心才能活到现在呀。管家恭敬的应道，其余人也连忙表达了主仆有别的意思，不敢有造次的。谢子云见状，一一询问了他们的名字，与他们闲聊一番。萧毅的母亲嫁给萧景图7年，在萧毅6岁时他就去世了。萧景图随后就迎娶了新人，萧毅7岁时主动离开了老萧家，找上外祖。得知他不愿意回老萧家，只好收留了他。从那之后，萧毅在外祖家住了许多年，加官后才返回京城，在这宅院自立门户。萧景图也不理会他，仿佛对他这个儿子毫无感情，形同陌路。谢子云认定自己如果贸然上老萧家的话，恐怕会被羞辱一番。但不去是少夫人的不是，去了便是少夫人受辱，这可真是个难题。去是必定要去的，但少夫人不必忍气吞声，少爷都不搭理老萧家众人，倘若这些人敢给少奶奶脸色看，那咱们走就是。商议了这事后，谢子云又嘱咐3位老妪准备祭祀用品，他要在家中祭拜萧毅的母亲。这是少爷当初给夫人设立的灵堂，只要是夫人的忌日，少爷都会在这里抄写1天的经文，
然后烧掉祭祀给夫人。谢子云一番祭祀下来，足足花了1个多时辰，跪拜的他腿脚有些酸软了，才结束了祭祀。少夫人，辛苦你了，老奴这就去准备饭菜，您先回屋里歇着稍后。曹妈妈借机询问谢子云是否购置1、2个小丫鬟侍候。虽然他们想要尽心尽职，但毕竟精力有限，心有余而力不足。若是陪着出去游玩，他们就更没精力了。我其实并不喜欢别人侍候，招聘丫鬟就不必了。不过若是有习武的女护卫，倒是可以招揽1、2个。女护卫倒是不好找，而且即便有，那也是些粗鄙的女子。只要忠心就行，言行间粗鄙些许也没关系。那老仆下午去寻着看看。好。少夫人，那我们何时准备去老萧家？又需要备下哪些礼物？谢子云发现这个宅院几乎没有多余的奢侈物品，拜访老萧家的礼品有不少欠缺的。谢子云让刘妈妈出去购置，多备上一些，也好随后再去拜访高家和闵家。萧逸来到了东宫，递交拜帖之后，很快就被东宫属官带进东宫内觐见太子。微臣见过太子殿下。周通判，太子殿下在6月初便传召了你，为何你时至今日才抵达京城？萧某乃一州通判，手中公务不敢怠慢，得知太子要萧某协助查案，萧某多方求证确认后，才敢放下通判公务，随后上路赶往京城。又因路上一连暴雨，道路损毁，故而迟了。不知太子传微臣前来，要微臣如何协助查案？有关段家血案的文书，微臣已详细写了折子。还有哪些问题是太子殿下所不了解的？本殿是请你帮忙查处楚王余孽的，段家血案可作为一个切入点，只要能查到楚王叛党，本殿绝不会亏待了你。太子殿下，萧某只是锦州的小小通判，您让萧某来到京城助您破案，这事儿皇上可准允了？擅自调动臣子，殿下可是会被人说到的。萧逸，本殿当初将你招来，确实未曾禀明父皇。不过本殿当时亦是以了解段家命案中藩指挥使的所作所为，才将你调集而来的，并无差错。不过本殿亦知你是人才，本想带你进京之后，问清了藩指挥使的叛国举止，便推举你进入刑部任职，以协助本殿追查楚王余党。可惜啊，本殿没想到你竟然会写信给蔡恒，还暗中示意蔡恒将信件递交给父皇过目。父皇现如今把你调入了天机营，本殿想要你倾心相助，只怕是不能够了。蔡大人下令，让微臣竭力相助太子查出楚王余党。太子殿下为何觉得微臣无法倾心相助？本殿给你准备的刑部郎中之职还未送出，就被蔡大人截胡了。你这日后啊，恐怕要向蔡大人倾心相助了，又怎么会念本殿的好啊？殿下多虑了，微臣只知揪出祸害朝廷之危党，匡扶江山社稷之稳固。谁是为了这江山社稷黎民百姓而奋勇作战的，萧某就倾心相助谁。萧通判说的极是。萧通判，楚王余孽绝不止藩指挥使一人，在这京城之中必然有更多的楚王余孽，你认为呢？自然。那你认为京城之中谁最为可疑啊？提携藩指挥使的五军都督同知最为可疑。本殿亦是如此认为，只是本殿并未找到确凿证据。对魏都督同知审讯时，他却在牢狱里一头处死了。天机营卫可为本殿作证，本殿从未下达酷刑。他堂堂的武官，还没熬几天就死了，就连蔡大人都觉得蹊跷啊！你以为呢？微臣只能斗胆猜测，他是受人胁迫，不得不寻死的。你这么说，可有证据？殿下查处楚王叛党一事人尽皆知，在锦州藩指挥使一死，所有楚王叛党就立即消去所有证据，只留下平日里往来人情为世人所知，无法遮掩。殿下最先查处到的人，自然而然是魏大人。不管魏大人是不是楚王叛党，他都曾经大力推举藩指挥使，有洗不脱的嫌疑。据微臣所知，魏大人的2名儿子都已经战死沙场，只剩下1名幼子，如今20有3。魏大人已上了年纪，魏家早已是风中枯骨，日暮西山。而藩指挥使的事一出，更是让魏家到了极限，再也无力挣扎。而在此时，想要阻止殿下查案的楚王余孽，或者是想要让殿下栽跟头的人，只要向魏大人许诺，在魏大人逝世后仍庇佑魏家，魏大人未必不会同意。
说是楚王余党就罢了，若是那2个不识趣的，那真是可恶至极。如今在朝堂中势力最庞大的就是二皇子，他的母系外戚有许多人在朝中掌握要权。这其次就是圣上最为宠爱的3皇子，因为功夫不错，在战场上立下了不少军功。为嫡长子的太子殿下，上要对父皇小心翼翼，下得谨防这2个弟弟对他发动的政治攻坚，活得十分不易。蔡大人让我过来提醒你一声，你在天机营没有特定的职位，虽然可以调动包括千户在内的人员，但因是临时增设的职位，目前还无品阶，亦无特定官袍。目前而言，你的对外身份依旧是锦州通判，协助太子查案。你在京城不会有任何俸禄和待遇。蔡大人说你那宅院挺不错的，想必也不想搬迁。你放心，只要查到楚王叛党，到时候圣上的赏赐还能少吗？我需要一些人手，保护我家人的安全。这个你放心，天机营卫已经有所准备，很快就会有一批人进你宅院中当护院。蔡大人问你还有什么需求，只要天机营能做到的，都替你做了，免除后患。我该如何调遣天机营卫？届时将有天机营的百户在你身边随侍，你有事直接他们招呼其他天机营卫即可。我需要京城民间和朝堂上的最新消息，你能否大略的跟我说说？今晚我送你家里去。今日可顺遂？顺遂。你一路舟车劳顿，今日应多多歇息，免得把身子骨累着了。适才听闻西南地区灾情不轻，朝廷已经准备开仓放粮，周潭县会不会有事？周潭县的水坝虽已建成，可以有效拦截洪水，但此次涝灾如此严重，我亦无太大把握。但愿朝廷能够尽快救灾，稳住灾民，要不然楚王余孽趁机煽动，将会是一场大祸。你放心好了，圣上是明君，一听到灾情立即做出了反应，相信很快就能将灾情稳定下来。那班叛党是做不了什么幺蛾子的。你明天想去老萧家？以往你是异人，可以不在乎这些，但现在咱们已经成亲了，该走的礼节不能少了。明天我陪你同去。你有时间吗？蔡大人之前让你去天机营当值，不是吗？在天机营挂个临时的职位，虽然权力不小，但都是出于为查处叛党而设立的。等叛党查处完了，便会取消这个职位。你本就是文官，调入天机营也是方便之举。日后圣上还是要让你当文官的。你如今可有楚王叛党的些许线索了？暂时还没有。这帮人在我们进京之前就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不过你也不用担心，一切有我。再狡猾的狐狸也会有失算的时候，我会查出楚王叛党的。外面的管家进来，说是有一批男子领命进院子里当护院。这些都是天机营分拨过来给我们当护卫的属下，有他们护卫，萧家的安全就有了着落。早知道你有所准备，我就不必让曹妈妈这番劳累了。女护卫也是要的，不过在外面寻的不一定忠心，还是托米家寻一寻吧。天机营里应该也有女子，我明天问一问。所以让管家安排了这些人员的起居，同时收到一份京城的最新信息文书。翌日一早，萧逸与谢子云洗漱打扮后，坐上马车，缓缓地赶往老萧家。这是哪家的贵客呀？锦州通判萧逸特来拜见萧老爷和萧夫人。等着，我去给你们通报通报。萧逸？是啊，锦州通判萧逸，怎么了？没你的事了。大管家急忙转身往内院走去。大少爷回来了，此时正在门外候着。您看。客厅等我。大郎君总算回来了。小娘操持家务，辛苦了。萧通判荀老夫有何要事啊？萧某是特地携新妻拜访萧老爷的，此乃情理之事，萧某不得不来。萧通判都自立门户了，迎娶新人也是自把自为，又何必再行这些虚礼啊？人已经见过了，好赖亦与我无关，没什么事就请回吧。那就告辞了。萧逸，我奉劝你一句，京城水深不是你的锦州，你小心惹祸烧身，牵连了老夫。你最好不要有什么罪证落在我手上。
大义灭亲这种事，我早就想试试了。哼，乳臭未干的臭小子，还真以为自己能抵得过楚王余党？你对京城的势力一无所知，迟早连怎么死都不知道。你这家人可真是突破了我的想象。自从娘死后，他就是如此，让你受委屈了。没事，我本来就是抱着一丝侥幸的心思来看看他们是什么人，若是可以挽回，那对你亦是一件好事。可如今，既然他们如此不将我当回事儿，那我以后也就不把他们当回事儿了。以后我们过好我们的日子就行，其余的与我们也无多大关系。我之前就与你说过多次，不必挽回与他们的关系。就你这种三言两语都是冷冰冰的，没有几个人跟你交好的。我不怀疑你机敏过人，但我很怀疑你的人情往来。大人，蔡大人命你速去天机营一趟。你去吧，我正好想在京城里面转转。那你多加小心。谢子云让马车赶去最热闹的街道，想看看这天下中心枢纽的京城到底有多繁华。谢子云让护卫把马车寄放在街头的茶馆处，领着4名护卫融入了人群之中。正走着，谢子云突然看到面前街角处有个熟悉的身影。谢子云上前跟了2步，那街角的身影还未离去，而且此时正脸对着谢子云。欧阳爷，你居然还敢露面，难道真不怕被逮捕吗？萧夫人，我是有苦衷的。你教唆石富玉进入段家，让石富玉替藩指挥使打听金矿的位置，你有苦衷？你分明就是楚王余党中的一员。不错，我是余党一员，不过段家血案与我无关。今天你逃不了。在下目前还不能被捕，因为在下还有一桩冤案要申诉，就是不知道萧大人敢不敢接。这木匣子有在下的状纸，还有一些证据，希望萧夫人能带回去给萧大人过个目。多谢了。将他拿下！4个天机营卫立即冲了上去，可还没有靠近，欧阳野身边便冒出了一大片白雾，将他的身影彻底遮挡了。夫人，对方4早有准备，我等不敢穷追，以免中了调虎离山之计，导致夫人冒险。我等已留了印记，很快就会有其他天机营卫追查叛党，还请夫人早些回府。谢子云回到家中，让护卫在外院看护好。谢子云壮着胆子迅速地拆开木匣子，里用精致的金黄色丝绸铺垫着，里面放着一张状纸，3封信。谢子云将状纸取出，迅速地浏览一遍。第一眼，欧阳野便表明了他的身份，他是先皇时期欧阳太傅的儿子。可欧阳太傅却在16年前楚王一案中受到牵连，被圣上削去职位，发配边疆，途中病死。天帝驾崩前身体健壮，并无异样，只是年纪老迈。为了让太子把持朝廷，这才退居幕后，让太子监国，渐渐把握朝廷大权。可在此时，先帝突然调查出一桩陈年往事，得知太子竟不是他的血脉，而是皇后暗中偷梁换柱换来的男婴。先帝勃然大怒，立下新旨，要将皇位传给楚王，并且夺回太子手中所有权势。但太子在太师的帮助下发动宫变，逼死先帝，害死吴父，血迹斑斑，绝无半句虚言。此处有书信3封，皆是吴父在宫变前后所留。这道圣旨现如今也在吾等手中，只待昭雪之日。万望萧大人为我等主持公道，还天下一个朗朗乾坤。这个欧阳野胆量不小，居然敢在京城中现身接定，还能在天机营卫的追查下逃掉。娘子可有收心？他有求于我，又怎会吓到我？看你的神色，这欧阳野是在给我出难题。不仅仅是难题，还是个死题。你看了吧，虽然是个死题，那我也只能勇往直前了。萧逸看完状纸之后，又拆封了3封书信，越看脸色变得越是铁青。欧阳野这是存心要摆我们一道，我们不接着状纸，那就是损你声誉；我们若是接着状纸，那就是逼圣上杀我们。我不应该将其带回来，更不应该擅自观看，损你声誉也好过要你的命。他是当着天机营卫的面将这些东西交给你的，这代表圣上已经知晓现在这些东西了。你快去梳洗打扮一番，换上天机营卫的衣物，我带你去见蔡大人。你打算主动向圣上表明？
唯有如此，才能避祸。若是瞒下，日后被查出，我们可就真得亡命天涯，永无宁日了。萧逸等他装扮好，携着木匣子，带着谢子云登上马车，率领着护卫往天机营赶去。萧逸和谢子云赶到了天机营卫，见了蔡恒。是为欧阳野告状一事前来的吗？这欧阳野告的是谁呀？圣上，这个该死的欧阳野，他有说明自己是在什么地方吗？这等鼠辈，岂敢真正现身告状？这状纸只不过是害我们罢了。哦，为何这般说呀？欧阳野在状纸里告了皇上几条罪名，并且有书信为证。那你带来见我作甚？下官斗胆，想请大人带下官面圣。你们把这些状纸证据一把火烧了就得了，为何要呈递到圣上面前呢？你这不是找罪受吗？万一圣上迁怒于你，必须得面圣。马车在蔡恒的引领下进了宫内。不必多礼，起身回话。何故作此打扮？便于行事。那就是今日你们所收到之物，里面有何说法，竟要朕亲自过目。萧逸将木匣子打开，把状纸递上去。圣上看了几句，龙颜大怒，最后更是直接把状纸撕成粉碎。混账，竟敢如此污蔑朕！这个欧阳野，当初朕心慈手软，饶了他们一家老少，没想到他却恩将仇报，属实可恶。回圣上，欧阳野提供的证据，您撕不得。萧逸，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莫以为朕不会要你人头？回圣上，状纸可以重写，但证据毁了，属下就无法查处。萧逸，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想对朕指指点点不成？圣上，这些证据。圣上，君为舟，民为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而今天下万民归心，老百姓们心中都认准了您这位明君，岂有轻负的道理？更何况，如今楚王叛党正以这一份证据四处兜售，收拢人心。若是不能够尽快将这伙人引出，将证据收回，日后还不知道有多少个藩指挥使。不错，必须得尽快把那圣旨拿到手，然后将楚王叛党全部清理掉，天下方能免受战火。你这么说，你是想凭借这些东西查出楚王余孽？正是。萧逸，你以为真有这么一道圣旨吗？微臣不信，但不可不防。为此，微臣才特地进宫告知皇上，以免圣上至始至终都不知道敌人还有这一支能够颠覆圣上的暗箭。萧爱卿，你忠心耿耿，朕晓得。只是这污蔑之语做不得真。朕分明是先皇后所生，又岂会有错？你说这是颠覆朕的暗箭，有些夸大了。是微臣多虑了，这些伪证你全且带回去，看看有无办法追查出楚王余孽。这个欧阳野心思歹毒，他将这状纸和伪证给了你们，这是将你们逼上死路。你们以后要多加提防，不可再中他的奸计了。蔡恒，你带他们出宫吧，朕乏了。